朋友聚会上，女孩玩真心话大冒险输了，被要求解开金圈太子爷的皮带，看看内裤是什么颜色的。男人慵懒地靠在沙发上，一脸玩味地看着女孩，想要看的话自己来解。祝微微站起身，摇摇晃晃地走到男人身旁，一屁股坐到男人腿上，费劲地扒拉着男人的皮带。醉了？没醉，玩游戏输了，你东西扣得那么紧，你就不怕来不及脱尿裤子吗？顾西周一脸玩味，没有人告诉你，男人放水不用脱裤子吗？祝微微耐心全无，坐在男人腿上乱晃，你是不是玩不玩得起？不就看一下你内裤颜色吗？又不是量你的大小儿子的尺寸，你怕什么？顾西周脸色黑了不止一个度，他冷眸扫过现场的人，我敢脱，他们敢看。在场的人摇摇头，都被顾西周的眼神吓得悉数逃窜。他们嫌命太长了吗？敢看太子爷的那里？祝微微带着醉意的杏花眼无辜地眨了眨。可是我游戏输了，他们喊我来我看的。他回头喊住逃跑的众人，你们别走啊，我马上就解开了。这下人跑得更快了，不到1分钟 VIP 卡座只剩下5个人。黎希暖还一脸目瞪口呆，心里不得不佩服他的嫡长龟，他小舅舅可是帝都不食人间烟火的太子爷啊，上一个爬他床的女人至今都还在第一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躺着呢。顾西周妖孽般的面庞带着腹黑的笑容，人走了还看吗？祝微微慢半拍的开口，看，当然看，需要拿尺子量吗？顾西周拿起自己的西装搭在女孩头顶上，我给你尺子，你敢量吗？光线被挡住，所有人都没有看见祝微微眼眸里闪过一丝笑意，她嗓音中带着些许软糯，你敢脱我就敢量。刚好酒吧的 DJ 停下，卡座的3人听见清脆的啪嗒声，金属扣解开的声音，随后听见男人散漫带着哄骗的声音，我只给我老婆碰，你想好了吗？卧槽，这一次吃瓜群众真的忍不住了，顾西周疯了吗？祝微微跟他便宜侄子还有婚约了。3人看见被西装外套盖住的脑袋动了一下，你叫我老婆，我不就可以碰了吗？男人笑了，整个胸膛都在震动，笑声从喉咙处溢了出来。洛里默默掏出手机，打开录像功能，他一脸坏笑，不出意外，这个事情能让太子爷大出血。祝微微嗓音委屈，你还不叫吗？那我碰了。他身子往后仰，顾西周怕他摔下去，连忙搂住他的腰身，我只喊法律认证的女人老婆，你要上我的户口本。他继续哄骗，吃瓜群众3部手机都对准他们，顾西周默认了他们的动作，因为他也怕小狐狸酒醒后不认账，上你户口本有什么好处？祝微微着急扯着他的拉链，男人吃痛一声，女孩子家家的，别闹那么粗鲁，上我户口本，有花不完的钱，天塌下来都有我盯着，还能每天解我皮带。祝微微小声询问，你有6块腹肌吗？男人低笑，继续诱骗，我8块，行，上，明天就去移户口。顾西周挑眉，嘴角噙着一丝狡黠的笑意，没有结婚证，移不了户口，撕别扯。顾西周的嗓音都哑了，坐在对面沙发的3个人一脸磕到了的表情，又不敢出声，生怕打断了某人引狐狸入狼窝的计划。结婚证多少钱？去哪里买？还没等顾西周回答，祝微微突然举手，我看见了，是黑。他眸色瞪大，捂住自己的小嘴巴，一副惊吓过度看着面前的男人，你干嘛亲我？顾西周一脸无辜，你都捏我了，我还不能亲一下？明天带你去买结婚证好不好？祝微微小脑袋疯狂点头，好啊，你出钱哦。没多久，金属扣重新被扣上的声音，顾西周把女孩头顶上的西装外套拿下来搭在她的肩膀，他抱起几近靠在她肩膀上睡着的女孩，站起身往前走了2步，回头看着还在游魂的黎希暖，还不跟上。黎希暖哪里敢耽误，抓起包包踩着高跟鞋东倒西歪的跟在顾西周的身后，都怪他们今天出门没看黄历，居然遇见了这个煞神。银灰色改装的劳斯莱斯小金人停在酒吧门口，司机下车打开车门，黎希暖自觉地坐上了副驾驶，他可不敢跟他小舅舅坐在一起。顾西周感受到怀里的人在乱动，安排的拍了拍他的后背，去枫林公寓。好的三爷。黎希暖几经是第6次回头看后座的人，那别有深意的眼神，顾西周想忽略都忽略不了，有话就说。他硬着头皮开口，小舅舅，你刚刚说的话是真的还是骗微微的？顾西周的指腹划过女孩泛红的脸颊，你见过骗过人？黎希暖拼命点头，你1年前才说不把我点男模的事告诉我妈，一转身你就告诉了我爸，我说不告诉你妈而已，又没说不告诉你爸。黎希暖皱眉道，可是微微是顾宣泽的未婚妻。顾西周冷笑，你也说是未婚，他们连恋爱都没谈，祝老爷子跟顾家定下婚约，又没有指定那人是谁，只要姓顾，有何不可？车子停在黎希暖的枫林公寓1号楼时，司机连忙下车开门，顾西周熟门熟路的把人抱上2楼右边的房间，他撤掉小姑娘身上的西装，把人放在床上，脱掉鞋盖好被子。黎希暖上前想说他来照顾住微微就好，结果听见他小舅舅说的话，一时半刻都没有反应过来。等他回魂的时候，顾西周的车几经驶离了小区，他呆滞的离开住微微的房间，回到自己的小窝。房门被关上后，床上原本熟睡的女孩睁开眼睛，她带着酒意，眼神泛起水花，勾唇一笑，嘴里小声念着，顾西周真好，我又看见你了。祝微微掀开被子下床进了浴室。今天早上去健身房游泳的时候，祝微微突然小腿抽筋跌进了泳池里，醒来的时候在医院的临时观察病房里，脑海还多出来了一堆记忆。祝微微抬手摸了摸自己眼睛，笑着落泪，她居然重生了，回到了还没订婚之前，眼睛还看得见，一切都还来得及。前世未婚夫和私生女妹妹勾搭在一起，设计她失去了双眼，害得她差点被人凌辱，自杀后被沉湖，最后救她的就是顾西周。她到死才知道，帝都呼风唤雨的三爷，她闺蜜的小舅舅居然爱她，甚至爱了她10年。洗完澡后，祝微微站在浴室镜子前，看着自己那左眼下粉色的泪痣，她给自己约了眼科医院，这一世她需要好好保护她的眼睛，还有爱了她10年顾西周。清晨，闹钟夺命般响起，祝微微伸手拿过，贴在耳边烦躁开口，谁？混账东西，给老子滚回来！
你居然敢打你妹妹！一大早听见晦气的声音，祝微微的气更大了，吼道：你有病吧？本小姐是独生女，还有我妈离婚了，我没老子。她挂断电话，捏了捏酸胀的眉心，放下手机，刚准备洗漱后去医院，手机又响了。祝微微按了接通后放在洗漱台上，孽女，一点规矩都没有，怪不得顾少不喜欢你，喜欢你妹妹菲菲，你连菲菲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祝微微被气笑了，我当然比不上，这年头好人家谁跟垃圾做比较？我姓祝，当然没有孙家大小姐的教养了，毕竟我们祝家可没教大小姐怎么当人家的小三。没事别打我电话，别逼我跟孙静飞抢家产。电话那头的孙正东气得差点心梗，给我滚回来，否则我就去顾家把订婚对象换成你妹妹。祝微微嗤笑一声，谁稀罕？离心暖暴毙靠在浴室门口打着哈欠，你出轨爹，把顾家当收破烂的。祝微微捏了捏她婴儿感的小脸，怎么那么早醒？今天休息，不多睡会。离心暖盯着她的手看，我今天要见证你的幸福。祝微微，你刚刚也听见了，我的订婚宴新娘不是我。离心暖拉起她的手反复看，微微宝贝，看在我们是嫡亲闺蜜的份上，偷偷告诉我小舅舅的尺寸怎么样，我好拿这个消息跟外公外婆换点零花钱用用。祝微微一脸错愕，什么尺寸？离心暖八卦脸凑近她面前，那你该不会也忘了你答应嫁给我小舅舅的事情吧？祝微微轻咳一声，我喝多了。暖暖，你刚刚说的尺寸是怎么回事？你舅舅脖子的尺寸？离心暖一脸坏笑，勾手让她耳朵靠近，量了我小舅舅。祝微微像是被雷劈了一样，眸子掠过一丝尴尬。妈呀，她真是出息了。暖暖，这丢人的事没人看见吧？离心暖摇摇头，我是说没有人没看见，他们都想看你被我小舅舅扔出去，没想到一个个都被我小舅舅的眼神吓走了。离心暖从衣帽间里拿出一条纯白色连衣裙递给祝微微，赶紧换，我小舅舅说他快到楼下了。小舅舅来干嘛？领证啊，你答应了他今天去领证的，他付钱。离心暖就知道祝微微会忘记，把昨天晚上的视频打开放在他的面前。祝微微看完那个1分多钟的视频，情绪久久不能停歇。离心暖看他白了脸色，以为他吓到了。微微，你别怕，你要是不愿意，我小舅舅不会逼你的。祝微微勾唇浅笑，谁说我不愿意了？她化了个淡妆，拿起衣柜里的黑色小香包挎上后，楼下门铃声响起，离心暖打了个哈欠，我给你叫了早餐，你吃完再出门，我要继续睡。祝微微倒回房间取身份证和户口本，下楼梯时就听见离心暖的声音，小舅舅，怎么是你？顾西周侧身越过他进门，把刚刚截胡的外卖放在桌子上，你就不能去报个班考个厨师证？一天天吃这些不卫生没营养的东西。离心暖翻了个白眼，你要不怕我把微微毒死，我可以学一学。下来，顾西周柔声开口。离心暖抬头才看见站在2楼楼梯的祝微微，她踩着家居拖鞋下楼，停在顾西周的面前，早安小舅舅。一见到他，他的视线就忍不住往他的西装裤瞥。顾西周单手插兜，弯腰跟他对视，怎么想当女流氓？离心暖觉得自己现在就是巨亮的电灯泡。那啥，小舅舅，微微宝贝，我去补眠了。他的脚刚踏上楼梯一步就被男人喊住，站住。离心暖默默回头，面带最标准的微笑，小舅舅，您老，还有什么事吗？顾西周的不去强调他说他老的事，喊谁宝贝，叫小舅妈。祝微微一口冰咖啡差点喷了出去，大可不必把他叫老了都。离心暖嘴角抽了抽，小舅舅，微微宝贝，我喊了22年，你现在让我改口，你俩结不结的成还一回事呢？顾西周眸色一沉，你说什么？没，我说你俩真般配，绝配顶配天仙配。祝微微忍不住出声，小舅舅，你真要跟我结婚？顾西周转身的那一刻，离心暖撒腿往楼上跑去，砰一声关上了门。男人拉开椅子在他身边坐下，嘴角扬起弧度，准确来说，是你答应要跟我结婚。我祝微微咬了一口三明治，遏制那什么，小舅舅，我昨晚喝上头了，这婚你干嘛？男人俊脸突然放大，把祝微微吓了一大跳，你不想对我负责？祝微微脑子也是懵了，这还是帝都的高岭之花吗？可是我跟你们顾家有婚约，你都说了是顾家，只要姓顾就不算违背2位老头子定下的婚约。祝微微点了点头，可是我喊你小舅舅啊。顾西周端起他面前的太阳女神冰咖啡喝了一口，不好喝，我是你闺蜜的小舅舅，又不是你的小舅舅。祝微微看着快见底的冰咖啡，小脸不悦，喂，那是我的咖啡，还是他喝过的？他不是有巨严重洁癖吗？顾西周把手里仅剩2口的咖啡推回去女孩面前，吃饱就走了，我让我的助理去民政局排队了。祝微微跟着他下楼，走到男人专属小金人座驾旁边，那个小舅舅，他想问他这一世是不是还喜欢他。顾西周亲自拉开后座的车门，示意他上车。天热，有话上车说。车子启动，后座的挡板升起，想说什么？祝微微深呼吸了几秒后开口，小舅舅，昨晚对不起，我不该冒犯你。顾西周的唇角凑到他的唇边，祝微微吓得不敢说话，他薄唇轻启，你情我愿的事情不用道歉，就是不知道昨晚微微还满意吗？祝微微撇开脸，顾西周的唇瓣擦过他的脸颊，他能说他忘了吗？算了，问吧，摸都摸了，一句话还不能问了。不喜欢他那也没关系啊，他死缠烂打就好了。小舅舅，你娶我是因为我摸了你，还是因为喜欢我？顾西周摊开手，重要吗？我喜不喜欢你都摸了，你不应该对我负责吗？祝微微手是他的眼睛，可是我祝微微可以嫁自己不爱的人，但必须嫁爱我的。所以顾西周，你爱我吗？顾西周眼里蕴含着冰冷的气息，他说他宁愿嫁给一个他不爱而爱他的人，可顾轩则爱的人不是他，他还不是答应了订婚？他嗓音淡淡，爱不爱重要吗？结婚的事情是我自作多情了。他对前座的司机喊道，掉头去枫林公寓。祝微微下意识的开口，继续往前开，他伸手拽住男人的衬衫领子，顾西周，你还没有回答我的话，
你爱我吗？顾西周眼神中的伤感一瞬而过。我说不爱，你嫁吗？他的唇贴上了一个柔软的唇瓣，小姑娘笨拙的吸吮啃咬。你爱不爱我都嫁。我在清醒的时候强吻你了，你总得对我负责吧？第一次听见这种强盗逻辑，顾西周笑道：你开心就好。车子在距离民政局200米的路边停下。当顾西周看见小狐狸打开随身斜挎包，拿出户口本和身份证的时候，才知道自己被摆了一道。领完证后，顾西周挥手让所有人出去。他捞起小姑娘，像昨天在酒吧一样面对面坐在自己的腿上，虎口掐着她的下颚，假装忘记。祝微微用下颚蹭她的虎口，才不是。顾西周挑眉，那不叫一声老公，补什么玩意？顾西周把他的手搭在自己的金属扣上，试图帮他回忆昨晚的流程。祝微微条件反射的躲开。小舅舅，这是在外面。顾西周轻闻一声，行，留着今晚叫，一起吃个午饭。祝微微刚想答应下来，包里的手机催命般响起。祝微微按了接听，在男人面前压着脾气，我说了会回去，你烦不烦？祝微微，是不是你把你的妹妹的事情发到网上去的？面对无厘头的质问，祝微微彻底爆发，你有病就去治。顾西周懒懒地靠在椅子上，一副看戏的模样。混账东西，不是你还有谁？你妹妹说只有你在医院看见她。祝微微笑了。电话那头孙静飞带着哭腔，爸爸，我相信姐姐不会做这种事情的。祝微微被恶心到有点反胃，忍不住呕了一声。顾西周微微皱眉，顺着她的后背，没事吧？祝微微，你跟哪个狗男人在一起？赶紧给老子滚回来，否则顾家的婚约你就别想要了。电话挂断，祝微微呸了一声，跟谁稀罕捡破烂似的。那个小舅舅，我还有事，饭我们改天再吃吧。男人垂眸低笑，我跟我老婆吃饭还需要预约。祝微微打哈哈，那个我这突然有了个老公，有点不太习惯，您不得给我适应适应。顾西周拿过被他扔在桌面上的手机，行，给你适应的过程。我晚上有个饭局，你收拾收拾，我10点钟到枫林公寓接你。接我干嘛？男人附身靠近，勾唇，你说呢，老婆？祝微微夺过他手里的手机，那个小舅舅，我先走了。他撒开腿就跑，手腕就被人抓住，双脚突然离地。祝微微条件反射地搂住男人的脖子，我送你去。小舅舅，我打车去就行，让齐谦送，或者我亲自送，选一个。顾西周把小狐狸拒绝的话堵了回去，你助理送。祝微微连忙钻进后座，车窗降下的时候还礼貌地跟顾西周挥手说拜拜。男人被当场气笑，小狐狸进了狼窝就别想跑了。黑色宝马车停在孙家的别墅时，祝微微把结婚证塞进包包的暗格里。齐谦打开后座车门，手背贴在门顶处，夫人，我在这里等您。祝微微摇头，不用了，你回去吧。齐谦一脸为难，顾总说了，我今天一天的工作就是接送您。祝微微最受不了这样了，行吧，那你就等吧，要是等久了你就去吃个饭再来。别墅的大门紧闭，祝微微用指纹开锁显示识别失败，她低笑出声，一群鸠占鹊巢的人渣。齐谦的脸色也不好看，夫人，要不我们走吧，来都来了，戏不得演完。祝微微按了好几分钟的门铃管家才姗姗来迟，哎呦，是微微小姐啊，怎么这个时候回来呢？齐谦准备上前，被祝微微挡下，齐特助，这是我家的家务事，我自己处理就好。他伸手进铁门，冲管家勾了勾手指，管家眼神满是不屑，走上前去，微微小姐，你找我？隔着门，祝微微一巴掌狠狠扇上管家那张肥胖的脸，你算是个什么东西？我回我的房子需要经过你的同意，这是老爷夫人的房子，你个外星人怎么配？微微回来了，渣爹的小三扶着腰从别墅里出来，柔声打断管家的话，陈姨，天那么热，怎么能让微微在门口站着呢？赶紧开门。管家陈姨按了指纹开门，祝微微越过他的眼神布满戾气。齐谦气得踹了一脚车轮子，孙家欺人太甚，连个下人都有指纹可以开门，正牌大小姐被关在门外。祝微微看着谢小司紧身裙子微微隆起的小腹，挑眉勾唇一笑，这是怀上了。谢小司紧紧捂住肚子大喊，微微，你想干什么？我肚子里的孩子怎么说也是你的亲弟弟啊。祝微微，你想干什么？孙正东连忙从楼上跑下来，身后还跟着红着眼睛的孙静飞，他苍白的脸色扶着楼梯小心翼翼地下来，我干嘛？我离他1米远，我能干嘛？孙静飞挡在谢小司面前，姐姐，你不要伤害妈妈和弟弟，有什么可以冲我来？孙正东挡在母女面前，二话不说一巴掌就往祝微微脸上招呼。祝微微脑子里猛了几秒钟，冷笑道，你打我？你有什么资格打我？孙正东的手劲不小，祝微微白皙的小脸4指红痕特别明显，我是你爸，我凭什么不能打你？你嫉妒明明跟顾少有婚约的人是你，他却跟你妹妹谈了恋爱，你明知道你妹妹是明星，还敢把她怀孕的事情爆出去，存心让她被网暴是不是？祝微微抬手擦了擦嘴边的血痕，我爸死了，我跟我妈姓的，嫉妒，我嫉妒什么？嫉妒他长得丑，还是嫉妒他小小年纪就学他妈勾引男人？婚约？你以为我稀罕跟弱鸡一样的顾宣泽？祝微微几句话把在场的人骂了个遍，特别是谢小司，脸都气绿了，扶着肚子开始啜泣，老公，我跟你是领了证的。他一口一个小三。孙正东气的脸颊上的肉都在抖，扬起手臂又要往祝微微脸上呼。谢小司母女俩对视了一眼，露出了同款得意的笑容。孙正东的手腕在空中被截住，祝微微冷若冰霜的眼神瞪他，给你脸了，一而再再而三的打我。我告诉你们，顾家婚约是祝家跟顾家定下的，跟你孙静飞1毛钱关系都没有，少打着我们祝家的旗号，滚！我会让老爷亲自去顾家退。说完，祝微微往楼上走去。他这次会回来不是因为孙正东的电话，而是来拿回这栋别墅的房产证。虽然嫌弃被他们住过的别墅脏了，但可以卖了。
祝微微回到她3楼房间时，才发现已经不是自己的房间了。曾经她所有的生活气息都被清得一干二净，也不是，她那些没有穿过的衣服包包都已经被染指过了。祝微微走到床头边按了一下，欧式风格的床头瞬间松动，她敲开后面的木板，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放在自己的手提包里，很庆幸孙静飞估计是看上她这张床了，所以没有换掉，不然妈妈给她的协议书和房产证可能就丢了。准备往外走的时候，她突然想到什么，走到衣帽间，把那些属于她的裙子包包划破剪碎。她拿起床柜头上那张温馨到让她作呕的全家福狠狠砸到墙面上。听到声响的孙静飞缓缓上楼，孙正东扶着小三连忙跟上。孙静飞看见地板上的玻璃碎片，在听见身后脚步声的时候连忙挤出2滴眼泪。姐姐，你怎么可以砸了我的相框？这可是我跟爸爸妈妈的全家福啊！孙正东对祝微微这个女儿实在谈不上喜欢，她的性格像极了祝锦那个女人，太过强势，太过反骨。祝微微看都没有看她，越过她离开，手臂被人抓住。她回过头的时候，看见孙静飞松开她，向往后倒。祝微微唇角勾起，扣住她的手臂，让她站得稳稳的，然后一巴掌狠狠地扇到孙静飞的脸上。准备怒吼的孙静飞看见祝微微身边的父母，姐姐，你怎么可以又打我？我肚子里还有孩子。祝微微，她侧身躲开冲过来的孙正东，揉了揉手腕，你打我，我打你的宝贝女儿。扯平了，这一巴掌是告诉你别乱攀亲戚，我没有妹妹。祝微微大摇大摆地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从包里拿出房产证对他们晃了晃。哦对了，限你们1周内搬离我的房子，否则我报警抓你们哦。下到大厅的祝微微听见楼上传来尖叫声，笑的那叫一个开心。祝微微出现在别墅的时候，齐谦连忙下车，看见祝微微肿起来的脸，天瞬间就塌了，完了，她死定了。夫人，他们打了你，我揍他们去。祝微微伸手拦下他，没事，上车吧，你送我回枫林公寓都不用看镜子。他就知道现在的脸应该见不了任何人了吧。夫人，不急，这笔账早晚讨回来。车子停在枫林公寓，祝微微下车前叮嘱了齐谦，齐助理，今天的事拜托你不要告诉小舅舅。夫人，这恐怕不行，您脸上的伤太严重了，一时半会也消不下去。祝微微抬手摸了摸肿得有点吓人的脸颊，那就先瞒着，等他知道了再说，你就说是我说的，他不会为难你。祝微微回家的时候，软了身子瘫坐在沙发上，包里的手机响起，他慢微微的拿起来按了外放。喂，因为脸颊发麻，祝微微说话的声音有些无力。顾西周慵懒坐在办公室上的身子瞬间摆直，怎么了？声音听起来有气无力的。忙完了吗？让齐谦送你来公司一起吃饭。祝微微从包里掏出化妆镜，这种的跟小乳猪一样的脸，她都被吓了一跳，有点累，饭改天再吃好不好？在楼上被饿醒的黎希暖叫了外卖，下楼的时候看见坐在沙发上低着头的女孩，卧槽，你的脸怎么了？黎希暖的嗓门太大，吓得祝微微连忙挂断电话。顾西周的眉心拧成一团，脸上玩味的笑意被阴鸷代替，站起身往外走去，刚拉开门时撞上了刚回来的齐谦。顾西周冰冷的嗓音让齐谦不敢直视他的眼睛，发生什么事了？齐谦差点就跪了，他就知道怎么可能瞒得过大名鼎鼎的顾三爷。顾总，夫人回孙家的时候到底是打工人。齐谦心里一边跟祝微微道歉，一边愤怒地把他看见一幕幕告诉顾西周。顾总，夫人不让我告诉你。去。顾西周瞪了他一眼往外走去。今晚的饭局取消，扣半个月奖金。齐谦松了口气，还好还好，就半个月，还有钱吃饭。顾西周没有带司机，独自开车往枫林公寓去。另一边的黎希暖气得双眼发红，我去捅死他丫的，居然敢打你，他有什么资格打你？在干妈怀孕的时候就出去乱搞，一天天的早出晚归，就没有尽过做父亲义务。祝微微捂着脸颊上的冰袋，别气了，我都没气，这一巴掌就当我跟他断了父女情分。再说了，我也赏了他女儿1巴掌，加上昨天2巴掌，不吃亏。可是黎希暖就是气不过，他当即就给顾西周打去电话，接通的速度快到祝微微来不及阻止。小舅舅，你是死了吗？微微都被人打了，你这个做老公的居然没去把人弄死。祝微微见已经阻止不了，干脆就摆烂。顾西周周身冷气，握着方向盘的手收紧，特别严重，我让医生过去，你看着点他，我马上到。顾西周到的时候，医生已经在给祝微微上药了。祝微微见他走过来，下意识就要躲，可顾西周压根不会给他这个机会，指腹轻捏他的下巴，别动，先上药。走近的时候，他才看见不只是脸上有痕迹，连嘴角都溢出了血。黎希暖站在旁边，第一次感觉到他小舅舅身上的冷气，却不害怕的。小舅舅，他们欺人太甚，你快点，让人套个麻袋揍一顿先。顾西周没有说话，眼神一直都没有离开他的脸颊。为什么不躲？没能躲得开，我还回去了。祝微微知道瞒不住了，扬起下巴求夸奖。他打我，我打他女儿，扯平了。顾西周指腹落在他的嘴角，扯不平，动了我顾西周的女人，就不可能安然无恙。他从兜里掏出手机给他的保镖打电话，去给老子把孙家。一只白皙的小手夺过他的手机，他打错了。祝微微把手机放在桌子上，拉着他坐下。小舅舅，我想自己解决可以吗？顾西周的心像是被扯开了一道口子，他不会拒绝他任何的要求。可以，不过动了我的人，教训是少不了的。祝微微看着他微蹙的眉头，鬼使神差的抬手去抹平。那小舅舅手下留情，留点给我玩。门铃声响起，黎希暖快步去开门，是他点的外卖。那个微微宝贝，你要吃。说完才发现自己点的是变态辣的螺蛳粉。顾西周一脸嫌弃，吃的都是些什么东西？你就不能吃点正经的？黎希暖拉开椅子坐下，怎么不正经了？要不是微微现在脸受伤了需要忌口，他已经坐在我旁边跟我抢了。顾西周低头看了眼身边的小女孩，捕捉到她吞口水的模样，他无奈的拿起桌子上的手机，让望江居送份合适病人吃的餐到枫林公寓，半个小时内送到。接到电话的齐谦麻利的给望江居打去电话，同时开车出门去取餐。敷了药，祝微微脸上火辣辣的疼痛感消了不少，
他站起身，我上楼洗个澡。顾西周跟着他起身上楼。祝微微停下脚步回头，小舅舅，上面是卧室。我知道，你知道，那你还往上走？顾西周点头，我不能去我老婆的房间吗？你不是说给我适应这个身份吗？顾西周脖子往前倾了几公分，唇角就快贴上女孩的红唇。适应身份，跟我进你房间有什么关系吗？祝微微翻了个白眼，那个小舅舅，你公司不忙吗？他真的害怕一会他进了他的房间后会说留下来帮他洗澡。不忙，那你赶紧回去吃午饭吧。顾西周一脸玩味，就这么想赶我走？祝微微小脑袋瓜子疯狂点头，小声开口，我就是还不太习惯自己突然间多了个老公。顾西周嘴角微微上扬，那你亲我一下我就走。哐当一声巨响，李喜暖弯腰捡起地上的手机，呵呵呵，你们继续，不亲那我亲你。没给祝微微逃跑的机会，男人的薄唇已经贴了上来。吃螺蛳粉配狗粮的李喜暖默默打开手机自拍模式，镜头对准楼梯上接吻的人。顾西周没有太过分，浅尝后松开被他按住的后脑勺。吃完饭休息一下，然后收拾点日常用品，我下了班来接你。这下给祝微微整不会了，收拾东西接我去哪里？回家。顾西周的身影消失在公寓后，祝微微还在楼梯上站着。他问刚刚看得起劲的某人的小侄女，不是，他什么意思啊？我回什么家？李喜暖回头看他，当然是回你们的家啊，都结婚了，你不会还想住在这里吧？住这里有什么问题吗？房产证不是写的我们俩的名字，是我们俩的家，但是你现在是我小舅舅的老婆，你不跟我舅舅回家住，我200%确定他会屈尊降贵的到我们这个小破屋子来住。李喜暖对顾西周还是很了解的，某人也是这样打算的。祝微微上楼洗了个澡，因为脸受伤，头发也没有办法洗，他打算午睡起来后再去附近商城做头发护理。一身金色的真丝睡裙下楼，李喜暖眼疾手快拍了张照片。你干什么？他手脚麻利的发给了1分钟前就打开的那个对话框。小舅舅，最近没有钱花了。李喜暖把照片发过去，在心里默数3秒后撤回。顾林集团会议室里的男人刚把照片点开，还没来得及看仔细就显示已撤回。他抬手示意汇报的人暂停。照片发来，祝微微在餐桌坐下，刚拿起筷子准备吃，就听见沙发上的人说，那我用你的照片跟我小舅舅换100万，一会我们去充卡，去做个全身 sub 呗。可还，祝微微狂喝了2口汤才把卡在喉咙的饭咽了下去。下午两人进了 sub 馆后，李喜暖大手一挥，把从顾西周那里坑来的钱全部充到祝微微的卡里。其中一个美容师看着祝微微红肿的脸，关切道，祝小姐，我帮您用我们店里的消肿手法敷一下脸吧，能消肿的快一点。祝微微没有拒绝，她知道这家美容院的手法做得不错。一整个疗程做完，祝微微的脸果真没有刚刚来的是那么肿了。美容院的隔壁就是帝都最大的商城。李喜暖挽着祝微微的手臂往商城方向走去，两人都忘了今天中午那个说下班要接老婆的男人。刚刚做 sub 的时候，两人都把手机调成静音放在包里，这回聊得起劲，压根没有察觉到手机已经快炸了。等在枫林公寓楼下的男人也快炸了。顾西周已经打了两人不下30个电话，脸色黑得不像样。他拨了个电话出去，查一下夫人在哪里。顾西周挂断电话，捏了捏眉心，他今天中午饭都没有吃，连续开了好几个小时的会，又以最快的速度处理完公事赶过来接他。没想到小狐狸被惹祸精拐跑了。顾西周气不打一处来，给惹祸精的亲妈打了个电话，西周找我有事。姐，暖暖年纪也不小了，可以嫁人了，有几个不错的人选我推给你。顾子宁饭都顾不上吃，暖暖又怎么惹你了？你一个当舅舅的还没对象就那么着急把自己的外甥女嫁出去？顾西周，姐夫，你忘了他点男模的事情了？不找个人好好管管他，他能野上天？吃着日料的黎希暖连续打了好几个喷嚏，谁在背后咒我？祝微微拿过湿纸巾递给他，是不是空调太凉了？让人调高一点。吃饱喝足后，祝微微才想起中午某男人强势说要让自己今晚搬过去他的豪宅，还说下班要到枫林公寓接他。现在好像早就过了下班时间了吧？微微发什么呆呢？暖暖，我好像忘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麻利的在包里翻出手机，看见上面27个未接来电的时候，差点撅了过去。什么重要的事情？就在这时，黎希暖也看见爸妈要给他相亲的信息，祝微微连忙找到微信发了个信息过去。不好意思，小舅舅，我跟暖暖出来做 sub 了。手机调了静音，祝微微的手机屏幕亮起，男人清冷的嗓音传来，在哪里？我去接你。还没来得及说话，手机就被人抢走。顾西周，你跟我爸妈说了什么？祝微微差点被震掉下巴。她闺蜜这么猛的吗？不过黎希暖认怂的速度也在她的预料之中。小舅舅，我现在就把我小舅妈送回去。15分钟后，浅蓝色的帕拉梅拉停在了银灰色的劳斯莱斯旁边。祝微微拍了拍心口，暖暖，下次你还是别开车了吧，太吓人了。小金人的后座车门打开，男人一身黑色西装，脸色阴沉的可怕。祝微微小声说了句西装暴徒。副驾驶的门被拉开，男人二话不说抱起祝微微，老婆，我们回家。黎希暖连忙推开车门，小舅舅。男人停下脚步，别，你还是喊我名字吧。小金人从他面前驶过，黎希暖赶紧抓起手机给祝微微发信息，微微宝贝，全世界只有你可以救得了我，你快点说服他，让他听你的话。车上，顾西周并没有把祝微微放下。还疼吗？男人指腹抚摸上女孩的嘴角和脸颊，仔细一看，好像没那么肿了，不是很疼了。下午去了 sub 馆，那里的美容师帮我做了冰敷消肿，效果好，那明天再去一次。顾西周玩着他纤细的手指，反复的在他的中指和无名指上来回抚摸。我老婆的手指就是漂亮，怪不得昨天晚上在酒吧的时候我都被你 M。祝微微二话不说捂住他的嘴巴，你怎么那么不要脸，什么都敢说？司机还在呢。前后座的隔挡板缓缓升起，司机心里大吼道，我不在，我可以不在，你们当我不在。老婆，你昨晚是真的醉了吗？祝微微眼神有些躲闪，小舅舅，你喊我名字好不好？不好。
夫妻就要有夫妻的样子，我们是真结婚。祝微微心里大喊老天爷，不是，我就是听你叫我就觉得别扭。顾西周亲了亲他脸上的巴掌印，那你叫我老公就不别扭了，乖，叫一句我给你100万。祝微微双眼瞪圆，这样也行。顾西周已经打开手机银行 app， 找到了祝微微的银行卡号，祝微微手里握着的手机亮了，是银行的入账记录。老婆，我转钱了，可以叫我了吗？祝微微露出甜甜的微笑。老公，又一条进账短信。祝微微又喊了一句，而且越喊越笑容更甚。顾西周爱她的唇上轻捻，老婆，你亲我2分钟，1000万，还是跟刚刚一样，1000万直接先到账。祝微微犹豫了好几秒，勾着他的脖子笨拙地亲了上去。他亲几秒钟就退来，反复如此，一直到他心里默念的2分钟到了以后，后脑勺被一只大掌按住，滚烫的吻落了下来，不是他亲的那样，而且凶狠的、急促的、没有规律的。祝悠悠的背齿被人撬开，被突如其来的侵略，祝悠悠难受的哼嗯了几声。车子已经停下很久了，云子金才松开他的唇。祝悠悠被亲得有点缺氧，脑子一片空白，直到被他抱进庄园里，听见佣人喊三爷夫人。他小声问男人，他们在喊我吗？云子金一脸玩味，我有第2个老婆。祝悠悠，小舅舅，我今晚住哪里？喊了一句的老公突然听见又喊小舅舅，云子金觉得自己有必要让他多喊几百次老公，喊到出口就默认叫老公的那种。喊一句老公，我就告诉你。祝悠悠拒绝，他现在觉得这2个字有点烫嘴。不要，你快告诉我嘛。你说呢？3楼一整层都是云子金房间，里面有浴室、书房、衣帽间、阳台，一整面的酒柜和一个小吧台。他抱着她进了房间。祝悠悠虽然是豪门名媛，但是她第一次见这么豪华的房间，300多平的房间，里面还有一个小型酒吧。哇，好多酒哦，看起来就很贵，也不知道好不好喝。云子金把它放在吧台前的椅子上，从酒柜里拿出一个8角杯，随手拿出一瓶开过的酒倒了半杯，拿起来抿了一口，想试试。祝悠悠点点头。云子金又喝了一下口，低下头覆盖上他的唇，牙关失手。尝到了吗？这瓶酒88万，味道一般。等你脸上的伤好了，我开这里最贵的酒给你喝。祝悠悠来了兴趣，最贵是多少钱？差不多1000万吧。祝悠悠小声嘀咕了一句，真有钱，一口几10万。他丝毫忘记了他刚刚一声老公200万，一个亲吻1000万的事情。小舅舅，我没有带换洗的衣服过来，能让暖暖帮我送吗？顺便留下来陪我。云子金压根就没有给他这个机会，他示意他往衣帽间的方向去。祝悠悠紧紧站在门口看了2秒后，扭头回到吧台上，看着一身黑色西装的男人。怎么了？没看中？他美眸一暗，小舅舅，离婚是不是有30天冷静期？云子金手里的杯子咔嚓一声出现了裂痕，等他放在桌子上松开手的时候，杯子瞬间成为碎片。褐色的酒顺着吧台浸湿了他的西装裤。刚跟我结婚不到24小时就要离婚？祝悠悠被吓了一跳，连忙摆手，不是，我是觉得前世他跟云子金的关系是因为中间有暖暖这条连接线，重生后他一心想着嫁给他，弥补他，学会爱他。可他忽略了云子金比他大7岁，是个正常有生理需求的男人。觉得什么？来，你告诉我，你去衣帽间看见了什么要跟我离婚？祝悠悠都给他整不好意思了。小舅舅，你衣帽间有一半都是女人的衣服，有什么问题吗？还是说你想穿我的？也不是不可以。云子金缓缓站起身，几秒时间人已经走到他面前了。祝悠悠这下听懂了，衣服是给他准备的。他转身再次往衣帽间走去，云子金跟在他的身后。他看着这一整面柜子，除了衣服还有鞋子包包，从款式到尺码都是他合适的，他喜欢的。小舅舅，你怎么知道我的尺码？云子金俯身贴到他的耳朵旁，我的眼睛就是一把尺，慢慢挑，我先去洗澡。耳朵传来温热，祝悠悠脚趾头都僵住了。他怎么可以咬他的耳朵？祝悠悠轻轻拍了一下自己的脸颊，淡定，祝悠悠别丢人。他随手拿出一套裙子，看了尺码和款式，是他喜欢的。包包也是，有好几个是离心暖托人找了好久都买不下来的，还有一些是他曾经在拍卖会时看见的首饰，其中有一条克什米尔蓝钻雕刻的小雏菊项链，他竞拍了，不过没有别人的超能力厉害，所以错失。没想到会在这里，他忍不住从柜子里拿出来放在脖子上比划，眼底满是喜欢。云子金一身黑色真丝浴袍从浴室出来的时候，没有看见卧室内的人影，轻放脚步往衣帽间走去，看见他的小狐狸在尝试自己戴上那条项链。他唇角轻勾，严厉的五官揉了几分。
一直扣不上暗扣的祝悠悠失去了耐心，准备把手下来的时候，指尖传来温热。他想回头的时候，项链已经戴在他的脖子上。男人站在他的身后，黑色短发上的水珠顺势轮到下颚，他的唇贴在他的脸颊上，很好看，衬你。祝悠悠抬手摸了摸脖子上的小雏菊，勾起一抹腹黑的笑容。所以那天跟我抢项链的是小舅舅你了？明明280万可以拿下的项链，他偏偏抬价到500万，钱真多。云子金漆黑的眸闪过一秒尴尬，是齐千案的竞拍灯。他确实不知道那天拍这条项链的人是祝悠悠，不过就算知道了，他也要拍。这条项链他看见的第一眼就知道，除了他的小狐狸，别人都配不上。祝悠悠低笑一声，做你的助理真难，还得替你背黑锅。说罢，他伸手要去摘下来。男人的大掌阻止他的动作。怎么？不喜欢？不是，要洗澡了，会弄脏的，摘下来吧。戴上去难，可是摘下来很轻松。祝悠悠把项链摘下来后，重新放回首饰盒里。他一连打开好几个抽屉，都没有找到他想要的。云子金好像知道他在找什么，握住他的手，打开其中一个长方形柜子。仅打开了几秒钟，祝悠悠条件反射的把抽屉推合上。那个小舅舅，你可以先出去吗？云子金盯着他看了几秒，转身离开。祝悠悠重新拉开柜子，1米长60厘米深的抽屉都是各种各样的贴身衣物。红晕爬上了耳尖，但不得不说，这些贴身衣服的材质都是他用惯的，而且还洗过，有一股淡淡的玫瑰花香味。他随手从睡衣区拿了一件吊带的睡裙，走了2步后又放了回去，换成了一套小飞袖的睡衣套装。出来衣帽间的时候，男人正站在落地窗前打电话。祝悠悠踮起脚尖走路，跟做贼一样进了浴室。云子金已经在玻璃上的倒影看见小姑娘偷偷摸摸的模样，实在没忍住笑出声。电话那头的白灵鹤听见他的笑声后，笑什么？到底来不来？都等你呢。不去，我家龟森严。你说什么玩意？我掏一下耳朵，你再讲一次。云子金嗓音慵懒，再说10次你也不会听得懂，毕竟你是单身狗。酒吧包间里，洛岭放下手里的酒杯。怎么样？他来不来？喂，说话，你怎么一副被雷劈的感觉？白灵鹤缓缓放下手机，丢了几颗冰块到酒里，仰头一口闷，冲击力太大，他需要缓缓。他说他家龟森严。洛岭同款被雷劈的表情，什么玩意？他家不就住他一个人和一堆佣人吗？他回云公馆住了？不应该啊，不是说老头老太太催婚催得紧吗？两人对视了一眼，异口同声道：卧槽，该不会是……桌子上150万的酒都顾不上喝，抓起手机给自家的司机打电话。祝悠悠洗完澡的时候，卧室里已经空无一人了。她的长发被他高高挽起，加了个纯天然紫钻的抓夹。一开始他真的不敢夹在头顶上，生怕一个用力把上面的钻石抠掉了。谁家一个夹头发的夹子几百万啊？真是贫穷限制了他的想象力。第13章，照顾自己媳妇。他走到云子金刚刚站的位置，眺望着窗外的山景，抬手摸了摸自己的眼睛。人还是需要有眼睛。上一世他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活在黑暗了，如今他也已经习惯了黑暗，同样也害怕黑暗。房门被敲响，祝悠悠转头看去，男人身上的黑色真丝浴袍松松垮垮，露出大片暖白皮的肌肤，已经干了7、8分的黑色发丝随意地垂在他的额前，跟他平时穿西装时特地梳起头发的模样差很多。此时的他多了几分随性和柔情。下楼吃点东西。祝悠悠沉默了几秒才开口：我吃过了。我没吃过，为了等你我饭局都推了，云太太不陪我吃顿饭补偿一下。祝悠悠跟在他身后下楼，眼睛一直盯着他的背影看。忽然前面的人停下脚步转身，他猝不及防地撞了个满怀。干嘛停下来？他捂着自己的鼻子，痛死了，他的胸是石头做的吗？怎么那么硬？你的目光太炽热了，我很难不停下来。云太太就那么喜欢我，走路都要盯着我看。他拉开祝悠悠揉着鼻子的手，我看看。果然穷鼻红了一小块。他的指腹轻柔，低声说了句小娇气包。祝悠悠反驳：我才不是，是你的胸口太硬了。还好我的鼻子是妈妈亲生的，要是后生的肯定歪了。云子金没有再让他走在自己的身后，他生怕自己会忍不住把他扑倒在这楼梯上。小手被他握在手心里，祝悠悠的思绪又回到了前世。他也是这样握着他的手，可惜他看不见。怎么了？发什么呆？厨师和佣人都退了出去，云子金亲自动手给他装了碗汤。没什么。小舅舅，我以后都要住在这里吗？
云子金拿起公筷给他加了块糖醋小排，怎么嫌弃我这里？那倒不是，就是习惯跟暖暖一起住了。云太太，需要我提一下你，你现在是有妇之夫了吗？祝悠悠没有再多问，他多少知道云子金的脾气，不过他不能去跟暖暖住，暖暖可以来跟他住啊。他真是个大聪明。一直胃口很差的云子金今晚破天荒的吃了整整一碗饭，家里的厨师都是云公馆来的，为了云子金的胃口，想尽办法变着花样的做，就差没有每顿都做满汉全席任他挑选了。守在门口的云管家老泪纵横，少爷终于能正常吃饭了。果然娶了老婆的男人就是不一样。偷偷摸摸来幽云庄园的洛岭和白灵鹤不敢让司机把车开进来，站在大门外招手喊佣人来开门。三爷在家吗？佣人们点点头。白灵鹤又问，还有谁在？夫人，夫人，华姨来了。洛林扯着白灵鹤的手，走走走，赶紧的，再不走华姨又要给我介绍对象了。佣人笑道，不是老夫人来了，是我们庄园的小夫人悠悠小姐。卧槽！两人撒开腿往主楼跑去，几百米的路程愣是被两人跑成田径运动会。云管家看见突然出现的两个人，刚准备开口想打招呼，就被拦了下来。卧槽，这还是三哥吗？被魂穿了。两位少爷哪的话，照顾自己媳妇不就得这样吗？不过二位少爷应该还不懂，毕竟您二位没有媳妇。洛林，白灵鹤，怎么感觉这老头像是在炫耀呢？滚进来！祝悠悠拿勺子喝汤的手顿了一下。云子金揉了揉他的发丝，没说你，继续喝。还准备在外面看多久？需要我让乌云来请你们吗？洛林两人打了个哆嗦，勾肩搭背进来。别啊，三哥，我们哪里用得着乌云来请？呵呵呵，三嫂好。可可嗨嗨。祝悠悠被这声三嫂吓得手里的勺子摔在了地上，人还被呛得不轻，咳得眼睛都红了。云子金伸手把他抱到自己的怀里，顺着背。云管家，去带乌云过来。刚刚打招呼的白灵鹤腿当场就软了。别啊，三哥，我错了，三嫂，对不起，都是我的错，你快帮我求求情，我不想死。洛林本来是一副看戏的样子，当看见祝悠悠脸上的巴掌印时，嗓音冷了下来。三嫂，你的脸怎么回事？没事，被我爸打的。见小姑娘对他们的称呼没有意见，云子金脸上的阴沉散了不少。洛岭，孙家那老头。祝悠悠点点头，小声对云子金说，小舅舅，我吃饱了，可以上楼了吗？男人没有放他下来，而是抱起他往楼上去，还不忘了对站在餐厅的两个人说，去书房等着，既然来了，有些事也该吩咐吩咐了。困了就先睡，我忙完了帮你擦药。祝悠悠摆手拒绝，不用的，我可以自己擦。云子金擒住他的红唇，就这么决定了，半小时后我回来，发现你自己涂了药，我就把你清哭。书房里，两人收起刚刚那副吊儿郎当的模样，一脸正经。三哥，孙家这是活腻了。骆家是帝都娱乐行业的龙头老大，好巧不巧，孙静飞签约的就是骆氏集团旗下的子公司，而孙家的公司经营各种服装原材料的生产线，跟白家的设计公司倒是有几个小合作。悠悠想自己处理，给点教训出口气就行，其他的等悠悠自己决定。三人又谈了其他项目。云子金回到卧室的时候，祝悠悠正在跟黎希暖视频。悠宝，你怎么忍心我独守空房？我不忍心啊，你小舅舅不允许我回去，要不你过来。黎希暖从床上弹跳起来，真的？我现在就过去。你敢来，今晚就让乌云陪你一起睡。男人冷冷的声音祝悠悠的头顶上落下，屏幕前的黎希暖脸色僵住。那个，祝小舅舅小舅妈新婚快乐，早生贵子哈。视频被秒挂断，祝悠悠一头雾水，乌云是谁？为什么他们都那么怕？他以前怎么没听过这个名字？你明天就知道了。云子金打开手里的药膏，小心翼翼地给他涂抹伤口。他察觉到男人的气息，安慰道，我没事，已经不疼了。第14章，鼻梁越挺越厉害。云子金把药膏收进床头柜里，去浴室洗干净手后，站在床边俯身看他。云太太，夜深了。祝悠悠的手指抓紧大腿边的布料，我睡沙发。下一秒，他如同野兽般的速度把他扑倒在床上。云太太，我记得我跟你说过，我没有分居的打算，同样，我也没有分床睡的打算。云子金唇瓣轻捻他受伤的唇角，悠悠，我给你时间适应，别让我等太久好不好？祝悠悠点点头，他的心里五味杂陈。他想，他是对他有感觉的，但不可否认有上一世的影响因素在。可他一个没有谈过恋爱的母胎单身狗，突然间就结了婚。虽然这个婚是他自己凭实力换来的，但是还是有些别扭。怕祝悠悠不习惯，
云子京在书房待到12点多才再次回了主卧。床上的女孩已经熟睡，床头的那盏暖光灯照在她的脸颊上，看着楚楚可怜的小狐狸，云子京的心被一双手活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以后我护着你。他掀开被子，把人搂进怀里，低头在他的额头上反复亲吻。怀里的女孩抬手去摸他的脸颊，云子京身子僵住，连呼吸都放轻了几分。他的红唇微张，云子京把耳朵凑到他的唇边，小舅舅，我看不见你了。云子京脸色一正，他看不见他，他梦见他了，他的梦里有他。一早，祝悠悠在男人的怀里醒来，一张360度无死角的俊脸在他面前无限放大，色心上头，食指指腹在他的五官上描绘，但鼻梁处的时候，祝悠悠停顿了一下。他突然想起黎希暖说过一句荤话，看男人身体好不好，得先看鼻子。祝悠悠全神贯注，来回描绘他的鼻梁，丝毫没有察觉被子下有什么东西在悄然苏醒。他甚至还不舒服地扭了一下腰身。男人鼻息间溢出一声闷哼，骤然睁开的双眼有一种他看不懂的情愫。突然被抓包的祝悠悠有些手足无措。早安，小舅舅。他连滚带爬的想要下床，腰身被横过来的大手紧紧扣住。一大早点了火就想跑，我没。人被他往怀里带，本来他是不懂的，经过酒吧那晚后，一夜间变成秒懂女孩。那个小舅舅，老婆，换个称呼，你这样叫我会让我觉得自己畜生不如。祝悠悠一动不敢动，紧紧揪着云子京身上的黑丝浴袍。那我叫你什么？云子京轻嘬他的唇瓣，自己想，老公，不行，还有点别扭。子京，不行不行，更别扭了。那三哥，云子京气笑，他想了半天就蹦出这2个字，我是你老公，不是你哥。小狐狸，你是不是很喜欢角色扮演？我才没有，你别胡说八道。他的下颚被他轻捏抬起，既然不想喊我老公，那就叫我阿修。我以前的名字云修。早晨的热吻总是猝不及防的，祝悠悠感觉到男人在克制着什么。与他对视的时候，他双目红得厉害，滚烫的大掌覆盖上他的眼睛，不想一大早下不来床，就不许这样看着我。祝悠悠的双手已经在亲吻的时候被他握住，高高举过头顶，动弹不得。可是你硌到我了。他俯身，呼吸洒在他的耳垂上。老婆，昨天你说我胸口硬的时候，有句话我就想说给你听了。我还有更。祝悠悠挣扎着，你不要脸，快放开我。不放，小狐狸，不给狼吃肉，总得喝点汤吧。热吻落下，云子京扣住他的手，覆盖在他眼睛上的大掌依旧没有放下来。他的视线被放得严严实实的，眼睛的温度和男人贴在他耳边的声音让祝悠悠脑子一片空白。偏偏云子京还得寸进尺地问，宝贝，跟那天夜里在酒吧比有什么不同？祝悠悠死死咬紧牙关不松口。他看不见云子京的表情，但能够脑补到，毕竟狄掌柜带过他偷偷摸摸去看过。男人的呼吸越来越急，祝悠悠小脸染上一层红晕。在手腕被松开的那一刻，他推开男人，跑下床，冲进了浴室。男人单手枕在脑后，嘴角满足的笑意压都压不下去。6位数的真丝被单皱得不像话。云子京低笑一声，默默把浴袍拉紧，仰头回味着刚刚那半个小时的美好时光。祝悠悠低头看着自己的睡衣，顿时有些不知所措。浴室门被敲响，我去书房洗个澡，洗完脸等我回来给你涂药。几分钟后，祝悠悠拉开浴室门，看见空无一人的房间，连忙脱下睡衣洗了个澡，手还用特调的沐浴露搓了好几遍。不是他嫌弃，而是总觉得那股暧昧的气息挥之不去。云子京洗完澡后，身下只围了一条深灰色的浴巾。他看向浴室里的，发现小姑娘还在洗手。呵，就那么嫌弃？再搓皮都要掉了。祝悠悠不理他，抓起一旁脏了的睡衣就要洗。云子京踏进浴室，躲过他手里的东西，别洗了，扔了吧，衣柜里多的是。祝悠悠抢回来，败家，这才穿了一次，好好的又没坏，扔什么扔？男人被气笑，把他手里的衣服扔在洗手盆里，单手扛起他往外走。洗手的时候你嫌弃，洗衣服你又不嫌弃了？祝悠悠显然被他的话惊呆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呀？要不要点脸了？知道还要说出来？我实话实说。行了，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小姑娘会洗衣服吗？你？祝悠悠梗着天鹅颈看他，怎么不会？别瞧不起人，除了不会做饭，洗2件衣服还是会的，虽然还真的没有洗过。云子京轻抚他还有着些红肿的脸颊，下楼吃早餐，我来洗总行了吧？祝悠悠想了几秒，站起身，那你洗干净点，好几万呢。第15章，
喊错了我就罚你。云子金捏起他的下巴，爷缺这3瓜2枣。祝悠悠翻了个白眼，他口中的3瓜2枣是别人半年的年薪，甚至1年。祝悠悠虽然是千金大小姐，但她被祝景养得很好，不会因为自己会投胎就看不起人。他踩着高定拖鞋下楼，云博已经在客厅等候了。太太，要用早饭了吗？昨晚因为洛林俩人认错了称呼，云子金吩咐庄园上下把对祝悠悠的称呼改成太太。叫夫人好像是老了点。辛苦云博。太太客气了。祝悠悠吃完早饭，云子金还没从楼上下来，他便要了个冰袋坐在沙发上敷脸。突然一个庞然大物向他扑过来，祝悠悠吓得尖叫一声。啊！狼？为什么会有狼？院子外的云博匆匆跑了进来，看见被躲在沙发上的祝悠悠和趴在沙发边缘的乌云，心脏病都要犯了。不等他上前，楼梯口传来一道厉声：退开，你吓到他了。云子金几乎是跑下楼的，把缩在沙发上的祝悠悠抱在腿上。没事没事，别怕，这是乌云，我养的，别害怕，他不会伤害你。祝悠悠揪着他的衬衫领口，可是他为什么要扑我？云子金轻笑，亲吻他的唇，可能是你身上有我的味道，毕竟你刚刚才沾染上我的气息。他眼神瞥过他的手，他冲已经退开2米远且耷拉着脑袋的灰狼乌云招手过来。乌云像是做错事的小孩一样，小心翼翼地往俩人身边靠近。他轻轻呜了一声，像是认错，又像是在跟祝悠悠撒娇。云子金拍了拍他的脑袋，这是悠悠，以后也是你的主人，不许吓他，也不许人欺负他，我也不行。乌云蹭了蹭云子金的掌心，双眼汪汪地看着祝悠悠。云子金拉着他的手贴在乌云的脑袋上，乌云是从狼崽的时候就跟着我了，通人性，别怕。他轻拱祝悠悠的掌心，摇头呜呜几声。云子金让他自己玩，乌云不肯，趴在祝悠悠的身边。吃饱了吗？祝悠悠点点头，饱了，我得去工作室一趟，晚上得回祝家吃饭。云子金，我送你去。不要，我想自己开车，你说过我的生活不会因为结婚而改变什么，而且他还要去趟医院，今天约了眼科医生。云子金也没有勉强他，一会让云博给你拿车钥匙，车库里的车你看喜欢哪辆就开哪辆，不喜欢我再给你买。云林国际每天早上8点半有雷打不动的早会，今天已经耽误了。云子金离开庄园后，祝悠悠下了车库，眼花缭乱，最后在上百辆豪车里选了一辆最便宜的卡宴。他虽然不太懂车，但也知道云子金的车库里有10几辆都是全球限量版，一辆能在帝都买套别墅的那种，贵到吓人。黑色的卡宴一启动，云子金的手机便自动开启了 GPS 定位功能。这辆卡宴也是他平时比较常用的一辆。车库里的车全部都录入在云子金的手机系统里，只要自启动，他就能收到提示。一堆好车他不选，选了辆小破车。劳斯莱斯幻影后座的男人放下手里的黑色 iPad， 给助理打了个电话，给太太订辆劳斯莱斯闪灵，再让人改装一下，所有的配置都要用最高最安全的。另外把车身颜色改成冰蓝色。要快！刚一屁股坐下去总裁助理办公室的齐谦连忙放下手中的冰咖啡，联系 4S 店。云子金坐在会议室的主位上，看着手机里提示的定位，眉心微微拧起。医院？他去医院干什么？看脸吗？云总，云总！一会议室的高管互相投去目光，会议上一向严厉的总裁居然走神了。云总，市场部已经把项目策划案汇报完了。云子金找回思绪，翻开几页，冷声开口。帝都医院，祝悠悠坐在检查室的椅子上，睁着眼睛任由仪器在他脸上扫过。一套眼部检查下来，报告显示他的眼睛非常健康，视力 5.2。祝小姐要是担心平时用眼过度，可以用眼部热敷贴，少熬夜，多吃蓝莓叶黄素和含有胡萝卜素的蔬菜水果。祝悠悠看完脸，又顺便去了趟神经科，照了个头部 CT。昨天到现在一直有眩晕感，他都怀疑脑震荡了。而检查报告显示，的确有轻微脑震荡，不过不严重。医生给祝悠悠开了药，让他晕得厉害就吃2颗，要注意休息。卡宴离开医院的提示已经是2个小时后，云子金抬手暂停会议，中途休息。他站起身去查一下太太刚刚去帝都医院看了什么。会议室几十张同款震惊脸，太太，总裁结婚了？这还用说吗？不是结婚都是交女朋友。总裁今天足足迟到了20分钟，平时2秒都不会迟到的人。对啊，而且今天居然还有中途休息，我还以为又得憋尿了呢。云子金点了根烟，拨通了电话。祝悠悠正开着车往工作室去。喂，小舅舅，再给你一次机会喊我。
喊错的话，今晚可要罚你。祝悠悠的方向盘差点打偏。云三爷，三哥。电话那头的男人轻笑，小狐狸，今晚把我们的新婚夜补回来。2次。祝悠悠秒怂，那个。他突然想起男人昨晚在他耳边说，他还有个名字叫云修。阿修。对方沉默。他再喊一次，阿修哥哥。我在。云子金扯松了领带，周身的气息骤变。阿修哥哥，这个称呼已经有10几年没听见了，以后就这样叫我好不好，宝宝？云子金知道自己跟小姑娘岁数差的有点远，这2天他一直在看网上教怎么跟小姑娘谈恋爱的帖子，小到吃什么东西，送什么礼物，大到什么情绪价值的，他都在学。宝宝，这是他这个年纪的称呼吗？祝悠悠轻嗯一声，你不用开会吗？中途休息，你在开车？回工作室。祝悠悠不知道云子金能够看到这辆车的实时定位，所以也没有提起医院的事情。好，注意安全。总裁办公室的门被敲响，齐谦把手里的文件放在云子金面前。云总，这是太太刚刚在医院挂的号，检查报告还有医生开的药单。第16章，动了他的肋骨。齐谦刚想汇报他的调查结果，便听见他说会议挪到下午。他拿起文件翻来，第1章是眼科的挂号单，再往下是神经科的。云子金一字一字地看清楚上面的内容，最后定格在轻微脑震荡5个字上面。英气逼人的眉骨间多了分力气，他拿起手机拨了个电话，把云轩泽和那个女明星的事透露给老翟那边。是三爷。云子金按了内线，不到1分钟，助理齐谦敲门进来。云总。男人的手指在文件上脑震荡3个字上敲打。孙氏集团怎么样了？被白世明抢了几个准备签约的合同，孙正东已经着急上火了。云子金慵懒开口，我记得服装设计公司那边正在找一批浴纱。是的，已经在跟白总那边商定最后的细节了。跟阿赫说一声，单子给孙氏集团，至于怎么做。云子金把玩着手里的钢笔，齐签名了。云总放心，动了他的肋骨，让他疼入骨，那他云子金就让他们粉身碎骨。他要让他们知道踩在云端然后跌入地狱的感觉。云公馆。云卓一身怒气，给那个混账东西打电话，让他给我滚过来。还有那个混账的爹也是。3分钟前，云公馆的老管家云远匆匆上了书房。客厅里正在插花的云夫人华玲一袭青色旗袍，气质温柔，举手投足间尽是高贵端庄。阿金，什么事让你家那位慌慌张张的？云晶是云公馆的女管家，跟云远是2口子，都是在云家几十年的老人了。从华玲嫁进云家便照顾着她，几十年如一日，已经不仅是主仆了，更是家人。夫人，是宣泽少爷。华玲扔下手里的剪刀，扶不上墙的烂泥，跟他爸一个样。还好不是咱们家的人，这要是我孙子，我2眼一抹黑，找根绳子把他勒死，丢人现眼。半小时后，云轩泽匆匆赶回云公馆，身上的白色衬衫领口有一个大红色的唇印，身上挥之不去的香水味。大门口，云远拦下他的车，轩泽少爷，老爷子让您走进去。云公馆的大门离主楼走路需要15分钟的时间，一般有客人来都是司机开车来接，或者把车开到主楼门口的停车场。云轩泽恭敬开口，管家伯伯，我能知道二爷爷找我什么事吗？抱歉，轩泽少爷，老爷子没说。帝都38度的高温，光下车站1分钟，云轩泽都觉得自己要被烤熟了。走15分钟，云远上了黑色奔驰，扬长而去。云轩泽咬紧后槽牙，拳头紧握。他心里是恨的，为什么他不是云家2房的长孙？这样还有谁敢瞧不起他？就在他破罐子破摔，想上车离开的时候，手机响起。他烦躁的想要的挂断，看见是父亲的电话，犹豫了几秒接通。云红怒吼，混账东西，你在哪里？爸，他们不让我开车进去。那就走进来，滚进来，第3条腿管不住，2条腿总可以吧？云轩泽硬着头皮往里走，期间云红打电话催了好几次。等他走到主楼的时候，整个人都快虚脱了。刚走进门，一个茶杯砸到他脑门上，给我跪下。云轩泽的母亲朱佩尖叫，我爹儿，二叔，你怎么可以动手呢？二爷爷，我做错什么了？云轩泽捂着额头上的伤口，朱佩想上前被佣人拦了下来。什么事？你还好意思问？来人，让他跪。云公馆的保镖从外面进来，拖着云轩泽到茶几前，按住他的肩膀，咚一声膝盖落地。啊你们！云卓的眼神戾气横生，云轩泽把嘴边的话活生生吞了回去。二爷爷，轩泽做错了什么事？您要动这么大的气？他本来就娇生惯养，在烈日下走了10几分钟，已经有点虚脱。
现在又被保镖按跪在地上，狼狈不堪。云卓拿起桌子上的照片和资料摔在他的脸上。你做了什么？你心里没点数吗？你把老子的脸放在地上踩吗？云轩则捡起地上的照片，是他跟孙静飞在车上，还在拍摄片场休息室的照片。而那份资料是他和孙静飞开房的时间、地点和孙静飞的检查报告。云轩则脸色煞白，他没有想到云卓会查得这么清楚，连他们一周开几次房，一次多长时间都事无巨细。你的未婚妻是悠悠，现在跟他的继妹搞在一起，还搞大了肚子，云家的脸都让你丢尽了。云轩则仰起头，二爷爷，当初只是说我的联姻对象是祝家的女儿，菲儿是祝悠悠的亲妹妹，那她就也是祝家女儿不是吗？一直没有吭声的华玲笑了，一个小三的女儿也配跟我的小悠悠比？她姓孙，不姓祝，想做祝家的女儿，白日做梦。华玲的性子在帝都是出了名的睚眦必报，又加上被云卓宠着，年轻的时候就能把帝都捅破了天，对天对地更是无人能及。轩子啊，你这眼光跟你爸一样，一言难尽。一边的朱佩气红了眼，二婶，你这话什么意思？字面意思，高门大户的夫人做不好，儿子教不好，你说你活着还有什么用？华林的嘴巴是豪门圈子里出了名的理不饶人，偏偏他们是主家，大房一家不敢怎么样。朱佩又哭又喊，你们就是欺负我公公死得早，欺负我丈夫无依无靠，还把我公公那一份家产独吞了，现在还要打我儿子。我公公要是知道他的大孙子这样被人欺负，死不瞑目。华玲脸色骤变，抄起手边的青花瓷瓶砸到朱佩脚边，碎片划伤了他的小腿。再嚎丧就给我滚出去！云卓看大房一家三口更加不顺眼了，他刚到的青花瓷啊，都还没摸两下就这么没了。他握住华玲的手，老婆，挑个便宜的砸，让云红赔。云红，不是，又不是他砸的，凭什么他赔？第17章，他说没客房。管家把青花瓷发票和鉴定书拿了过来。云大爷，这个青花瓷瓶是3天前三爷在拍卖会上得的，650万，您转到夫人账户上就好了。站在一旁的朱佩不乐意了，凭什么要我们给？这个破啊！云红一巴掌抽到朱佩脸上，闭嘴，还嫌闯的祸不够大。虽然心里不爽，但是云红还是老老实实赚了账。云卓让人把云轩泽拖去院子里跪着，他已经给朱家打过电话了。挨了一巴掌的朱佩借口出去，连忙给自家婆婆打电话。现在能救儿子的也就大房的老夫人了，起码按照辈分，云卓还要喊她婆婆一句大嫂。华玲小声吩咐给臭小子打电话。云京连忙点头，哎，夫人放心，知子莫若母，他儿子的心思他又怎么会不知道呢？只不过碍于年龄和辈分，当初和祝家定亲的人选才落到了云轩泽的头上。当见完客户的祝悠悠也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喂妈妈，你这孩子出了这么大的事，怎么能瞒着妈妈呢？祝悠悠心里咯噔了一下，难道是祝女士看见热搜了？奇怪，她怎么没有刷到？妈，我没事，就是有点。怎么可能没事？我当初就不应该同意你跟云轩泽的婚事，本来以为他只是不上进，人品是个好的，没想到连下半身都管不住。你等着，妈现在就跟你姥爷去云家把婚退了，免得脏了我宝贝女儿的名声。祝女士骂了几句后，电话就挂断了，压根没有给祝悠悠说话的机会。黎希暖翘着二郎腿，喝着冰咖啡，我小舅舅的速度还真是快，现在云家应该掀了半边天了吧？你不去云公馆看好戏？祝悠悠指了指自己的脸，顶着这张脸看戏，不好吗？添一把火。走吧，小舅妈，外甥女陪你回去。黎希暖把太阳女神的咖啡杯往垃圾桶一扔，拿起车钥匙搂着祝悠悠出了工作室。祝悠悠掰下副驾驶的挡光板，掀开镜子照了照自己的脸，她有一种孙家快死了的预感。祝女士应该当场就要提着40米的大刀去砍了那只狗爪子。悠悠宝贝，你说我一会拍下云轩泽上家法的模样，能不能报个热搜？可惜我们开的不是广告公司，不然我还能赚点钱。黎希暖嘴上说着可惜，脸上的一副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表情。祝悠悠嘴角勾起一抹坏笑，我们不是，有人是啊，卖出去不就好了？黎希暖猛拍了一下方向盘，对啊，还是悠悠宝贝聪明。浅蓝色的帕拉梅拉离云公馆的还有几公里的时候，云子金打了进来。老婆，我在你工作室楼下。祝悠悠，他真的很佩服这个人的适应能力，一口一个老婆，叫得挺顺口。那个，我在去云公馆的路上。祝女士跟老爷知道我被戴绿帽子的事情，杀到云公馆去了。电话那头男人低声笑，单手打着方向盘。老婆，你把人家头顶上的毛都染成绿的了。祝悠悠，不跟你说了，
我有预感我今天会被祝女士拖回家，所以辛苦小舅舅今晚一个人睡喽。电话已经挂断，黎希暖学着他的语气，辛苦小舅舅今晚一个人睡喽。所以昨晚你们两个一起睡的？祝悠悠眼珠子转了一下，他说没客房。黎希暖掏了掏耳朵，不好意思，我没听清，你再说一次。你敢说，我还不敢信呢。他那10几个亿的豪宅没有客房，也就骗骗你这种单纯小姑娘。他又不是第一次去云紫荆的幽云庄园，他都有一间独立的房间，怎么可能没客房？祝悠悠把心里话说出来，我也不信，可他也没给我去客房的机会。你们做了？祝悠悠耳尖一红，你少看点少儿不宜的吧，这种话大白天的就脱口而出。黎希暖看他的眼神都黄了，我说什么了就少儿不宜？新婚夫妻干柴烈火，男帅女美，郎情妾意。打住打住，你一说话就暴露了你上学那会语文不及格。黎希暖脸颊靠近，所以悠悠宝贝做了吗？祝悠悠摇头，没有，我让他给我适应的时间。黎希暖空出手竖起了个大拇指，牛，忍者神龟啊。是吗？肯定不是，毕竟他今天的手才被迫征用过。车子离云公馆大门2、3米的时候，门已经自动识别打开。黎希暖一路畅通无阻，浅蓝色的帕拉梅拉故意停在狼狈不堪的云轩泽面前。哟，罚跪呢？看见从车上下来的祝悠悠，云轩泽怒气上升，滚！混账东西，让谁滚？一行人从主楼里出来，云卓面色铁青的看着跪在地上的人。二弟，昨儿是云家的小少爷，连打发个无关紧要的人都没有权利了吗？云轩泽的奶奶，大房的老太太刘兰芳被朱佩搀扶下车。奶奶！云轩泽如同看到救星一样，跪着往前挪了一步。刘兰芳吩咐身后的保镖：“你们都是死人吗？还不快点把少爷扶起来！”保镖刚上前，人就被踹出2米远。没有人看见管家云远是怎么出手的。谁给你们的狗胆子吃着主家的饭，听的是外人的命令？不想干了就滚出云家！云家所有旁支的保镖佣人都是云家主家出的工资。换句话说，不管他们伺候的是谁，主子都只能是云家家主。云家现在家主是云紫荆，可他常年不住云公馆，我不管这些乱七八糟的琐碎事。对外是接了家主的位置，实际上还是云卓说了算。这下也没人敢上前去扶云轩泽。黎希暖趁机告状：外公外婆，他凶死了，出轨就算了，还想打悠悠。悠悠，来老爷这里。祝景扶着祝老爷子，看见女儿脸上的口罩时，脸色沉得不像话。祝悠悠上前挽着祝老爷子的手臂：老爷、妈妈、外公外婆。祝景问他：感冒了没？戴着口罩干什么？天热，摘下来吧。第18章，得了便宜还出轨。祝悠悠有点犹豫，毕竟脸上的印子确实不太好看。黎希暖踩着高跟鞋到他面前，扯下他的口罩。我的天啊，谁打我的悠悠？华玲走到祝悠悠面前，抬手抚摸他的脸，快去请司徒老爷子过来。来人，请家法。华玲气得眼睛都红了，她跟祝悠悠已故的外婆是闺蜜，好的跟一个人似的，所以才会有娃娃亲这回事。祝悠悠的外婆主义的对象原本就不是云轩泽，是华玲觉得云紫荆年纪太大了，才有了云轩泽的份。没想到是他错了，外婆不是他打的。听到祝悠悠的解释，云轩泽松了口气。不过前2天我在医院撞见他陪他女朋友产检，他确实想打我。祝老爷子看着孙女的脸颊和嘴角，那畜生打的？他怀疑是我把孙静飞怀孕的事报给于记。告状谁不会啊？他祝悠悠从小到大都不吃哑巴亏。祝军律叹了口气：老云、阿玲，这婚事我看就作废吧，终究是我们2家无缘。黎希暖差点脱口而出：有缘有缘，缘分大着呢。我小舅舅得喊您闺女一声妈。他都掉辈分了，先进屋给悠悠看脸比较重要。云紫荆到的时候，祝悠悠的脸已经在敷药了。哟，这又是唱的哪一出戏啊？云轩泽低下头喊了一句：三叔。云紫荆嗤笑一声后进了屋，看见一屋子的人都围着他老婆，脸色一冷，大热天干什么？他把车钥匙往茶几上一扔，慵懒肆意地坐在沙发上，一双大长腿重叠着。云远倒了杯茶上前：少爷，是悠悠小姐的脸受伤了。云紫荆条件反射地从沙发上站起身：受伤了？他上前捏住她的下颚，祝悠悠被吓到。小舅舅，我没事，你能不能放开我？云卓抬脚踢他：混小子，松开手，吓到悠悠了。云紫荆松开手，干脆在祝悠悠身边坐下，看着医生给祝悠悠上药。
司徒，手纹点。被点名的司徒医生后背都僵住了，几十秒可以上完的药，硬生生上了2分钟。三爷，悠悠小姐脸上的伤，每天都需要敷2个小时的药。司徒瑞把药留下后，脚底生风，连忙离开。祝景站在窗户边打电话，脸色差到极致，连吩咐助理的声音都是严厉的。让你打你就打，几巴掌而已，敢打我的悠悠，这就是对他女儿的教训。小姐，来。华玲对祝景招手，示意云卓一边去。现在事已经发生了，那悠悠跟宣泽的婚事就算了吧，毕竟宣泽孩子都有了，总不能让我们家悠悠给别人当后妈吧。云红，说到底需要是你们2口子教不好孩子，现在搞大了人家的肚子，不做点什么，外面的人该说我们云家没教养。我绝对不允许有人做出有损云家名声的事情。大嫂，你说是吧？华玲特地提了一下刘兰芳，后者一脸不屑。泽儿和祝悠悠只是口头婚约，一没正式订婚，二没谈恋爱。泽儿跟自己的女朋友有了孩子，这不是常事。要我说，弟妹，你也太护着这个小丫头片子了。解除婚约可以，对外得说是祝家被我家泽儿退婚。话音刚落，众人面前那张红翡翠茶几被踹出1米远，而原先放在上面的那些药膏被云子金拿在手心里。不愧是上了年纪的人，脸皮真厚。刘兰芳气得瞪大眼睛，你，云子金，这就是你对长辈说话态度，你云家子孙的教养呢？交叠的大长腿放了下来，右手臂松弛搭在沙发上，像是搂住旁边的人一样。教养这玩意我从小没有，大伯母第一天知道，在主家发号施令，大伯母又是哪门子教养？你别忘了，云家老子当家做主，哪凉快哪待着去。云卓怕把人气死在他们家了晦气，紫金，你待伯母是长辈。大嫂，这臭小子从小就混不吝，但他有句话说对了，如今的云家他做主，意思就是你说的话就是个屁。云子金懒懒开口，婚约本来就是祝老夫人跟我家华女士定下的，跟你们大房没有半毛钱关系。如果能仔细看，他的尾指还缠绕了一根发丝，得了便宜还出轨，畜生不如。远叔，按家规，云小少爷犯的错该怎么罚？云远把手里厚厚一本云家家规放在云轩泽面前，家法的44条，未婚先孕，罚20鞭，跪祠堂1天1夜。云子金手指轻敲祝悠悠身后的沙发，还有呢，小少爷在明知有婚约的情况下还管不住自己，按家法20鞭。云轩泽脸色煞白，想辩解，但是又不敢说话，因为他清楚这个时候顶嘴40鞭就会变成50鞭。朱佩刚要说话，嘴巴就被人捂住，不想你儿子被打死就别说话。祝悠悠意外，他听李喜暖说过，云家有一本比小说还厚的家规，今日终于见到真面目了。他突然有些担心，自己现在也算是云家人吧，会不会有一天也犯了家法？看来得借来看看。刘兰芳站出来挡在云轩泽面前，未婚先孕是泽儿的错，但婚约这件事情我已经说了，没有真正的订婚，不算。不算。云子金嗤笑，扯了扯领带，当初同意订婚时，云轩泽得了2栋别墅和3亿现金，云林国际子公司的10%的股份，这些也不算数。24小时内，我要看见这些东西出现在我面前。云红几人大惊，可云子金没有给他们开口的机会。远叔，20鞭，你亲自动手。云远贴身离开，几分钟后手里捧着一个木盒去而复返，伸手跟着4个保镖，其中2人连忙接过云管家手里的木盒。木盒打开，里面是一条虎皮鞭。云管家做了个手势，保镖连忙上前按住云轩泽的肩膀。小少爷，对不住了。皮肉被鞭子抽开的声音，祝悠悠的身子颤了一下。云子金柔声开口，吓到了。他点点头，有点，但不是因为云轩泽被打吓到，而是想起前世他在临死之前，那些人也用鞭子抽过他。第19章，年纪大疼老婆。客厅里一片鬼哭狼嚎，云轩泽在第5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求饶了。小叔叔，我娶祝悠悠。他不说还好，这一说，云子金的脸已经黑得不像话了。远叔，云家没给你饭吃吗？云远俯身恭敬开口，抱歉家主。云轩则求饶一句，鞭子落在身上就中了1分。朱佩已经哭晕过去了，而刘兰芳泪流满面的握紧手里的拐杖。云子金歪头漫不经心的看着身边的小姑娘，她好像有点开心。祝悠悠确实是开心，云轩则哭一声挨一鞭，他心里就痛快1分。20鞭下去，趴在地上的人已经昏死过去。刘兰芳连忙要去扶，云子金一个眼神，保镖连忙把人拽住。混账东西，你们放开我！泽儿你怎么样了？
云子金则儿再怎么错，也是你的亲侄子，你这是把他往死里打。云子金冷笑，死里打？大伯母，这才哪到哪？我被往死里打的时候，您当时说什么？他仰头想一下，薄唇轻启，哦对了，活该，拖下去。刘老太太和云轩泽都被拖了出去，云红连忙带着昏死的朱佩离开了主楼。云晶进来报告，家主、老爷子、老夫人，晚饭准备好了。云子金起身对祝悠悠伸出手，走吧，看完戏该吃饭了。众目睽睽之下，祝悠悠只能硬着头皮把手递给某人。云家家主的面子得给，小舅舅，你能不能正常一点？他小声对男人说，脚步加快地往餐厅去。华玲牵着祝锦的手，小锦，咱们两家的婚约是你妈妈在的时候定的，你看咱们要不换个人？灵姨，婚约的事悠悠自己做主吧，要是悠悠不喜欢，那就算了吧，而且她年纪还小。云子金也算是他从小看到大的，他又怎么可能看不出来他看自己女儿的眼神？李喜暖心里直呼，好家伙，婚约还能换人？外婆，云家还有能有配得上悠悠的人吗？他在想，要是外婆知道悠悠已经是他儿媳妇了，会怎么样？好兴奋，他要不要拿这个消息跟外婆换点零花钱？1000万怎么样？当然有，暖暖，你跟悠悠是闺蜜，你知道她喜欢什么类型的男孩吗？比如你小舅舅这一款的，她喜欢吗？李喜暖脚底差点打滑，外婆，我小舅舅这一款，又帅又多金的，狗都喜欢吧？华玲捏了捏他的鼻子，你呀，口无遮拦，也不怕你小舅舅打你？李喜暖趁机告状，外婆，小舅舅坏死了，他居然让我爸妈把我赶紧嫁出去。外婆，您管管他。管，外婆管，外婆把他嫁出去好不好？祝锦跟父亲祝军律走在最后面，爸，悠悠的婚事。小锦，你妈生前为悠悠选中的就是紫金，只是我觉得像紫金这样强势、乖张、桀骜不驯的男人不太合适我们悠悠，可是现在觉得未必不好，至少他够强，人人惧怕。罢了，让悠悠自己选吧，他若不愿，婚约作废就是了。祝锦也不是不能接受云子金当他的女婿，只是这样的话，云子金得喊他妈，她闺蜜云子宁该喊她什么？饭桌上，云子金并没有跟以往一样坐在主位上，而是随意坐在祝悠悠身边。云卓跟华玲夫妻俩已经见怪不怪的，这个家主的位置，他本来就很嫌弃。悠悠啊，你喜不喜欢比你大7、8岁的老男人？正在挑鱼刺且比祝悠悠大7、8的老男人抬头，嘴角的笑意慵懒。华女士比他大7、8岁，也才28、9，怎么就老男人了？他是男人，但不老。一小碟鱼肉推到祝悠悠的面前，他吓得碗都端在手上。云子金连忙替他撑着碗，放下，别烫到。祝悠悠有些尴尬，外婆，年龄大的男人疼老婆。听见亲老婆的称呼，云子金忍不住抽了抽嘴角，真他妈乱套了。不过他也想喊外婆了，是怎么回事？毕竟小狐狸说他年纪大疼他，还说他是自己的老婆，心里暗爽。是吗？那外婆给你介绍介绍。祝悠悠悄悄看了一眼男人的脸色，好啊。云子金夹了块梅子排骨放在祝悠悠的小碟子里，一边吃一边说，想找年纪大的，你面前就有一个，华女士认识的那些歪瓜裂枣配不上你。祝悠悠 What are you saying？ 他疯了吗？华玲轻笑，林鹤我就觉得不错，年少有为，把白家的生意打理得井井有条，脾气还好。白林鹤？行，他记住了。云子金挑眉，我脾气不好？我脾气不好吗？突如其来的问答，祝悠悠有些不知所措，因为他的腰上搭了只男人的手臂。好，挺好，听见没？悠悠说我脾气好。华玲给了他一个嫌弃的表情，你跟悠悠不合适，差辈分。李喜暖没忍住笑出声，对不起对不起，就是有点好笑。云子金看了他一眼，无声说一句零花钱。被捏住命脉的李喜暖秒怂，那个外婆，其实我小舅舅也挺好的，大不了让他也喊您外婆。华玲笑道，可别，你妈妈生不出他那么大的儿子。一顿饭下来，祝悠悠的婚约对象还是个未知数。祝锦跟祝老爷子离开的时对他说了一句，悠悠，你的未来你自己选择，妈妈和老爷都支持你。好，谢谢妈妈。祝锦抚摸过他的脸，放心，这一巴掌妈妈亲自替你讨回来。祝悠悠坐上李喜暖的车，嘴角的笑意一直下不去。悠悠宝贝，什么事那么开心？跟渣男解绑了，肯定开心啊。云家的速度很快，云轩则刚领完罚，解除婚约的消息已经在帝都传遍了。内容是这样的，
云家旁支少爷云轩泽现任女友怀孕，祝家主动退婚。与此同时，孙静飞跟云轩泽在第一医院产检的高清视频被发了出来，坐实了出轨的事实。暖暖，你说外婆他们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李喜暖哼一声，我小舅舅看你的眼神都快拉丝了，瞎了才看不见。第20章，接吻要闭眼。祝悠悠又想起傍晚时那本厚厚的家规，暖暖，你看过那本家规吗？没有，不过听我妈说起过。李喜暖抿了一下唇，小舅舅以前好像也被罚过，我妈妈说被打得可惨了，可以说是半死不活。祝悠悠心揪了一下，那你有说是什么时候吗？没有，我一会问问他。卧槽，谁啊？一辆深灰色的西贝尔突然超车到他们面前，又突然停车。李喜暖吓得魂已经飘在空中，他连忙紧急刹车，祝悠悠也吓得抓紧安全带，车头车尾距离10公分不到。我特喵的，不要命了吗？我怀疑他想要我的命。他连忙拉紧手刹，生怕一个溜车把他卖了都赔不起这辆改装的大蜥蜴。云子金，你这个……车门往上升起，平滑无痕的西裤下，锃亮的高定皮鞋落在地面上。李喜暖已经一顿输出了，降下车窗，解开安全带，头从车窗探了出去。小舅舅，你看我不顺眼，可以直接说，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谋害我？你明知道我很穷，你为什么要用这辆行走的人民币来别我的车？我被吓到了，惊吓费、精神损失费、心理安慰费，麻烦支付一下。喂，你干什么？云子金大步跨过驾驶室，骂骂咧咧聒噪女孩，绕过车尾拉开，敲了敲副驾驶的窗户。祝悠悠的手指按在车窗键上，她的表情有些呆滞，似乎也被吓到了。云子金伸手进车内按车锁，打开车门，把人公主抱出来，迈开腿往西贝尔的副驾驶走去。喂，你把我的悠悠宝贝带去哪里？妖怪，把我的宝贝放下，我报警了啊！云子金回头瞪了他一眼，绕过车头上车，轰一声，西贝尔只剩下个车尾灯。李喜暖被他亲小舅舅的骚操作气笑，喂，你好歹给我把车门关上啊！他真是服了，半路截胡就算了，还瞪他，关他屁事啊！车子平稳行驶，祝悠悠拍了拍胸脯，小舅舅，刚刚那样子很危险，以后还是不要这样开车了。云子金低笑一声，管我？行，不过老婆，换个称呼。他修长的手指单手打着方向盘，头微微倾向他的肩膀。祝悠悠吓了一跳，你好好开车。男人语气轻佻，老婆，我没开车。你不是在……他一直侧脸看他，压根就没有看见前面红绿灯。你真的很烦耶，明明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开车。那是什么？老婆，你解释一下。祝悠悠唇角勾起，三爷一口一个老婆叫的那么顺嘴，是不是喊过不少女人啊？云子金舔了一下唇，眸色看了一眼红绿灯前的数字，75秒，少了点。他的大掌穿过后颈，强势将人勾到自己的面前，热吻落下。祝悠悠愣了几秒，听见他哑声说，乖，接吻要闭眼。前世他跟云轩泽关系一直都是保持距离，只是空有一个未婚夫妻的关系罢了，最多也就是牵牵手，连亲吻都是亲脸颊。像云子金这样凶猛的吻，他有点招架不住。乖得不像话，他说闭眼就闭眼。白皙的手指揪着他身上的衬衫，原本被烫得平滑的胸口处已经皱得不像话。祝悠悠仰头承受他的吻，仿佛这样他才能有呼吸的机会。他的舌头已经被缠绕得有些发麻，云子金心里数着秒，在倒计时5秒钟的时候松开他的后颈。回家继续，老婆。祝悠悠大口呼吸，转过头看窗外，没有空理他。等他感觉自己的肺能自主呼吸的时候，才鼓起小脸，你下次接吻能不能通知一下我？他刚刚差点憋死。云子金忍不住笑出了声，宝贝，没有人接吻会提前询问的。那是不是我也得问？祝悠悠眼睛一下子瞪大，耳垂微红。你闭嘴，好好开车。云子金起了逗弄他的心思，老婆，我闭嘴就开不了车了。小狐狸终于炸毛，云子金，你烦死了，你能不能正常一点？云子金唇角勾起一抹魂不吝的笑容，这才是真正的你吗？悠悠，跟我在一起，你可以永远做你自己，乖也好，坏也罢，不用伪装。你是祝悠悠，祝家大小姐祝悠悠，我云子金的妻子祝悠悠。天塌下来，我顶着。他看着小姑娘长大，知道她每一面的乖巧都是他想给别人看见的那一面。其实他跟李喜暖的性格是一样的，只不过因为父母的关系，他不得不让自己变得很乖。一直到幽云庄园，祝悠悠都不曾开口讲过话。车子熄火，他没有立刻下车，解开自己和他的安全带，把人抱到自己的腿上。悠悠，
我给你时间是让你适应有我的生活，不是做我妻子的这个身份。你是我云子金的太太，有任性妄为的资本，谁敢说一句不字，打死了算我的。悠悠，别让我等太久好不好？他亲吻她的眼睛，他缓缓闭上眼睛，感受眼睛传来的温热。祝悠悠的身子抖了一下，他伸手勾住她的脖子。小舅舅，下午主持了2个小时的会，腿站累了。既然他选择宠他，他给他宠就是了。云子金，你准备好了吗？他抱起他推门下车，迈开大长腿进了主楼的电梯。一进门，男人身上独有的龙鳞香味压了下来，唇瓣刚贴上，祝悠悠掉在地上的包里响起了手机铃声。妈妈的电话。云子金依依不舍松开他，我给你放水洗澡。等男人进了浴室，祝悠悠才蹲下身找手机。妈妈，宝贝，到家了吗？祝悠悠捏了捏眉心，到家了。妈妈，宝贝，你觉得紫金怎么样？祝悠悠眸色一顿，妈妈，为什么这样问？祝景轻声笑，宝贝，你姥姥当年跟云家定下婚约，看中的是云修，就是你喊小舅舅的云子金。第21章，他现在是你老公。妈妈告诉他，云子金的本名叫云修，他满月取名字的时候，小云修正在上小学。姥姥见他喜欢摇篮里的小囡囡，小修，你替阿姨给小宝贝取个名字好不好？小云修很认真，跑回家翻书。那时候的祝云两家住在同一个别墅区，还是隔壁栋。半个小时后，小云修拉着华玲来祝家别墅，他把手里拿着的那本诗经放在祝夫人面前，阿姨，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抱着孩子的祝景问他，小修，那宝宝是叫哪一个名字呢？青青、子衿、悠悠，还是心儿？小云修手指点了点悠悠2个字，再扯华玲袖子，妈妈，宝宝叫悠悠，你给我改名叫紫金。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祝悠悠错愕，所以我的名字是小舅舅取的。是啊，你不知道吗？祝悠悠无奈扯了扯嘴角，我应该知道吗？祝景笑着说，都不重要。那天你姥姥就玩笑说，既然云修喜欢你，那不如2家结个亲，有云家这棵大树背靠，我的悠悠宝贝能一辈子无忧无虑。只是没想到你姥姥走得早，紫金的年纪比你大太多，碰巧你跟云家大房的小少爷走得近，大家默契没有提婚约，本来的对象是云修，也是云子金。祝悠悠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挂断的电话，男人衬衫挽到小臂，从背后抱住她，怎么站在这里发呆？喊你好久都不应我。云子金低头嗅着他的肩颈，老婆，你好香，气息洒在他的皮肤上。祝悠悠伸手推开他的脑袋，云修，你为什么改名字？祝悠悠能够感受到男人僵了一下，先洗澡。腰间的手被松开，男人大步走到卧室门口，回头看他，我去隔壁洗。落荒而逃的模样逗笑了祝悠悠，他感觉自己好像发现了什么不该发现的。前世林斌死亡前，他说他爱了他10年，10年前云子金19岁，那19岁之前呢？他为什么要因为他而改名了自己的名字？云修听起来比云子金还要像霸总啊。祝悠悠从衣帽间里随便拿了件睡衣进了浴室，1米5长的浴缸放满了温水，上面撒了一层戴安娜玫瑰花瓣。浴缸旁边的桌子上还有已经点燃的香薰。她脱掉身上的套装裙，踏进浴缸里，皮肤被温水包裹住的那一瞬间，她感觉自己身上的疲惫感在逐渐消失。智能浴缸的按摩功能开启，祝悠悠闭上眼睛享受这一刻。被他带进来的手机响起，是黎希暖的视频通话，他没有一丝犹豫地按了接通。暖暖，悠悠宝贝，好巧啊，你也在泡澡。祝悠悠把手机靠在旁边的置物架上，手臂交叠人趴在浴缸旁边，开口说话的时候还瞄了眼远处的玻璃门，确定自己上了锁才开口。暖暖，我心里好乱。她把刚刚在祝景口中得知的事情一字不落地告诉了闺蜜。黎希暖激动，卧槽，我小舅舅好畜生啊，从你出生就盯上你了。祝悠悠，暖暖，这不是重点。这就是重点，悠悠宝贝，怪不得以前我们俩闯祸，我就是挨骂，到你那里就是关心，我早该看出来的。祝悠悠差点被他带偏。暖暖，妈妈说我的婚约小时候定的是小舅舅。黎希暖喝一口红酒，不重要啊，他已经是你老公了，你不觉得很爽吗？悠悠宝贝，云轩泽那只狗要叫你小婶婶也，他要是娶了你那个小三妹妹，他也要喊你小婶婶，想想我就开心。我现在已经开始脑补他过年过节跪在你脚边说祝福语的样子了。祝悠悠轻笑出声，我跟云子金是隐婚，短时间应该听不到他喊我小婶婶。黎希暖喝了口红酒，这有什么？只要你想，云轩泽现在就可以跪在你面前磕头喊你小婶婶。
祝悠悠忍不住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别，我看见他就反胃。玻璃门敲响，老婆，泡澡不能泡太久。视频里的黎希暖激动地站了起来，一览无余地出现在视频里。暖暖宝贝，你走光了。视频里的人扯了条浴巾把自己裹住，祝悠悠盖下手机站起身，也扯下浴巾围在自己的身上。他拿起手机往浴室柜的方向走，冲门外喊了一句：我知道了。他换上刚刚带进来的红色吊带睡裙，深色衬托的他的皮肤更白，泡过热水澡的小脸粉扑扑的。黎希暖哇了一声，悠悠宝贝，你现在就像一颗行走的水蜜桃，让人想一口一口吞进肚子里。隔着屏幕我都忍不住了，更别说我小舅舅。祝悠悠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红色的真丝吊带连衣裙，白皙粉嫩的皮肤，漂亮诱人的锁骨，领口处还有遮挡不住优越的曲线。别说，要不是脸上的痕迹，他也觉得自己现在像是勾魂的妖精。暖暖，你是女孩子。黎希暖隔空飞吻，我当然知道我是女的，我要是男的，现在就把你扑倒了。宝贝，我现在飞泰国做个手术，还来不来得及？玻璃门又敲响，祝悠悠把领口往上提了提。黎希暖抗议，别啊宝贝，拉下一点，加油，今晚睡荤的。我想当姐姐很久了。他们两人生日差10天，祝悠悠大一点。祝悠悠小脸绯红，我觉得你当妈会比较快一点。老婆，门口又传来男人催促声。黎希暖贴心开口，明天起不来床也没关系，会议我来主持，合作我来谈，你今晚跟我小舅舅可劲折腾就好了。视频通话被无情挂断，祝悠悠气笑。她有理由怀疑，如果不是她已经嫁给了云子金，她闺蜜能明目张胆地给她喂点药，送到她小舅舅床上换点零用钱。浴室门拉开，男人一身黑色真丝睡袍倚靠在墙边，看质地跟他身上的睡裙是同一款。怎么洗个澡那么久？云子金的瞳孔骤缩，喉结不自觉滚动一下。他的小狐狸真美。祝悠悠脸上有一丝不自然，没跟暖暖视频。男人面带玩味，眼神在他身上流转，一边洗澡一边视频。第22章，左胸第二根肋骨。祝悠悠精准捕捉到了他眼中的嫉妒。小舅舅，我跟暖暖从小一起洗澡长大的。言下之意，他们互相看过对方了，视频而已，有什么问题吗？云子金勾住他的腰身，带到自己怀里。小狐狸，再跟我炫耀。他单手禁锢住他的腰身，微微往上提了提。祝悠悠被迫踮起脚尖。我吃醋了。男人委屈的用下颚蹭他的脸颊。祝悠悠轻声开口，小舅舅，你还没有回答我刚刚的问题。云子金把他抱起来，坐在自己的手臂上，往酒柜走去。换个称呼，我就回答你。云子金，再换。云修，再换。云三爷，换。云总，换。阿修哥哥。云子金脱口而出，换。祝悠悠勾唇笑，你说换的哦，那我以后不叫了。男人哭笑不得，高兴哄他，宝贝，再叫一句。不要，你让我换的。云子金拉开酒柜，拿出一瓶度数比较低的红酒，那宝贝再换一个。云先生。祝悠悠故意逗他，云先生这个称呼满意吗？他把他放在吧台上，站在他腿间。悠悠宝贝，开心就好。男人修长的手指拔开红酒瓶塞子，把酒瓶倒扣在醒酒器里。他摇晃着高脚杯，杯口贴在唇边，仰头喝了一口。要喝吗？祝悠悠眸光一亮，可以吗？云子金低头靠近他的唇边，嗓音带着痞气，我喂你就可以。他快速在他唇上嘬了一下，用这里喂。谢谢，我不喝了。突然，祝悠悠抓住他拿酒杯的手，就着他的手抿了一小口。好喝。云子金的虎口捏住他的下颚，在他沾着红酒的娇唇上狠狠亲了一口。云，喝了我的酒，这是酒钱。祝悠悠不服气，我们已经结婚了，你的钱不就是我的钱吗？云子金嘴角噙着笑，祝大小姐还记得我们结了婚啊？新婚夜什么时候补上？祝悠悠抓着他的衣领要自己面前扯。你回答我的话，我考虑考虑。好，回答。因为你叫悠悠。祝悠悠的狐狸眼泛起水光，青青子金，悠悠我心吗？他抬手遮住他的眼睛，悠悠是我的心。云子金的手心传来滚烫，他连忙放下手，怎么哭了？指尖抚过被泪水染湿的眼尾，感动。祝悠悠带着哭腔，云子金，你是不是爱我？是，爱你。养了那么久的小狐狸终于长大了，知道什么是爱。他欲言又止，你什么时候开始爱我的？云子金闪过一丝不自然，好久了吧，我记不清了。祝悠悠笑得漫不经心，阿修哥哥，你想清楚再回答哦。
手里的红酒杯放回吧台上。真的记不清楚了，可能是20岁，可能是19岁、18岁。祝悠悠抬手去描绘他的五官。那我换个问法，19岁之后的云子京爱祝悠悠，那19岁之前的呢？云子京黑眸猛地震了一下，随后低笑出声。他的虎口掐住他的脖子，微微抬高，伸到后脑，取下他头发上的紫钻发夹，瀑布般的黑发散落在肩膀上。薄唇轻启，19岁之前的云子京在等祝悠悠长大。他如猎物般盯着他的眼睛，悠悠，你会不会觉得我是个变态？毕竟我从你上幼儿园第一次牵小屁孩的手时，我就想把你禁锢在我身边了。你怕吗？祝悠悠笑意越发浓，虎牙露出，勾得云子京心痒痒。我不怕，你爱我，我为什么要怕？他的手指尖点在他的喉结处，裸色的指甲一路往下。妈妈说，你才是姥姥给我定下的未婚夫。指尖停在微微敞开的胸口中间，一下下的戳他。如果我跟云轩泽订婚了，你就放弃我了吗？他任由他的手指在他的心口描绘。我会把你抢走。眼睛里，话语间偏执又坚定。事实就是，我不是你的未婚夫，是老公。祝悠悠点了点他的心口。云子京，你会护我一辈子是吗？当然，你是我左胸上的第二根肋骨。祝悠悠破防，眼泪涌出。那如果有一天有人夺走了我的双眼，大冬天把我扔进湖里。不等祝悠悠说完，修长的手指抵住他的唇瓣。我云子京的妻子，任何人都不能动，便是我本人也没有资格。祝悠悠认真地看着他，如果有那一天，如果我快死了，云子京，你会怎么办？他把他的脸按进自己的心口。我会让他生不如死。悠悠，你问我怎么办？哼！男人浅笑，松开怀里的人，后退2步。祝悠悠吸了吸鼻子看他，他俯身跟他对视。宝贝，左胸第二根肋骨断，心脏破碎，你说我会如何？祝悠悠2只手搭在他的肩膀上，抬起腰身靠近亲他的唇角。云子京，新婚夜现在还来得及吗？桃花眼微正，喉咙突然失声，唇瓣再次贴身，他捏着他浴袍的带子问，阿修哥哥吗？下一秒他已经被他公主抱起，他哑声开口，期待已久。双唇紧贴，他搂着他的脖子回应他的吻。云子京空出手打了个响指，卧室内瞬间变暗，两个人的呼吸纠缠，红色的吊带连衣裙和黑色的真丝浴袍掉落在床边。云子京痞笑宠溺地看着他颤抖的手去拽他腰间的裤头。宝贝，这么急？祝悠悠瞪他，你为什么今天穿裤子了？你昨天晚上没有穿。云子京捏了一下他的鼻尖，谁说我没有穿的？带着玉色的嗓音贴在他的耳边，我偷偷脱掉的。黑发散在胸前，若隐若现的曲线更加诱人。云子京危险地眯起眼睛，被勾引到了。不急，慢慢来。20分钟后，祝悠悠被他吻得头昏脑胀，气急败坏。他坏死了，一直欺负他。云子京，你欺负人。第23章，学习一下再来。他的眼尾染上了一抹红色，一双狐狸眼灵动。云子京拉开抽屉，随手摸了一个撕开。祝悠悠以为这里不会有这种东西，已经做好了他会直接来的准备。他俯身去亲他的唇，结婚那天我就准备好了，一直在等你愿意。还好你没有让我等太久。云太太，准备好成为我真正的妻子了吗？不等祝悠悠回答，男人强势的占有欲已经抵挡不住。祝悠悠一边哭一边控诉，我还没有回答准备好，你怎么可以这样？宝贝，要的就是你没有准备。该死的胜负欲一上来，祝悠悠猛地把他推开。突如其来的猝不及防，云子京额角的青筋猛地跳了一下，呼吸差点跟不上。祝悠悠直接就哭出了声。男人连忙抱着她，顾不上快爆炸的自己，哄她比较重要。乖宝贝，我都说了不能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你还说，你还敢说？云子京眉心紧拧，吻住那张一边哭一边嫌弃他的唇。老婆，等会在一起哭，他怕耽误下去，他会溺血而亡。窗边的月光色纱帘轻轻摇曳，女人的哭声和男人温柔的轻哄声。祝悠悠鼻子通红，抓紧薄被盖住自己。要不你学习一下再来吧。这句话无疑是在挑衅男人。他猛地掀开被子，把人抱起下床。我单纯守了29年的清白，刚刚才交代出去，难免会有些生疏。老婆你多担待，我们一起学习。他按了床头柜上的座机，被接通后不等对方开口，让杨妈上来。祝悠悠愣了一下，云子京你疯了，你干嘛让杨妈来？满地的衣服和用过的云柔巾，
还有一个孤零零的红色小方袋，凌乱不堪的真丝床单，瞎了才看不见发生了什么事。他大步带着她进了浴室。老婆，杨妈是过来人，我总不能让云管家上来吧？杨妈是云管家的老伴，祝悠悠没来的时候，她管着庄园的佣人分配，现在还要负责她的日常生活全有的吃穿用度。云子金抱着她进了淋浴区，单手抱着人，单手打开花洒。杨妈上楼的时候，发现主卧的门没有完全关紧，轻敲了2下后推开一条缝，仅一眼她就知道少爷为什么是喊她上来，而不是喊他家老头子。杨妈进衣帽间拿出一套墨绿色的真丝被单，手脚麻利更换。祝悠悠贴在冰冷的墙壁，下巴抵在男人的肩膀上。云子金，外面有人。她吓得浑身发抖，偏偏男人笑得一脸灿烂。别怕，杨妈不会听见，我刚刚没经验，现在有了。老婆，现在感觉如何？祝悠悠嗓音嘶哑，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全。她闭着眼睛吐出几个字，一心差评。云子金低笑出声，口是心非的小坏狐狸。他的唇角勾起一抹坏笑，搂着她腰的手松开。失重感袭来，祝悠悠求生欲般的抱紧他的脖子，娇嗔瞪他。云子金低头在他耳边轻飘飘说了一句坏话。祝悠悠的脸刷一下绯红，你闭嘴，毁灭吧。小番薯上的网友为什么没有告诉他这种事情那么长时间？云子金的后背纵横交错，他却一点也不感觉痛。乖，别把美甲扣坏了。他松了手，委屈巴巴的撒娇。云子金，我累死了。而且他的眼睛好酸好胀，他感觉自己再哭下去眼睛要瞎了。狗男人，说了10几遍快好了，现在还。他抱着他1个小时，他不累吗？他好累。云子金，你这个大骗子，叫老公，立刻马上放过你。为了他的小蛮腰，祝悠悠拼了。老公，老婆，老公在。许久，祝悠悠半死不活的被他放在大床上，他一副见鬼的眼神看他。你说的立刻马上就是30分钟后。在浴室待了1个半钟，洗个澡用了10分钟。还有谁能告诉他为什么浴室里也有鞋这种玩意？祝悠悠看见连吧台上的酒杯都已经被收拾干净的卧室，想死。云子金，我明天要回我自己的家住，要不然他的腰他的腿他的嗓子都会离他而去。云子金胡乱擦干身上的水珠，掀开被子，强势把他搂进怀里。宝贝儿，我只是在兑现今天上午你喊错我的惩罚。祝悠悠已经没有力气跟他理论了，神特么的2次，以此类推他做4次，他不就1夜不用睡了？祝悠悠感觉自己的骨头快要碎了，靠在怀里睡了过去。云子金轻拍他的后背，等怀里的女孩呼吸平稳后，才拿出药膏替他上药。他眼角湿润，悠悠，你终于完完整整的属于我云子金一个人。深夜里，祝悠悠做了个梦，梦到自己回到前世被医生取走眼角膜的时候，梦到自己哭着求他不要动他的眼睛。孙静飞因为一场野外拍戏踩空滚下山坡，后脑受到严重撞击导致的眼角膜脱落。云轩则心疼坏了，到处奔波为他找合适的眼角膜，也不知道从哪听来的说亲属的匹配率更高一点。祝悠悠就是因为所谓的亲属关系被打上了主意，他被他下了药，浑身无力的被他带到医院的手术室。在做手术准备工作的时候，祝悠悠醒了过来，他全身无力，祈求医生不要动他的眼睛。当时他的情绪波动厉害，医生没办法动手术，只能请云轩泽来。当他求他，看在他是他未婚妻的份上，不要夺走他的眼角膜。云轩泽说，悠悠，你是祝家的大小姐，又是我的未婚妻，没有了眼睛，以后我照顾你，祝家也会为你找合适的眼睛换上。可是菲儿不一样，他是演员，他天生就应该站在舞台上。他让医生打了麻醉药，等他醒来的时候，他的世界已经一片黑暗了。第24章，做你的刀也无妨。他惊恐、害怕、绝望，眼睛上剧烈的疼痛不断地告诉他已经瞎了的事实。他哭喊，下了床找他的手机，想找人救他，暖暖、妈妈、姥爷、小舅舅。可是他找不到，他把屋里所有的角落都磕磕碰碰了个遍，还是没有找到他的手机。每天到点有人来给他送饭，他不吃，他们就强制喂，喂完就离开。一直到3天后，云轩泽和孙静飞来了，2个人肆无忌惮地在他面前亲热，恶心又刺耳的声音让祝悠悠忍不住干呕。突然间，有人靠近他，随后孙静飞开口：“你们好好伺候我的姐姐，伺候好了，我给你们1人加2万。”眼睛看不见的祝悠悠拼命往后退，退到墙角。“不要，你们不要过来，不要碰我，不要碰我，求求你们！我有钱，
我可以给你们钱，我是祝家的大小姐，我妈妈有钱的。祝悠悠的求饶面前的两个男人就当听不见一样。衣服开始被人撕扯，祝悠悠开始挣扎，捏紧刚刚他们进来之前她藏在袖子里的刀片。别碰我，不要过来。衣裳敞开的祝悠悠自己把屋内的人迷得找不着北，包括云轩泽。孙静飞不满，阿泽，你看什么呢？你们快点，别浪费时间了。祝悠悠感受人靠他越来越近，他拿出刀片抵在脖子上，没有什么血色的小脸都是倔强。你们要碰，只能碰我的尸体。睡梦中的云子金感受到怀里女孩的挣扎，睁开眼睛发现女孩的嘴唇抿得发白，冰冷的额头渗着冷汗。不要，走开，别碰我。云子金附耳靠近，听见他惊恐的声音，才发现他梦魇了。宝贝，醒醒。云子金亲吻着他冰凉的额头，轻轻拍他的脸颊。悠悠，醒醒，你做噩梦了。老婆不怕，我在这里。云子金抱紧他，他还依旧不停地挣扎。啊！祝悠悠睁开眼睛，眼神空洞的喘着气，脸色苍白的吓人。云子金轻轻拍他的后背，温柔哄着：没事了，没事了，我在，老公在这里。做噩梦了吗，宝贝？祝悠悠整个人呆滞，眼泪拼命往下流。云子金坐起身子抱她，让她舒服一点的靠在自己怀里，等她发泄完。许久后，怀里女孩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泪水模糊了视线，一片漆黑的空间让祝悠悠害怕心慌。小舅舅，能开灯吗？云子金伸手去按床头柜的暖灯，灯光亮起，祝悠悠抱着他的腰眼，泪浸湿了他的胸膛。怎么了，宝贝？告诉我。不要怕，那只是梦。祝悠悠身子微微颤抖。不是的，不是梦。他们夺走了我的眼睛，还找人侮辱我。小舅舅，我看不见了，看不见你，看不见妈妈和姥爷，看不见暖暖。云子金心疼的厉害，忽然想起今天齐谦给他的病历，他轻轻推开他，低头亲吻他的眼睛。今天去医院是因为眼睛不舒服吗？祝悠悠点点头，又摇摇头，扬起小脸看他。你怎么知道我去了医院？他眸色暗淡，眼底的疑惑被云子金看得一清二楚，连忙开口解释：没有监视你，你早上开出去的车 GPS 跟我的手机连在一起，车子启动和驶过的路线我都会收到提醒。祝悠悠愣了2秒，车库里的车都是？男人点头，几乎都是。我知道你不喜欢，我已经让齐谦去给你订车了，最迟下个礼拜就会送到。祝悠悠靠在他怀里摇头，没有不喜欢，小舅舅，我有车的，不用特地给我买。祝家别墅的车库虽然没有云子金这里的大，但也有10几20辆车，虽然不是限量版的，但也都是豪车。要买，送你的新婚礼物。云子金亲了亲他还有些苍白的脸，感动就亲我一下，当作谢礼。他指了指自己的脸，但是祝悠悠毫不犹豫地亲了他的唇。如果我闯祸了，很严重的那种，小舅舅，你会护着我吗？云子金轻笑，换了个姿势抱他，俩人面对面。宝贝，喊我一声老公，别说闯祸了，就是杀人，我都给你递刀，甚至做你专属的刀也无妨。祝悠悠犹豫了许久，抬手擦去眼泪。我梦见云轩则命人摘了我的眼角膜。他本来想把自己重生的事情告诉他，可是无凭无据的事情，他怕他不信，怕他觉得自己不是祝悠悠。话音刚落，男人身上的气息骤然变冷，深邃的眼睛泛起狠厉。他抓着他的肩膀，还有呢，告诉我。祝悠悠把前世发生的事情当作刚刚做的梦，一字不差地告诉男人。云子金的下巴抵在他的头顶，痛苦地闭上眼睛，消化小姑娘的梦。怪不得他害怕，怪不得他哭得那么凶。眼睛再次睁开时，眸色深不见底，冰冷的眉峰染上一丝杀意。乖，不怕，是梦。不是，不是梦，是真的，小舅舅。祝悠悠心里想着，但他不能说，他不能告诉他这是他真真实实经历过的。他怕自己的重生会给他带来未知的伤害。有我在，谁都不能伤害你，包括我自己。我的悠悠想做什么就放手去做，帝都的天就算是捅个窟窿，我也能给你补上。云子金快要痛得不能呼吸了，额头上泛起一层薄汗。他捂住他的眼睛，把他放在床上，我去给你热杯牛奶，喝了再睡。祝悠悠心不在焉，没有发现他的落荒而逃的脚步。卧室门关上的时候，云子金整个人瘫坐在门口，手紧紧捏着心脏位置，仰着头大口呼吸，猩红的眼尾慢慢湿润起来。几分钟后，他站起身下楼进了厨房。1楼房间的管家夫妻听到动静连忙出来，杨妈上前问：少爷是饿了吗？要吃什么？我来弄。云子金从柜子里拿出牛奶，悠悠做噩梦了，我给他热杯牛奶。杨妈，您去睡吧。
杨妈见插不上手，点点头离开。看见云子京背后的抓痕时，心里别提多高兴。少爷，您一会问一下少夫人明天想吃点什么，我给她做。第25章过敏。杨妈是云子京几年前国外回来后就一直照顾她。庄园里虽然有厨师，但云子京忙起来饮食不规律，有胃病，又加上轻度厌食，很多东西都只能勉强吃2口。杨妈心疼她，偶尔会跟厨师变着法的一起给云子京做饭，只要她能多吃2口，杨妈别提多高兴。好，我一会问问她。云子京端着牛奶上楼的时候，祝悠悠还在发呆，她把人捞在怀里，小口的喂她喝了半杯牛奶。我不喝了，总是反复做那个梦，她有点反胃。云子京也不强迫她喝，把杯子放在床头柜上，抱着她躺下。今天去医院检查眼睛，也是因为做噩梦。祝悠悠点点头。云子京嗓音低沉又沙哑，头疼怎么不告诉我？现在还疼吗？祝悠悠并不惊讶他会知道，都知道自己去了医院，没去查才不是他。云子京不怎么疼了，就是偶尔还有点头晕，医生说多休息就好了。云子京有些懊恼，刚刚被小狐狸聊得理智都没有了，压根就没有记起来他脑震荡这回事。那明天就不要去工作室了，让西暖去，每个月哪有那么多零花钱，也该为我做点事了。祝悠悠听着他傲娇的语气，笑道：嘴硬，明明你就很在意暖暖。云子京外表看起来冷，但实际上把感情看得很重，要不然上一世不会眼睁睁地看着他跟别人订婚。如果他上一任的订婚对象是别人，他一定会阻止，可对象是他有那么点关系的侄子，他才忍痛地看着他成为别人的妻。小舅舅，你说要是我妈妈和姥爷知道我已经结婚了，会不会被吓死？云子京揉着他的发丝，这些我都会处理，我让他们把我打个半死，也不会让他们吓死。祝悠悠娇嗔地捶了一下他的胸口，又胡说八道。云子京哄着他睡觉，还不忘问他明天想吃什么。我想吃山药莲子百合粥。睡吧，明天起来就能吃得上。一场沉沦已经消耗了祝悠悠80%的精力，而那场噩梦把祝悠悠全身的力气消耗殆尽，靠在云子京的怀里无比安心，也睡得很沉。云子京哄他睡后设了个闹钟后也闭上眼睛，他压根就没有打算给杨妈发信息。早晨7点，桌子上的手机震动，云子京睁开眼睛，吻了吻怀里还在熟睡的小妻子。他掀开被子下床进了浴室，10几分钟后穿戴整齐下楼。正在指挥佣人打扫卫生的杨妈见云子京这个点衬衫西裤有些意外。少爷，您今天这么早去公司吗？云子京把西装放在餐椅上，挽起衬衣袖子。杨妈，悠悠想吃山药莲子百合粥，家里有食材吗？杨妈意外，有，知道少夫人喜欢，这几样食材一直新鲜备着，我来做就好。少爷您看看新闻，一会就能用餐。云子京进了厨房，把里面的厨师吓得勺子都掉了。不用，我来做。他洗干净手对厨师说，你们正常做就好，别管我。给我煮杯黑咖啡。山药莲子百合粥并不难煮，难得是处理食材，所有的东西都是新鲜的，莲子还是从莲蓬里现剥出来的。签10几亿合同的手在抠莲蓬，这要是拍到网上绝对是一条热搜。莲子和百合都还好，云子京很娴熟，就是这个山药。少爷，这个我来弄吧。云子京山药过敏，不单单是吃，新鲜的更是碰都不能碰。可偏偏祝悠悠喜欢吃山药。不用，我来就可以。1个小时后，祝悠悠指定想吃的山药莲子百合粥已经煮好温在锅里。云子京若无其事地端起黑咖啡，吃着面前的西式早点。杨妈倒了杯温水，连过敏药一起放在他面前。少爷，您快把药吃了吧。少夫人看见都要心疼了，手上密密麻麻的红点，杨妈看见都心疼，别说是祝悠悠了。云子京吃完药后起身，等他睡到自然醒。杨妈，我山药过敏这件事别告诉他。祝悠悠是10点多才醒过来的，云子京早就不在家了。腰间突一间的胀，痛感让他有些不太适应。他看着天花板缓了许久才下床去洗漱。照镜子的时候，祝悠悠才发现锁骨以下都是密密麻麻的吻痕，连小腿都没逃得掉，就连后背的蝴蝶骨上都有几个。不过云子京也不算太过分，就是手臂、脖子和其他位置反差巨大，干干净净。祝悠悠从衣柜里挑了连圆领到脚踝的长裙，正好遮住了一身暧昧的痕迹。看见他下楼，杨妈连忙上去扶他。哎呦，少夫人，慢点，您怎么不坐电梯呢？祝悠悠对杨妈的热情有些招架不住，就这几步路也不用坐电梯了吧？佣人把山药莲子百合粥端了上来，还有几道中式小菜。少夫人，这是少爷一大早煮的，食材都是他亲手准备的，您快试试，
喜不喜欢？祝悠悠微微惊讶，她以为云子京会喊佣人做。好吃。杨妈，您不用陪着我，我有事再喊你们。她虽然是豪门大小姐，但从上高中的时候就住校，不习惯让人贴身照顾她。刚吃完早餐，离西暖的视频通话打了过来。小舅妈，昨晚把我小舅舅拿下没有？是不是气大火好？咦，脖子上怎么没有小草莓呢？口出狂言，把祝悠悠吓了一大跳，连忙拿起手机往客厅去。佣人刚收拾好餐桌，这回都没走远。李暖暖，你不知羞，你怎么什么话都说得出口啊？祝悠悠绯红的脸颊已经说明了一切。离西暖笑声传来，宝贝悠悠，快告诉我，初夜的体验感如何？祝悠悠没好气的隔空瞪他，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那怎么能随便试呢？我可是好宝宝乖宝宝。离西暖好奇，一副祝悠悠不告诉他，下一秒他就冲过来扒他的衣服，亲自检验。很痛。祝悠悠敷衍道，而对答案不满意的离西暖一脸坏笑，只有痛吗？小舅舅是不是不太行啊？要不给他发几个启蒙视频。第26章，给他做饭。祝悠悠懒懒地倚靠在沙发，这话要不你问问小舅舅吧。至于除了痛还有什么，需要你自己体会，不可描述。离西暖咦了好几声，悠悠宝贝，你才跟我小舅舅结婚几天啊，就变得跟他一样腹黑了。祝悠悠眨眨眼，暖暖宝贝，有没有可能我一直都这样，只不过你没发现而已。好了，言归正传，合作谈得怎么样了？他们俩人一起开的工作室叫琉璃阁，是一家手工礼服设计制作工作室，会承接一些私人的高定礼服、宴会服，也有接一些娱乐公司的艺人走秀礼服。琉璃阁之所以叫琉璃阁，是因为他们主打设计旗袍和偏中式、复古系列的礼服，是一家充满华国非遗手艺的工作室。祝悠悠跟离西暖都是学设计和服装制作的，因为这是女儿的梦想，祝景还为他们找过华国有名的非遗服装制作手艺人黎梦大师，俩人的手艺也算是师承的，不过俩人低调，从未用过黎梦大师的名号。对方想要12件浮光锦做的舞蹈服，款式比较复杂，价格虽然给的不低，但是高质感的浮光锦不好找，况且还是12件。祝悠悠负责手工的制作，而离西暖是负责画图和选材，还有给祝悠悠打下手。因为在手艺方面，祝悠悠更上一层楼。浮光锦我记得孙氏集团就有这个料子，我想想办法，你先看看设计图修改方面。离西暖点点头，把设计图邮件给了他。悠悠，孙氏那边要不然算了，我找白叔也一样的。白叔？白灵鹤吗？离西暖，是啊，白氏旗下的面料仓库才是帝都最大的。祝悠悠犹豫了一下，我先去孙氏看看吧，毕竟我有股份，免费的东西不要白不要。一批好的浮光仅几万块，有资源干嘛浪费？天气热，祝悠悠没有什么胃口，吩咐佣人把山药、莲子、百合粥冰着。山药？庄园有山药？离西暖惊讶，这东西他也吃，但在云公馆确实禁忌。是啊，有什么问题吗？我喜欢吃啊。祝悠悠对他的反应很好奇，他的口味他不是清楚吗？我知道你喜欢吃，可是小舅舅山药过敏啊。山药过敏？这他还真的不知道。祝悠悠问暖暖，小舅舅是吃过敏还是碰也不行？杨妈说今天的粥是云子京亲手做的，从食材处理到熬制都是。电话那头的离西暖想都没想就回答，碰都不行。我听妈妈说过，以前云家内斗的时候，有人给小舅舅用擦过山药的毛巾，小舅舅差点窒息。从小我就没有在云公馆吃过山药。祝悠悠脸色发白，离西暖喊了他好几句，他才反应过来。暖暖，我有点事，下午再去工作室找你。他匆匆挂了电话去找杨妈，杨妈吞吞吐吐。这个，少夫人，杨妈，您不用瞒着我，我已经知道了，他过敏了是吗？严不严重？杨妈见祝悠悠急得脸色发白，哪里还记得祝云子京交代的话？不严重不严重，少爷当时有戴着手套的，及时吃了过敏药。祝悠悠想打电话问他，又怕打扰他工作。哎呀，少夫人，马上吃午饭了。祝悠悠摇摇头，杨妈，我不挑，随便吃什么都行。杨妈扶着他到沙发上坐下，少夫人，少爷的胃口很差，平时在公司也是随便对付2口，忙起来的时候更是一整天都不进食。杨妈告诉他，云子京有厌食症，胃痛也是家常便饭，不管是庄园还是云公馆的厨师都便招法给他做菜，但他都是只吃几口。他这么说，祝悠悠才隐约会想起，以前读书的时候，离西暖会缠着云子京带他们出去吃饭，而每次云子京吃的都不多，他当时还以为是那些菜不合他的胃口。
祝悠悠低着头，杨妈，我好像一点也不了解他。杨妈笑着，没关系的，现在了解也来得及。杨妈将云子京的日常起居和生活习惯事无巨细地告诉祝悠悠。安安静静聆听的祝悠悠眉心一直都没有松下过。厌食症，还要经常应酬喝酒。杨妈，要不我给他做午饭送过去吧？祝悠悠想着，他亲手做的他应该会多吃一点吧。杨妈犹豫，少夫人，您会做饭吗？祝悠悠理直气壮回答，不会，不过我学东西算是很快的，我可以学。10分钟后，庄园里就响起各种惊恐的声音。我的老天爷啊，快去拿药箱！快，冰袋、烫伤膏也要拿。完了，少爷肯定要生气我没照顾好您了。祝悠悠坐在餐厅，看着佣人们收拾狼藉的厨房，他哭笑不得，杨妈，没那么严重，可能我就不是做饭的料吧。看着那些被他霍霍的食材，他也很无奈啊。谁知道做个饭那么难，谁知道开个虾被虾会跳走。算了，我还是不添乱了。杨妈，让厨师做点养胃清淡的菜吧，我带过去公司跟小舅舅一起吃。折腾了一会，衣服脏了，还一身汗。祝悠悠上楼洗澡换衣服，再下来时，厨师已经在打包午饭了。见祝悠悠进厨房，厨师脑子都麻了。少夫人，您想吃什么？您吩咐一声就好了。祝悠悠有点不好意思，有水果吗？我弄点水果总安全吧？厨师为难，不是很安全，切水果得用刀子。祝悠悠竟然无言以对。那我洗不用动刀子的可以吧？10几分钟后，祝悠悠终于把装水果的保鲜盒盖上，一众佣人松了口气。桌子上放着一个大大的餐盒，换做平时祝悠悠肯定能提得起来，但昨晚才。杨妈，麻烦您喊司机送我去公司吧。他现在下楼的腿还有点发颤，并不觉得自己踩得动油门。车里，祝悠悠给云子京的助理发信息。齐谦坐在云子京的身边，看见手机页面提醒的发信息人，丝毫没有犹豫地点开。齐特助，我5分钟后到公司给小舅舅送午饭，你方便下来接我吗？不要告诉小舅舅哦。第27章，总裁夫人。齐谦小声在云子京耳边说，云总，有重要客户需要回电。主位上面无表情的男人点了一下头。齐谦轻手轻脚离开会议室，几乎是跑着去按电梯的，生怕1楼大厅那些不长眼的冲撞了这位小祖宗，丢了饭碗。齐谦慌慌张张的出电梯，看见那辆 D00001的黑色迈巴赫正停在云林国际门口。2位穿着职业装的前台小姐姐看见总助，连忙起身想要打招呼，谁知道齐谦跟一阵风飘过，跑到门口打开黑色迈巴赫的后座。其中一位前台连忙上前跟着，生怕怠慢了公司的大客户。齐谦微微俯身挡了一下车门顶。前台惊讶，这可是总裁的助理啊，一言一行都代表总裁，到底是谁让他这样恭敬的开车门？夫人，您小心脚下。跟在齐谦身后的前台听到这个称呼，高跟鞋都踩不稳。夫人？谁的夫人？总裁吗？天啊，他发现了什么惊天大秘密吗？会不会被灭口？一双黑色尖头平底鞋胯下车踩在地上，淡粉色的连衣长裙散在背上的焦糖色长直发，未施粉黛却能一眼惊人的容貌。前台瞪大眼睛看清楚来人，好像有点熟悉。司机下车，从副驾驶拿出一个超大的食盒递给齐谦。祝悠悠对司机说，刘叔，你先回去吧。好的，太太。大热天的，他也不能让司机一直在停车场等他。再说了，他不觉得自己能很快离开云林国际。前台紧张上前想接过齐谦手里的食盒，被躲开。这位是总裁夫人，你们俩认认脸，不该说的别说。齐谦用员工卡刷了总裁专用电梯。祝悠悠进了电梯后才问他，小舅舅还没忙完吗？是的，夫人，总裁还在开会，您先办公室，会议马上就结束了。夫人来了，不结束也得结束。齐谦带着祝悠悠进总裁办公室的时候，外面的4个秘书脖子都要伸成长颈鹿了。我没看错吧？那是祝小姐吗？他们都是云子京的秘书团，是认识祝悠悠的，毕竟没少给祝小姐和李小姐买东西。是祝小姐爷，她好漂亮啊，好久没见她来公司了。前几年祝悠悠会偶尔跟黎希暖来云林国际，只是定下婚约后，为了避嫌，已经很久没来过了。齐谦轻轻关上玻璃门，吩咐秘书去给祝悠悠买冰柠檬茶。谦哥，祝小姐。齐谦一脸得意，是夫人，嘴巴都给我闭紧了，赶紧去买。他得赶紧去通知总裁，小祖宗来给他送午餐，终于可以按时吃午饭了。4个秘书，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得出的结论就是有救星了。4人猜拳，年纪最小的吴星星输了，
要去管祝悠悠要微信。姐姐们，吴星星快要哭了，她害怕。小星星，乖，趁云总还没回来，你年龄小，跟夫人有话题讲，我们的命和月度奖金都压在你身上了，为了钱拼了。吴星星端了杯柠檬水敲门进去总裁办公室。夫人好，我是云总的秘书吴星星，天气热您先喝杯柠檬水，徐姐姐去给您买柠檬茶了。祝悠悠连忙放下手机，不用不用，还麻烦你们。不麻烦不麻烦。吴星星是个颜控，看见漂亮的小哥哥小姐姐就会害羞，他磕磕巴巴开口，夫人，我。祝悠悠低笑出声，我很吓人吗？吴星星连忙摆手，不是，夫人您长得好看，我颜控紧张。一想到云总快回来的，吴星星深呼一口气，夫人能不能加您个微信啊？怕祝悠悠不同意，吴星星一点没带犹豫的出卖他的衣食父母。下次有合作方带着自己家的女儿侄女来找总裁，我给您通风报信。祝悠悠被他小心翼翼的模样逗笑，点开自己的二维码给他扫。你们是想在云子金生气的时候让我救你们吗？吴星星刚扫了码，手机识别滴一声后掉在地板上，他慌忙捡起，低着头不敢看祝悠悠。夫人，您真聪明。手机收到好友提示，祝悠悠点了通过。别紧张，你可以把我跟你们外面几个秘书姐姐拉一个小群，下次有合作商带人来找你们总裁，你们就通知我，我杀过来，好不好？他主动开玩笑，让吴星星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好啊，夫人你真好。祝悠悠觉得好玩，云子金那么高冷的人怎么会招这么可爱的助理？星星，你几岁？吴星星，夫人，我25，比我大3岁呢。那你喊我悠悠就好，喊夫人都把我喊老了。吴星星的心都快吓停跳了，不行，夫人，被总裁听见我就死定了。见他真的害怕，祝悠悠也不勉强他。吴星星害怕被云子金撞见，跟祝悠悠道谢后离开。刚拉开总裁办公室的门，差点撞上迎面来的人。云子金拧眉躲开，吴星星低着头道歉，对不起总裁。死了，这个月的奖金又没了。可是云子金压根就没有搭理他，大长腿越过他走过去沙发坐下，偷偷来也不告诉我。齐谦把一脸呆滞的吴星星拖走，还不忘把门带上，挂上了请勿打扰的牌子。祝悠悠打开茶几上的食盒，想给你个惊喜吗？怎么？我找你吃午饭打扰你了？云子金偷偷在他脸颊上亲了一口，乐意被你打扰。齐谦告诉他祝悠悠来给他送午饭，他很是意外，也很惊喜。他以为祝悠悠不会想让人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云子金拉开他的手，白皙的手背上有几个明显的红色小水泡。他推开食盒，怎么弄的？祝悠悠挽着他的手臂靠在他的肩膀上，你山药过敏都给我煮粥，我就是想给你做饭嘛。可是我蠢死了，学不好，还把厨房弄得一团糟。不过这是我让厨师做的，4舍5入也是我做的，你要吃完。云子金一脸无奈，打电话喊齐谦去买药。第28章，我没尽兴。我都还没说什么，你倒是解释清楚，怕我罚庄园的人。有了昨晚的亲密接触，俩人之间的相处总算正常一点，没有那么别扭。他们是被我连累的，你不许罚他们。他很自然地跟云子金撒娇，因为他昨晚说让他想做什么就去做，天捅破了他来补，想杀人了他递刀，甚至他就是他的刀。祝悠悠觉得自己应该抛开前世的滤镜，全心全意全身心的去爱他。云子金很受用他对自己撒娇，这在他眼里是他依赖自己的一种方式。你是家里的女主人，你说了算。云子金把食盒里的菜拿出来，都是他平时吃的比较多的。许是今天有心爱的宝贝在身边，他突然觉得自己有了胃口。祝悠悠拿起筷子，但是没有递给他，而是夹起一只去了壳的蒜蓉蒸虾送到他嘴边。云子金丝毫没有犹豫的张嘴吃下，垂放在大腿边的手紧握成拳。他面无表情的压下喉咙口翻涌而起的恶心感。其实他不喜欢吃虾，更不喜欢蒜的味道，但是祝悠悠喜欢啊，粉丝蒜蓉蒸虾、芝士焗虾、油焖虾、凤尾虾，所以他也让自己喜欢。好吃。祝悠悠唇角勾起一抹笑意，打开保温碗，把汤放在他面前。杨妈说你主食吃的少，厨房炖了汤，我就让他们不要装饭了。他指着那一盒水果，这是我洗的，我切的，不过你得喝完汤吃完菜才能吃。陪他吃饭，祝悠悠心情好，自己吃2口，喂他吃2口。云子金很受用，他给的他通通都吃了。突然间的大量进食，喉咙口翻涌的恶心感越来越浓烈。他放下筷子，老婆你先吃，我去个洗手间。祝悠悠点点头，没察觉到什么不对。云子金脸色发白的往洗手间去。顶层只有云子金的办公室，
总助办公区、秘书办公区、茶水间、小型会客室和洗手间。齐谦正在吃午饭，看见云子京往茶水间的方向走去时，连忙放下筷子跟了上去。云总，您是要咖啡吗？我来就好。云子京摆手，脚步越来越快。拐进洗手间的时候，齐谦是想转身离开的，还未关上门缝，传来呕吐的声音。他慌忙去茶水间倒了杯温水，推门进去。他不敢进隔间，只能站在洗手台的位置等。云子京有厌食症这件事情，作为总助不可能不知道。他还以为今天夫人来陪云总吃饭，他应该能吃得多一点。听见马桶冲水的声音，齐谦才轻轻敲门：“云总，温水。”门打开，齐谦连忙把水递给他。几分钟后，云子京才打开门：“云总，您还好吗？要帮您叫医生吗？”云子京站在洗手前洗手、洗脸，动作很是自然。要不是他的脸色苍白，还以为他只是来上了个厕所。我没事。云子京回到办公室的时候，祝悠悠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他对云子京招招手：“你还要再吃一点吗？”“不了，饱了。”祝悠悠没有再勉强，他了解过厌食症，硬吃反而适得其反。那我们消消食，再吃点饭后水果。云子京动手把桌子收拾干净，只留下那盒水果拼盘。祝悠悠想去洗手，询问洗手间的位置，里面休息室就有洗手间和浴室。脱口而出的话让云子京有那么一瞬间错愕。祝悠悠进了洗手间后才反应过来，明明办公室就有洗手间，他为什么刚刚还要出去外面上洗手间？一个想法在脑海里萌生，他脸色突然白了2分。洗干净手后，匆忙出来休息室。云子京已经坐在办公椅上翻看文件了。祝悠悠情绪有些低落，安静地坐在沙发上看手机，越看眉头皱得越紧。云子京察觉到小姑娘从洗手间出来以后就不太高兴，心里咯噔一下，刷刷刷签完名走到她身边坐下。“怎么了，宝贝？”祝悠悠慌乱地关掉手机屏幕。“没有啊，你忙完了吗？要不要吃点水果？”刚问完，祝悠悠有点后悔。网上说厌食症的人吃多了会呕吐，他刚刚是不是？要是不想吃就算了，我自己吃。云子京低笑，打开盒子戳了个草莓给他。“我老婆为了切的水果，我肯定要吃的。”他主动出声安抚他：“我没事，别担心。”刚刚他去洗手间的时候，他已经给杨妈打过电话的。他比祝悠悠大7、8岁，思想有差异很正常，但他不想2个人的差距太多。猜不透可以问，又不是没长嘴巴。祝悠悠错愕：“你怎么？”“我给杨妈打电话了。”“我没事，只是很久没有吃这么多东西，有些不太适应罢了。”祝悠悠挑了最大的一颗蓝莓喂他：“那以后别勉强自己了。”云子京张嘴吃下：“不勉强，你陪我吃饭，我开心。胃口好就多吃了一点。”祝悠悠心疼他，杨妈说她的厌食症有10来年了。“那我以后尽量每天都陪你吃饭，好不好？”“好啊。”云子京唇瓣靠近他，在他的唇角亲了一下：“骗我的话，我惩罚你哦。”男人唇角勾起一抹痞笑，搂着他腰的手微微收紧：“像昨晚一样惩罚你。”祝悠悠脸色骤变：“你这里是办公室？”云子京被他的娇羞萌得心软，他还什么都没干呢，就这样羞了？那又如何？没有人敢进来。“老婆，你要体谅一下我一个禁欲29年的正常男人。”祝悠悠白不吃他装可怜这一套。“昨晚坑我的那个是狗吗？”云子京哑笑：“老婆，我做还没进行。”最后2个字说出口的语气很重。“祝悠悠，你好好工作，我先回家了。”他打了个哈欠，吃饱困意就上来了。昨天太累，又加上最近每天都是做梦，睡眠质量差，跟他待在一起莫名的安心，整个人都松懈下来了。云子京抱起他往休息室走去。“喂，你干什么？我要回家。”嘴角说着要回家，搂着云子京脖子的手却丝毫没有要松开的打算。他薄唇轻启：“你。”第29章去买1盒。祝悠悠红了脸，秒懂。男人单手抱她，路过办公桌的时候顺手捞过桌子上的手机。他哑声开口：“在我这里睡。”祝悠悠指尖抚过他的喉结：“那我会不会打扰你工作？”云子京把他放在沙发上，从衣柜里拿了件衬衫给他：“先去洗个澡，一会睡觉会舒服一点。”祝悠悠没有拒绝，天气太热，不洗个澡他也不会上床睡觉。云子京吩咐秘书去给祝悠悠买换洗的衣服。收到信息的秘书徐佳一脸不可置信，其他人凑过来一看，对视了一眼，八卦的味道。看见尺码的徐佳忍不住羡慕了一下，夫人身材真好。洗澡的祝悠悠不知道，因为男人一个举动，秘书团已经脑补出了一出戏。祝悠悠拉了拉白色的衬衫，犹豫要不要把裤子穿上，毕竟这衬衫确实遮不住什么。
反而有点引诱人犯罪的感觉。玻璃门被敲响，老婆，洗好了吗？云子金已经处理完3份合同，还没有听见休息室的动静。放下笔，解下领带，随手扔在办公桌上。门被拉开，云子金眸色骤缩了一下，一股火直冲一个地方。祝悠悠从他眼中看见了火苗，那个啊！人被腾空抱起，祝悠悠手忙脚乱的要去拉衬衣，男人把她塞进被窝里，我洗个澡陪你睡会。祝悠悠想说不用，可是人已经进了洗手间，她扯着被子，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祝悠悠，出息点，又不是第一次了，持证上岗的。浴室里的人心砰砰跳个不停，跟个毛头小子一样着急。挤沐浴露的时候还把瓶子弄掉了。东西落地的响声把祝悠悠吓了一跳，她掀开被窝，赤脚下床。发生什么事了？云子金一脸尴尬，轻咳一声，没事，东西掉了。听着浴室里的水声，祝悠悠困意四起，昏昏欲睡。云子金围着浴巾出来，看着女孩熟睡的侧颜。他以前是没有午睡的习惯，可现在他觉得午睡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被子掀开，他刚躺进去，女孩就睁开眼睛。你洗完了？看着他有些慌张的眼睛，云子金失笑，害怕。祝悠悠，没有。他伸手搂住她的腰，贴近自己。老婆，我刚刚回答你的问题，你听见了吗？祝悠悠的手心抵在他的胸膛时，才发现他没有穿衣服，突然觉得有点烫手。你怎么不穿衣服啊？我睡觉为什么要穿衣服？祝悠悠翻了个白眼。那你昨晚睡觉为什么穿衣服？云子金被气笑，我昨晚不穿的话，我怕你会被我吓到。怎么可能？云子金在他耳边说的话让祝悠悠瞬间闭嘴。他说，不穿我怕你一整晚都不用睡。祝悠悠想了一下，说出了心里的疑问，一整夜你行吗？不是都说男人30岁以后就开始肾虚了，你都29了。后面这一句他说的很小声，但是云子金还是听得清清楚楚。他气笑，有被侮辱到。宝贝，我不行，我以为你昨晚应该深有体会。既然质疑，那要不现在验一验，我让杨妈准备宵夜。祝悠悠伸手搂住他的脖子。阿修哥哥，我也想啊，可是什么？一句阿修哥哥已经点燃了云子金身上的火。这里没有小套，不能做哦。云子金伸手去摸手机，祝悠悠还没来得及阻止，电话已经拨了出去。去买一盒嘟嘟嘟嘟。齐谦挠了挠头发，买一盒什么呀？秘书徐佳提着购物袋进来的时候，齐谦瞪大了眼睛，秒懂。买盒套啊。他快速给老板回了个信息，收到，现在就去买。休息室里的祝悠悠抢过他的手机挂断。小舅舅，你霸总的高冷形象还要不要来？我冷吗？宝贝，我很暖，不是吗？祝悠悠秒懂他的意思。不好意思啊，小舅舅，昨晚隔着我没感觉到。滴滴，云子金的手机微信响起，他轻笑出声，说了句上到。祝悠悠看过去，小舅舅，他去买什么？刚刚云子金好像也没有说出那个词语吧？现在做助理都擅长揣测老板的心思了吗？不知道，可能是买烟，也可能是买套。祝悠悠背过身去不理他，眯上眼睛午睡，他是真的困了。云子金也没有闹他，把他圈在怀里，轻轻抬起他的头，把手臂伸到他的脖子下面。感受到异样的祝悠悠面色微变，男人贴在他耳边说话，老婆，我在，睡吧。买完东西的齐谦匆匆赶回来，但是又不敢敲门进去，生怕看见什么不该看的。他现在也不知道老板是不是还在等。云总，东西买回来了。云子金秒回，放抽屉里。齐谦蹑手蹑脚地推开总裁办公室的门，小心翼翼的模样跟贼似的。也不知道是不是休息室的隔音太好，他居然一点声音都没听见。齐谦刚离开办公室就收到云子金的信息，会议照旧。云总那么快说话，他立马捂住自己嘴巴。云子金低头看着靠在自己怀里的女孩，空缺了10年的心被填得满满的。10年前，祝悠悠12岁，19岁的云子金伤痕累累的被关在云公馆的地下室里。那时候云卓还不是家主，大房和二房都具有继承权，内斗得很厉害。可二房云卓这一脉，不管是上了年纪的云卓，还是他老来得子的云子金，都是人中龙凤，天生的经商头脑，哪怕只是云氏财阀旗下的一间小公司都能做得风生水起。大房嫉妒，给云子金下了药，把19岁的云子金送到当时云氏财阀的对家手上。当云卓夫妻收到消息的时候，华林差点把云卓的大哥云超杀了。帝都谁不知道云氏的对家背后的老板喜欢男人，喜欢稚嫩的男孩，更是对云子金虎视眈眈，不止一次跟云氏财阀谈判
要求拿云子京去换合作。一把水果刀捅进云超的腹部，他冷声吼道：“敢把我的修儿送到那个畜生手里，这只是利息。”第30章云子京的回忆。你们最好祈祷我的修儿安然无恙，否则你云超的宝贝儿子云杰就等着成为他们下一个玩弄的对象。其实云超不知道的是，在云子京被送去对家的时候，大房的戴夫人让人把云杰一起送了过去，因为云杰是云超的私生子，平白得了云家2少的头衔，还要分他们大房的财产，没门。云卓夫妻刚到对家的时候，云子京眼神狠厉，浑身是伤的靠在角落里，而云杰在那人的身下奄奄一息。在医院刚急救完的云超听见消息，瞬间急火攻心，吐血晕了过去。当时的云家家主是云卓的父亲，云子京的爷爷。云子京当时对自己的兄弟见死不救已经犯了家法，连医院都没有资格去，便被保镖拖去云家地下室。云子京没有反抗，50鞭的家法落在身上，他完全无动于衷。华林夫妻心疼，却无法阻止。偏偏刘兰芬还在旁边说了句：“活该，这件对兄弟见死不救的畜生就该打死。”华林狠狠一巴掌抽到刘兰芬脸上：“别以为我不知道云杰为什么会在那里。你说云超如果知道云杰是你亲手送过去的，你的宝贝儿子云红他会怎么样？”刘兰芬慌了，匆匆忙忙离开地下室。云超有多爱他的私生子，他不是不知道，就是因为这样，他才趁机把他的私生子送过去，毁了他。云子京被打完，云家主也没有让人送他去医院，只是让医生处理伤口，因为云子京面临的还有3天的禁闭。大冬天的，浑身是伤的19岁少年，不吃不喝，在地下室关了3天。就在他眼神涣散的时候，一身粉色连衣裙小姑娘闯了进来。她踮起脚尖，手里捧着个粉色的保温杯。地下室的铁门是栏杆做的，祝悠悠从小学芭蕾，身材又娇小，从栏杆钻过去完全不是问题。云子京靠在角落里，微微抬眸，只能看见模糊的影子。他冷声开口：“滚！”祝悠悠抖着身子，害怕但又不想离开。他去子宁妈妈家玩的时候，看见子宁妈妈哭了，说暖暖小舅舅伤得很严重，还不给水喝。祝家是云家最大的合作对象，祝悠悠是祝家的小祖宗，想在云公馆躲猫猫，没有人敢说不好。他偷偷摸摸下了地下室，找了好久才找到云子京。他蹲在他的面前：“小舅舅，我是悠悠，你是不是很痛啊？”祝悠悠看着浑身血淋淋的云子京，吓得拼命掉眼泪，但是又不敢哭，怕把人惹来。他捧起保温杯贴在云子京的唇边：“小舅舅，你冷不冷？喝点热水。”听见熟悉的声音，云子京用力睁开眼睛，看见是祝悠悠，涣散的眸子里除了惊恐就是慌张。他想推开他，对上他湿润的大眼睛，心又软了，哑声开口：“走，离开这里。”祝悠悠，你喝了水我就走。小舅舅，子宁妈妈担心你，我是偷偷来的，没有办法给你带东西吃，外面下雪了，小舅舅你喝点热水暖暖身子。他带着哭腔和祈求，云子京没有办法拒绝，也不会拒绝。见他张嘴，祝悠悠连忙抬起手把水倒进他的嘴里，可能是他喝得太着急了，呛得直咳嗽，还吐了祝悠悠一身。虽然他已经推开他了，可还是来不及，刚刚吞咽下去的2口水混着血呕了出来，弄脏了祝悠悠的粉色连衣裙。云子京身子脱力倒在地上，他唇角勾起一抹笑容：“悠悠，对不起，弄脏了你的裙子。”云子京昏死过去，祝悠悠害怕，吓得大哭。陪祝悠悠玩的佣人找不到祝家的小公主，已经慌了。得知宝贝外孙女不见了的祝君律让自己的保镖去找。当地下室涌入一群人时，祝悠悠抱着云子京哭到嗓子都哑了：“老爷，您救救小舅舅，他要死了！”云家的保镖不敢动云子京，可祝家的保镖却敢。跟云子京一起被送去医院的还有祝悠悠，一连高烧昏迷3天，把所有人都急坏了。偏偏嘴里还一直说着：“小舅舅，你不要死。”祝夫人心疼孙女，也心疼从小看着长大的云子京。她安抚身边的闺蜜：“玲玲，子京怎么样了？”“不太好，子京有凝血障碍，身上伤口没有及时处理，已经化脓了。她不愿意别人靠近她。我跟阿卓也不知道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她也闭口不提。如果不是悠悠，我怕是没了这个儿子了。阿卓要送子京去美国治疗，苏苏，我该谢谢悠悠救了子京的命。”乔苏是祝夫人的名字。没事就好。玲玲，云家太复杂了，不比祝家，你跟云卓要早做打算。他们会对子京下手1次，就会下手第2次。云子京的送离帝都的第2天，祝悠悠醒了，闭口不提云子京。云子宁让女儿离熙暖去问，祝悠悠却表示不知道小舅舅怎么了。医生的得出，
祝悠悠是心理创伤后遗症，选择性遗忘了自己害怕的事情，忘记了对祝悠悠来讲也不全是坏事。1年后，云卓夫妻在祝家和黎家的帮助下夺了权，云氏财阀成为历史，帝都云家被重新洗牌。云子金却没有再回帝都，一直到4年后，祝悠悠18岁，云家宣布祝悠悠订婚对象是云家大房的小少爷云宣泽。得到消息，云子金连夜回国，掌权云林国际，掌权云家。那个时候，云子金24岁。再次见到祝悠悠的时候，是他跟外甥女黎希暖逃课去看演唱会，被请家长。黎希暖是怕挨打，而祝悠悠是不想找妈妈。妈妈很忙，他爸爸有了别的孩子。黎希暖想了一下，要不我给小舅舅打电话呗，小舅舅也是家长啊。祝悠悠觉得可以，点点头，俩人剪刀石头布，黎希暖输了。他给云子金打电话，云子金说了句再开会，没空，让你爸妈去。黎希暖怂恿祝悠悠打电话，教导主任盯得祝悠悠头皮发麻，只能重新拨通云子金的电话。正在会议室的男人果然散发着阴沉的气息，见黎希暖又打来电话，示意助理打发了小丫头。第31章，你乖哦。助理刚接通，电话里头的小姑娘小声喊了句小舅舅。云子金后背一僵，伸手跟助理拿回手机，起身说了句散会。20分钟后，云子金出现在帝都大学的教导主任办公室，盯着2个小姑娘乖乖写了检讨后，领着人离开。床头柜上的手机屏幕亮起，云子金的思绪被拉了回来。他放下怀里的小姑娘，起身换了身西装，头发重新梳理的一丝不苟，清冷金贵。祝悠悠睡醒的时候，休息室内只有他一个人，枕头边放着一套新的连衣裙，最上边的是内衣内裤。祝悠悠起身脱下男人的衬衫，把裙子换上，款式是他喜欢的，码数也该死的合适。总裁办公室里，祝悠悠坐在办公桌上，把黎希暖发给他的设计图拆解出来，方便制作时布料的裁剪。小陈总，您不能进去，云总去开会了，麻烦您到会议室等。我凭什么不能进去？我们陈氏是云氏最大的合作伙伴，我代表陈氏来跟云氏谈合作的。徐家挨了一巴掌，还是死死的挡在玻璃门前。祝悠悠听见外面的吵闹声，放下笔。拉开门时，徐家回头看向祝悠悠，一脸歉意，抱歉祝小姐，打扰您了。没事，脸怎么了？祝悠悠的指尖划过徐家脸上的手指印，打量面前一身包臀职业裙的女人。云子金不在，会客室在哪边？祝悠悠冷声开口，对上陈巧阴狠的眼神，丝毫不怯场。听见祝悠悠直呼云子金的名字，陈巧面容微微扭曲。徐秘书，这就是你说的办公室别人不能进？那他凭什么可以进？徐家欲言又止，他是我们云总的。祝悠悠按住他的肩膀，你去忙吧。徐家生怕这位毫不讲理的小陈总欺负了他家总裁夫人。祝小姐，云总说过办，没关系，有我在，他不会怪你们。祝悠悠对陈巧说，进来吧。他回到办公桌坐下，继续他手上的工作。见他坐在云子金的位置，打量着面前这张未施粉黛却足以让人嫉妒的脸。你姓祝？陈巧脑袋里带入了这个姓又能跟云子金扯上关系的人。祝家大小姐。祝悠悠没有抬头，就说了句是。陈巧拉开祝悠悠面前的椅子坐下，随手翻开面前的文件。祝悠悠冷声开口，你手上那份资料是云氏集团的机密，这位小姐是想盗取云氏的机密。陈巧不信他，漫不经心地翻开看，骗谁呢？机密文件会放在桌子上。收到徐家信息的云子金匆匆结束了会议，回到办公室，看见他的小姑娘安然无恙，才松了口气。齐谦，请法务部的人过来。听见声音的祝悠悠抬头冲云子金招招手，我提醒他这是机密文件，他不信。陈巧连忙合上文件，云总，我不知道。云子金捏了捏祝悠悠的鼻尖，时间还早，怎么不多睡会？有工作，睡不着。陈巧站起身，拉了拉身上的包臀裙，云总，我是陈氏集团的副总陈巧，我爸爸已经把无人机的那个项目交给我了，我今天来是跟你。云子金站在祝悠悠身边，低头看着他画画。齐谦带着法务部的人过来，把办公室的监控画面打开放在陈巧面前。小陈总，您刚刚拿的是云林国际对东郊那片地的竞标方案，属于云林国际目前的最高机密文件，监控录像已经拍下来了，请您跟我们法务部走一趟。陈巧慌了，他确实不知道竞标方案这种重要文件不应该锁起来的吗？为什么那么随意就放桌子上？云总，我不知道这个是竞标方案，而且我只是翻开而已，没有仔细看。云子金从抽屉里拿出一条橡皮筋，给祝悠悠扎头发。低着头的祝悠悠没有看见，
但站着的陈巧却看见了柜子里那盒红色的 BYT。她把自己低胸的连衣裙往下拉，扫过办公桌，准备走到云子京的身边。齐谦眼疾手快地把人扯住：“小陈总，还请您跟我们走一趟。”他直接扭着陈巧的手臂把人拖走。云子京慢慢合上抽屉，心里说了句：“可惜了。”祝悠悠在他没有看见的角度里勾了唇。他看见了，半个小时前他找 A4 纸的时候就看见了。云子京从一开始的站着，到后来直接靠坐在办公桌，眼神一直盯着他的小姑娘。白皙的天鹅颈，领口下还有若隐若现的粉色痕迹。祝悠悠抬头对上他泛红的眼睛，才明白他在看什么。他若无其事地放下铅笔，扬起脖子：“小舅舅，我得去一趟孙氏集团。”云子京推开桌子上的设计图，手伸到他的腋下，把人提起来放在桌子上，自己站在他的腿间。“去那里干什么？”“工作室需要一批浮光景，那边有，我去谈合作啊。”云子京低头亲他的额头：“白氏也有，我给林鹤打个电话，让他送过去。”祝悠悠摇头：“你别忘了，我虽然姓祝，但也有孙氏集团20%的股份。我现在结婚了，股份的归属权自然就到我手里了。我从自己家拿点东西，不要白不要。”云子京1.89米，即便祝悠悠坐在办公桌上，他也高他2个头。这样的视角比刚刚看的还清楚。他抬起他的下巴，低头亲吻。“可是，老婆，我想了。”祝悠悠捂住他的嘴巴：“大白天不可以羞羞哦。”云子京痞笑：“那晚上就可以。”“不行哦，我晚上要陪妈妈去参加一个拍卖会，然后会在祝家睡觉觉哦。”本来昨天就要回的了，但是昨天在云家吃饭，祝景便没让他一起回。祝悠悠在他的唇上亲了一口后，跳下桌子，坐在他的老板椅上穿鞋。云子京蹲下帮他扣带子：“老婆，我不想独守空房。”祝悠悠的手拍了拍他的头发：“你乖哦，你29岁了，要自己睡觉。”他站起身，低头在他的耳边说：“柜子里的套，我看见了哦，下次用。”云子京反应过来想抱他的时候，他已经拿上设计图跑开了。拜拜小舅舅。第32章，我反胃。云子京失笑，吩咐齐谦送祝悠悠去孙氏集团。他倒是想亲自送，怕他别扭。祝悠悠刚打了个车，齐谦便开着男人黑色的迈巴赫从车库上来。“夫人，总裁让我送您。”祝悠悠看了一眼自己打的车，再看看面前9位数的豪车，果断取消自己打的宝马车。“齐助理，上次的事，小舅舅有没有罚你？”齐谦的心头咯噔一下：“没，夫人，云总没罚我。”“哦，我还想说你被扣工资了，我不紧你呢。既然没有，就算了。”齐谦心如死灰：“夫人，扣了半个月的工资。”呜。20几分钟后，车子停在孙氏集团所在的大厦楼下。孙氏集团是祝景跟孙正东结婚后，祝景白手起家的。除了10几个小股东在，孙正东持有25%的股份。祝景手里的20%已经在两人离婚的时候给了女儿祝悠悠，只不过上面写明了，祝悠悠必须在结婚以后才能持有他母亲给的股份。“谢谢你，齐助理。”祝悠悠的助理糖糖已经拿着文件等在孙氏集团的门口。“悠悠姐，他们不让我进去。”祝悠悠牵着他的手，拿过文件看了一眼，500块给多了。他走到前台敲了敲，正在打 TMI 的前台头都没有抬一下。“都说了，没有预约见不到我们产品部的经理，小年纪就耳背。”祝悠悠面若寒冰，眸色多了几分厌恶。“孙氏的大小姐也要预约？”前台嗤笑一声：“你哪位小姐？哪家夜店的小姐？”“糖糖，你……”祝悠悠拦下他：“我这家公司的大小姐有问题。”“哈哈哈，笑死个人了！你美女，我承认你长得是不错，不过跟我们大小姐比起来还差得远了。我们大小姐可是当红小花孙静飞，现在又是帝都云家小少爷的未婚妻。云家，你知道是那个云家吗？”前台趾高气扬的样子让糖糖想抽他一巴掌。“悠悠姐。”祝悠悠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眼神，扫了一眼前台的工牌，还有那开了领口的衬衫下那件红色的。他抬手揉了揉眼睛，好脏。“谢小静。”“谢小司是你什么人？”谢小静站起身叉腰：“小贱人，我们老板娘的名字也是你配叫的。我是我们老板娘的堂妹，怎么样，怕了吧？”祝悠悠捏着鼻子，拉着糖糖往后退了2步：“是挺怕的，一股子令人作呕的小三气息，我反胃。”他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谢小司这个堂妹也爬了孙正东的床吧？谢小司要是知道他疼到骨子里的堂妹爬了自己老公的床，不知道会不会气到流产。见祝悠悠往里走，谢小静跑上前抓他的手臂。他心里想着，要是这个小贱人勾引了唐姐夫，
那他好不容易抢来的荣华富贵不就没了？你们不能进去，小贱人，说了不能进，耳朵聋了吗？堂堂怕他伤到祝悠悠，转身挡在他面前，结果被谢小静的美甲抓伤了脸。小唐，没事吧？祝悠悠把人拉到自己的背后，一巴掌狠狠甩了上去。穿着高跟鞋的谢小静重心不稳地摔在地上，不对，是趴在地上。打我的人，你算是什么脏东西？谢小静捂着脸站起身打电话，姐夫，你快来啊，有人打我。保安呢？都死了吗？听到动静的保安带人过来，看到是祝悠悠，看往后退了2步。保安队长跟祝悠悠打招呼，大小姐，您没事吧？这个保安队长是祝景招进来的，自然认识祝悠悠。谢小静听见他喊祝悠悠大小姐，吼道，你叫这个贱人什么？你眼瞎了吗？孙正东带着4个月的啤酒肚走来，都吵什么吵？这是公司，不是菜市场。谢小静看见孙正东捂着脸，上前拉孙正东的袖子，姐夫，就是这个女人，她没有预约要进去，我不让，她就打我。祝悠悠对保安说，你们去忙吧，我都不知道，我来自己家的公司还需要预约。孙正东推开谢小静的手，悠悠，你怎么来了？找产品部的刘经理谈个合作。孙总，别怪我没提醒你，距离我收回别墅的时间只有2天了哦。祝悠悠带着糖糖上楼，孙正东愣在原地。谢小静把自己的凶器靠着孙正东的手臂，姐夫，他是谁啊？孙正东瞪他，你说说你惹他干什么？她是我女儿祝悠悠，祝家的大小姐，你一口一个贱人，想死别赖上我。自从那天他打了祝悠悠一巴掌，祝悠悠让他把别墅还给他，隔天祝景直接让人打了小四2巴掌，动了胎气以后他就消停了，没什么比他儿子平安生下来更重要。你少惹他，他不是省油的灯。谢小静不高兴，嗲声嗲气，哎呀姐夫，她是你的女儿，你要教训她不是应该的吗？她打我，你看我的脸，还有我的胸都摔疼了。孙正东吞了下口水，晚点来我办公室，我替你检查检查。白氏集团的人还在办公室，他不能逗留太久。行了，我让助理给你买个包，要什么款发过来吧。祝悠悠没有去产品部，而是直接进了孙正东的办公室。白灵鹤的助理看见他连忙起身，祝小姐。祝悠悠点头，算是打过招呼，来谈合作。是，玉纱布料的合作。孙正东推开门，看见祝悠悠站在他的办公室里。你到底来这里干什么？他语气冰冷，不难听出话语间都是嫌弃。脚长在我身上，我爱去哪里去哪里。祝悠悠把合同扔在桌子上，我要浮光景，这是合同，看一下没问题就签了吧。孙正东翻开合同看了一眼，差点心肌梗塞。500块，祝悠悠，你当老子这里是批发市场啊？祝悠悠拿起桌子上的笔，抢过他手里的合同，划掉一个0。不好意思，写多了，赶紧签。你这地方我多待1分钟都觉得晦气。第33章，你正常一点。白灵鹤的助理抿着唇偷笑，他不是第一次见祝小姐，但是这么损的大小姐他第一次见。50块买浮光景，买线头都不够吧？孙正东把文件拍在桌子上，按照市场价5万1匹。祝悠悠嗤笑一声，拿起合同给糖糖，陈助理，有空喝杯咖啡吗？突然被点名的陈助理站起身，祝小姐相邀，自然有空。他合上准备签约的合同，孙正东慌了，陈助理，您看这合同咱们还没签呢。陈助理露职业微笑，不好意思啊，孙总，这份合同没有跟祝小姐喝咖啡重要。眼见人要走，孙正东出声，等等，合同拿来。糖糖连忙把合同翻开到最后一页。孙正东签完字以后，祝悠悠勾唇一笑，小唐，你带现金了吗？糖糖在包里找出45块钱的散钱，一脸抱歉，悠悠姐，只有45。一旁的陈助理轻咳一声，从公文包里拿出一张50块钱，祝小姐，我这里有现金。糖糖把45块塞给陈助理，换了张50块放在桌子上。孙总，货款结清了。祝悠悠拿着合同去了产品部，让他们送50匹浮光景到琉璃阁。产品部的经理看见上面的金额，忍不住擦了一下眼镜。大小姐，这个金额？祝悠悠点头微笑，有问题吗？你们孙总亲笔签名，我能打个电话吗？祝悠悠，你随意。办公室里准备跟陈助理签约的孙正东咬牙切齿，给他拿。他气得眼睛都瞪大了3分，250万的东西他就给他50块，孽女。祝悠悠拿着合同离开孙氏集团的大厦，上了糖糖粉红色的冰淇淋车。糖糖不太好意思，悠悠姐，抱歉啊，我这个车比较破。
让他天使老板坐他这辆小破车，真的是这辆车三生有幸。祝悠悠正在点外卖，低笑道：“很可爱啊，代步挺好，改天整几辆给你们当员工福利。”他拍了个照片给正在开会的男人：“小舅舅，这个车可爱吗？”云总开小差，没你可爱。祝悠悠错愕了2秒，本人。云子金低笑出声：“你的人。”等了2分钟都没等到回复的云子金又打了一句：“宝贝，你为什么不秒回我信息？”祝悠悠低笑一声：“我去轮回了。”云修，你正常一点，我害怕。云子金每次一听到祝悠悠喊他云修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做错了事。云子金，好，我正常，你别怕。粉色冰淇淋，安全速度行驶。祝悠悠按了一下30码的仪表盘。小唐，咱能快点吗？我点的外卖都要到了。糖糖握住方向盘，对祝悠悠说了句：“悠悠姐，您坐稳了。”10分钟后，车子停在琉璃阁门口。祝悠悠下车的时候，觉得自己脑子还是猛的。糖糖连忙上前扶她：“悠悠姐，你没事吧？”祝悠悠按住心口，深呼吸：“没事，车开得很好，下次我自己开车就好了。”天啊，终于有人开车比李喜暖还吓人的了。李喜暖正在安排人把浮光景收到布料架上，见祝悠悠进来，有些意外：“小舅妈，你怎么来了？这是我的工作室，我不能来。”祝悠悠把包里的设计图递给他：“这是草图，你看看，要是没问题就统计一下布料，明天开始做。”李喜暖问他布料买了多少钱，祝悠悠比了个500万。妈的，孙氏要明抢吗？祝悠悠摇头：“不是，按照孙氏亏损的状态，都不知道值不值500万。这点布料敢要我500万，我就把仓库点了。”李喜暖对他竖了个大拇指：“50万，这个价格还过得去，1万1匹，捡漏了。不过你怎么没让财务打款呢？虽然50万对他们来说就是买个包的钱，但是公私分明嘛。”祝悠悠把合同翻开，放在李喜暖面前：“你看看，我勒个，我没看错吧？50块，人民币吗？”祝悠悠端起面前的葡萄美式喝了一口，本来想给他500块的，谁让孙正东小四不长脸，想打我，我就划掉个零头哦。小四，李喜暖闻到了八卦香，什么情况？你爹又出轨了？哼，这次养的还是小三的妹妹。李喜暖，我的3观碎了。趁着时间还早，俩人进了制作室，直到祝景打电话来：“悠悠，出发了吗？”祝悠悠，妈妈，我刚忙完，现在过去。昨天开了云紫金卡宴，还在停车场，正好不用喊司机过来接。李喜暖拉住他的手：“悠悠宝贝，你不爱我了。”祝悠悠揉了揉李喜暖发丝：“乖别闹，陪妈妈去参加个拍卖会，你要去吗？”“当然去。”俩人先去做了个造型，换了礼服后才往拍卖会场去。李喜暖把前几天美容院里发出去的帖子给祝悠悠看：“宝，现在网上都在猜你是谁。”祝悠悠白皙的手指打着方向盘：“很快就知道了，听说今晚的拍卖会孙静飞也会去，好戏开场哦。”拍卖会的现场，1楼是自助餐，此时已经人来人往了。帝都8月8的拍卖会1年1次，很多奇珍异宝都有可能出现。俩人一进门的时候，已经有人递上今晚拍品的手册了。“悠悠，你有喜欢的吗？”祝悠悠翻了几页后摇摇头：“这些东西我都有差不多了，收藏的价值不是很好。不过这个胸针我觉得还可以。”李喜暖看了一眼，一脸坏笑：“宝贝，这是送我舅舅的吗？鸽子血云朵形状的胸针，起拍价360万。”祝悠悠喝了口香槟：“不可以吗？他送了我一整个衣帽间的东西，上次没有拍到的那条克什米尔蓝钻的小雏菊项链也在其中。”李喜暖眼冒星星：“宝贝，我可以拿个麻袋去你家装点好东西吗？”祝景姗姗来迟，身后还跟着一个中年男人。祝悠悠漂亮的眉心微拧：“妈妈，干妈。”祝景捏了捏2个小姑娘的脸颊：“暖暖也来了，今晚看下什么就拍下来，干妈买单。”李喜暖吧唧亲了一口祝景：“那我不客气哦，谢谢干妈。”祝悠悠一直盯着目光放在祝景身上的男人：“妈妈，他是谁？”祝景眼中有些慌乱：“合作伙伴而已。”第34章垃圾桶配垃圾袋。他没有多想，只是觉得那个人面容有点熟悉。拍卖会开始的时候，李喜暖扯了一下祝悠悠的胳膊：“宝，你看，渣男贱女来了。”孙静飞挽着云轩泽的手臂，俩人走得很慢很慢。云轩泽的脸色苍白无力，穿上白色西装就像白无常一样来勾鬼。祝悠悠眼底掠过一丝厌恶：“暖暖，让人把我跟云轩泽有过婚约，现在婚约解除的事发出去。”孙静飞身为公众人物，大摇大摆出现在这里，就证明他们做好了官宣的打算。既然如此，
他这个做前女友的怎么能不加把火呢？黎希暖给帝都最大的娱记发了匿名邮件，不到5分钟的时间，2条帖子同时上了热搜。宝贝，你说小舅舅会不会生气？祝悠悠低笑，会吧。他生气，他就哄他呗。好巧不巧，渣男贱女坐在他们右手边第3个位置。云轩泽也注意到了祝悠悠，脸色沉得不像话。阿泽，你在看什么？孙静飞今晚穿了一条粉色的抹胸高腰裙，小鸟依人的靠在云轩泽的肩膀上，他的手掌时不时的抚摸自己的小腹。没什么。拍卖会开始后，云轩泽先后拍下了几样首饰，场内的摄像机几乎都是对着他们俩的。那是云家的小少爷吧？他身边那个女人是谁？听说云家跟祝家有婚约，他的未婚妻不是祝家大小姐吗？你还没看热搜吧？婚约解除了。他身边那个女的是孙家的祝大小姐同父异母的妹妹。呸！一个小三的女儿，人家祝大小姐是帝都名媛，她算是个什么脏东西？小三的女儿还是个戏子。祝悠悠勾勾唇，小口小口抿着果汁。拍卖会还在继续，祝悠悠拍了副黑白暖玉做的围棋，是祝老爷子的心头好。祝大小姐也来了，她身边那位是黎家的小姐吧？是啊，帝都谁不知道他们形影不离呢？孙静飞的手指甲几乎掐到肉里。为什么哪里都有祝悠悠？明明就是他妈妈抢走了妈妈的老公，他抢走了自己的爸爸，他才是孙家的大小姐。孙静飞沉浸在自己的嫉妒里，丝毫没有听见云轩泽喊他 Fair 啊，阿泽，你说什么？云轩泽的手心贴在他的小腹上，问你是不是不舒服，怎么脸色不太好？他自己身上痛得要命，但是奶奶想让他借这个机会告诉别人，跟他有婚约的是 Fair 还怀了他的孩子。孙静飞靠在他的怀里，没有不舒服，就是有点羡慕姐姐。大家都知道她是帝都祝家的大小姐。云轩泽，没关系，很快大家就会知道你是云家的小少夫人了。拍卖会上，此时呈现的拍品正是祝悠悠看上的那款胸针，纯种鸽血红宝石，有极高的收藏价值。现场的竞争也很激烈，从360万到660万，其中就包括孙静飞。主持人，孙小姐出价660万，还有没有更高的？对着镜头，孙静飞笑得一脸温柔。阿泽，这个胸针跟你很配的，我拍下来，我们订婚的时候戴好不好？因为云家的关系，现场认识云轩泽的人也会卖个面子，不再加价。可祝悠悠就不是了，他冷哼一声，垃圾桶就跟他们很配。700万。孙静飞脸都黑了，但是摄像机又对准他，他都说好了要拍下来送给阿泽的，妈妈就给了他800万。孙静飞730万，黎希暖780万。他回头冲孙静飞挑眉，还竖了个中指。祝悠悠低笑出声。被挑衅的孙静飞毫不犹豫地站起身，800万。黎希暖还要举牌的时候，被祝悠悠按下手。暖暖，小舅舅值得更好的。被他们惦记上的东西脏了。最后，孙静飞刷卡800万买了个胸针。3楼房间的男人眼神里一直盯着视频里一脸小九九的姑娘。小坏蛋！云子金把玩着刚刚拍下的流苏耳坠，他刚刚直接点灯10倍价格拿下的，他不想自己看上的东西被人惦记。摄像头扫过祝景身边的男人，云子金眉心皱了一下。齐谦，去查一下祝总身边的那人是谁。那个人的眼睛跟他老婆的眼睛太像了。不，因为是他老婆跟他长得像。会是他想的那样吗？拍卖会结束时，孙静飞挽着云轩泽上前送请帖。姐姐，李小姐，好巧你们也来参加拍卖会啊。见他们爱搭不理，孙静飞气的指甲一直扣着掌心，脸上又画着笑。祝景注意到女儿的动静，连忙上前，宝贝，暖暖。孙静飞从包里拿出请帖递给祝景，景姨，我跟阿泽要订婚了，来给姐姐送请帖。祝景冷笑一声，你跟我女儿的前未婚夫订婚，来给我女儿送请帖，拿我女儿做跳板。谁给你的脸？一个小三的女儿，来我女儿面前做跳梁小丑。孙静飞眼底蓄满了眼泪，景姨，我没有这样想的，我只是……祝景替他回答，你只是怀孕了，所以我女儿让位。垃圾桶和垃圾盖挺合适。黎希暖低笑出声，干妈，你好可爱啊。祝景身边的男人没忍住笑出声，眸色里都是宠溺。我的天啊，这位爷怎么来了？哪个爷？云三爷吗？才不是，祝总身边那个男的，萧家那位，萧寒。祝悠悠眸色震了一下，萧寒，好熟悉的名字。昨天才丢了脸面，今天又被羞辱一番的云轩泽脸色一片漆黑。祝阿姨，我怎么说也是云家的小少爷，菲儿是我的未婚妻，你这样说是在打云家的脸吗？
不等祝锦出声，一道冷冽的嗓音出现：“呵，云家的脸，云家的脸不是都让你丢尽了吗？”网上热搜满天飞，云家小少爷出轨当红小花孙静飞。孙静飞是云小少爷未婚妻的继妹，云祝两家解除婚约，孙静飞未婚先孕，祝大小姐被戴绿帽子。云子金的身影出现，围观的人已经主动让出一条道路。第35章，我做长辈的还没结婚。对上祝锦，云子金是有点不知所措的，他到底要叫姐还是叫妈？他要是知道他是他女婿，他会不会死？云轩则拉着孙静飞后退2步，小叔。孙静飞看着云子金那张脸失神，娇羞开口：“小叔。”黎希暖忍不住干呕了一下：“小舅舅，好恶心啊！”云子金拧眉，好好说话。他哪里恶心了？小叔，我要订婚了。云子金往祝悠悠面前一挡：“关我什么事？你不是都当爹了吗？还订什么婚？多此一举。我这个做长辈的都还没结婚，你想越过我这个家主吗？”他身后的祝悠悠挑眉一笑：“没结婚吗？好啊。”孙静飞手里的请帖都快捏碎了，他们请帖都发了，他现在说让他们不做订婚。小叔，可是我自己……闭嘴，谁是你小叔？孙静飞被云子金冷声吓得发抖，一脸泪痕地看着云轩泽：“小叔，菲儿怀孕了，我们……”云子金冷笑：“整个帝都都知道你出轨还怀孕了，我能不知道？”云轩泽不敢再吭声，只是说了句知道了。拍卖会的人端着祝悠悠拍下的黑白暖玉棋子过来：“祝小姐，这是您拍下的，成交价格150万。”祝悠悠刚准备从包里拿出卡，一张黑卡已经放在托盘上，没有密码。祝悠悠拿起黑卡，把自己的金卡放下：“小舅舅，让您付款不合适。”云子金拧眉：“哪里不合适？您没结婚，当然不合适，会被人说闲话的。”云子金愣了2秒，回旋镖戳进心头：“我……”祝锦低笑出声：“走吧，悠悠，老爷还在家里等你。”一行人走到停车场，祝锦看了眼女儿开的车，眼角的笑意都下不去，赶紧给闺蜜打电话。不出意外，她丈第3声备份了。云子金的手搭在车窗上：“老婆，可别，云三爷刚刚还说自己没结婚呢，一会让别人听见又得上热搜。”云子金准备拉开门上车，黎希暖好心提醒：“小舅舅，我跟干妈还在这呢。”车子开走，云子金一个人站在原地。齐谦开着黑色劳斯莱斯出现：“云总，这是刚刚那位的资料。”云子金点了根烟：“港城销价夺权那位？”“是，听说他失踪了15年，7年前回到港城，不声不响夺了萧家的权，整个萧家重新洗牌，连他父亲都被捕入狱。”后座的男人手腕搭在车窗上，指尖的那一抹红点在燃烧。“还有呢？”齐谦笑道：“云总，您聪明，说人话。萧总是祝总的是初恋，两人的恋情曾经也是轰轰烈烈的，可突然萧总就消失了，再过3个月，祝总就结婚了。”云子金把指尖快要燃尽的烟弹出窗外，打了个电话：“木山，想办法拿一下萧寒的头发。”齐谦错愕：“云总，您是怀疑？好奇害死猫？如果是他想的那样，那港城那边势必有人对悠悠虎视眈眈。”祝悠悠送完黎希暖回公寓后，就回了祝家。祝军律正在跟老管家下棋：“老爷怎么还不睡？”“囡囡回来了，来陪老爷下盘棋。”祝军律对外孙女招招手，老管家连忙起身让开位置：“大小姐，我让人为您热杯牛奶。”祝悠悠很认真地陪助老爷子下棋，只是放在旁边的手机一直响个不停。“囡囡，你不看看信息？”“不用看，老爷，下棋要专心，你快要输了。”祝军律放下手里的黑棋：“悠悠，你告诉老爷，你对婚事是怎么考虑的？你妈跟哪个畜生离婚的时候有过协议？那些股权房产都必须要你结了婚才能生效。虽然咱家不缺那点3瓜2枣的，但那些是你妈妈辛苦10多年打拼下来的，不能便宜了外人。”祝悠悠起身坐在地上，脑袋靠在祝军律的腿上：“老爷，如果我说我选云子金呢？您跟妈妈会不会有意见？毕竟我得喊他小舅舅。”祝军律抚摸着孙女的头发：“又不是亲舅舅，你姥姥要是还在，肯定很开心你的选择。”祝悠悠坐在地上抬头：“老爷，妈妈呢？他刚刚要是没看错的话，妈妈是跟那个什么萧家的家主萧寒离开的。这个人上一世好像没有出现过。他说有事不回来了。”祝悠悠试探性开口：“老爷，您今晚的酱鸭要吃了吗？”“吃了吃了，你一天问3回，还让管家盯着，我能不吃吗？”管家端了杯牛奶放下，祝悠悠让他把血压仪拿过来：“那您量一下血压，我有件事想告诉你。”
祝君律一脸慈笑，眼里都是对孙女的宠爱。好好，囡囡说什么就是什么。囡囡啊，是什么大事需要量血压？你说吧，老爷撑得住。5分钟后，祝悠悠贴在祝君律的耳边：老爷，我结婚了。祝君律手里的紫砂茶杯摔在地上，一脸震惊地看着他：悠悠，你逗老爷玩的吗？真的，我今天没有带结婚证回来，下次拿给您看。祝君律沉默了好几分钟后开口：是紫金。是他。什么时候的事？几天前吧，就是我爸打我的那天。祝君律神色复杂地看着孙女：你妈妈知道吗？不知道。老爷，我想过段时间再公开。祝君律笑了几声，怪不得昨天在云公馆的时候，那小子那么紧张你。既然是他，那老爷没什么好说的。在他眼里，放眼整个帝都，能配得上他孙女的，也就云子京了。祝悠悠刚上楼洗澡，管家就来说云三爷来了。祝君律浅笑，他倒是粘得紧，让他进来吧。云子京一身黑色西装，手里还拿着一幅画。祝叔，今天在拍卖会得来幅画，知道是您的心头好，给您送来了。祝君律让管家收下，示意云子京坐下说话。来人眼神一直往楼上瞥。这么晚来找悠悠？没，就是想把画给您送过来。祝君律，什么画需要云三爷亲自送？忽悠我？祝叔，我只是……你该喊我老爷。云子京懵了，突如其来的见家长让他手足无措。祝叔，您在说什么？祝君律站起身：子京，跟我来书房。第36章，你未婚已修改。祝悠悠洗完澡，站在阳台上擦头发，看见停在院子里那辆熟悉的劳斯莱斯幻影。他来了。他拉开门跑下楼，可是大厅空无一人，连老爷都不在。可是那个车牌就是他的，镶边的，想不认识都难。他跑回楼上，想要拿手机给他发信息，却撞见他从书房出来。云子京盯着他白皙小巧的玉足，二话不说，弯腰抱起他往楼上走去。祝悠悠勾着他的脖子小声问：你怎么来了？老爷没有为难你吧？他哑声开口：关心我。祝悠悠傲娇抬头：才不是，你未婚。云子京低笑亲他的唇角：谢谢老婆给我名分。3楼的公主房里，云子京蹲在地上给他擦脚，天热也不能赤脚走路。你管我？你说你没结婚哦。他洗干净手，从西装口袋里拿出那对流苏耳坠给他。小祖宗，别生气了，礼物。我只是不想他打着云家的旗号而已。再说了，你是云家的家主夫人，他们能不能结婚，你说了算。祝悠悠打开首饰盒，是刚刚拍卖会上刚拿出来就被点灯拍下的钻石耳坠。败家，这耳坠哪里值500万了？说是这样说，他还是很喜欢的。小舅舅，你说我不同意，他们就结不了婚。那孙静飞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云子京坐在他的粉红色公主床上，搂着她的细腰，把人放在怀里。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只要悠悠开心，他可以是私生子。祝悠悠，那是不是我想要云轩泽娶谁，他就要娶谁？男人啃着他的脖子，你开心就好。祝悠悠推开他，好了，你可以回家了。老婆，你未婚。云子京，死嘴。祝悠悠的睡裙领口已经被他拱开，春光外泄。云子京蹲在地上：老婆，你跟我一起回家好吗？不可以哦，我答应老爷明天陪他吃早饭。男人站起身开始脱衣服。喂，你干什么？你……祝悠悠，你快给我出去，不让我喊人了。云子京抱起他进了浴室，笑意甚浓：喊吧，我带结婚证了。你未婚。被轻猛的祝悠悠被他放在洗漱台上，眼神掠过那处，美色诱人。祝悠悠吞咽口水的声音太大，又恰好云子京正好关掉花洒。他轻笑：宝贝，好看吗？祝悠悠下意识撇开头：有什么好看的，这就跟生物课本上的区别也没多大。云子京被气笑了，玩味地向他走来。祝悠悠刚想从洗手台上跳下来，就被人抓住了腰。标本。祝悠悠气急败坏：你臭流氓啊！乖，去车里帮我拿套换洗的衣服来。祝悠悠躲开他的吻：我不，你有本事自己去。云子京唇角微勾：我没本事，我可以不穿。几分钟后，祝悠悠睡裙外面套着一件男士西装，手里把玩着车钥匙。他按照云子京说的，到后座的储物盒里拿出他的换洗衣物，从衬衫里调出来一盒。祝悠悠捡起来放进西装口袋的兜里。回到房间的时候，男人围着他的蓝色浴巾坐在沙发上打电话，那姿势跟暴露狂实在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他甚至都能看见。哎呦喂，
非礼勿视。祝悠悠把衣服塞在他的怀里，示意他赶紧穿上。他嗯了2句后挂断电话，把衣服放在沙发上，走向床边。老婆，你的浴巾太小了，我都遮不住。祝悠悠很想扯掉他腰间格格不入的蓝色浴巾，扔在他脸上。遮不住？那你回庄园去，那边的浴巾大条。说完，他掀开被子，躺下背过身去。云子金躺在被子上，把人抱进怀里。我老婆在哪里，我就在哪里。祝悠悠，云总，需要我提醒一下吗？3个小时前，你跟你侄子说你未婚，这事是翻不了篇了是吧？老婆，我觉得明天就应该昭告天下我已婚的事情，让家里那些旁支有时间准备见面礼。祝悠悠摆摆手，不，你未婚？为他妈！云子金发誓，他再也不口嗨了。腰间被人扣住，往怀里带。云子金贴着他的脖子问：宝贝，腰还疼吗？那里还疼吗？祝悠悠感觉自己双腿开始酸痛无力了。疼？不疼也要说疼，毕竟这里是祝家，老爷还在楼下呢。弄出点动静他没法见人。温热的呼吸洒在他的耳垂。老婆，我现在也好疼。祝悠悠浅笑，那你自己给自己治治，你才是我的医生，要你治才会好。浴室里，云子金伺候他洗漱，一边亲吻他的手心、他的眼尾、他的耳朵。祝悠悠踢他，你可以离开了。这双死手，明天还能拿得起剪刀和针线吗？他决定好了，那盒东西不会被他看见。云子金躺上床抱他，离不开，睡吧，明天我们一起陪老爷吃早饭。祝悠悠往他的怀里拱，你倒是叫得顺嘴。孙家别墅里，孙静飞把自己的卧室里能砸的东西砸了个遍。妈妈，怎么办？云家不同意我跟阿泽订婚，他马上就是云家的小少夫人了。明明他已经夺走了属于祝悠悠的男人，为什么还出现一个云子金？谢小四的脸颊还是肿的，嘴角的淤青2层粉都遮不住。菲菲，你要记住，你现在最大的筹码就是你的肚子，只要你给宣泽生个儿子，还怕进不了云家的门？他们大家族最看重传宗接代了。孙静飞稳定下情绪，抱着谢小思，妈妈，为什么所有人都护着那个贱人？网上的人都在骂我。谢小思的小腹微微隆起，手放在腹部上抚摸。菲菲，你要妈妈说多少次才懂？你要学会利用你肚子里的孩子。他们骂就让他们骂，你澄清不就好了？岳云夫人喝个下午茶，拍几张照片，就算没结婚，大家也会默认你是云家的少夫人。第37章，你好脏啊！次日一早，祝锦一脸疲惫的回家，完全就忽视不了坐在自己女儿身边喂女儿吃饭的人。子金，你那么早来，有猫腻？云子金犹豫了好久，开口：我昨晚就来了。祝悠悠连忙伸手捂住他的嘴巴，示意他把嘴闭上。祝锦拉过父亲身边的椅子坐着，佣人给他拿了套碗筷。说吧，你俩什么情况？妈妈，我们……妈！祝悠悠，祝锦，你别乱喊。云子金握住他捏住勺子的手，老婆，我迟早要改口的，让妈适应适应。祝锦捏了捏眉心，你让我缓缓。他倒是看出来两人之间的眉来眼去，以为只是谈恋爱什么的，就是闺蜜的亲弟弟成了自己的女婿，还有点不太适应。你俩谈恋爱？祝悠悠沉默，而云子金从西装口袋里掏出结婚证，放在祝锦的面前，合法谈恋爱。祝锦拿过结婚证，反复看了好几分钟，确定是真的。他拿出手机，我能拍张照。云子金点头，您随意。突然对他这么恭敬有礼貌，祝锦有点不太习惯。子金，你跟悠悠结婚这件事，你爸妈知道吗？上面的日子已经是1个礼拜前的事了。也就是说，在悠悠跟云轩泽解除婚约之前，云子金还不知道。祝锦把结婚证还给他，那你怎么打算？订婚、求婚、婚礼一样都不会少，我已经在准备了。云祝两家本来就有婚约，云轩泽出轨，我履行云家对祝家承诺，挨骂的只会是别人。妈跟老爷放心。祝悠悠全程缩小自己的存在，一直到吃完饭，祝军律让云子金陪他下棋。祝悠悠母女上了楼，没等祝锦开口，祝悠悠先抱住他。妈妈，他很好。祝锦摸着女儿的头发，妈妈当然知道他很好，只是悠悠，你能告诉妈妈为什么义无反顾地嫁给他吗？祝悠悠的下颚靠在祝锦的肩膀上，像小时候一样蹭着他的脸颊。妈妈，如果他爱我胜过爱他自己，我的义无反顾对吗？祝锦，当然，妈妈也义无反顾过。是子金也好，这样妈妈不用担心，假如有一天子金有能力保护你。祝悠悠察觉到母亲话里的异样。妈妈，我不需要人保护，
我已经让律师把你留给我的别墅和股份过户了。祝景没有办法跟女儿说太多，知道的越少，就是对她最大的保护。那些东西要不要都好，房子妈妈多的是，最不缺的也是钱。母女俩聊了许久，到祝景累了，祝悠悠才起身下楼。可他隐约看见妈妈的耳后好像是吻痕吧？是他看错了吗？他失神下楼，差点踩空，腰间横过一只手臂，把他带入怀里。怎么了？魂不守舍的。祝悠悠摇摇头，没有，我要去工作室了。他开车离开祝家，云子京一直开车跟在他的身后，在祝悠悠安全进了工作室，他才掉头去了公司。云子宁在收到闺蜜发来的信息后，就到了云林国际的总裁办公室。姐，你怎么来了？云子宁冷笑一声，你闷声不响干了件大事，我能不来祝贺一下？男人挑眉，我丈母娘跟你说的。正在喝咖啡的云子宁没忍住，咖啡溅到了男人高定的白衬衫上。云子京忍住，一脸嫌弃，你好脏啊。他一秒都等不了的进休息室换了一套新的西装，出来以后坐在离云子宁3-5米远。云子宁慵懒开口，你倒是身份适应的快，有想过我跟爸妈的感受？我闺蜜居然成了我的亲家长辈，真是离了个大谱。云子京放在手里的文件抬头问，姐，你认识萧寒吗？云子宁端咖啡的手顿了一下，不认识。你的眼睛告诉我，你认识，还很熟。云子宁放下手里的咖啡，走到办公桌前，你问这些干什么？云子京一脸认真看他，突然出现一个跟我老婆长得很像的男人，我不该问。悠悠见过他了。云子宁慌忙放下手里的咖啡杯，那姐儿知道吗？他的着急让云子京越发确定自己心里的想法。昨晚的拍卖会，祝景和萧寒一起出现的。云子宁沉默了好久，拿着包匆匆离开华林国际。祝悠悠正在制作室里裁剪浮光景，堂堂敲门而入，悠悠姐，有位太太指定要跟您谈。琉璃阁除了祝悠悠以外，还有4个制作师，一般只有非遗的服饰祝悠悠才会接手，普通的就交给他人。是我们以前的客户吗？他没有抬头，而是继续手里的工作。堂堂说，他说他是云大夫人。祝悠悠愣了一下，就他一个人？不是，还有孙静飞。会客室里，孙静飞乖巧的坐在朱佩的身边，问什么他都是含笑点头说好。倒是朱佩脸上的不耐烦越来越明显。我说，祝悠悠什么时候能来？把客户晾在这里，就是你们开门做生意的待客之道。负责接待他们的设计师连忙开口，夫人，悠悠姐在忙，你稍坐一下，唐助理已经去请了。朱佩一副贵妇的模样端坐着，她脸可真大，让我这个大客户等那么久。朱悠悠踩着高跟鞋进来，不爱等可以走，我也不是非要做你的生意不可。朱佩拍了一下桌子站起来，你什么意思？字面意思。无声硝烟四起，孙静飞看准时机开口，姐姐，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伯母说话？她怎么说也是长辈啊。祝悠悠出声对道，我跟她非亲非故，她算哪门子长辈？你又是哪位？谁又是你姐姐？别跟大马路边的狗一样乱叫。你……孙静飞被气红了眼，我只是出于礼貌叫你一声姐姐，你怎么可以这样羞辱我？祝悠悠低笑道，羞辱？你也配？孙静飞是个演员，演起戏来毫无破绽。他吸了吸鼻子，伯母，要不还是算了吧，婚纱我们别的地方也能订。朱佩就是看不惯，前几天因为祝悠悠自己的儿子得了一顿打，现在他又羞辱自己未来的儿媳妇，这口气他怎么可能咽得下去？我还偏就要在这里订，开个价吧。第38章，牙口挺好。祝悠悠让堂堂介绍一下他接单的标准。夫人您好，我们悠悠姐只接非遗服装的制作，手工费50万起，具体看服装的制作步骤，材料费由我们工作室提供，用料大概在100万到300万不等。请问您要订哪一款？朱佩惊讶，50万手工费，你的手是镶金了吗？祝悠悠假笑，付不起啊，出门右转，慢走不送。孙静飞一脸委屈地站在一旁，红着眼，眼泪要掉不掉。一想到他肚子里怀着他们云家的长孙，朱佩心就软了。50万就50万，就订一套什么凤冠霞帔，制作材料全部都用最好的。我为了儿媳妇怀孕了，什么都得用最好的，才配得上我们云家的小少夫人。祝悠悠点点头，小唐，给这位小少夫人量一下尺寸，然后算一下价格。先说话，定金得付总价的70%，后期因为客户原因导致单子未完成，定金不退。堂堂连忙给孙静飞量尺寸，商定制作的用料和配件，还有时间。朱佩又有意见了，不行不行，1个半月太久了，10天内必须完工。堂堂为难地看着祝悠悠，后者一副无所谓，可以啊，
加钱。计算下来，堂堂把清单放在他们面前。夫人，您看一下，加上手工费，一共是566万。朱佩刺耳的惊叫声：什么玩意500多万？你们明抢！我要报警，我要举报你们！祝悠悠拿过堂堂算好的价目表，小唐，算少了，应该是568万。算了，那2万就当做我给你们结婚随的份子钱。那得意施舍的小表情把朱佩和孙静飞气的脸色发青。祝悠悠，别以为你跟我儿子有过婚约就可以无法无天。祝悠悠轻哼一声，把手里的单据扔在桌子上。我为跟你儿子有过婚约这件事感到恶心，要下单就给钱，不下单就赶紧走。他转身离开，多待2分钟，昨天的晚饭都要吐出来了。李喜暖出去谈合作，回来的时候正好碰见骂骂咧咧的朱佩，他一脸嫌弃，转头就想走，没想到被人喊住。喜暖，你也太没礼貌了，看见大舅妈怎么没打招呼？还有你未来的堂嫂。见躲不掉，李喜暖假笑上前，抱歉啊，我妈妈没有哥哥，我也只有一个小舅舅和一个小舅妈。大婶，您哪位？朱佩气得胸口起伏，又不敢对他怎么样，毕竟他可是云家和黎家的心尖宝。喜暖，我怎么样也是你妈的堂嫂，这就是黎家人的教养。李喜暖带着笑意的脸色沉了下去，教养那是对人才有，至于别的，畜生咬你一口，你难道要咬回去？他大摇大摆地离开，朱佩那张虚伪又尖酸刻薄的脸，他看见就觉得辣眼睛。孙静飞一脸乖巧，牙却都快咬碎了。祝悠悠身边的人都跟他一样贱，不就是黎家？等他做了云家的小少夫人，他不得喊自己一句堂嫂。李喜暖进了制作室，洗干净手帮忙。宝贝，狗都进我们的地盘了，还不打出去？祝悠悠轻笑，狗有钱，干嘛跟钱过不去？切，谁缺他那3瓜2枣？李喜暖拿起桌子上的订单看了一眼，你还真要替狗做嫁衣呢？祝悠悠，别侮辱了狗。云子京坐在办公室里，指尖的烟雾缭绕，桌子上的文件翻开，一张为亲属关系 99.99% 的 DNA 鉴定报告。木山，抹去所有跟悠悠有关的信息。云子京的眸色闪过一丝阴狠，安排人保护夫人。电话那头的木山问：三爷，需要跟您汇报夫人的行踪吗？男人冷声开口：不需要。云子京找到祝景微信，把 DNA 报告发给他。不到半个小时，祝景出现在云林国际的总裁办公室里。祝景语气带着祈求：子京，这件事不要让悠悠知道。妈，总有一天他会知道的，能瞒一天是一天吧。经过几个小时的适应，祝景也欣然接受这个他从小看着长大的弟弟成为他女婿的事实。子京，你跟悠悠的婚事你怎么想？云子京没有一丝的犹豫，成为云家人对悠悠最好的保护，毕竟港城的人也忌惮我3分。祝景拿着包起身，好，公开的事尽快。祝悠悠一直忙到天黑才出制作室，连吃饭都是待在里面。他捏了捏酸痛的脖子，拿起手机的时候突然看上2条热搜。云林国际官网最新发布，云祝2家联姻，帝都云三爷和云家小少爷共用一个未婚妻。祝悠悠，他推了推整理布料的黎希暖，暖暖，看这个。黎希暖眼睛瞪大，卧槽，哪家媒体发的？我去干掉他。祝悠悠扬起下巴，云林国际发了联姻的微博。黎希暖，小舅舅自爆？不清楚。手机响起，黎希暖按了接听后对祝悠悠说：你老公的电话。祝悠悠，亲闺蜜。男人低笑又宠溺的声音，还没忙完。祝悠悠的衣服领口被一只猫爪扯了下来，她吓得尖叫一声。云子京脸色骤变，拉开车门往琉璃阁跑。悠悠，发生什么事？祝悠悠紧紧攥住自己的领口，等她闺蜜松开。黎希暖吹了声口哨，挺激烈啊，小舅妈，我小舅舅牙口挺好。听到动静的云子京松了口气，脚底的步伐加快几分。你这个小黄人，别胡说八道。祝悠悠的脖子爬上了一丝粉红，领口被拉低的位置刚好有个很深的牙印。我胡说？小舅妈，你要不要看看？这要不是饿得慌，绝对啃不出来这样。黎希暖不禁眼神色眯眯，手还快要抓住了其中一只小白兔。手不准备要，我可以帮你剁了。冰冷又熟悉的声音让黎希暖条件反射松手，人弹开。云子京上前2步，把祝悠悠的衣领拉紧。这么好奇，明天就给我去相亲，后天订婚。黎希暖满脸难以置信，你是我亲舅舅吗？云子京把面前的看戏的女孩搂进怀里，这句话你应该去问你外婆。第39章，我看你是老眼昏花。祝悠悠见黎希暖眼泪都要挤出来了，出声解围，你别逗她了，她都要哭了。谁说我逗她了？成天缠着我老婆，有这么没眼力见的外甥女吗？黎希暖哼了一声，
问就问。电话一接通，李喜暖拿着包往外走，嗲声嗲气：“外婆，我小舅舅结婚了。”祝悠悠，云子金失笑：“老婆，这可不关我的事。”突然觉得有个嘴替也不是什么坏事。你嘴角得意的笑容收一收我，还有可能会信。祝悠悠离他3步远，热搜怎么回事？高定皮鞋靠近一步，裸色尖头平底鞋便往后退一步，一直到无路可退。皮鞋尖对着平底鞋尖，男人高大的身影笼罩下来。宝贝，你指的是网友说我跟别人共用一个未婚妻的事？他的唇擦过他的脸颊，祝悠悠撑在桌子上的手被他按住，云子金眼底的宠溺都快要把他淹了。你知道我真的不是这个。云林国际为什么突然官宣？难道不是你授意的？云子金低笑出声：哪有官宣？要是官宣，现在满天飞的就是我们的结婚证。男人的长臂一勾，祝悠悠被他提起来放坐在桌子上。妈今天到公司找我，她的要求我不会拒绝。祝悠悠意外，我妈找你？男人趁机亲她的唇：咱妈，你倒是叫得挺顺口的。云子金弯腰与他对视：老婆，想不想让你前未婚夫跪在你面前叫你小婶婶？男人口袋里的手机打破了安静，祝悠悠推他接电话，他保持着凝视他的动作，拿出手机接通，按了免提。小混蛋，给我滚回来！别以为你现在当家做主了，我就拿你没办法。老娘照打不误。暖暖说你结婚了，那女孩是谁？结婚还要和祝家联姻？我看你是想替我去找我闺蜜叙旧喝茶。云子金一脸委屈地看着祝悠悠，他无声说：老婆，你听听。小混蛋，老娘跟你说话，你听见没？云子金嗯了一声，告状金没有告诉你我的领证对象是谁吗？从电话里，祝悠悠能听得出华灵气的不轻。暖暖让我问你，赶紧给我滚回来，带上你的结婚对象。我得赶紧给悠悠和小景还有你姐姐姐夫打个电话，你快点回来受死。电话被挂断，云子金把人圈进怀里。老婆，陪我一起滚回家吧。祝悠悠推开他，要滚你自己滚，我开车。他的下颚贴在他的肩膀上，坏人刚刚为什么不出声？面对他突如其来的撒娇，祝悠悠有点错愕。云修，好好说话。不到3分钟的时候，华女士的电话打了进来，祝悠悠在接通的时候就已经捂住了男人的嘴。外婆，祝悠悠的手颤抖了一下，奶凶地瞪着面前偷袭他手心的男人。好，我现在就去。确定电话挂断，祝悠悠放下捂住他唇瓣的手，手心在他高定的西装外套上擦干净。你是狗啊，干嘛舔我？云子金站在他双腿中间，老婆，偷情的感觉怎么样？祝悠悠假笑，还不错。小舅舅，我需要给你的合法老婆买个见面礼吗？云子金捡起地上的平底鞋给他穿上，给你的合法老公买盒加大号的深夜伴侣就好了。祝悠悠，我要去云公馆了，赶紧自觉滚回去吧。两人到停车场的时候，离西暖的帕拉梅拉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云子金拉住他的手，真的不上我的车？祝悠悠拍了拍他，我去给我的合法老公买礼物，坐你的车就买不了哦。白色卡宴，咻一下从他身边驶过，还降下车窗跟他挥手。云子金低笑，眼底的宠溺一直看着那只白皙的小手。他从车的抽屉里找出烟盒，点了一根给齐谦打电话，夫人的车什么时候可以送过来？好，送去庄园。尼古丁的味道压下心里的小激动，他需要调整好情绪，不能让别人知道他现在非常的高兴。祝悠悠到云公馆的时候，云子宁的车一个漂亮的漂移停在他的脚边，他降下车窗，挑眉：小悠悠，过来。祝悠悠走了过去，突然失声。云子宁伸手捏了捏他的脸颊，笑道：脱臭小子服，你妈比我大了一个辈分。祝悠悠没忍住笑出了声，要不让云修随我的辈分吧，干妈。云子宁失笑，可别，我生不出这么混账的好蛋儿。云修这个名字好久好久没有听见了。悠悠，告诉姐姐，是他强迫你的，还是你自愿的？祝悠悠在心里组织了一下语言，是我招惹他的。云子宁下车牵他的手，那就行，要是他强迫你的，姐让你丧偶拿着他的遗产然后再嫁。祝悠悠，这是亲姐姐吗？怎么感觉有什么深仇大恨？云子金到云公馆的时候，手里还提着一只帝皇蟹，他递给厨师清蒸。客厅里，华玲和云卓对视了一眼后，默契地往他身后看，其他人则是看住悠悠。华玲站起身走到外面看了一眼，你老婆呢？云子金挑眉，眸底都是宠溺。他来了。谁？夫妻俩顺着儿子的视线看了过去，发现他看的方向居然是祝景。华玲捂住嘴巴，我的老天爷啊，
阿卓，你儿子出息了。他抓着云卓手臂激动，20多年前我还跟苏苏遗憾没有跟他做儿女亲家，没想到20多年前实现了。云子金的笑容僵在脸上，半晌没有回过神来，就是年纪差的多了点，小景有点吃亏。脑子转得比较快，云子宁笑得直不起腰来。景儿，我妈以为臭小子的老婆是你，今天的快乐被我妈承包了。云子金黑了脸，我看您是老眼昏花。祝悠悠跟黎希暖忍着笑，眼眸里憋出了眼泪。云子金坐在祝悠悠旁边，捏她的脸颊，想笑就笑，别憋坏了。祝悠悠跟他拉开距离，掩嘴偷笑，小声开口：我是不是得喊你一句爸？第40章，爱可以包容一切。他伸手勾住她的腰，带到自己的怀里，低头，唇瓣轻启，晚上给你机会叫。华玲敛去眸子里的笑意，瞪大了眼睛，佯装炸毛。你们！云子金把人禁锢在怀里，介绍一下，这是我老婆。老婆，这是我妈，你婆婆。他一本正经的介绍，这是我爸，你公公。乖，喊人。祝悠悠脸上的微笑差点挂不住，他悄悄把手伸到她的后腰处拧她。可是谁知道，云子金居然惊叫出声：老婆，乖，男人的腰不能随便拧。祝悠悠，他现在去死来不来得及。华玲把云子金拽开，自己坐在祝悠悠身边。悠悠啊，告诉外婆，是不是你小舅舅强迫你的？我只知道他长得人模狗样，没想到居然是个畜生。云子金嘴角抽了抽，那我是不是也得叫你外婆？都是36度8的嘴，怎么华女士说出来的话就那么冷呢？云子宁连忙摆手，可别，我生不出你这么大的儿子。黎希暖没忍住笑出声，外婆，你都不知道小舅舅多贱。云子金一脸不爽，黎希暖，妈不是亲的，外甥女也不是。华玲一巴掌呼到他的肩膀上，吼什么？你以为自己是什么地位很高的人吗？云子金，他是什么很贱的人吗？这么不受人待见。他可怜巴巴地看着自己老婆，谁知道人家压根没打算看他一眼，还在偷笑。心一冷，他自觉地起身去了厨房看厨师做饭，顺便动手给祝悠悠弄了杯水果茶。祝悠悠在他进了厨房后开口，他没有强迫我，是我喝醉了招惹他的。所有人都松了口气时，又听见祝悠悠说，他只是趁我喝醉的时候骗我领了个证。1、2、3，云子金。华玲冲进去厨房，揪着云三爷的耳朵往楼上书房拖。见这状况，祝悠悠连忙站起身，被云卓拦下。悠悠，你婆婆在替你训练老公。祝悠悠羞红了脸，外公，你还打趣我。云卓，我突然有点想听臭小子叫我一句外公了，要不让他入赘祝家算了。祝景点头，我看行。餐厅已经开饭了，所有人默契的没有等在楼上书房的母子俩。华玲站在窗前，看着坐在沙发上的儿子。修儿，你娶悠悠是因为喜欢，还是因为10年前那件事？比起云子金这个名字，私底下华玲都是喊他以前的名。都不是。冷清的眸子浮动起柔光，我爱悠悠。10年之前可能没有那么重的爱意，可那天过后，我清楚的明白自己想要的是谁。云子金眸底翻涌着晦暗不明的情绪。妈，如果他知道10年前那件事，还会要我吗？华玲走到他身边坐下。儿子，10年了，你还不愿意告诉妈那天发生了什么事吗？自从那天后，云子金的厌食症跟随了他10年。最严重的时候，1米89的大小伙子只有120斤。他心疼，却无能为力。这件事始终是谜，也许只有死去的云杰才知道。云子金哑声开口：妈，如果我说那天我也和云杰一样被凌辱过，他知道了会要我吗？华玲眼泪夺眶而出，别胡说八道，妈妈知道没有？我的修儿是一个比他父亲更有魄力和胆识的男子汉，宁可伤痕累累也不愿意屈服。修儿，爱可以包容一切。母子俩谈话结束的时候，餐厅已经吃了一半。云子金坐在祝悠悠身边，给他夹菜。这里的菜好吃吗？好吃，一会我们回去的时候把厨师也带走。华玲夹了菜的筷子刚放在嘴边，被气笑。你倒是一点都不带客气。云子金低笑，客气什么？以后我老婆当家做主。祝悠悠拧他手臂，你别胡说八道。晚饭后，除了云子金新婚夫妻俩，其他人都回去了，就连黎希暖都没有留在云公馆过夜。云子金要倒时差开跨国视频会议，祝悠悠陪着华玲到花园去散步。他对面前这个10年前救了他儿子命的女孩子真的爱不释手。之前还可惜这么好的女孩子便宜了大房一家，兜兜转转还是自己人。悠悠，这里只有我们2个人，
妈妈想再问你一次。对于称呼，祝悠悠慢慢也习惯了，总不能真的让云子金跟着他喊吧，那就真的是乱套了。您问呀，虽然以后明面上得叫您妈妈，可我还是喜欢喊您外婆。姥姥不在了，可您在啊。乔苏走得早，祝悠悠跟姥姥最亲密，华玲的存在就像是姥姥还在陪伴她一样，因为她们是最亲最好的闺蜜。华玲摸了摸她的长发，外婆的悠悠宝贝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大不了让臭小子喊我外婆，我不介意多个外孙女婿。祝悠悠陪着华玲到亭子里坐下休息。妈妈，您想问我什么？华玲犹豫几秒，薄唇轻启，悠悠，你知道紫金10年前为什么去美国吗？事情太久，祝悠悠没有什么记忆。她那时候生病好了以后，突然就听见云子金去美国的事情，甚至4、5年都没有听过关于他的消息。祝悠悠摇摇头，我不知道。半个小时后，祝悠悠浑浑噩噩地走回云子金的房间，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快要不能呼吸了。上一世临濒死亡的那种恐惧感袭击了他的全身。他没有开灯就进了房间，华玲的话堆积在他的脑海里。10年前，紫金被他大伯云超下了药，送到当年云氏的对家手里。那个人就是个变态。他有一家公司，专门养着帝都娱乐圈的年轻男孩子，女孩子也有，只是少数。当时的云氏在跟他竞标同一块地，那个时候的云氏集团，云超是副总裁，对方不止一次要求云超拿紫金去换项目。当时云超、云卓两兄弟正在竞争云氏总裁的位置，我们早在外面有自己的产业，云氏对我们来说不过是锦上添花。可云超野心大，心狠手辣，毫无亲情可言，他若当家做主，我们也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第41章，只求你别不要他。可为了那点微薄的兄弟情，云卓已经打算放弃云氏的继承权，我们夫妻带着儿子自立门户。可云超就没打算放过我们，他居然对修儿下手。可他千算万算，就是没有算到他的枕边人，把他最爱的私生子云杰也下了药，跟修儿一起送过去对家手里。悠悠，你知道吗？我跟云卓赶到的时候，修儿浑身是血，眼神很厉，躲在角落里握着玻璃碎片自我保护。而云超的私生子云杰在那个男人身下毫无生气。云杰被送到医院后，医生说那里已经废了，甚至还已经是大小便失禁的状态。从抢救室出来的当天夜里，云杰从医院顶层一跃而下。修儿被执行了家法，浑身血淋淋的关了禁闭。悠悠，修儿爱你，不是1天2天的，我跟云卓一直知道。10年前的地下室，如果不是你闯进去救了修儿一命，我们早就没了这个儿子。后来你受了惊吓，高烧不退，忘记了那天地下室里发生的事。修儿去了美国后患上很严重的抑郁症、躁郁症、厌食症，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最严重的时候躺在 ICU 里吊着口气，浑身就剩皮包骨了，都不成人样了。可是他很顽强的想要活下来，他说他有未完成的事情，如果不是心里记挂着人，他早就去死了。在美国6年，他没有回家一次，但该给你准备的礼物一样也没少，暖暖那份其实才是顺带的。华玲哭到嗓子沙哑，握着祝悠悠的手，话语间都是恳求。悠悠，妈妈求你多爱他一点，多给他一点点的爱，用你的爱去抚平那段他内心深处最痛苦的记忆。他不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却又害怕你因为这件事儿嫌弃他。悠悠，我跟你爸爸名下所有的财产全部都给你，只求你别不要他，别嫌弃他。祝悠悠躺在床上，整个人蜷起抱膝，缩成一团。手机的微信声音响起，祝悠悠才找回一点正常情绪。老婆，我还要1个小时结束，你先睡，乖。祝悠悠从衣柜里随意拿了件男款衬衫进了浴室，她打了满满一整个浴缸的水，人沉了下，在水里一点一点的感受窒息，一直到她的极限，她才红着双眼从水里冒出头来。云子金回到卧室的时候，祝悠悠正站在浴室台前吹头发，一双漂亮的狐狸眼红得厉害。他心猛地揪了一下，接过吹风机继续给她吹头发。怎么了老婆，眼睛怎么那么红？哭了。祝悠悠转过头，脸颊贴在他的心口，听着强有力的心跳声。洗头发的时候不小心把洗发水弄进眼睛里了。云子金给他吹完头发后，抱起他往卧室里走。傻瓜，以后等我给你洗。祝悠悠想问他10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又怕自己问出的话会给他带来致命的暴击。人都一样，不愿意把自己内心深处最难以启齿的秘密公之于众。祝悠悠抵在他的肩膀上，那以后需要洗头发的时候，我就等你回家。云子金揉着他的长发，好，你等我。怎么这么晚还没有困意？是认床吗？要不我们回庄园住？祝悠悠摇头，太晚了，不想折腾，你快去洗澡吧。云子金进了浴室后，祝悠悠走到阳台。云公馆是百年府邸，
皇家别院，一砖一瓦都述说着历史的存在。他披上一件男人的西装外套，踩着家居拖鞋往楼下院子里走去。院子里的佣人见他出来，一副恭敬又战战兢兢的模样。小夫人，祝悠悠摆手，不用跟着我，我自己转转。庄园里的佣人都是云卓和云子京的人，对主人也是绝对的忠心。祝悠悠凭着小时候的记忆兜兜转转，找到了地下室的入口。这个时候的地下室跟10年前的相差甚远。从云卓接管云家搬到云公馆住以后，这里就被改成了地下储物间。不过在最角落里依旧有一间空房间。祝悠悠越是往里走，眉心皱得越紧，脸色白了几分。他每走几步路就停下，捂着心口处用力呼吸，再继续往前走。脑袋越来越疼，碎片般的记忆慢慢拼凑，从模糊到逐渐清晰。他站在铁锈味弥漫的屋子中间，闭上眼睛，把脑海里的记忆拼凑完整。祝悠悠移动脚步到脑海里云子京靠的位置坐下，靠在墙上，顺势往下滑，跌在地上。小舅舅！他抬手捂住脸，眼泪从指尖涌出。云子京洗完澡，小娇妻不在屋内。老婆，宝贝，悠悠。阳台、衣帽间、书房都没有。云子京进了衣帽间，随手扯出套家居服套上，往楼下跑。见家主从楼上下来，佣人纷纷低下头。家主，云子京，小夫人有下楼吗？有的，不过小夫人不让人跟着。云子京没有盲目的找，而是去了监控室，打开了庄园的监控回放。看见祝悠悠往地下室的入口走去时，脸色骤变，没有丝毫考虑，推开门往地下室的方向跑。空旷的地方，脚步声特别清晰。云子京双目通红，手掌紧握成拳，青筋暴起。害怕吓到祝悠悠，他特地放轻脚步，安慰自己，也许他只是来储物室找点东西而已。地下室并没有多大，几间储物室都没有人。当他走到那间房间的时候，心像被活生生撕裂那般。穿着他的白色衬衫，披着他的西装外套的女孩蜷缩在10年前那个角落里，脸埋在自己的膝盖，身子颤抖。云子京很努力地压下自己的情绪，走到他面前蹲下。宝贝，怎么到这里来了？祝悠悠抬头时看他，那双漂亮的狐狸眼通红，眼泪在他眨眼的瞬间落了下来。云子京的喉咙像是被人扼住，一呼一吸都剧痛。他坐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把人抱坐在自己的怀里，低头去吻他的眼睛。悠悠，告诉小舅舅，怎么哭了？祝悠悠咬住下唇，脸埋在他怀里，纤细的手指揪着他的家居服，用力到发白。他带着哭腔开口：对不起小舅舅，我把你忘了。第42章装水丸。我怎么可以忘了你？我怎么可以忘记那件事情？云子京的后背已经被冷汗浸湿，脑海里翻涌的记忆冲撞着他的神经。他哑声开口：这不是你的错，宝贝。怎么突然想起来了？祝悠悠抬手去摸他的脸颊。云子京，那个时候你疼不疼？悠悠的小裙子脏了，你要赔我新的。知道祝悠悠进了地下室，云管家连忙通知了准备入睡的云卓夫妻。华玲单薄的睡衣外披了条墨蓝色的披肩。看见地下室抱在一起的两人，他突然觉得自己把事情告诉祝悠悠是不是做错了。云子京轻拍他的背，低声在他耳边哄他。华玲在他们面前蹲下身，羞，悠悠。男人屈着腿缓缓起身，越过华玲对云远说：把地下室封了。这个地方是云子京的禁忌，当年云卓就说要封掉，但云子京不同意。他说留着，告诫他自己当年有多狼狈。祝悠悠被他抱上楼，换了身衣服后又下楼。华玲见他们要走，羞，妈，我没怪你，悠悠情绪不好，我带她回庄园去住。是真的，他没有怪华玲，反而感谢他帮自己开了个头，让他有把事情告诉祝悠悠的机会。10年前那件事，他本来也没有打算瞒着他，就算他不说，总有一天他会在别人嘴里听见。与其如此，不如由他来说。云子京没有自己开车，而是抱着祝悠悠进了后座。车子开动后，他怀里的小姑娘才抬起脸：我们这样离开，妈妈会不会难过？不知道。他扯了扯她的衣角：要不我们回去吧。云子京低头在她的唇瓣上轻嘬：改天再回来住，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告诉你，我们回家。本来只是想亲亲她，安抚她，也安抚自己，谁知道吻得越来越上头。云子京伸手按了车门上的按键，格挡板升起。他面对面抱着她，扣住她的后颈，强势又霸道地撬开她的唇。吃。祝悠悠已经不是那个单纯的小女孩了，她会仰头配合他，回应他，甚至还小心机地取悦他。司机把车子停在幽云庄园后，脚底抹油地跑了。关门的时候还特地很大声告诉后座激情拥吻的两个人，他滚了。半个小时的热吻，
祝悠悠唇瓣和脸颊上早就泛起了红晕，现在的眼睛带着娇媚的绯红，一副被欺负惨了的样子。云子金轻嘬她发红的鼻尖，老婆，在这里继续，还是回屋？他伸手去摸抽屉里的东西，除了衣服。祝悠悠眯起眼睛赖在他的怀里，找什么东西？云子金哑声开口，套。他把抽屉拉出来都没有找到，低头看了眼怀里的小狐狸，你拿走了？祝悠悠装傻，什么？拿了什么？司机不会随便动他车里的东西，那盒东西是他亲手放进去的，从买到放进去再到不见，只有小狐狸来帮他拿过衣服。云子金唇角勾起一抹玩味，盯着他白皙的锁骨看了几秒，宝贝，昨晚就想要我了。祝悠悠抵死狡辩，她真的招架不住这么疯的男人。谁看见我拿了东西掉地上，我捡起来的，我捡起来就是我的，我拿去装水玩不行吗？云子金失笑，调侃了句，恐怕不太合适。实在太想玩，今晚我……祝悠悠脸上的红晕蔓延到锁骨，她拍开他的手，斯文败类，白长了张这么好看的嘴，开口说话的时候，我以为是狗。云子金低笑出声，骂我是狗？我没说，是你自己对号入座。在玩笑话里，车内的旖旎气息也散得差不多。云子金拿起自己的西装外套盖在祝悠悠养的大兔子上面，抱起人进了电梯。两人心里都装着事，一路上都没有说话。云子金把他抱进浴室，单手放洗澡水，地下室脏，再洗个澡。他把他包得一干二净后放进水里。祝悠悠以为他也会跟着进来，没想到却听见他说，我去拿个套来给你玩水。祝悠悠果然回旋镖都是360度转的，在浴缸里泡了10几分钟都没见男人进来。他站起身，扯了架子上的深紫色浴袍穿上。卧室里和阳台都没有人，他踩着拖鞋下楼。杨妈站在楼梯口，看见他连忙上前去扶。太太，您怎么下来了？杨妈，他在干什么？男人高大的身影站在厨房灶台前，一手拿着手机接电话，另一只手还在搅拌锅里的东西。少爷说您在云公馆受了凉，给你煮点水果姜茶。祝悠悠突然问杨妈，您知道10年前发生什么事吗？杨妈的脸色变了，纠结了很久后说，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夫人收到少爷被带走的时候，拿着刀捅了大先生。少爷被找回来后挨了50鞭，就被关进了地下室。当时的家主不允许医生给少爷看伤，也不允许他吃饭喝水。少爷被关了3天，连上厕所都没有去过。后来也不知怎么的，少爷被送去了以后，然后就被当时的2先生，也是少爷的父亲送去美国了。我再见少爷是4年前您跟宣泽少爷确定婚事的时候，他突然回国，老爷放权给他，他带着我和我家那口子一起到这边来。祝悠悠大概懂了为什么云子金会在4年前突然回国了。杨妈，谢谢你，你快去休息吧。小两口不想被打扰，杨妈很识趣。好，那您跟少爷早点休息。祝悠悠放轻脚步，走到他的身后环抱他。云子金挂断电话时，听见他笑着说，怎么没给我拿屉来碗水，我都等不及了。他关掉灶台的火，装了一碗水果姜汤，一手搂着他的腰到餐桌上。先喝点，地下室阴冷，别着凉了。泡过澡的祝悠悠脸颊还有些绯红，跟他白皙的肤色有了对比。第43章，如果你不愿意，我可以等。换作平时，云子金怎么样也要把他抱在怀里狠狠欺负，但是心里装着事，兴致也缺。虽然不喜欢姜的味道，可祝悠悠还是把姜汤喝完。小舅舅，我们……他把他抱起来往楼上走去。祝悠悠没有再说话，一直在等他先开口。云子金抱着他进屋，放在沙发上，自己单膝跪在他身边，握着他的手。悠悠，今晚为什么会去地下室？是不是妈跟你说了什么？事到如今，祝悠悠也没有打算隐瞒什么。只是妈妈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小舅舅，可以告诉我10年前那天发生了什么事吗？云子金低着头沉默的样子，让祝悠悠觉得此时的他很脆弱，好像这才是真正的他。那个在商场上，在外人眼里雷厉风行的霸总，只是他用来掩盖自己脆弱的遮羞布。如果你不愿意说，我可以等。没有什么不能说的，你是我的妻子，坦诚相待是婚姻里最重要的一步。云子金坐在地板上，下颚靠在他的腿上，抬头看他。悠悠，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得厌食症吗？云子金告诉他，10年前那天，他刚从学校出来就被一群黑衣人围住。他想过反抗，可在看到他们腰间枪后，便没有轻举妄动。保镖能在帝都嚣张持枪，背后的人势力不容小觑。再不知道来人是什么目的，有没有可能因为他连累到父母之前，他放弃抵抗跟他们走。上车以后，云子金被捂住口鼻晕了过去。再次醒来的时候，他在酒店的大床上。
沙发上坐着一个穿着酒店浴袍、带子敞开半裸着的男人。云子金认识他，云氏的对家，曾家的掌权人曾海。我爸不是云氏总裁，你抓我没用。曾海色眯眯地看着云子金，摸了一把正缓缓点头哈腰的曾老二。云子金眸色里露出一抹厌恶，身体里的异样也让他变得谨慎起来。曾海咸猪手的动作越来越过分。放心，你有伴。你是云家二房的金疙瘩，大房还有个新监宝，一会就来陪你。子金，哥看上你很久了，只要你跟了我，云家的继承人肯定是你爸。云子金的手攥紧大腿的运动裤，他明显的感觉到自己身上的力气在不断流逝，而且越来越燥热。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也配肖想我？他撇过头，不去看面前恶心的人对着他做令人作呕的事情。曾海也不恼，走到他的面前。我看你还能嚣张多久？这药可是我的珍藏，要不是特别喜欢你，我也不舍得拿出来用。一会我就看着你如何跟狗一样爬到我面前求我你。来，先伺候伺候我，我能考虑考虑一会温柔一点。云子金用身上仅剩不多的力气推开他，翻身下床。就你这只会点头哈腰都站不直的玩意，还敢拿出来溜？你不嫌丢脸，我还觉得眼睛疼。曾海，你该知道，你敢动我，云家不会放过你的。曾海大笑，看样子你还不知道吧？你就是你的好大伯亲手送到我床上的，那些抓你的人都是他的。药劲上来，云子金脸色红得吓人，因为他的强忍，脖子上的青筋暴起，额头拼命涌出冷汗，他死死咬牙，双手握拳。曾海见状，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一个盒子，倒了颗药，嚼碎了吞下去。他按了座机，进来两个人。房门被打开，两个穿着黑色保镖的男人走到云子金面前，按住他。意识到他们要对自己做什么事的云子金开始反抗，可他的力气对两个大块头的保镖来讲就是挠痒痒。他很快被压着跪在地上，曾海已经甩掉身上的浴袍朝他走去。他动弹不得，用力挣扎，嘶吼：曾海，你他妈敢动我，我一定杀了你！你他妈有种就弄死我，弄不死我，你他妈死定了！19岁的云子金不够沉稳，身上的孩子气还没有完全褪去，很容易把自己的恐惧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他越是挣扎，曾海就越高兴，真他妈带劲！老子真是爱死你了，乖乖，留点力气到我身下的时候再喊。你们俩给我掰开他的嘴！云子金被他们按跪在地上，死死咬紧牙关，任由他们捏痛自己的下颚和脸颊，他都没有一丝一毫要松口的迹象。保镖对他拳打脚踢，曾海拿起沙发上鞭子抽他，云子金都没有松开过自己的嘴，依旧死死抿住。云子金的觉得自己喉咙的血腥味越来越重，再也咽不下去的时候才呕了出来，让曾海的保镖有机可乘。云子金的嘴被掰开，曾海一脸猥琐靠近，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让云三少爷跪舔。嘴巴被迫张开，云子金眸子里闪过一瞬杀意，强忍着一直在翻涌的恶心，狠狠地撞了上去。特别是保镖突然松手，猝不及防的疼痛让曾海发了怒，他拼命地踹云子金，一边踹一边尖叫怒吼。云子金吐出一口血，喉咙间翻涌出来的恶心感让他忍不住吐到了曾海身上。保镖见状连忙去喊医生，曾海捂着下半身蹲在地上，顾不上云子金还在吐，也不会打他，只能让医生先给他看伤，嘴里还骂骂咧咧：狗崽子，到了老子手里你他妈就别想出去，老子不死你，老子不姓曾！吃了药熄了火的枪让曾海整个人暴躁起来，愣着干什么？给老子抽他！云子金跟两个保镖扭打在一起，突如其来的爆发力让两个保镖节节败退。他从小就学散打，要不是中了药，这两人他单手就能打趴。现在身上的力气虽然不多的，但是他知道怎么样攻击别人的弱点。男人的弱点最明显了，一脚下来，两个保镖直接被云子金踢废了。在两人痛苦的捂着下半身的时候，云子金已经砸碎了床头柜上的玻璃灯，拿起碎片搁在自己的手臂上，让疼痛替代清醒。曾海想上去抓云子金，又害怕他手里的玻璃片。你们这群废物，给老子打死这个疯子！新书上架，持续更新哦，小舅舅包宠，期待宝子们留下的评论和评分哦，很重要，很重要哦。第44章，不死不休。房门被敲响，其中一个保镖忍着痛去开门。医生提着医药箱进来，身后还有两个保镖夹着个眼神迷离，脸色绯红，全身上下只有一条四角裤的少年。热，好热，快去给本少爷找两个女人来，我快要难受死了。刚被医生打了药的曾海再次站了起来，看见面前细皮嫩肉的男孩，曾海忍不住舔了一下唇。这个好像也很好吃，反正都是云家人，两个他都要。
曾海挥手示意保镖离开，他粗暴地扯下云杰身上的短裤，美，真美，可惜啊，不过长成这样也不亏。他把云杰拖着扔在床上，低头往他的。云子金闭着眼睛，强忍着正在被火燃烧的躯体和喉咙口翻涌着恶心的酸水。云杰已经完全失去意识，只能任人摆布。酒店的门被暴力踹开，云卓脱下西装递给妻子，然后狠狠的一拳砸上了曾海的脸，一拳一拳，拳拳到肉。而华玲差点被满屋子散发出令人作呕的味道弄吐了，强忍着胃里的难受，把手里的衣服披在儿子身上。他浑身是血，脸上也没一块好地，眼神迷离。就在他靠近的时候，云子金无力的手掐住华玲的脖子，别碰我，滚！华玲握住他满是血痕的虎口，羞，是妈妈。别怕，爸妈来了。儿子别怕，别怕，爸妈来了，谁也不能动你。云卓扯下领带，擦干净指骨的血渍，把领带丢在曾海身上，送二少爷去大老爷住的医院。他在云子金面前蹲下，扯开他掐着华玲的手，强势禁锢住他，怕他伤害自己。修儿，我们去医院。一家三口的车刚开出酒店停车场的时候，就被云家主拦下。云子金被带回云公馆，浑身是伤的跪在雪地里，一鞭鞭的抽在身上，一句句的质问他为什么不救云杰。一直到50鞭打完，云子金把喉咙里的血吐得一干二净后说：谁来救我？坐在沙发上的祝悠悠嘴唇在抖，手脚都在抖，唇色发白，双眼猩红。而早就脱力跌坐在地上的云子金也没好到哪里去，他抓住沙发的边缘，大口喘息，眼底比祝悠悠还红。他在控制，他怕自己发病会吓到他。躁郁症好久都没有出现了，自从见到他以后，除了厌食症，其他的症状都好像不治而愈。他痛苦的呜咽出声，把自己的下唇咬裂。祝悠悠滑下沙发，坐在地板上，圈住他的脖子，把他拽进自己的怀里。悠悠，我本就是个该死的烂人，在你出现之前，我已经做好了去死的准备。可是你闯入了我的黑暗世界以后，我舍不得你，我想陪你长大，我想要你。可是我有病，很严重的病，严重到我自己都厌恶我自己。死过一次的祝悠悠承受能力要比此时的云子金要强那么一点点。他的指腹轻轻擦过他流血的唇瓣，声音沙哑，语气霸道：不许欺负我的唇。云子金下意识地撇过头躲开，他很脏，你还躲？我生气了。祝悠悠捧起他的脸，轻啄他的唇瓣，你躲我，我就要哭了。他亲他，他死死抿住唇瓣。云子金真正爱一个人，会接受他所有的好与坏。你引以为耻、见不得人的事情，在我心里却是最勇敢的事情。我的云修哥哥在那样的情况下知道反抗，不屈服，就是很厉害。祝悠悠像哄小孩子一样柔声细语地哄他。他坐在他的腿上，捏住他的下巴，毫无章法地吻他的唇，撬开他的牙关横扫。怕他重心不稳摔倒，云子金下意识地搂住他的腰。许久，祝悠悠体力不支地松开他。好了，现在都是我的味道了，还觉得恶心吗？云子金低笑出声，紧紧把他按进自己的怀里。悠悠，你知道第一次亲你的时候，我心里有多纠结？我怕自己玷污了你，可是你对我来说又是致命的诱惑。这句话应该我问你，老婆，现在知道后，你会觉得我吻你的时候死？祝悠悠松开他的唇，凶他，再胡说八道，我就拿个不锈钢夹子把你的嘴巴夹起来。突如其来的威胁强制闭麦，俏皮可爱拼凑了云子金破碎的心。他的掌心隔着睡衣游走在他的后背。祝悠悠主动问：做吗？不死不休的那种。云子金挑眉问他：确定吗？不死不休。他解开自己的浴袍带子：我有条件。你说。男人已经单手抱他，撑起身子站得笔直，往大床的方向走。而祝悠悠的薄唇贴在他的耳边，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我要你，我。一条轻微的弧线，祝悠悠被人在的柔软的大床上。男人俯身下：我乐意至极，跪舔。他扯开他身上的黑色衬衫，扬起下巴，歪头吻了他的喉结。你开心就好。云子金捏住单手，捏住他的下颚，属于他霸道气息的吻落下。本来就松松垮垮的浴袍，他偏偏要撕开。10几万一件的限量版黑衬衫，扣子掉了一床，布料落在了撕碎的女士浴袍上。他哑声问：这就累了？老婆，说好的不死不休呢？祝悠悠扯不扯唇角，假笑：我就是客套一下，你还真的信了？得寸进尺，你是被饿坏了吗？云子金抱着他从沙发到落地窗前：被你饿坏了。老婆，你饿了我2天。落地玻璃窗借着床头灯光照出来的影子，让祝悠悠有些不忍直视。太羞了。
自己看自己的现场直播，关键是男人俊朗的面部线条还特别明显，汗水顺着脸颊到下巴滴在他跳跃的大红花兔上面。云子金，今天以后我们分房睡。第45章，已死别找。他后悔死了，他就不该心软。云子金见好就收，老婆，我是按照你的要求来的，不死不休。祝悠悠乃凶无力吼他，你就当我已死可以吗？不可以，不过什么？他真的要累死了。为什么他一个天天坐办公室的人体力那么好？他的肾拿去卖应该挺值钱的。你喊我一句老公，我们就一起洗澡睡觉。祝悠悠眼珠子转悠了一下，老公。云子金被气笑了，什么心疼什么怜惜，都他妈见鬼去吧！小坏狐狸，欠收拾！小狐狸精，你死定了！祝悠悠逃跑，被拖回来按在玻璃窗上，然后没多久又被扔回大床上。他已经困得脑子都发懵了，偏偏这个坏男人还不让他睡。云子金，我要死了！坐起！热水熏得祝悠悠的小脸绯红，他感受到他心跳加速，小声问他：你有没有？云子金咬紧后槽牙，安抚他：有。祝悠悠感觉自己的身体被掏空了，我以后再也不会心疼你了。云子金靠在他的肩膀上，亲了亲他的耳后：我喜欢你心疼，宝贝，我还能继续疼你。谢谢，我不需要你疼。他都快疼死了。简单清洗以后，俩人回到大床上。祝悠悠发现屋外的天已经开始亮了。云子金按下电动窗帘的安装，那玉子的遮光帘缓缓合上，屋内漆黑一片，只有他们俩人的呼吸声。祝悠悠记得刚他们回来的时候应该才晚上10点左右，聊完过往也就不到12点吧。现在几点？云子金拿过床头柜上的手机给助理发了条信息：6点多。老婆还不睡？祝悠悠不死心的想问一下，你昨晚几次？云子金被他的直接吓到了。老婆，你确定要这样问？他回想了一下，贴在他耳边说1、2、3、4、5、6。不过老婆我就数不清多少次了。祝悠悠，已死别找。等祝悠悠睡熟了以后，云子金发信息告诉杨妈不需要准备早餐，也不用喊他们起来。玉色褪去，取而代之的都是爱意。他亲吻着她的脖子，悠悠，谢谢你愿意爱我，谢谢你不嫌弃我，我爱你悠悠，很爱你很爱你，会一直爱你，会永远爱你。云子金的心是祝悠悠做的，已经跟周公打牌的祝悠悠听不见男人告白的话，要不然高低也要轻重这张会说话的嘴。收到信息的杨妈特地交代佣人不要上楼，以免打扰小两口。云子金是下午3点醒来的，睁开眼睛的时候神色还有点恍惚，他都忘了自己有多少年没有睡过这么舒服的好觉了。祝悠悠还在熟睡，微微敞开的男士衬衫下密密麻麻的痕迹彰显着昨夜的疯狂。他在他的唇边亲吻了一会后起身去洗漱。云子金一下楼，杨妈连忙上前：少爷，您终于下楼了，齐特助来了好几回，他难得能睡个好觉，没有人敢上去打扰。我知道了，杨妈，让厨房弄个燕窝，再准备一下火锅的食材，悠悠想吃。云子金去院子里从几十个未接来电里找出几个重要的回拨过去。没多久，骆岭和白灵鹤一前一后到达幽云庄园。我去，天下红雨了，工作狂居然休假。老白，你快看看他的脖子，我怀疑他骗狗进来杀。白灵鹤甩开骆岭的手臂：你是狗，我不是。三哥，孙氏那边上钩了，什么时候收网？云子金把玩着手里的烟：不急，等我老婆发号施令。骆岭，白灵鹤，阿岭，上次让你查的人有结果了吗？骆岭收起脸上吊儿郎当的表情：三哥，那个狗玩意真他妈狗，我们的人都地毯式捕捉了，还是让他溜了。手指间的烟终于点燃，跑不掉，只要在我们的地盘，让他再蹦跶几天也无妨。让兄弟们放松一些，别追得那么紧。当年云家重新洗牌，他在国外一刻都没有停歇找那个人。10年前他受的屈辱，他要一点一点讨回来。他云子金在美国6年了，又不是吃干饭的。如果是在华国，他恐怕还有所顾忌，可美国，杨妈，我小舅妈呢？我小舅妈在哪里？杨妈，我饿死了，有没有东西吃？楼下客厅传来的声音震得云子金脑壳疼。他心里暗自嫌弃，以后一定要生儿子，至少还能打。要是生个小姑娘，别说打了，皱个眉头，他怕是都要心疼半天。哎呦，小姐，您小点声，太太还在休息。黎希暖眸子亮起，都下午了还在睡，有猫腻。他躲过杨妈往楼上跑去，刚路过2楼的时候，衣领就被人揪住。想死！云子金就差没把人提溜起来。突然觉得
叫他来就是个错误。小舅舅，你都结婚了，怎么还那么粗鲁？我又不是猫，你干嘛拎我？云子金拖着他往楼下走。你得庆幸自己是我的外甥女，要是别人这样无法无天闯我的家，已经被人打出去了。闲得慌就去厨房帮厨师洗菜。骆岭和白灵鹤已经笑得直不起腰来。黎希暖从小就是个刺头，能气得云子金天灵盖直跳，偏偏他拿他没有办法。我要告诉我的小宝贝，我要让你独守空房。云子金看都没看他一眼就上了楼，跟他说话他怕拉低自己的智商。卧室里的祝悠悠已经醒了，腰间的酸痛和无力的双腿让他想把自己焊死在床上。看见男人推门而入的时候，他第一想法就是他要回他的公寓住。发什么呆？不舒服？祝悠悠对他，我为什么不舒服你不知道吗？云子金弯腰抱起他往浴室去。老婆，我觉得你挺舒服的，你兜了。你给我滚！惯得他，男人就是得挂在墙上才能老实。他的人类进化史肯定在中途的时候就迷路了，才会一天天的不做人事。第46章，告诉你个秘密。云子金也不逗他，昨晚已经过分了，再逗他，以小姑娘的脾气，怕是得离家出走。乖，你的亲闺蜜在楼下，我让人准备了火锅，一会多吃点。楼下的3个人已经打上了斗地主。白灵鹤看了眼对面的小姑娘，单个3。黎希暖高兴地把手里的5丢掉，哈哈哈，我赢了，白叔，你好笨啊。骆岭第 N 次想要掀桌子。喂，你他妈眼瞎了，还是脑子冲进马桶里了？他是地主，我俩此时一伙的。他都爆单了，你还打个3？你这放的是海水吧？黎希暖才不管是不是放水的，反正他赢了。骆叔，你要耍赖吗？给钱。骆岭一脸不爽的给黎希暖赚了1万块。对方秒收还说了句，骆叔，你公司是要破产了吗？就1万块你还那么不舍得？你看白叔他多爽快。骆岭就呵呵哒了，他他妈能不爽快？拿他的钱讨好你，他当然爽快了，他还不是为了……哇操！白灵鹤，你他妈踹老子干什么？白灵鹤收回腿，拍了拍西装裤，继续，别墨迹。与其把钱给你那些小女朋友买包，不如给我们暖暖。骆岭坏笑，是你的暖暖吧？闭嘴，想我把你毒哑。打了几局斗地主，不管黎希暖是地主还是平民，赢的都是他，输的都是骆岭，因为他就没有跟黎希暖一对过。操，老子不玩了，欺负人是不是？打麻将，打麻将，老子看你怎么放水。佣人麻利的摆好麻将桌，可是3缺1啊。骆岭看向正在摆果盘的女佣，女佣连忙摆手，骆少，我没有钱。骆岭。旋转楼梯上，云子金扶着祝悠悠下楼，那模样跟古代公主下台阶搀扶的那个大太监一样。骆岭吹了声口哨，三哥，你这姿势比古代的太监还标准，不知道的以为你特地去学过呢。祝悠悠在3缺1的位置坐下，云子金站在他的身后，对管家说，去把乌云牵过来。骆岭1秒从心，别，三哥我错了。离吃晚饭的时间还早，云子金坐在旁边喂祝悠悠吃燕窝，全程没有说过一句话。祝悠悠根本就不用他来提点，麻将算是他们几个人的爱好，过年过节必不可少的娱乐活动。他就出去接了个电话，回来后听见骆岭气急败坏的声音，不是，三嫂，你能不能让别人活了？白灵鹤拿出筹码递给祝悠悠，玩不起别玩，就是逼逼赖赖。骆岭炸了，我玩不起，行，这晚饭我看也别吃了，我跟你们拼了。1个小时后，杨妈来说火锅已经准备好了。祝悠悠问了一句，还玩吗？黎希暖摇摇头，看着自己仅剩不多的筹码，还好，输的不多。白灵鹤也摇摇头，他都没筹码了。骆岭就更离谱，筹码没了，还欠祝悠悠100万。三嫂，你该不会有透视眼吧？祝悠悠笑了，我又不是妖怪，打麻将这种事情得看这。他指了指自己的脑子，然后起身往餐厅走去。骆岭愣了一下，老白，你真的没放水？我放你妈，别用你的钛合金狗眼看人，三嫂根本没给我机会。黎希暖数了数自己面前的筹码，把钱转给祝悠悠后说，这你们就不知道吧，我妈妈和祝妈妈都是麻将迷，以前祝姥姥还在的时候经常一起打牌，祝姥姥不在以后就悠悠顶上了。白灵鹤问他，为什么不是你？黎希暖走了2步回头，因为我蠢啊，被嫌弃。白灵鹤低笑出声，眸中的宠溺根本掩盖不住。啧，我说老白，收一收你的眼神吧，被三哥看见你死定了。对兄弟喜欢另一个兄弟的外甥女这件事，骆岭除了震惊就是服气。1个2个都他妈是畜生，一个骗了外甥女的闺蜜结婚，一个暗恋兄弟的外甥女。白灵鹤一脸嫌弃的看他，白痴，
光长个子不长脑子。云子金不能吃辣，所以杨妈让厨房准备了鸳鸯锅。热锅沸腾的辣油让祝悠悠和黎希暖胃口大开，特别是饿得胸都贴到背上去的祝悠悠，一口牛肉下去，超级满意。云子金全程都在给他涮肉，而白灵鹤也在夹菜给黎希暖吃。小姑娘还特别客气，白说：“我自己夹就好了，你吃吧，再不吃就被你洛叔吃完了。你看他跟饿死鬼一样。”洛里，操，老子输了200万，还不让我吃点肉？云子金从桌子底下踹了一脚过去，自己菜就别赖别人技术好，不说人话就去跟乌云待一个窝。吃完晚饭后，黎希暖说起了孙静飞的事，听说他宣布暂时退圈，生完孩子再复出，都搬去大房那边住了。祝悠悠浅笑，挺好的，找到地方住了。暖暖，明天陪我去收房子去呗。云子金眉头轻拧，老婆，我让保镖陪你去。不用，杀鸡用不上牛刀。黎希暖困了，提着包上2楼睡觉。祝悠悠看着沙发上的男人，你不是说没有客房吗？他合上平板，宝贝，黎希暖又不是客人。靠，心机男，害怕睡书房的男人安分守己，只是偶尔在危险的边缘蹦跶。祝悠悠掀开被子，腰间被一只大手禁锢住。老婆，你去哪？我去找暖暖睡。云子金把他压回床上，伸手去摸床头柜的手机。我让人把他连床一起抬走。祝悠悠抢过他的手机，扔在床头柜上，幼稚。再动手动脚，你就去给我睡书房。云子金暗暗发誓，一定要带着他一起去睡书房。祝悠悠背过身去，不看他，也不给他抱。为了能抱老婆睡觉，云子金犹豫了2秒。老婆，我告诉你个秘密。我不听。云子金死缠不放。宝贝，这个瓜很甜，你肯定爱吃。祝悠悠不买账，我只吃苦瓜。他低哑的嗓音在他的耳边响起。云红有无金正。第47章，云轩则是假货。祝悠悠掀开被子坐起来，瞪大了狐狸眼。男人痞里痞气的笑道：宝贝，这个瓜甜不甜？酷甜。他一脸吃瓜的模样，看着慵懒靠在床头的男人。那云轩则是假货。他对他勾勾手。祝悠悠耳朵靠在他的唇边，听见他说半真半假。祝悠悠不太理解，下一秒听见他说他是云杰的儿子。卧槽！红唇被封住，云子金趁机讨了个福利。宝贝，不能说脏话。祝悠悠，那云红知道吗？他对云家大房的人本来就没有什么好感，知道10年前的事都是云红的父亲策划的，对他们更是厌恶。知道他亲手把自己的老婆送上云杰的床。云超本来就偏爱他的私生子，如果他再被人知道自己不能生，那在云家大房更是一点地位都没有。只不过这件事可能云杰本人都不知道，毕竟他是出了名的浪荡子，有时候一晚上要换几个女人。祝悠悠的3观都被震裂了。他勾唇一笑，看着云子金，这么清楚，你以前是不是也这样？云子金把他按进自己的怀里。老婆，我第一次是持证上岗，合理合法的，我只会让你一晚好几次。祝悠悠一巴掌拍上他的嘴，一言不合就开车，小心出车祸。那这件事还有别人知道吗？没有，不过悠悠想让人知道也可以。祝悠悠低笑道，那不行，得让他的豪门少爷梦做的久一点，晚点再让他知道。老太太不是很讨厌云杰吗？要是知道他最爱的孙子居然是云杰的儿子，你说他会不会气得当场去见云家的祖宗啊？云子金摇头，不会，他很爱云红，除非他想帝都的人都知道云红生不出来。次日一早，祝悠悠在车库里看见了那辆冰蓝色的闪灵。黎希暖忍不住摸了一下，卧槽，不愧是云三爷，出手就是阔绰。我们开这个车去。祝悠悠让人拿了辆越野车的钥匙，开这个吧，便宜耐撞。黎希暖看向车灯亮起的那辆，嘴角抽了抽，乔治巴顿是挺耐撞了，也确实比闪灵便宜。黑色的 DA00007 的乔治巴顿停在孙家别墅的门口，看见驾驶室坐的人，佣人一时也不知道开门还是不开门。祝悠悠按下车窗，给你们3秒，门不开我就直接撞。暖暖，撞自己家的门不犯法吧？黎希暖嘴里叼着葡萄味棒棒糖，当然不。油门轰隆隆的声音，只要祝悠悠一松手刹车子就会冲出去。有了上一次的教训，管家陈怡让人打开门，连忙跑去屋内通知。祝悠悠笑了，挺识趣啊。车子横停在玫瑰花园里，带刺的红玫瑰被直接碾压的死伤惨重。谢小思扶着肚子尖叫，啊，我的玫瑰花。黎希暖下车后，在后备箱拿出一根高尔夫球杆，给，一会谁要是敢动你，你就往他头上抡。祝悠悠笑着接过，行，那我就不客气了。
一旁的谢小司目瞪口呆，这两人一点也不带客气。祝悠悠拖着高尔夫球杆上前，我给足你们时间了，现在立刻马上从我的屋子搬出去，半个小时不搬，我就报警告你们侵占民宅。他拿出房产证在谢小司面前晃了晃，看在你是个孕妇的份上，给你1个小时。佣人已经去给孙正东打电话了。此时的孙正东正在办公室里跟谢小静翻来翻去，电话响了好几次，孙正东想去拿，又被谢小静拦下。哎呀，姐夫，一会再去吗？10分钟后，孙正东的手机都快被打爆了。谢小司电话打到孙正东的助理那儿，可是助理又不敢说孙总在，只能硬着头皮骗谢小司在开会。助理敲了敲门，等了几分钟后，玻璃门才被拉开。他看了一眼衣衫不整的谢小静，还有瘫坐在沙发上的孙正东，库门都还没关好。他翻了个白眼，孙总，夫人电话都打爆了，我跟他说您去开会了，他让您赶紧回家，大小姐去家里要房子了。一听祝悠悠去收房子，他提起裤腰带就要往外走。助理拦下他，孙总，你还是处理一下再去吧，您这样回去，夫人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孙正东回到别墅的时候，祝悠悠跟黎希暖坐在乔治巴顿的车前盖上打 TMI。 祝悠悠，你又要干什么？这是我的房子。祝悠悠脸都没有抬起来，你跟我妈离婚的时候就说了，这套房子是我的，已经过户了，是你们自己搬，还是我让人扔你们出去？孙正东指着他，我跟你妈离婚的时候有协议，房子必须要等你结了婚才能过户，还没结婚就不算你的。游戏页面显示 Victory， 祝悠悠把手机放回包里，拿起高尔夫球杆跳下车。你怎么知道我没结婚？还剩下20分钟，你们不搬我就报警了。孙正东愣住，祝悠悠结婚了？不可能，云轩泽现在跟菲菲在一起，他跟谁结婚？我不信，除非你让你的结婚对象来，或者给我看结婚证，不然我是不会搬的。祝悠悠问了他一句，你确定？15分钟后，一辆警车停在孙家别墅的门口，四周的邻居都出来看，还有骑着代步车来看热闹的。你们谁报的警？祝悠悠把房产证递到女警手里，警察姐姐，我报的，这是我的房子，我给了他们1周的时间搬走，他们不搬。警察看过房产证后问，你们什么关系？我爸和他的现任老婆，他20多年前就出轨了，我继妹就比我小几个月，几年前他跟我妈离婚，他们有协议，这间别墅归我，这是协议书和过户的资料。孙正东反驳，警察同志，我跟我前妻的协议写明了，需要他结了婚后房子才是他的，他都没结婚就去过了户，这个不算的。祝悠悠冷笑一声，耳朵不好，使我出20块帮你挂个急诊号。我说我结婚了，你又不信。第48章，你妈还没嫁进云家。他打开结婚证的照片递给警察看，几位警察鼠离对视一眼。祝悠悠在别人看不见的角度食指抵在了唇瓣上。女警把手机还给祝悠悠，您放心，我们会处理，这可是云家的家主夫人啊。云家的家主居然结婚了，整个帝都还风平浪静。警察再三强调，祝悠悠已经结婚了，房产证过户有效，他们必须搬走。孙正东不断的拖延时间，谢小司偷偷给女儿孙静飞打电话。这栋别墅现价7000多万，孙正东不想便宜，给了祝悠悠。他坐在大厅里看着佣人们收拾东西。悠悠啊，这栋房子怎么说我跟你妈都有份，不能让你一个人得了。这样，你折现1半给菲菲，我跟你阿姨就搬走。祝悠悠低头发信息，这天还没黑呢，怎么就开始做梦了？我妈买的房子跟孙静飞有条毛的关系。15分钟，不走我让人扛你们走。孙正东不觉得祝悠悠会真的把他们扔出去，甚至坐在沙发上旁佣人泡茶，毕竟自己是他亲爹。15分钟后，祝悠悠拨了个电话进来，2辆黑色奔驰车的后面还跟着一辆黄色挖掘机。8个黑衣保镖从车上下来，一字排开，太太、小小姐。这称呼，祝悠悠忍不住抽了抽嘴角，应该没有比他年纪还小的长辈了吧？你们帮他们收拾一下东西，看着点，碰坏里记得让他们赔我。谢小司吓得直往孙正东的怀里躲，突然间脸色骤变，疑心四起。这个香水味，祝悠悠，你太嚣张了，我是你爸。祝悠悠拖着高尔夫球杆，毫不犹豫地砸碎了电视旁边的花瓶。你是玉皇大帝他爸，也得给我搬走。保镖也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了商场装垃圾的大垃圾袋，准备上楼收拾东西。祝悠悠好心提醒，半个小时，你们还没收完，我就让外面的挖掘机工作喽。见他们来真的，谢小司只好吩咐佣人收拾东西。其实他们不是没有房子住，只是没有那么好的房子。孙正东指着祝悠悠，
我不知道跟你结婚的野男人是谁，但菲儿是云家未来的小少夫人，你就不怕跟云家作对吗？黎希暖给云子京发了条信息以后，扑哧笑出了声。你都说了，未来的小少夫人，成不成还说不定呢。我这个真正的云家人都还没说话，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也敢指着我的小宝贝？孙正东不敢对黎希暖怎么样，她可是云三爷的外甥女，云家大小姐的女儿。黎小姐，怎么说你宣泽也是你的表哥？黎希暖挥手，可别，打住，我小舅舅还没生孩子。他用手肘动了一下祝悠悠，宝贝，我什么时候当姐姐？祝悠悠冲他笑，等你当妈以后。黎希暖一脸不高兴，怎么你们现在张口闭口就是催婚？我是有多惹人嫌吗？半个小时后，10几个佣人拖着几十箱东西站在院子里。孙正东恶狠狠地瞪着祝悠悠，你现在满意了吧？祝悠悠冷声，不是特别满意，毕竟地方都被你们弄脏了。妈妈喜欢的木槿花树早就不在了，还有满院子的七彩绣球花被大红玫瑰替代。一辆红色的保时捷卡宴停在挖掘机的后面，云轩则扶着孙静飞下车。爸爸妈妈，怎么回事？看见祝悠悠，孙静飞的脸都绿了，指甲掐进手掌心里，一说话就带着哭腔。姐姐，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们？这栋房子也有爸爸的一份。祝悠悠嗤笑一声，你们还真是亲父女啊。他指着孙正东，他让我把房子分一半给你，你说房子有他的一份。一听别墅有他的一份，孙静飞眼睛都亮了。姐姐，爸爸说的对，我也是爸爸的女儿，这栋房子。祝悠悠踩着高跟鞋走到他面前，我又没说你不是他的女儿，长得一样，都那么丑。这栋房子是我妈妈婚前买的，你爸一分钱都没出，哪来的脸要分房子？我真是羡慕你的脸，保养得很厚。孙静飞的脸一时白一时青，他看看孙正东，又看看谢小思，他们俩都知道祝悠悠说的是真的。见孙静飞掉眼泪的云轩泽心疼的上前替他出头，祝悠悠，你别咄咄逼人，你家那么多房子，菲儿怎么说也是你妹妹，你吃点亏怎么了？老话不是说吃亏是福吗？你是姐姐。祝悠悠直接就被气笑了，你家房子也多，你不是他的未婚夫吗？人家未来的女婿吗？你吃点亏，给他们的房子住怎么了？吃亏是福啊，你可以吃到福如东海，寿比南山。云轩泽脸色骤变，祝悠悠，别以为我小舅舅宣布跟祝家联姻，你就能那么嚣张，你妈还没进云家呢。祝悠悠，黎希暖，全场。祝悠悠身后的保镖更是看傻子一样看着云轩泽，哈哈哈哈，悠悠宝贝，你听见他在说什么吗？黎希暖笑到眼泪都出来了，倒是祝悠悠淡定的勾起唇角，真是可惜了这颗猪脑袋，别的长脑子是拿来用的，你是拿来增高的。云轩泽的手指头刚对准祝悠悠就被高尔夫球杆甩开，啊，祝悠悠，你他妈敢打我？我打狗。他坐在车前盖上，你们帮他们丢东西，我请的保洁公司马上就到了。10分钟不到，孙家一家和云轩泽连带佣人全部都被赶了出去。祝悠悠娇小的身躯开着这么酷的车，看起来有那么点霸气。车窗降下，他单手撑在窗户上，孙总，看在我们绿豆大的父女情分，提醒一下，孙氏集团总裁的位置可要做好了，毕竟除了你，我可是最大的股东。黑色的乔治巴顿沿长而去，黄色的挖掘机紧跟其后。不过8个保镖就不是了，他们站在大铁门前，手放在背后一字排开。孙正东还想等保洁搞完卫生以后再搬回去，这些保镖直接把他的后路堵死了。崩溃，书被关小黑屋了，没加书架的宝子们记得加书架，关了也能看，不加书架就看不见了。第49章，他最爱的是我。看样子祝悠悠就没有打算给他们机会，一家带着佣人只能搬到郊外的小别墅区去住。虽然也是别墅，但是没有之前住那么大，也没有办法住下那么多的佣人。谢小思只能留下4个人，其他都遣散了。孙静飞哭了一会，云轩则莫名觉得烦躁。你肚子里还有孩子，再哭下去对孩子不好。听到云轩泽的语气不对，孙静飞咬唇看他，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阿泽，我只是觉得难过，明明那个房子爸爸也有份，我也是爸爸的女儿。云轩泽最见不得孙静飞这副对他撒娇样子。行了，不就是别墅吗？等你给我生了儿子，我跟我妈要一栋给你，到时候伯父伯母就能搬过去住了。他搂着他的脖子亲了一口，赖在他的怀里撒娇，老公，你真好。云轩泽挑起他的下巴，真觉得我好，今晚就让我开心。孙静飞害羞的点点头。心情大好的祝悠悠跟黎希暖去吃了顿烤肉，才回了工作室。傍晚，云子京到工作室的时候，看见他的
站车，停在露天车库，用手机启动车子，交代司机把车开回去。突然他觉得给他买的车是不是不够酷，他才不喜欢开。一秒犹豫都不带的给助理打了个电话，给夫人订一辆红色大 G， 要快。黑色高定西装，白色打底衬衫和西装同色系的领带，近1.9米的身高，气场全开。李喜暖从制作室出来后，隔着工作室大门的玻璃都看见霸总走来。他眼冒星星，西装暴徒，帅死了。云子金走到他面前停下，口水擦擦，我有老婆了。李喜暖气得跺脚，怪不得人家说你是野男人。云子金不怒反笑，那我也是我老婆的野男人，好过你连男人都没有。那该死的绿茶气息超级重。小舅舅，你那么狗，悠悠知道吗？你不知道悠悠最讨厌绿茶吗？云子金眼神轻飘飘掠过他，在悠悠面前我可以是舔狗。李喜暖震惊了，我勒个去，结了婚的男人好可怕，舔狗是这样用的吗？祝悠悠还在处理手上的浮光锦，赤着脚踩在瓷砖上，手上的剪刀飞快滑动，裁剪出来的布料边缘线完美的无可挑剔。见他认真，云子金在不远处的沙发上坐下，拿出手机点了几下，一直到祝悠悠裁完面前的一匹布，他才注意到角落里的男人。你怎么来了？云子金上前把他抱起，搁在桌子上，来很久了，你在认真工作，很漂亮。他下意识搂住他的脖子，什么很漂亮？衣服，因为他的身边放着个模特，上面就有刚成型的服装模板。云子金从兜里拿出手机，调出相册递到他面前，我说你很漂亮。祝悠悠拿过他的手机看，里面是他刚刚剪布料的照片，很认真，角度也拍得很好。他找出自己的微信，选完照片还不忘点了个原图后发给自己。看不出来啊，拍照技术不错，原图直出，不用修。男人大手撑在桌面，俯身跟他平视，老婆，我除了拍照技术，其他的也很厉害，无可挑剔的那种。试试。祝悠悠推开他，谢谢，试试就不必了。试试就试试，他惜命，不想早死，更不想被作死。堂堂出现在门口，犹豫了很久才敲门，悠悠姐，有人送地毯来。地毯？什么地毯？我没买。我买的。云子金弯腰捡起桌子下东倒西歪的高跟鞋，给他套了一只后又脱下来，一手拎着高跟鞋，一手抱他，让他们进来铺，这里还有休息室、办公室，都铺满毯子。堂堂愣住了，看了眼祝悠悠，他问，你买地毯干什么？你不爱穿鞋，那就铺地毯。云子金把人抱走，堂堂自觉地留下来，把桌子上的布料和工具整理好，盯着师傅们铺地毯。云子金雷厉风行，挑的材料都顶级的，连花色都跟琉璃阁的装修风格很搭配。李喜暖正在办公室处理订单，被突然来人要铺地毯。我小舅舅订的。堂堂点点头。李喜暖没说什么，关掉电脑，提着包往外走。一看就知道是野男人的骚操作。悠悠不爱穿鞋工作，他觉得站久了很累。他也不是没提议过铺地毯，但祝悠悠担心破坏了琉璃阁复古的装修风格，就发现了这个念头。果然是财大气粗的云三爷，这么短的时间能弄到这样合适的地毯，都是因为超能力。他刚走出工作室的大门，黑色的乔治巴顿不见了，他小舅舅的劳斯莱斯小金人也不在。今天跟祝悠悠先是去了孙家才来工作室，他的车在幽云庄园没有开出来。电话打出去，我还是不是你最爱的人了，你居然丢下我。男人冷冽的嗓音，他最爱的是我，你哪凉快哪待着去。祝悠悠真的是有被无语到，30岁的人怎么还跟3岁一样幼稚。云子金单手打着方向盘，空出手捏他的脸，宝贝儿，你见过我3岁的样子？李喜暖气呼呼，我还有没有点存在感了？你们去哪里？祝悠悠歪头问开车的男人，去哪里？吃饭。李喜暖炸了，吃饭不叫我，我不配吃吗？地址给我，我打车去。云子金拿过祝悠悠的手机，等着，有人去接你。嘟嘟嘟。祝悠悠把手机放回包里，去哪里吃饭啊？还有别人去吗？要不我们去接一下暖暖吧。虽然他说有人接，但他还是不放心李喜暖一个人。不用，有人巴不得去接，我们做长辈的要给个机会。长辈？祝悠悠？谁啊？你给暖暖介绍的相亲对象吗？云子金回答他，算是吧。黑白色的布加迪 Central Design 在李喜暖面前停下，车门打开，深棕色的高定皮鞋落地。白灵鹤一身黑色西装，领口是深紫色的，内搭白色衬衫和黑色暗纹领带。等很久了。李喜暖勾唇一笑，白叔，怎么是你来接我？温馨提示，记得加书架哦，有那么一丢丢的小车速都有可能翻车的风险。第50章，
狗都不惦记你。白灵鹤打开副驾驶的门，顺路，天气热，快上车吧。副驾驶的位置放着杯冰奶茶。李希暖吞了吞口水，白叔，这奶茶是买给你女朋友的吗？白灵鹤把吸管插进去后递给他，我女朋友？你吗？一瞬间，李希暖都不知道接好还是不接好。白叔，你别吓我，我胆子小。他轻笑，心里苦涩得很。喝吧，特地给你买的。一路上，李希暖都跟个小话痨一样。云子京、白灵鹤、骆岭三人是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兄弟，即使云子京离开帝都6年，也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的关系。白叔，我小舅舅都结婚了，你什么时候交女朋友啊？你有没有看上哪家的姐姐？我给你拉拉线。白灵鹤看了他一眼，我有喜欢的人了。李希暖意外，谁啊？多大年纪啊？帝都的吗？帝都的，他今年22岁，跟我一样大爷。那你们在谈恋爱吗？白灵鹤低笑一声，没有，他不知道我喜欢他。李希暖，哇，白叔，暗恋人家哦？那你干嘛不告诉人家哇？暗恋很辛苦的。你怎么知道暗恋辛苦？你暗恋过人？李希暖摆摆手，没有啊，我才没空谈恋爱。话说回来，白叔，你为什么不告诉人家你喜欢他？说不定他也喜欢你呢。白灵鹤笑意宠溺，他说他没空谈恋爱。车子停在一家私房菜馆前，这里是云子京的私人产业。幽梦食府，这里的位置很难定耶，今晚是什么日子吗？白灵鹤手里还提着他喝了一半的奶茶。不难定，这是你小舅舅的地方。什么玩意？李希暖瞪大眼睛，你说这是我小舅舅云子京的店？白灵鹤抓着他的手腕往里面走。他没说吗？李希暖就觉得很离谱，但对于白灵鹤牵他的手，他却不觉得有什么，毕竟打小他也没少缠着他们带他出去玩。两人走到专属包厢的时候，骆岭先开口，怎么那么久？老子1年1次的生日居然还要等你。李希暖挠挠头，骆叔生日。白灵鹤拉过祝悠悠身边的椅子让他坐下，自己坐在他的身边。今天他生日。李希暖小声问，那你刚刚怎么没有说啊？现在好给他买个礼物啊，订个蛋糕也行。白灵鹤给他倒了杯水，生日而已，不重要。祝悠悠拽了拽闺蜜的衣角，小声开口，我也是来了才知道他生日。云子京慵懒地靠在椅子上，不是什么重要的人，不用特地准备礼物。不是什么重要的洛里，老子肯定是刨了阎王爷祖宗的坟，这辈子才跟你们做兄弟。云子京嗤笑一声，礼物在来的路上你应该会喜欢。洛岭一听以为是车子之类的东西，不喜欢的话老子拆了你的店。说到云子京的店，李希暖一脸不高兴，小舅舅，你怎么没说这家店是你的？云子京摊摊手，你也没问啊？那我花100万充了个会员算什么？给老婆夹菜的男人挑眉，算你有钱。李希暖一顿饭吃的都不开心，但是又拼命的吃，想多吃一点，把他之前充的会员卡吃回来。小姑娘的心思都留在了脸上。白灵鹤无奈低笑，放下筷子起身，哎，白叔，你要上厕所吗？这里不是就有洗手间？白灵鹤揉了揉他的发丝，我去抽根烟。一旁看戏的骆岭用手肘碰了一下给老婆剥虾的男人，喂，你知不知道你外甥女被狗惦记上了？云子京给了他个白眼，好过狗都不惦记你。骆岭，杀人诛心，说的就是他吧？几分钟后，白灵鹤推门而入，身后还跟着一个戴着黑色口罩的女人。祝悠悠和黎希暖还没有反应过来是谁，但骆岭简直就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是他。口罩摘下的时候，黎希暖差点尖叫出声。你是洛雅姐姐？程洛雅上前抱了抱黎希暖，是我，好久不见小暖暖。紫金哥，小悠悠，好久不见。云子京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祝悠悠也起身跟程洛雅拥抱了一下，真的好久不见了，洛雅姐姐。是啊，算起来有5、6年了吧。程洛雅走到骆岭身边，把手里的袋子放在，哥，生日快乐。骆岭从他进来的那一刻，脸色就已经难看的不能再难看了。黎希暖见人还站着，拉着他坐下，姐姐，你好狠的心啊，离开那么多年都没有想过回帝都看一看。不过我经常在网上看见你，我是你的小迷妹。他低笑，挺忙的，没有找到机会回来。骆岭一脸烦躁，心里冷哼，忙是躲他吧。坐了几分钟后，心里的那一股烦躁越来越明显，他猛地起身说了句，出去抽根烟。祝悠悠跟洛雅没有特别的熟，他只知道洛雅是洛家的养女，按辈分他跟黎希暖要叫他姑姑的，但是程洛雅不同意，觉得叫老了。6年前他找到自己的家人后被接走，洛岭的妈妈还哭了很久。不过他们都是女孩子，
洛雅也就比他们大5岁，可以聊的话题还是比较多的。而且有黎希暖的这个话痨在，也不怕冷场。洛雅姐姐，你拍的剧我都看了，我要是个男的，肯定爱上你。身边的云子晶轻飘飘地说了一句：“我现在给你订一张泰国的机票，应该还来得及。”黎家喜提儿子，姐姐姐夫应该挺高兴的。白灵鹤没忍住低笑出声。黎希暖抱着嫡长龟：“小舅妈，你看我小舅舅又欺负我，你别让他上床睡觉。”吃瓜的程洛雅愣住了：“你们……等等，信息有点炸裂。”他消耗一下，帝都的钻石王老五，顶级豪门掌权人的云三爷，居然结婚了，居然瞒得那么死。更让他意外的是，对象居然是祝悠悠。他轻咳一声：“那个，你们在谈恋爱？”云子晶啧了一声，破眼神还跟6年前一样差。这是我老婆，正儿八经民政局盖章的那种。程洛雅不怕云子晶，调侃道：“还真没看出来，毕竟紫金哥你这头牛太老了。”新书更新中，宝子们记得加书架，多多留下你们的评论 ，CP 很甜，爱看好看请留下你们的5星好评哦，你们的评分很重要哦。第51章，空手套白狼。洛领一根烟，抽了快10分钟才进来。程洛雅已经跟2个小姑娘打成一片，白灵鹤的位置都被挪走了，现在坐在黎希暖身边的是程洛雅。洛领坐下后安静吃饭，一句话都没有说过，连个眼神都没有给对面的女人。黎希暖还是嗅到了不一样的味道，毕竟洛领有多疼洛雅这个妹妹，她从小就知道。程洛雅不是洛家亲生的这件事在帝都几乎是公开的，因为洛家人有意帮她找亲生父母，所以没有隐瞒她的身份。但是也有不少人因为她的身份孤立她，校园暴力她。读书那会，洛领二话不说找人干架，男的女的都照打不误。洛雅姐姐，你跟洛叔是吵架了吗？洛雅抬眸看了他一眼，没吵架，可能是太久没有回来，哥不高兴了吧？黎希暖问：“那你这次来帝都还走吗？”程洛雅笑意温柔：“我以后会定居帝都，不过有工作的事还是会走。”她是娱乐圈的当红小花，但为人特别低调，除了拍戏和上节目，感情生活和私生活干净到吓人。那姐姐，你下次拍戏的时候，我去探你的班。程洛雅知道黎希暖是个颜控，是探我的班，还是探男主的班？都探，都探。你上一部戏跟你搭档的男主就很帅啊，超级帅。他单手抱你的时候，我都磕到了。桌上的3个男人有3种不同的表情。云子晶幸灾乐祸，白灵鹤是一脸的无奈，而洛领脸上有比一丢丢还多一丢丢的怒气。一直到一顿饭吃完，准备离开的时候，洛领才开口问：“住哪里？”程洛雅犹豫了几秒后回答：“蔷薇家园。”我答应了妈咪，回家住几天先。那边的房子还没有打扫。洛领拿起车钥匙冷声开口：“跟上。”程洛雅拿起桌子上的礼物袋，打了声招呼后，连忙跟上他的脚步。黎希暖瞪大了眼睛，刚准备凑上去跟祝悠悠说悄悄话，就被人推开：“起开，别黏着我老婆。”祝悠悠被他搂着腰带走。黎希暖在原地气得跺脚：“重色轻外甥女的家伙，我要带我小舅妈离家出走。”包厢里只剩下白灵鹤跟黎希暖2个人。他听着他在云家的微信群里添油加醋的控诉不做旧的云子晶：“走吧，我送你回去。”黑色的劳斯莱斯小金人里，祝悠悠还没来得及扣上安全带，就被人抱过去坐在腿上。“老婆，你今晚只对我说了3句话。”那委屈又可怜的模样，让祝悠悠觉得子晶好像做了什么天大的错事。“那我等下跟你多说几句。”云子晶得寸进尺，说一个晚上。你想都别想，我明天要赶工。他把人放回副驾驶，扣上安全带，顺势擒住他的红唇，一直到他气喘吁吁后，他才大发慈悲松开他。那就说1个小时。祝悠悠咬牙切齿：“你能不能做个人？你昨天才……”他现在都还觉得有些不太舒服。“昨天怎么？”“昨天晚上我很乖，没有动第3只脚。”祝悠悠，闭嘴，好好开车。车上的时候，云子晶的电话响起，是云公馆管家云远的电话：“少爷，港城萧家今晚上门拜访，有意联姻。”云子晶嗓音冰冷：“谁？”“萧寒。”“云远，不是，萧家大房的萧婷带着妻女一起来。”“我爸妈怎么说？”“老爷夫人让您明天抽时间回公馆一趟。”“知道了。”电话挂断后，祝悠悠问：“你说的萧寒是那天拍卖会上我妈妈身边那个男人吗？”“他是港城萧家的现任掌权人，跟妈还有我姐的大学同学。港城萧家比云家还要复杂。萧寒当年在帝都读书的时候，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后来因为一些原因才回萧家。萧家大房是当年萧家夺权的时候，跟萧寒竞争最厉害的。虽然现在萧寒掌权，但其他旁支依旧虎视眈眈，
这次来地都找云家联姻，来者不善啊。祝悠悠也是大家族里的小姐，但祝家人少，身家清白，没有内斗。她以前可以不懂，但现在不行，她是云子金的老婆，是要与他并肩的人。那他们这次来是找你联姻的，毕竟他们俩的关系并没有公开。云子金低笑，吃醋了，他空出手来捏他的脸颊，老婆，我手难得。祝悠悠挑眉看他，今天孙正东说你是野男人。男人脸色一冷，看来孙氏集团最近太闲了，是该找多点活干。什么活？云子金，悠悠，你手里有孙氏集团20%的股份对不对？股份本来是我妈妈的，前2天已经过户了。那我把孙氏送给你当礼物好不好？祝悠悠下意识摇头，我不喜欢管理公司，我就喜欢做衣服。云子金跟他分析，孙氏是做布料行业的，抛开管理的人不行，根基还是不错的。如果你把孙氏收入囊中，那就不用到处去跟布料商合作，这样的单会更多，对你的工作室只有利没有弊。祝悠悠还是不喜欢，如果可以，他都想把手里的股份还给他妈妈了。见他犹豫，云子金又说，那这样，公司我让人替你管，你只管做衣服和收钱，把孙氏并入云林国际的子公司，怎么样？他眸色一亮，这个好，那就交给你了，谢谢老公。祝悠悠红唇凑过去亲了一口他的脸颊。云子金哑声开口，我不接受口头上的血，尝吧。祝悠悠无语，您这一手空头套白狼玩得溜，不愧是商人，算盘珠子崩他满脸了。云子金还没有得意2分钟，就听见祝悠悠说，还真是不巧，大姨妈光临。一盆冷水被浇得透心凉，云子金气笑，宝贝，别嘚瑟，你家大姨妈只能最多保你1个礼拜。祝悠悠呛他，谁说的，我月经不调不可以吗？云子金真的被他逗笑了，这样鲜活又可爱的祝悠悠是他的，可以，你最好就不调1个月。祝悠悠瞪他，闭上你的乌鸦嘴。第52章，我有你啊。男人一脸无奈，合着他自己说就行，他都顺着他的意思附和，就是犯了天条。祝悠悠不想跟他开玩笑，脸上笑意收了起来。云子金，你说他们要是真的找你联姻怎么办？前面红绿灯，车子稳稳停下，男人修长的指骨挂空挡拉手刹，伸手揽过他的脖子带到自己的面前。老婆，我们打个商量。祝悠悠像是被人捏住脖子的猫，无法动弹，你说话就说话，别动手动脚的。云子金温柔地亲他的唇，老婆，我们已经结婚了，正儿八经民政局盖的章，不是假结婚。你能不能喊我老公？全世界还有比他更难的男人吗？不就是个称呼吗？下了床就听不到了。祝悠悠拒绝，有点绕口。男人霸道的开口，不习惯就多喊几遍，喊久了就习惯了。祝悠悠还是犹豫，毕竟他喊了他10几年小舅舅，虽然不是亲的，但也是。云子金不勉强，妥协道，这样，你唤我阿修，如何？这个名字除了家人，也没有人知道，以后就是你的专属称呼，好不好？祝悠悠点点头，这个可以接受，毕竟不算是很烫嘴巴。那阿修，现在可以告诉我萧家联姻的对象了吧？绿灯亮起，云子金重新启动车辆。萧家肯定是想拉拢我的，毕竟嫁我就是帝都云家的当家主母，放在古代就是皇后的地位。祝悠悠翻了个白眼，大清早亡了。云子金失笑，我就打个比喻，面对心爱的女人，云子金除了无奈就是纵容，他还能说什么？自己选的老婆，自己宠着。祝悠悠对萧家一无所解，只能听着云子金说，萧家大房有个女儿叫萧娇，在港城几乎就是古代长公主的那种身份。因为萧家家主萧寒没有娶妻生子，萧家旁支有7、8个儿子，却只有1个女儿。萧家可能也是风水不好，除了萧寒，其他人的脑子说是猪脑子都侮辱了猪。经商不行，军政更不行，那些儿子1个2个只会喝酒泡妞，濠江那边几家赌场都被败得一干二净，而其他的经济命脉的都在萧寒的手里。这次来我想是因为港城那边的海运项目合作的问题，萧家大房的女儿嫁了云家，不管云家帮不帮忙的都会被拖下水。祝悠悠大概听明白，那如果她嫁的人帮不到萧家呢？云子金低笑，像这种水浑浊到比排污库的水还脏的大家族，没有利用价值的人就是弃子。说到这里，云子金有些担心，如果小姑娘知道了自己的身份，或者被有心人知道她的身份，会怎么样？悠悠，你有没有想过孙正东不是你的亲生父亲？祝悠悠的眸色肉眼可见的僵了2秒，为什么这样问？看他的神色，云子金明了。老婆，你知道孙正东不是你的亲生父亲，
对吗？祝悠悠点点头，我确实知道。他知道并不是重生之后，而是重生之前就知道了。以前大学时学校有体检，他从父母双方的血型上得知的。云子金喉咙哽了一下，宝贝，什么时候知道的？他早就知道了，却没有说过。祝悠悠轻笑，大一入学那年就知道了啊。我跟妈妈都是 O 型血，可是孙正东是 AB 型。我虽然不是学医，但也知道 O 型和 AB 型是生不出 O 型的小孩的。我不知道妈妈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但是她不说，我就不问。反正他们都离婚了，是不是我亲爸重要吗？我有妈妈和姥爷就够了。云子金心疼的呼吸急促，他张了张嘴，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好几次他都想告诉他关于他身世的真相，可是现在还不是最好的时机。车子停在幽云庄园地下车库的时候，云子金还是心不在焉的。祝悠悠喊了他好几句，他薄唇缓缓轻启，悠悠，你有没有想过找你的亲生父亲？祝悠悠沉默了，组织了一下语言，如果妈妈不想我知道，那我不想。如果找回来的父亲跟孙正东一样，那我为什么要找？祝悠悠弯起眼眸的对他轻笑，别担心，我没那么脆弱的，我有你啊。不得不说，祝悠悠的话确实安慰到他。他着急上楼洗澡，刚刚在吃饭的时候突然一股暖流，虽然垫了点纸巾，但是他有预感，再不去洗澡他就要血崩了。云子金难得没有跟他上楼，而是抽了根烟后去厨房煮红糖水。另一边的骆家，骆岭一张臭脸坐在沙发上，看着人家母女拥抱叙旧，自己就跟个透明人一样。骆妈顾新月看着碍眼，已经10点多了，你还不走？骆岭，我为什么要走？这他妈不是他的家了，亲儿子不要了是吧？程洛雅的笑容凝固，慢慢消失。骆岭的心比蛇胆还苦。顾新月瞥了他一眼，你不是说你要自立门户？骆岭无语，我是这样意思吗？我只是说我要搬出去住而已。再说了，今天我生日，现在回来陪你过母难日不行吗？母亲大人不买账，有区别吗？在古代，搬出去住就是自立门户。你顶着张死人脸回来陪我过母难日，不知道的以为你回来上坟。清明节还没到，骆岭差点被噎死，看着斜对面事不关己的骆战。爸，你就不打算管管？骆战摊开手，你看我像有资格管的吗？你看我是敢管的吗？咱家你妈说的话就是圣旨，这件事你又不是第一天知道，我怕老婆你不是从小就知道吗？骆岭，这个家一看就没他的地位。他气呼呼地往楼上走，一步一阶梯，那声音像是要把楼梯踩爆。当他走到2楼楼梯拐角的时候，听见他亲妈说，雅雅，别管你哥，他肯定是又被那个女明星甩了，回来找心理安慰。骆岭，操，这个家不回也罢。第53章，夺我清白，不负责任。程洛雅在骆家生活了10几年，这种场景以前天天见，许久未见，觉得很暖心。妈妈，我没有听到那个女明星跟哥有绯闻的。顾新月捏了捏他的脸颊，你就替他说话吧，他什么样我能不知道？骆岭站在楼梯吼，你还真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3楼的房门关得砰砰响，顾新月拍了拍程洛雅的手，雅雅，阿林有没有凶你？当初程洛雅离开骆家，他虽然不舍得，但尊重他的意见。可骆岭就不是了，那是他第一次对程洛雅发脾气，第一次凶他，第一次吼他。他说，我们就那么不配当你的家人吗？洛雅，你走了以后就永远不要再喊我哥。程洛雅红了眼眶，没有，妈妈，哥他不会的。他不会个屁。雅雅，反正他也不住家里，我跟你爸每天在家跟空巢老人一样，你在家里住下吧。程洛雅被逗笑，妈妈，我不是3岁小孩了，您跟爸爸3个月就一次大旅行，其他时间不是打牌就是做美容，我住家里我就成留守儿童了。您放心吧，我以后只要不出去拍戏，每周回来住1天，好不好？顾新月被安抚到，他也知道儿子和养女之间的事情，但他们不说，他也不问，他是最开明的妈妈。好，那你不能骗我哦，不然我就搬去跟你住。一旁的骆战听到家里的镇家之宝要走，老婆，那我也跟你一起搬过去和闺女住。顾新月瞪他，有你什么事？你去跟你儿子住。夜里，骆家别墅一片寂静。洛雅刚洗完澡，推开阳台的门，发现洛琳也站在阳台上。他们的房间相邻，2个阳台中间就隔了1米的距离，腿长的跨都跨过去了。洛琳的样子也像是刚洗完澡，黑色的真丝浴袍微微敞开，露出大片胸肌，额前的头发未干，指尖还夹着半根香烟。洛琳看着他，吸了一口烟后吐出，烟雾遮住了2个人的双眼，趁机掩盖了彼此的眼底情愫。
程洛雅先出声：“哥，我……”手里的手机响起，洛雅看了眼，来电显示只能接通。喂，萧师兄。雅雅，你回帝都了？俩人离得不远，洛岭听到他对对方的称呼后，脸色阴沉下去。对，刚回来，师兄你也在。对方不知道说了什么，程洛雅脸上的笑意越来越明显，说话也很温柔，这让洛岭越来越不爽，掐灭了烟，手撑在栏杆上，翻过去隔壁的阳台上。程洛雅吓得目瞪口呆。雅雅，雅雅，你在听吗？男人高大的身躯越来越近，程洛雅下意识往后退，肩膀被人按住，抵在阳台玻璃门上。他俯身，唇瓣贴在他另一只耳朵上，再退，后果自负。程洛雅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正常。那个师兄，我们明天下午约吧，具体地址你定好了给我发微信。电话匆匆挂断，程洛雅抬头对上了洛岭那双冰冷的眸子。哥，你知不知道刚刚那样子很危险？这里是3楼。洛岭轻捏他的下巴，语气冰冷。我有没有说过，走了就别再叫我哥？而且，你现在是在管我？以什么身份？程洛雅咬唇，眼睛里泛起了星星点点的水花。你知道我为什么离开？老子不知道。洛雅，你根本就没有心。洛岭浑身的戾气很重，洛雅以前不怕他的，6年前那次之后就怕了。哥，你明明就知道我们之间……因为洛岭凶猛又粗鲁的吻，玻璃门发出了很大的响声，呼吸猝不及防被夺走。程洛雅呆滞间忘记了呼吸，在他感觉自己快要窒息的时候，洛岭松开他的唇瓣，回味似的舔了一下自己的下唇。笨蛋，还是不会换气。程洛雅回过神，生气的对他：是，我是笨，当然没有洛少万花丛中过的经验。洛岭因为他的反应而感到的开心片刻消散。生气？该生气的不应该是我吗？你他妈睡了老子，不负责任！6年前的记忆被勾起，洛雅沉默后低下头。那是个意外，你可以推开我的。洛岭被气笑了，合着你他妈脱老子的衣服，夺了我的清白，还是老子的错？程洛雅梗着脖子看他，我有说错吗？你如果推开我，不就没有后面那么多事？什么事？他的俊脸逼近，程洛雅下意识就要躲。看着我，洛雅，你告诉我什么事？这件事从始至终只有我们身边几个人知道。你在害怕什么？整个帝都谁不知道我们不是亲兄妹？我爸妈疼你，甚至都超过我这个亲生的。洛岭眼尾猩红，哑声逼问他：你告诉我，我他妈就那么见不得人吗？眼泪从洛雅的眼睛滚落，他小声开口：他们说我是洛家的童养媳。洛岭一脚踢在了阳台上的秋千吊椅上。操，洛雅，你的脑子呢？这他妈没营养的话你也听得进去？6年了，他终于把这句话说出口。程洛雅红着眼睛落泪，洛岭的心被人炸开一个洞。他伸手把他搂进怀里，真他妈蠢，还是我们洛家的人，狐假虎威不会啊？打人不会啊？没嘴吗？不会告状吗？不会让我去打吗？程洛雅贪恋他的怀抱，没有推开他。他们是女生，你打女生吗？洛岭被气笑了，我雇人打行不行？他捏住他的下巴，程洛雅，再走一次，我就真的不要你了。不等程洛雅回答，洛岭哑声开口：生日礼物我不喜欢，换一个。程洛雅有点懵，啊？可是现在那么晚，我去哪里换？他给他挑的手表，他不喜欢吗？他说我自己换。炙热的吻落下，比刚刚还凶，而且他身上本来就只穿了件睡裙和睡衣外套，诱人的曲线早就勾起洛岭压了6年的火。微风吹过，程洛雅忍不住打了个寒战，下一秒便被人抱起扔在欧式风格的大床上。睡裙落地后被黑色的浴袍盖住，洛雅惊叫一声。男人痞笑，喊大点声，把爸妈都喊来，明天我们就去领结婚证。第54章，抱歉，手抖。程洛雅无语地扯了一下唇，疯子，变态。洛林也不恼，哑声失笑，抬手去抚开他脸颊上的头发。这么多年了，还不会骂人呢？要不要我替你骂？程洛雅冷静了一下情绪，我们是兄妹，6年前已经错了一次，我不能再错第2次。啊！洛林松开他的脖子，白皙的天鹅颈上留下了一个还带着血珠的牙印。兄你妈，老子独生子，没有妹妹。有也是情，妹。他捏他下颚的手指用力收紧，错都错了，我就要一错到底。洛林起身下床，拉过被子给他盖上，然后弯腰拿起地上的浴袍套上，在程洛雅没有看见的角度里顺走了属于他的东西。洛林肆无忌惮地拉开程洛雅的房间门出去。大床上的女孩仰头看着天花板，裸色的手指捏紧身上的被单，唇角的笑意挡都挡不住，眼角的眼泪也是，
顺着他的眼角滚落到枕头上。回过神来，他下床把地上的睡裙捡起来重新穿上，却发现少了一件。他蹲在地上羞红了脸，混蛋！次日一大早，云子金回了云公馆。黑金色的科尼赛克开进云公馆的主楼门口，轰隆隆的车排气声音吸引了屋内的人。华玲脸上的假笑已经换成真笑，他优雅站起身，对站在他身边的女管家云晶说：“臭小子又把他那些吵死人的大烟筒开回来了。”云晶跟在华玲的身后往外走，眼底都是无奈的笑意。他笑声对华玲说：“夫人是想少夫人了吧？”华玲大方承认：“是啊，香香软软的儿媳妇不讨人喜欢吗？哪像臭小子就是欠揍。”跟在他身后的萧娇只听见了华玲的那句“臭小子欠揍”，自动带入了昨天他们一家上门拜访被冷落的事情，以为华玲是为他抱不平。全球限量版的跑车门打开，男人高定皮鞋落地，黑色衬衫领没有搭配领带，微微敞开的领口加上喉结下那颗红色的小草莓，看起来要多皮有多皮。萧娇在看见云子金的第一眼就沦陷了，眼睛一动不动，像是要把他生吞活剥一样。云子金一脸厌恶，身上的气息骤变，在看见华玲时，脸上的笑意也消失得无影无踪。妈！华玲无视他，走到副驾驶的位置看了看，就你自己，我儿媳妇呢？站在旁边的萧娇皱眉，尖锐的声音抬高：“你结婚了？”云子金轻笑一声：“上班去了。”他忽略旁边质问他的女人，进来客厅，在单人沙发上坐下。老头，喊我回来干什么？一双大长腿慵懒地叠起，手指间还玩着一根女孩子的蝴蝶结发绳。被无视的萧娇愤愤地回到客厅，拉着萧婷的手撒娇：“爸爸。”萧婷眼神狠狠厉地瞪他，却要在外人眼里装作很疼爱的样子，安抚似的拍了拍他的手背，柔声训斥：“你是女孩子，不可这样无礼，跟云总打声招呼。”萧娇站起身，走到云子金面前，娇羞地低下头：“子金哥哥好。”云子金漫不经心地从口袋拿了根烟，点燃，嗓音如地狱阴冷：“你谁？谁是你哥？别乱认，不知道的以为我爸在外面有私生女了。”萧家人的脸色都不好看，云卓一脸无语，轻咳一声：“臭小子，正经一点。有客人在，把你的烟掐了，别呛到萧小姐。”云子金冷哼一声：“金姨，让人点一下鹅梨香，香水味太呛人，我有点不舒服。”站在华玲身边的云晶秒懂：“好的，家主，我这就去点。”萧娇的脸色已经完全不能看了，他这不就明摆着说他身上的香水味重吗？他面容微微狰狞，却还轻咬唇控诉：“子金哥哥，你怎么能这样说话？我是你的未婚妻啊！”云子金手指间的烟头弹了出去，吓得萧娇尖叫：“抱歉，手抖。”“你谁？”未熄灭的烟处碰到萧娇的裙子后落地，几万块钱的裙子瞬间烫出了个洞。云子金拍了拍裤脚站起身，萧家的教养看来也不怎么样，上赶着来做三啊！一次两次被羞辱，萧婷夫妻的脸色也不好看。云家主，我们萧家带着满满的诚意到帝都联姻，这就是你们帝都云家的待客之道。云子金上前两步跟萧婷对视，萧先生来联姻的时候就没有打听到云某已有未婚妻。萧婷底气不足，是略有耳闻云家跟祝家有婚约关系在，但祝家的大小姐跟云家的小少爷有过婚约，想必云家主也不会娶一个不干不净的女人。话音一落，不仅云子金变了脸色，连华玲和云卓的脸色都难看到了极致。华玲抢在云子金出生之前发了火，港城萧家也不过如此，那教养还不如帝都路边的流浪狗。站在我家的地上说我儿媳妇的坏话，当我是死的吗？来人，送客，以后但凡是萧家的人，一律不许进我们云家的大门。萧婷脸色变了变：“云夫人，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觉得……你什么意思？关我什么事？”管家，高跟鞋声传来，祝悠悠一身新中式的青色连衣裙从屋外进来，长发挽成中式发型，发间插着一根碧色的玉簪子。家里好热闹啊，我来不打扰吧？华玲脸上的怒意被笑意取代，上前拉着他的手：“你这孩子回自己家打扰什么？正好今早刚空运到了一箱波士顿龙虾，让厨房给你做芝士焗龙虾吃。”另一道高跟鞋声伴随着女孩不悦的撒娇声：“外婆，你偏心，我要是油焖的。”华玲一脸宠溺：“都有，小馋猫，外婆还能少了你吃的？”祝悠悠一出现，萧家的视线都被他吸引过去，特别是萧婷，看他的眼睛像是淬了毒一样，像，太像了，像极了那个人年轻的样子。要不是调查过萧寒，他怕是要以为面前这个人是他的私生女。云子金察觉到异样的眼光落在他的宝贝身上，不顾在场有外人在，抱着他坐在单人沙发上，捏着他的下巴对着自己：“怎么过来了？
不是说工作室忙吗？第55章，不许碰我老婆。早上让他陪自己吃早餐，他说忙，早餐都没吃就去了工作室。祝悠悠小声在他耳边说：“你松开我。”云子晶一脸委屈，声音一点也不小：“老婆，有人上赶着做我的小三，你不捍卫一下你正宫的地位？”祝悠悠看着他演戏：“我需要吗？未婚夫。”其实他们早在云子晶进屋后没多久就到了。刚客厅里几个人的谈话，他听得一清二楚。男人脸色一僵，心里暗骂：死嘴，又嗨过头了。萧娇看着男人温柔地哄着怀里的女人，嚣张刁蛮的脾气上来。你们帝都的名媛小姐都是这样不要脸的吗？大庭广众之下坐在男人怀里。黎希暖啧了一声：我小舅妈坐我小舅舅怀里，关你什么事？你是羡慕嫉妒还是缺男人？看你长得一副人模人样，做的却不是人事，上赶着嫁给我小舅舅，你就要脸了吗？萧娇，我什么我？实话还不给人说了，港城是没男人了。祝悠悠挣脱开男人的手臂后开口：暖暖，对客人不能无礼。黎希暖秒乖：好的呢，小舅妈。他挑衅地看了眼萧娇，乖巧地坐在华玲身边。祝悠悠上前礼貌开口：萧小姐好，我是祝悠悠，云子晶的老婆。萧夫人冷笑一声：祝小姐还没结婚就这样称呼，不太好吧？她回头看了眼慵懒坐在沙发上的男人：不好吗？云子晶低笑：好，好极了。祝悠悠点点头：出门在外，身份是自己给的，我跟云子晶有婚约，结婚是迟早的事，一个称呼而已，早点叫晚点叫都是要叫的，你说对不对，老公？云子晶脸上的笑意又宠溺又得意：对，我老婆说的都对。黎希暖搓了搓自己手臂：外婆，小舅舅真闷骚。华玲笑道：让他得意一下吧，难得悠悠承认他的身份。一家人其乐融融，说话也没必找他们。萧家人虽然憋着一肚子火，也不敢在人家的地盘上怎么样，只能硬着头皮离开。离开云公馆后，回到萧家三口临时住所。萧婷一巴掌落在萧娇脸上：没用的东西，白费我花了那么多钱和心思在你身上。萧娇捂着脸低下头不敢说话，心里毫无波澜。站在一旁的萧夫人更是习以为常，一点维护女儿的意思都没有。好了，你打她也没用，云家不行就换一家，帝都又不是只有云家一家独大。萧婷坐在沙发上抽着雪茄：你懂什么？帝都骆家、白家跟云家就是一条船的人，祝家就更别说，那是老一辈的关系。更何况祝家那位女总裁和云家的大小姐和老二可是大学同学，你别忘了，祝家那位跟老二还有过一段。萧夫人一脸震惊：老公，你说刚刚那个祝小姐有没有可能是老二的女儿？萧婷想都没想就否定：不可能，我调查过了，时间都对不上。嘴上虽然这样说，但是萧婷心里燃起了怀疑的火。一旁的萧娇大概听懂了，就是父母怀疑刚刚那个云子晶未婚妻是二叔的孩子，他的堂妹。不可能，不可能是，也绝对不能是。港城萧家的大小姐只能是她。萧寒掌权萧家的时候，家族长老也提议过让她从旁支过继一个，被她拒绝了。萧娇作为整个家族唯一的女孩子，从小就被冠上了大小姐的头衔。但现在掌权人是萧寒，如果祝悠悠真的是萧寒的女儿，那么祝悠悠就是名正言顺的港城萧家大小姐。不允许，她不允许任何人抢走她的位置。云公馆，云卓父子一吃完饭就去了书房。祝悠悠跟黎希暖在客厅里撸华玲的金渐层猫，小家伙乖巧的不行，怎么揉都不生气，萌的祝悠悠都想把它偷回家了。云子晶慵懒地坐在书房沙发上，倒是云卓一本正经的不像话：你跟悠悠的婚事什么时候对外公布？我跟你妈好，提前准备东西。云子晶拿着手机看屏幕里在楼上撸猫的小姑娘：你们该怎么准备就怎么准备，准备好就该提亲了。云卓被气笑了：哟，云家主还知道没提亲呢。云子晶被噎了一下，无力反驳：是他的错。1周后是老爷的68大寿，帝都有头有脸的人在那一天都会受邀，那时候提亲最好不过。云卓把提前列好的礼单递给大孝子：看看，这些都是我跟你妈给悠悠准备的。云子晶毫不客气地接过认真翻看，点了点头：不错，一半的棺材本都在这里了。云卓，小时候打少了。爸，我记得妈有一套12色的宝石原石对吧？把那个加上去，悠悠喜欢。云卓忍不住破口大骂：滚蛋，那是老子送你妈的定情信物。云子晶接过他扔过来的书翻了2页：说话就说话，怎么还骂人呢？我告诉我妈去。注意点，你现在是有儿媳妇的人了。他把书放在茶几上，大摇大摆地离开，压根就没有理会气得要上呼吸机的老父亲。云子晶下楼，
蹲在地上，手还没碰到金渐层，他已经条件反射地往祝悠悠怀里钻。云子金想伸手要去把他抓出来，不许碰我老婆。要是指同性就算了，偏偏是带把的。金渐层在祝悠悠怀里吓得发抖，从楼上下来的华林人味道声音先道：云子金，你又吓我的晶晶。男人脸色黑的已经不能再黑了。祝悠悠和黎希暖实在没忍住笑出了声。晶晶被他从祝悠悠怀里抓出来，扔在沙发上。好笑吗？宝贝，凭什么这破猫跟他一个名？每次华女士叫猫的时候，他就下意识以为是叫他。操！关键他妈还不如一只猫有地位。祝悠悠坐在沙发上安抚晶晶，好笑，挺好笑的。晶晶很可爱啊，你看她的耳朵和尾巴都是金灿灿的，叫晶晶很合适。云子金的脸已经不能用黑来形容了，他有那么一瞬间想吃猫了。华林手里拿着个木盒子，几乎是小跑从楼上下来。祝悠悠抱着猫站起来，妈妈，您慢点，小心摔了。有我在，他不敢动晶晶。云子金黑着脸，谁说我不敢？剧情前进中，蓄谋已久，小舅舅超爱救赎他的女孩，很甜也很爱。喜欢的小可爱们留下评分和评论哦。新书涨分中，你们的每一条评论，每一颗5星都很重要。第56章，晚上我教你。祝悠悠一个眼神，男人气都吞了回去。行，他不敢。华林把手里的木盒递给祝悠悠，把猫抱在怀里。死孩子，一点爱心都没有。晶晶也是家里的成员。云子金咬牙切齿，你但凡给他改个名字，我爱心就能泛滥。华林不理他，示意祝悠悠打开手里的东西。木盒被打开，祝悠悠一脸的惊讶到不可置信。妈妈，这……云子金伸手拿过，还是华女士慷慨，我替我老婆收下了。整整12色的稀有宝石，这得按一算单位吧？他斗地主欢乐豆都不敢这样送。华林瞪了一眼便宜儿子，收着，这是妈妈给你改口费，喜欢哪个就拿去打首饰，这些东西放在我这里也就是普通石头。刚结束一局游戏的黎希暖撅着嘴巴，外婆，我也要石头。祝悠悠连忙说，我分一半给你。黎希暖刚准备上手去摸云子金手上的盒子，啪一声，小舅妈，小舅舅打我。云子金，熊孩子，打少了。祝悠悠当着闺蜜的面打了一下云子金的手，我帮你打回来。改天你画设计图，挑一个喜欢的颜色，我们做同款项链。一旁的云子金有一种他才是小三的感觉。离开云公馆的时候，云子金连拖带抱的把人塞上自己的车，一脚油门飞车离开。骚操作看得黎希暖目瞪口呆。外婆，你看我小舅舅为老不尊。家里小辈只有黎希暖一个，黎家的老两口又走得早，华林疼他疼得跟眼珠子一样。小时候黎希暖只要做错事就会躲到华林这里来。暖暖啊，看在你舅舅一把年纪好不容易有个老婆，咱不跟他一般见识。一把年纪的云子金闷闷不乐。祝悠悠拽了一下他的袖子，怎么突然不高兴了？云子金一开口，嗓音可怜巴巴，我为什么不高兴？云太太不知道吗？我应该知道。祝悠悠低笑出声，你该不会吃晶晶的醋吧？云子金的脸黑了一个度，咬牙切齿，小东西还不配我吃醋。他笑得开心，狐狸眼一闪一闪，我还以为你看到晶晶扒拉我的胸口生气了呢。刺啦一声，车子紧急刹停。祝悠悠吓得抓紧安全带，啊，怎么突然停车了？车后响起喇叭声，云子金重新启动车子，我去宰了那只猫。祝悠悠扶额，小气鬼，喝凉水。阿修，你30岁了，怎么比3岁还幼稚？晶晶很可爱，我都想把它带回来养了。云子金，你想养猫我给你买，不许把它带回来，也不许叫晶晶。车子停在琉璃阁门口，云子金解开2个人的安全带，把它抱到自己腿上。车座椅推到最后，炙热的吻落下，祝悠悠仰头回应他。这个吻十分漫长，结束的时候，祝悠悠湿润的唇瓣微微发红。老婆，我也想要跟你同款的首饰。他无力地靠在他的肩膀呼吸。你吃暖暖的醋。哼，不应该吃吗？他承认他对他的占有欲无下限，但他只能隐忍，不能吓到他。祝悠悠搂着他的脖子主动吻他，小姑娘挠心挠肺的吻让云子金逐渐失控。老婆，不上班了好不好？他无奈失笑，大白天的正经点。我很正经，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是最正经的事情。白天不行，那晚上是不是就可以了？祝悠悠赏他一个重吻。不哦，大姨妈还在家。操，把这事忘了。不过老婆，正经事可以不正经做，晚上我教你。祝悠悠回到工作室的时候脸都是红的，她坐在办公室猛喝了一杯水，还是缓解不了喉咙里的燥热。已经过了午休的点，
工作室的员工陆续回归岗位。因为琉璃阁经营的是高定礼服，所以大家都自觉到外面去用餐吃饭。祝悠悠埋头在办公室里画画，离西暖回来的时候，桌子上已经有好几个小纸团。宝儿，画什么呢？不是说好项链我来设计吗？他轻声过去一看，某人命真好，能让我的宝儿亲自设计。画上是一个领夹和胸针，桌子上还放着一张袖扣的草稿图。离西暖唇角一勾，宝，你有没有考虑怎么再加个珠宝设计和制作，搭配高定礼服？以你的手艺，我觉得我很快就变成有钱人了。祝悠悠头都没有抬起来，你没钱？没你有钱。离西暖拉开椅子坐下，随手拿起画本和铅笔。暖暖，古风的珠宝从设计到制作都需要很大的时间精力，还有对手艺的要求特别高。只有我们2个人做的话，工程太大。他们离西暖除了会做非遗礼服，也会做首饰，只不过琉璃阁的重心不在首饰上。祝悠悠觉得首饰制作太繁琐，又加上很多身份高贵的客人，家里也不缺那几样首饰。离西暖手指间转动铅笔，听着祝悠悠说，让人做个方案，跟设计师和制作师探讨一下，如果有合适的人做，可以尝试。暖暖，我准备跟孙正东争孙氏，以后琉璃阁就有自己的材料线了。我相信过不了多久，琉璃阁会成为帝都最大的非遗设计制作公司。离西暖嬉笑，不愧是我小舅舅的老婆，才结婚多久啊，说话都有一股霸总的味道了。云林国际总裁办公室，云子金刚一推开门，就看见洛岭的脚搁在茶几上。云子金冷瞥了他的脚，脚不要就砍了。至于吗？你这破茶几能值几个钱？洛岭嘴上说着硬话，动作却秒怂的把脚拿下，站起身走到办公桌前坐下。听说萧家上门跟你提亲了。云子金点了根烟，怎么，你看上萧家了？行，一会我让助理联系一下萧家那边，跟洛家联姻，我想下他们非常乐意。洛岭无语，想骂人，但是有求于人却不敢。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情况，老子的兄弟有主了。一想到去跟别人约会的女人，洛岭的心烦。第57章，假装是我女朋友。6年前云子金虽然不在国内，但是洛岭当时飞了国外，喝了一夜的酒，告诉他自己被人睡了，还睡完就被踹了。云子金嘲笑，人家认了嘛，你就有主，也不知道是谁一把鼻涕一把泪说，要是吃回头草就是狗。洛岭，老子属狗不行吗？云子金懒得理他，他们从小一起长大，对彼此几乎就没有什么秘密。洛岭情窦初开的时候就喜欢洛雅，他跟白灵鹤都知道，只是碍于他们之间那狗血的兄妹关系，就是喜欢也得藏着掖着。6年前洛雅的在大学毕业典礼上被人下了药，洛岭及时赶到后把他带走，剩下的事情也只有他们2人才知道了。洛岭低头把玩着自己手上的腕表，是昨晚洛雅送他的那只。他好像谈恋爱了。云子金签名的手顿了一下，洛雅，不是他还有谁？没心的女人，刚回来就巴巴的跟人约会去了。洛岭阴阳怪气，一脸老子不爽。云子金轻飘飘开口，挺好的。挺好？卧槽你他妈那边的，他都跟野男人约会了，你还说挺好？洛岭真的是炸了，他来找他诉苦，他他妈捅他刀子。云子金捏了捏眉心，他要是跟那个男人是正常的男女朋友关系，那严格意义上来说，你才是野男人。阿林，你知道洛雅在乎什么？你们从小一起长大，你会不知道她不是那种随便的女人。看见桌子上一堆的文件，云子金眉心就痛。本来今天就抽时间去回了趟云公馆，现在还要听他倒苦水。你要是还想不明白，就去找阿鹤，我忙得很，赶紧走。说到白灵鹤，洛岭唇角勾起八卦的笑意。三哥，你知道老白有喜欢的人吗？知道。洛岭惊讶，那你知道他喜欢谁吗？云子金一脸嫌弃地看着他，我眼睛又不瞎，你到底要说什么？堂堂洛氏集团的总裁，一天天闲的，也不知道洛叔是怎么放心把公司交到你手里的。洛岭已经抛开了程洛雅的事情，那你不生气吗？他心思不纯。云子金抬眼看他，要是喜欢西暖的人是你，那我肯定一拳打死你。要是阿鹤，我没意见。不是，凭什么是我就打死啊？洛岭气得跳脚，他是什么很贱的人吗？云子金又换了本文件，因为阿鹤比你靠谱多了，你有这个闲工夫在这里八卦别人，还不如多关心你的心上人。洛岭神色暗淡，三哥，你能帮我查一下港城萧家谁跟他走得近吗？云子金微微惊讶，又是萧家，怎么就阴魂不散呢？你自己不会查？洛岭失落的坐在办公椅前，我要是能查都不会来找你了。你以为谁都是云三爷啊？洛家的实力在帝都虽然也不容小觑，但是洛岭接手洛氏只有2年的时间，他
他又不像云子金的手段那么高明，能把那些老家伙都收拾得服服帖帖。一旦被那些老家伙抓住把柄，那他要面临的很有可能万劫不复。云子金要是听到他给自己的评价是这样的，一定会说：“我谢谢你全家。”知道了，我会让木山去查。1周后的傍晚，黎希暖踩着高跟鞋往停车场跑，倚靠在车子旁的男人站直身体，慢点跑，不着急。那么高的鞋子，白灵鹤都怕他摔了。黎希暖柔声问：“白叔，你找我什么事那么急啊？”天热，先上车。1个小时前，他跟祝悠悠正在跟设计师讨论琉璃阁开展非遗珠宝设计制作的方案。白灵鹤给他发信息说有重要的事情请他帮忙，让他陪他去个饭局。当时在忙，他没有多问就答应了下来。反正他母胎 solo 也没狗约他，现在他嫡长闺成了他的小舅妈，都没人陪他一起去看男模了。黎希暖坐上车才问：“白叔，我们去哪里啊？我这身衣服可以吗？要不先换件衣服吧。”今天不用见客户，他就是很随意的穿了件吊带裙，胸前是立体蝴蝶的设计，俏皮中带那么点小心机，是他日常的穿衣风格。如果是见客户，他一般会穿得大方得体一些。白灵鹤轻笑：“不用换，很漂亮。”他没有哄他，是真的。黎希暖的五官遗传了云家人，给人的感觉就是灵动娇媚，那双跟云子金相似的眼睛具备攻击性，就像他好久好久之前，整个心就被他紧紧套牢。真的吗？白叔，你的眼光就是比我小舅舅好。到目的地的时候，白灵鹤没有着急下车。暖暖，对不起。黎希暖解开安全带的手顿了一下，干嘛说对不起啊？白灵鹤嗓音柔和，一手撑在副驾驶的椅子上。我妈给我安排了相亲对象。什么？在哪里？黎希暖微微紧张，说话都磕磕巴巴，但他也不傻。你带我来跟你一起相亲吗？白灵鹤轻笑道：“小笨蛋，还记得我跟你说我有一个喜欢了很久的女孩吗？”黎希暖点头：“记得啊，你说她跟我一个年龄，但是没谈恋爱。你没有把这件事告诉白奶奶吗？”听到这个称呼，白灵鹤的嘴角微微抽动，这是在提醒他老牛吃嫩草吗？都怪云子金辈分那么大，本来年龄大就已经很畜生了，还整个辈分大，真是操了。没说，只有你知道。抱歉暖暖，没有提前告诉你这件事，我怕会吓到你，所以还是决定先跟你说。你能假装我女朋友跟相亲对象吃顿饭吗？黎希暖错愕了2秒，不可置信地指了指自己：“我假装你女朋友？”白灵鹤点点头：“你知道的，我身边没有什么女性朋友，我总不能叫三嫂假装我女朋友吧，那3个会杀了我的。”黎希暖附和点点头：“是啊，她闺蜜现在的身份地位可高了，她搭梯子才能爬上去。可是你喜欢的那个女孩呢？你可以让她假装你女朋友啊。”不知道为什么，听见白灵鹤说让自己假装他女朋友的时候，他有那么一点点的期待，是怎么回事？小宝们，留下书评、断评、结章评论都可以留下哦。评分上涨中，动动发财小手点亮评分小星星吧。biu biu。第58章，喜欢养女儿。他不知道我喜欢他。黎希暖下车的时候，黎希暖脚底一软，差点栽了个大跟头。关键时刻，腰间多了一只强劲有力的手臂。小心点，有没有崴到脚？白灵鹤丝毫没有掩饰脸上的担忧，而且凑得很近，男人冷冽好闻，独有的气息洒在他的脸上。黎希暖心脏砰砰跳，没事。救命啊！他的 DNA 好像动了。天啊，老男人都那么帅的吗？黎希暖发呆的时候，没有看见男人嘴角得意的笑容，还是白灵鹤的轻笑声才拉回了的犯花痴的理智。没事就行，那走吧，女朋友。黎希暖有些惊讶，脸上带着小女孩的娇羞。白叔，你能不能别这样喊我？男人笑意温柔，小傻瓜，换个称呼吧，一会你喊我白叔，那不就露馅了？白灵鹤想了一会，俯身俊脸凑到他的面前，要不你喊我哥哥？黎希暖直接就傻掉了，漂亮的大眼睛圆溜溜的，红唇微微张开，眸中都是他的白灵鹤被他的小表情弄得口干舌燥，想亲。怕真的把人吓坏了逃跑。白灵鹤揉了揉他的发丝，逗你呢，叫我阿鹤。黎希暖呆滞的点点头，任由他牵着自己往餐厅里走。服务员指引他们到窗边，4人餐桌坐着个女孩子，听见动静才抬起头，看着俩人牵着的手，脸色不悦。白总，您这是什么意思？带女人跟他相亲？白夫人不是说他儿子没有女朋友吗？白灵鹤礼貌一笑，嗓音淡淡：“抱歉戚小姐，相亲的事是我母亲安排的，她并不知道我有女朋友，让戚小姐白跑一趟是我的问题。
今天这顿饭我请，就当赔罪了。白灵鹤话说得漂亮，先道歉后解释，对方想发火也发不出来。黎希暖有些紧张，平时大大咧咧、活泼随性的女孩，此时像是失了声一样，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白灵鹤察觉到她的不自在，松开她的手，搂着她的肩膀，把人带到自己的怀里。介绍一下，这是我女朋友黎希暖。对方意外，眉眼间都是打量，带着点不屑，姓黎。黎希暖眉心微拧，主动伸手：你好，我是黎希暖，帝都黎家的。哦，我妈妈是云家的大小姐，云三爷是我小舅舅。这一下换对面的人拧眉了，他刚刚还猜想这世界不会那么小吧，不会是云家那位表小姐吧？还真是。黎希暖拉开白灵鹤，搂着她的手：阿鹤，你先陪齐小姐点菜，我去上个洗手间。他提着包离开，背影又飒又美，那种高傲和自信，有种宣示主权的样子。白灵鹤宠溺低笑：齐小姐见谅，暖暖年龄小，脾气不太好。齐乐晴坐回椅子上，看得出来你是真的喜欢他。白灵鹤，好歹我们也是同学，我就不信你不知道我的心思。你知道我听到自己的相亲对象是你有多高兴？齐家跟白家是多年的合作伙伴，齐乐晴跟白灵鹤是高中同学。他喜欢他，白灵鹤是知道的。高中3年，他表白了无数次，白灵鹤都无动于衷。大学时，他也谈过几次恋爱，就是没有一个人像白灵鹤这个男人一样能让他心动。他一直都是抗拒相亲的，但知道相亲对象是他的时候，他除了开心就是期待，甚至幻想成为他的妻子，嫁给他。白灵鹤在圈内的风评很好，稳重温柔，洁身自好，身边的秘书助理清一色都是男的。这样的男人，是个女人都很难不爱。抱歉，齐小姐值得更好的。齐乐晴轻笑，一脸失落。你倒是会讲客套话，我并不觉得有谁比你好。其实她不是你女朋友吧？白灵鹤大方承认，是，但我喜欢她，很久以前就喜欢了。准确来说，应该是爱，从她成年的时候我就爱她了。要不是黎希暖年龄小，她才没那么多的顾虑。齐乐晴苦笑，我没记错的话，她应该喊你叔叔吧？白灵鹤，你就不怕别人背后阴阳你？又不是亲叔叔，要不是紫金是他小舅舅，差着几岁，他顶多喊我一声哥哥。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要跟你说一句抱歉。齐乐晴摆摆手，算了，白月光的杀伤力很强大，我认输，饭就不吃了，再待下去就是我不识趣了。他提着包站起身，转身离开的时候对白灵鹤说：喂，如果他不喜欢你，你记得告诉我，我重新追你。白灵鹤脸上的笑容僵住，冷声：你不会有这个机会。齐乐晴切一声就走了。白灵鹤松了松领带，喝了口水，让服务员撤了齐乐晴的位置。尿遁的黎希暖坐在马桶上，噼里啪啦按着手机。宝儿，你知道白叔让我帮什么忙吗？祝悠悠秒回，你舅舅说白灵鹤的妈妈给他安排了个相亲对象。黎希暖手指间激动到颤抖，他居然让我假扮他女朋友。可是他说他有喜欢的女孩子啊。祝悠悠看了眼正在给他夹菜的男人，白灵鹤有喜欢的人？要是以前他也是喊白叔洛叔的，现在他辈分大，已经不合适这样喊，只能喊名字。喊白少洛少，他们又不高兴；他喊哥，某个男人又不高兴，真难做。云子金眉尾轻挑，叫老公，我就告诉你。祝悠悠直勾勾地盯着男人得意的脸，老公，一回生二回熟，反正也叫了很多回了。云子金趁机亲了一下他的脸颊，真听话。祝悠悠觉得得寸进尺这4个字形容的就是这个男人。快说，别磨磨唧唧。云子金嗓音懒懒散散，他跟我一样喜欢养女儿。女儿？祝悠悠一脸疑惑，你跟他在外面有女儿了？云子金笑容一僵，无语但是不敢表现出来。小笨蛋，我在外面有没有女儿你不知道吗？小女儿没有，大女儿倒是有一个。祝悠悠总算听懂了，你说的女儿是我？那白灵鹤喜欢的人该不会是？云子金轻哼一句，是你的亲闺蜜，我的外甥女。祝悠悠两眼震惊，没忍住飙了句国粹，卧槽！下一秒唇被人凶狠擒住。第59章，有没有可能他喜欢的人是你？唇齿被挑开，祝悠悠手里的筷子掉在地上。在餐厅外忙碌的杨妈匆匆进来一看，一脸姨母笑招呼着佣人离开，给小两口亲热的空间。祝悠悠余光瞥到了杨妈的笑脸，尴尬到脚趾头能抠出3室一厅。妹，见他还有说话的力气，云子金不满他的走神，勾住他的腰肢带到腿上深吻。祝悠悠忍无可忍的时候，狠狠咬他的唇薄。你够了！他气喘吁吁，水润润的美眸瞪他。云子金，你太过分了，不就是让他回答个问题吗？
至于往死里亲他，老婆，下次再让我听到你说脏话，就让你下不来床。祝悠悠，威胁，这是赤裸裸的威胁，有没有人可以管管他？哼，你敢，我就离家出走，反正他家多的是。他就不信了，他跟老爷住，跟妈妈住，他还敢追来？云子金哑声开口，那我会在你离家出走之前做到你爬不起来。黎希暖等了10分钟都没有等到亲闺蜜回复自己的信息，只能离开洗手间，再不回到餐厅，白灵鹤该以为他是不是生理有问题了。咦，你的相亲对象呢？白灵鹤站起身，拉开自己身边的椅子，知难而退了。黎希暖点头，走到他对面的位置，就是刚刚齐乐晴坐下的那个位置。白灵鹤拉着椅子的手松开，抵在唇边轻咳一下，心里有些懊恼，他刚刚就应该让服务员把椅子都搬走。他把菜单递给黎希暖，点了几个菜，你看看还想吃什么？黎希暖也没有客气，不过他看了他点的菜，然后加了杯果茶。白叔，你点的菜都是我喜欢的。不知道是不是巧合，黎希暖就是觉得有点怪怪的。白灵鹤轻笑，柔声开口，暖暖，我们也才差几岁，要不你跟刚刚一样喊我阿鹤。黎希暖犹豫，这不太好吧，小舅舅知道会骂我的。小暖暖，我也才29岁，你这样喊我会让我觉得自己很老。黎希暖心底酝酿了一下，觉得他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那行吧，我喊你阿鹤哥，下次喊洛叔阿岭哥。如果不听后面那句话，白灵鹤是开心的。小笨丫头，后面那句话大可以不用告诉他，不用跟他那么客气，就喊他叔，又不是没人喊他哥，凭什么他哄半天的称呼便宜了狗？黎希暖一直都没什么机会看手机，等饭吃完以后，白灵鹤去洗手间时，他才看见1个半小时前祝悠悠发来的信息。狄掌柜兼小舅妈，有没有可能他说喜欢的那个人就是你？咚一声，黎希暖的手机掉在桌子上，他傻眼了，重新拿起手机揉了揉眼睛，反复看了好几遍。悠悠宝贝，你确定没有发错人？卧槽，他的 CPU 好像烧掉了。白灵鹤暗恋的人是他？天啊，这太离谱了吧，比云子金暗恋祝悠悠10年还离谱。他等了一会，祝悠悠都没有回复，看了下时间才9点，他拨了个视频通话过去。大床上吻得难舍难分的2个人，睡衣和浴巾接二连三落地。手机，有人找我。男人掐住她的腰肢，把她抱起来，坐在专属位置上置，哑声开口，你老公重要还是电话重要？都快要报火警了，他居然还在关心有人打电话来，说那么没眼力，见这个点打电话，下次做的时候要关机。不对，现在就关机。云子金的大手伸到床头柜，把祝悠悠的手机拿过来，准备关机。看见是黎希暖的视频通话时，他起了坏心思，一个不小心触碰了接通按键，只不过他又顺手把摄像头关闭了。老婆，你外甥女的视频通话。趴在他身上的女孩瞬间坐起来，好巧不巧，你接了视频？男人捏紧手里的手机，仰头大口呼吸，心里骂了句卧槽。老婆，能不能别那么激动，你小叔子就要炸了。听着视频那头对话的黎希暖一脸被雷劈中的模样，默默的扬声器给关了。祝悠悠压根就没有听见他的话，扑过去拿他手里的手机。云子金咬紧后槽牙，死死的禁锢他的腰。老婆，你管管我先。他贴在他的耳边小声说的话，让祝悠悠羞红了脸。他想下来，云子金又没让，又干嘛去？祝悠悠压低声音，你不是那啥吗？我先接电话，你缓缓。云子金扣着他的后颈，把人按在自己的心口上，霸道开口，这样接，这样缓就行。他坏心眼四起，祝悠悠整个人都僵住了。云子金，你怎么可以这样？他娇羞的嗓音让云子金心情愉悦了几分，好意提醒。老婆，电话还没挂。电话那头被抓包的黎希暖笑嘻嘻，那什么，小舅舅小舅妈，你们继续啊，争取下个月咱家有好消息，1胎3宝，3年生2胎。祝悠悠一头黑线，这个世界上最毒的祝福。电话挂断后，祝悠悠一口咬在老男人的肩膀上，都怪你，你自己睡吧。云子金眼皮微微泛红，低哑的嗓音带着隐忍，老婆，你可怜可怜我吧，我都饿6天了，明天又要出差1周，又得接着饿。古代囚犯死之前还能吃顿饱饭呢。祝悠悠瞪他，别胡说八道。宝贝，难受。宝贝，赏口饭吃。祝悠悠的耳边都是他带着微喘又性感撩人的声音，压根忘记了来大姨妈的那几天了。他每天晚上就是吃不到肉也喝汤喝饱了，倒是把他累得够呛。而且他本来就对云子金的撩人的嗓音没有什么抵抗力。
身体慢慢燃起一股热气。他娇嗔开口：“那你不许太过分，我明天还有客户要见。”话音刚落，男人已经拉开了床头抽屉，嘴上哄着他说好，心里说的却不是这样想的。不过分，不要过分，要很过分。白灵鹤结完账，还顺便去了趟洗手间，回来后看见小姑娘坐在位置上发呆。怎么了，小暖暖？发什么呆？第60章，我觉得你有大病。李喜暖的脸颊还微微发烫，嘴里的话又没什么勇气问出口。没，我们走吧。坐上车扣安全带的时候，李喜暖紧张到手都在发抖，怎么扣都扣不上去。一只温热的大手伸过来，覆盖在他的手背上面。李喜暖下意识松开手，安全带自动回弹。白灵鹤怕他被安全带弹伤，连忙伸手拉住安全带，就是手停下的位置有点尴尬。哈哈哥，你……白灵鹤耳尖有些微微发红，他佯装淡定，抱歉，我只是担心安全带弄伤你。扣好安全带，车子启动之后，两人都没有再说过一句话。车子停在枫林公寓楼下，白灵鹤下车，从后座拿出一个礼盒递给他。李喜暖接过，这是给我的吗？谢谢你今天帮我的忙。看包装袋就知道是 M 家的包包，还是价值不菲的那种款式。不过李喜暖没有一丝犹豫的接过，毕竟一个包对他们这种霸总来说就是一瓶酒的钱。谢谢阿鹤哥。李喜暖提着包往前走了2步，停下脚步，他回头对上了白灵鹤的眼睛。你喜欢的那个女孩子，她叫什么名字啊？白灵鹤低笑上前，在他的面前弯腰，很想知道。李喜暖往后退了2步，就是好奇啊。不能告诉我吗？那就算了。他转身要走的时候，手腕被人拽住，男人带着磁性的轻笑，小姑娘脾气挺大，这个急脾气倒是像极了你小舅舅。他本来想说这个狗脾气的，但是怕吓到面前的小娇娇。哼，我就是脾气不好。李喜暖突然不想知道了，知道以后还不知道要怎么面对。我到点要跟我妈妈视频通话了，白叔再见。小姑娘脚底抹油的跑开，白灵鹤无奈又宠溺的看着她匆匆进电梯的背影。李喜暖进了电梯后，靠在角落里松了口气。好紧张啊，奇奇怪怪。白灵鹤靠在车旁抽了根烟，一直到楼上那一层亮起灯后，他才开车离开。刚进屋的李喜暖手机亮起，白灵鹤，包包如果不喜欢要告诉我，我再给你买一个。他放下手机，打开礼物盒子一看，有那么一点点惊喜。M 家最新款的斜挎包，稀有的雾霾蓝色，所有的配饰都是真钻，官网售价68万，还是一大一小。刚上架的时候他就抢了，没抢到而已。他放进自己衣帽架的包柜上，很喜欢，已经放在最显眼的位置了。谢谢白叔。等红绿灯的白灵鹤看见这个该死的称呼，被气笑了，拿起手机给云子晶打电话，刚响了2声就被挂断。闷笑声从他的胸膛溢出，命真好，有老婆。命好的男人丢开手机，抱着老婆下床进了浴室。老婆，刚刚不算，那不是我愿意的。祝悠悠毫无杀伤力的眼神瞪他，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2个小时了，你跟我说不算。发秦七的狗中途也要喘口气吧。云子晶把人抵在玻璃门上，老婆，我刚刚是被吓的，不是我想要的，所以再来一次。浴室里温度瞬间升高，祝悠悠娇软无力的嗓音，云子晶，你能不能做人？男人粗重的呼吸洒在他的耳朵上，祝悠悠身子立马软了3-5分。他就是这样，知道哪里是他的弱点。老婆，我正在做人。最后2个人他说的特别嚣张，祝悠悠想听不懂都难。老婆，我明天开始出差1个礼拜呢，我要1个月都不能跟你亲亲抱抱，还不能跟你翻来覆去。老婆，祝悠悠捂住他的嘴巴，闭嘴，打住。他咬牙切齿，你就告诉我，你什么时候能让我睡觉？云子晶唇角勾起一抹痞笑，月亮什么时候睡，我们就什么时候睡。祝悠悠狐狸眼微睁，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网上说太久也是病，我觉得你就是有病。云子晶眯了眯眼睛，性感的唇瓣微起，那个网说的，老子告他造谣，自己时间短就说时间长是病，发这个帖子的人就有病。祝悠悠娇软无力的手底在他的胸腔上，指腹传来灼伤感。他嗓音颤了颤，那你快点行吗？我想早点睡觉。今天早上开早会的时候，他都快打瞌睡了。狗男人，怎么没人告诉过他，结婚连觉都没有办法睡好？云子晶抱着他到浴缸旁边的落地镜前，你主动让我就结束。祝悠悠垫脚，唇贴在他的喉结上，说话算话。算。10分钟后，云子晶，老婆，继续。男人的嗓音压到极致，但是不难听出很是愉悦，还带了点满足。15分钟后，云修，乖，还没。
很快，祝悠悠哭唧唧的声音：“老公，我好累。”云子金宠溺低笑：“老婆，说话算话。”许久，祝悠悠被抱回房间时已经昏睡了。云子金把她放在沙发上，手脚麻利的换好干净的被单，才把人放回被窝里。又重新回去浴室洗了个澡，收拾满地狼藉。他一身黑色的浴袍站在阳台上，一手夹着烟，另一只手拿着手机回拨1个多小时前被他挂断的电话。喂，有事？含糊沙哑的嗓音有一种在炫耀的味道。白灵鹤气笑：“打扰你了，知道就好，以后晚上9点后别给我打电话。”白灵鹤无语了2秒：“那你现在打电话来干嘛？”结束了。云子金吸了一口烟，吐出烟圈：“在抽烟，是后烟。”白灵鹤：“云三爷，认识你20多年，第一次知道你是那么狗。”云子金低笑：“多谢夸奖。怎么，相亲不顺利，还是被惹祸精知道了你的秘密？”白灵鹤同样站在家里的阳台上，抬眼望着乌云密布的天空，心里那股酸涩的情绪翻涌的厉害。“有可能吧，三哥，我能像你追嫂子一样追暖暖吗？”云子金的语气带着调侃：“这句话你应该去问我姐夫，他同意，我没意见。”白灵鹤都没来得及骂他，又听见他特别欠的声音：“再说了，我是被我老婆扑倒的，有本事你也让惹祸精扑倒你。”第61章，我要睡他的床。电话挂断，白灵鹤夹着烟的手搭在阳台，想做禽兽还挺难。夜里，黎希暖翻来覆去都睡不着，坐起身用力扒拉了好几下自己的头发，揉成了鸡窝头。好烦啊！白灵鹤真讨厌。他掀开被子下床穿鞋，拉开门走到对面的卧室，潜意识抬起手敲门。房门敞开着，他敲了个空，才想起这偌大的屋子现在只有他自己一个人住了。打开灯，屋内还是熟悉的样子，突然觉得有点难过。黎希暖整个人躺在2人一起睡过的床上，眼圈微红。他在祝悠悠的床上翻来覆去一会，还是没有睡意，干脆起身下楼，从冰箱里拿了2瓶鸡尾酒，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打开电视，播放程洛雅最新参加综艺节目。半躺在沙发上，小口喝酒，一边看电视。或许也是知道现在不会有人给他盖被子，所以他只能提前给自己先盖好毛毯。2瓶鸡尾酒喝完，黎希暖也躺在沙发上睡了过去。次日琉璃阁的早会，黎希暖几乎是踩点到的。祝悠悠看着他化了妆还快掉到地上的眼袋：“昨晚没睡觉吗？怎么脸色那么差？”黎希暖整个人脱力的抱着他：“对啊，你不在，我失眠了睡不着，在楼下看电视看到睡着的。”祝悠悠的心被猛地撞了一下，有些疼。是他的错，忘记了2个人从上大学就是一起住的，只是因为他每天都被云子金缠着，没空可以失眠。对不起暖暖宝贝，是我的错。那你今晚跟我回家住吧，你小舅舅出差了，1周才回来。祝悠悠拽着他进了休息室：“你补个回笼觉，其他的事交给我就好了。”黎希暖也没有逞强，他开车到工作室已经几乎耗尽了所有的精神，要是去开会，他怕自己会当场睡着。祝悠悠开完会回来，看黎希暖睡得香，就没有吵醒他，跟其他几个设计师和制作师敲定首饰定制的细节。黎希暖睡醒的时已经大中午了，刚从桌子上坐起来，休息室的门就从外推开：“醒了，饿了吧？我点了水煮牛肉哦，已经送来了。”黎希暖懒洋洋地靠在他的肩膀上：“小舅妈，要不你做主让我搬去庄园住吧，我保证一到点就钻进房间，不打扰你和小舅舅2人世界。”祝悠悠捏了一下他的脸：“说什么胡话，我的家就是你的家，今晚就过去住，反正那边什么都有，不用收拾东西。”黎希暖点点头：“那我今晚要睡我小舅舅的房间，睡他的床，还有他的宝贝老婆。”“好，陪你睡。”“暖暖，下个礼拜就是孙氏的股东大会，我得出席，到时候浮光景交货的事就要你去了。”黎希暖拍了拍胸脯：“行，包在我身上。祝你提前拿下孙氏，拿回属于你和干妈的东西，小祝总。”祝悠悠笑道：“那到时候总裁办公室肯定有一张桌子是你的，我的小李总。”陪黎希暖吃完中午饭后，祝悠悠收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开车去了趟祝氏集团。祝悠悠跟往常一样，直接推开了祝景办公室的门，只不过里面的场景却和往常不一样。他愣了2秒后，连忙把门关上，靠在旁边的墙上，整个人都傻了。CPU 有那么一瞬间卡住了。办公室内听到动静的祝景猛地推开俯身亲他的男人：“刚刚是不是悠悠来了？”祝景明显有些慌张，他想起身去门外看看，却被男人按住肩膀：“你很怕被你女儿知道我们的关系？”祝景调整好自己的情绪，整理好身上的西装：“萧寒，我明确的告诉过你，这个世界上我可以忽略任何人的感受，
唯独悠悠不可以。萧寒脸上的表情逐渐变得冰冷。那我呢？祝锦，在你心里我是什么地位？比不上你前夫的女儿。祝锦推开他按在自己肩膀上的手，冷声开口，任何人都比不上我的悠悠。他质问他，你在我心里什么地位？重要吗？萧寒，23年前是你放弃了我们之间的感情。萧寒眉心微皱，锦儿，你知道当年我不放手你就会死，你要我眼睁睁看着你死吗？不可能，我做不到。事情解决后我回过帝都，可那时候你已经结婚生了孩子。你告诉我，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办？他的嗓音越来越哽咽，祝锦也于心不忍。我们的问题以后再说，我跟悠悠有话要说，你走吧。他快步走到门前，拉开办公室的门。祝悠悠靠在门口，低头看着自己的高跟鞋，脸上看出异样的表情。悠悠，听见声音的祝悠悠抬头，勾唇轻笑，妈，你忙完了吗？我方便进去？不方便我去喝。方便，进来吧，正好介绍个人给你认识。祝悠悠任由母亲牵着进了办公室。刚刚站在办公桌前的男人站在了茶几旁边，看见萧寒，祝悠悠那股熟悉的感觉又来。他总觉得自己在哪里见过萧寒，他长得很熟悉，但他就是想不起来。萧寒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祝悠悠，第一次见面在拍卖会上，那个时候是他刚和祝锦重逢，大多数的注意力都在祝锦身上，压根没有留意他女儿长得像他，还是像他前夫。可现在心爱的女人和别人生的孩子就站在他面前，他竟然不讨厌，还有一种莫名的喜欢。是因为爱屋及乌吗？但不得不说，祝悠悠长得很美，像极了年轻时的祝锦，让萧寒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对上萧寒眼睛，祝悠悠的心突然跳得很快。三人皆是沉默，只有祝锦牵着祝悠悠的手微微收紧。被抓疼的祝悠悠眉心拧起，萧寒以为他是不想看见自己，主动打了招呼，你好，我是萧寒，你妈妈的合作伙伴。祝锦打断萧寒的话，悠悠，这是萧叔叔妈妈的大学同学，现在也是祝氏的合作方。祝悠悠心里虽然疑惑母亲的反应，但还是礼貌打招呼，萧叔叔好，我是祝悠悠。他笑起来很甜，萧寒的唇角我不自觉勾起。你好悠悠，见面仓促，没有见面礼，下次再见时给你补上。第62章，没事不要给我打电话。祝悠悠连忙摆手，不用了萧叔叔，要的这是港城的礼数。祝锦怕萧寒察觉到什么，连忙开口，悠悠，你先坐，等会妈妈。萧总，走吧，我送您下楼。办公室的门被关上，祝悠悠的眼神流露出几分好奇。他在办公桌前坐下，顺手打开桌子上的 iPad， 输入萧寒2个字。总裁专属电梯门合上的那一瞬间，原本正经的男人已经搂住女人的腰，擒住了她的红唇。萧寒哑声开口，如果我们当年没有分开，女儿应该也有这么大了吧？她长得很像你，锦儿，我的提议你认真考虑一下好吗？电梯下到1楼，祝锦看着他离开的背影，好，我会考虑。祝悠悠看着屏幕里一张张萧寒的照片，心里有一抹化不开的情绪和怀疑。祝锦推开门，唇边挂着笑，宝贝女儿。iPad 屏幕还亮着，上面是萧寒读大学时的照片。祝锦脸上没有太多异样，反问悠悠，如果妈妈跟萧叔叔谈恋爱，你会不高兴吗？不会啊。妈妈，你爱萧叔叔吗？祝锦在他的心里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妈妈，他真心的希望妈妈找到一个很爱他的人。祝锦搂着女儿，爱不爱重要吗？悠悠，妈妈老了，早就过了情情爱爱的年纪。好了，不说这个，让你过来是想问你，孙氏马上就要开股东大会了，妈妈这里收了点散股，你把文件签了，我让你把股份转到你名下。祝悠悠目光微微惊讶，妈，你不是不要孙氏吗？祝锦冷笑，我本来是打算不要的，如果他没有打你，孙氏送出去了就不会要回来。动我的心肝宝贝，总得付出点代价。目前孙正东名下有 25% 的股份，谢小思名下有 7%， 是这几年孙正东收回来的散股。现在妈妈这里有 10%， 你先签，还有1周的时间，妈妈再约一些关系好点的董事，让他们在股东大会上支持你，问题不大。祝悠悠翻开了面前的股份转赠书，妈，我是有想过把孙氏和琉璃阁合并在一起，但是没有管理过公司，虽然小舅舅说可以让人来管。祝锦递支笔给他，那再好不过，如果紫金乐意，孙氏直接并入云林国际也未尝不可。只可惜啊，紫金不捡垃圾。祝悠悠嘴角抽了抽，市场价值少说几千万的公司，创始人说是垃圾。他刷刷刷签下自己的名字后递给祝锦，妈，以后你会跟萧叔叔结婚吗？不知道。祝锦眼眸耷拉，心头涌起了浓重的忧伤。悠悠，
萧家的水太浑浊了，如果可以，妈妈不想淌。可是她和萧寒已经错过太多年了，还有女儿。悠悠，如果妈妈说你不是……祝悠悠打断她的话，不是孙正东的女儿，对吗？祝锦惊讶，你怎么，宝贝，什么时候知道的？大一的时候知道的。妈，我以前觉得孙正东只是重男轻女，所以从小才对我不闻不问。可是孙静飞的出现后，我是有嫉妒过他的。后来学校体检，我看到了你们的血型，就知道我不是他的亲生女儿，那一切都说得通了。祝锦抬手捂住眼睛，眼泪从指缝间涌出。是妈妈对不起你。祝悠悠抱了抱他，没有啊，我有妈妈，有姥爷，云家的人都对我很好，我不去爱的妈妈。倒是您，为了我嫁给自己不爱的人。话已经说开了，祝悠悠也把自己心里的疑问说出来。妈，孙正东知道我不是他的女儿吗？祝锦点头，知道，所以作为补偿，我跟他离婚的时候几乎是净身出户。悠悠，你不好奇你的父亲是谁吗？祝悠悠轻笑道，不好奇，谁对你好，谁就是我爸。好啦，祝总，我现在可是有老公撑腰的人，就算拿不到孙氏集团总执行总裁的位置也没有关系，小舅舅那边已经有动作了。他把孙氏跟白氏合作的事情告诉祝锦。云子金的意思是把孙氏整垮再收回来，简单粗暴才是符合他帝都云三爷的身份。祝悠悠刚出祝氏集团就收到了云子金的视频电话。老婆，你在外面啊？祝悠悠坐上车，看着视频里的男人，笑问云三爷，你什么时候弄垮孙氏？还有1周就是股东大会了。云子金刚落地港城，正在去分公司的车上，他松了松领带，笑意宠溺，就等云太太下令了。老婆，你在注视？祝悠悠调侃道，不错吗？眼神那么好。男人一脸得意，当然，要不然怎么在黑夜里准确无误地找到属于我的位置呢？你说对不对，老婆？祝悠悠的脸迅速蹿红，不认输，那也不是，第一次的时候云三爷就找错了，三爷还是得配一双老花镜才行。云子金被气笑，你怎么知道我是不是故意找错的？谁说错了？老婆，哪条路也能走的。祝悠悠脑子懵了一下，娇嗔吼他，你臭不要脸，真是闷骚的没边了，什么话都敢说，要脸没用，我要你。老婆，我能不能？祝悠悠气急败坏，你不能。云子金失笑，我还没说我能什么呢，你不能，你什么都不能。好了，出差就要有出差的样子，好好工作，没事不要给我打电话。挂电话之前，祝悠悠还说了句，有事也别打。云子金低笑出声，坐在副驾驶的齐谦一脸淡定，倒是司机差点闯了红灯。齐谦挑眉笑道，老李，好好开车。司机回头看了看云子金，抱歉三爷，开车注意安全，老子有老婆，惜命的很。说完，云子金闭上眼睛小憩。入夜，一辆红色大 G 停在久别重逢门口，李希暖从驾驶座跳下来，把车钥匙扔给门口的车童。他踩着高跟鞋，搂着狄掌柜的肩膀，定制的车就是不一样，小舅妈，让我小舅舅也给我订一辆呗。第63章，点6个男模。两人回幽云庄园吃晚饭的时候，碰巧云子金订的新车送过来。李希暖说出来兜兜风，说知道都到酒吧来了。祝悠悠轻笑，给你，我的就是你的，明天我让你给你过户。真的？我要不要假装跟你客气一下？一踏进酒吧，迎面扑来纸醉金迷的味道，祝悠悠笑了笑，唇瓣贴在他的耳边，不用客气。不过要是你小舅舅知道我们来酒吧，以后要收拾我，你帮我逃跑。他现在考虑着要不要订张国外的机票，跑的时候才有目的地。黎希暖认真的点点头，我俩一起跑。今晚酒吧有节目，是黎希暖在朋友圈看见了，就想带着祝悠悠来凑凑热闹。自从祝悠悠上一次来酒吧把自己卖了以后，他对酒吧就有了阴影，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也把自己卖了。一觉睡醒后跟闺蜜一样有了个老公，要是云子金那种老公他还能勉强接受，毕竟有钱有颜有权。要是碰上了个歪瓜裂枣，那他不就亏了。俩人找了个离舞台最近的位置，点了几杯低度数的鸡尾酒。祝悠悠摇头，我还是喝饮料吧，一会得开车。李希暖把酒塞在他的手里，碰了一下杯，怕什么？我出门的时候已经跟司机打过招呼了，他12点会过来接我们。12个男模上台，李希暖激动到两眼发光。宝贝，难得小舅舅不在家，这样的好生活能享受就享受。你瞧，左边数过来的第3个，那个腰都要赶上我们的，也不知道他扭着扭着会不会断掉。祝悠悠瞥了一眼，1秒都不带犹豫地做出点评，不好看，没有云子金肤色好。那第6个呢？8块腹肌也。祝悠悠超配合，
抬头施舍了个眼神，这8块腹肌好小，有点假。黎希暖，那右边第2个呢？长得好帅啊，有点像小奶狗的感觉。卧槽，他笑了，我的心被击中了。祝悠悠喝了口鸡尾酒，这一看就营养不良。黎希暖一脸坏笑，抬起闺蜜的下巴，宝，只是不是除了我小舅舅外，别的男人你都看不入眼啊？他大方承认，当然啦，有了个那么完美的模板，你觉得别的我还看得上？毕竟云子金的身材绝对可以吊打台上所有的人。暖暖，你昨天问过白灵鹤了吗？黎希暖愣了2秒，突然就没了看男模的心思。你还说昨晚你跟小舅舅在那个，你还接我电话？我承认我很好奇，但是你又不开视频，光听声音把我好奇心都勾起来了。祝悠悠失笑，那你昨晚是因为这个才睡不着的？黎希暖整个人瘫在沙发上，当然不是啊，我就是想不通他为什么会喜欢我。宝，你该不会是骗我的吧？祝悠悠哭笑不得，骗你让我1胎怀3个，这个毒誓够诚心吧？黎希暖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大可不必对自己那么狠，我就是想不通他喜欢我哪里。祝悠悠放下手里的杯子，捧着他的脸，我家暖暖长得又漂亮，性格又好，身材也很好，胸也大，我看了都喜欢，别说男人了。祝悠悠这样说是因为黎希暖穿了件赫本风抹胸的小黑裙，脸上化了个淡妆，又纯又欲。黎希暖脸色微红，宝，我发现你跟我小舅舅在一起就变坏了。我昨晚问他喜欢的人叫什么名字，可是他还没回答，我就怂了。祝悠悠察觉到他的失落，拉着他的手，怕他说出口的名字是黎希暖，又怕不是黎希暖，他们俩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彼此的人。黎希暖沉默，祝悠悠抬手喊了服务员，别不高兴了，顺其自然，他表白你就考虑，没表白你就当作不知道，反正你也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他。黎希暖从小到大都没谈过恋爱，又是个颜控，因为云子金太帅，每个追他的人他都是千年不变的回答，等你跟我小舅舅一样帅的时候，我再考虑考虑。祝悠悠对服务员说了几句话，然后从包里掏出自己的卡递给他。服务员微笑接过卡离开，给你点了几个男模，一会让他们哄你开心。黎希暖一口酒差点喷了出来，他在祝悠悠脸上猛亲了几口，还得是我小舅妈，财大气粗。两人聊着正起劲，丝毫没有看见2楼栏杆处的男人。白灵鹤现在走廊上吸烟，正好看见楼下舞台前卡座上的2个女孩，他拿起手机拍了张照片，发给了漂洋过海的男人。会议室 C 位的男人一脸冷意，室内的10几人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生怕喘气声太大成了下一个炮灰。云子金抬手打断正在台上汇报的男人，你坐这个位置多长时间了？3年8个月。男人冷笑，3年8个月，一份汇报表做的还不如在校大学生。你这个经理的位置拿钱买的吧？云子金根本就不给那个解释的机会，齐谦查一下多少钱买的，让财务给他双倍，让他滚蛋。下一个。港城的夏天夜里也很炎热，但坐在室内的人却觉得很冷。云子金西装口袋里的手机震了一下，他拿起来看了一眼，站起身，休息10分钟，给你们机会重新组织语言。他放大白灵鹤发过来的照片，看见那个笑颜如花的女孩，气笑，可以，很可以。他前脚刚走，后脚就去酒吧，看来是昨夜心软了。白灵鹤又发了个视频过来，云子金脸都黑了，点男模，一次点6个，当他是死的。欠。在酒吧里的白灵鹤脸色也不好看，但是他没有正经身份，不好管。三哥，你家俩小姑娘不管。他指尖夹着烟，说话的语气有那么点玩味。云子金秒回，老子管个屁啊，我人在港城，下去让我老婆接电话。云子金站在临时办公室的窗边，看着港城的夜景，脸色冰冷。宝子们的催更我都收到了，2倍速码字中，追更时能点个5星评价吗？新书马上出评分喽，大家的每颗星都很重要的。第64章不给。白灵鹤的助理从包厢里走了出来，白总，合同可以签了。他看了眼楼下那2个被小白脸包围的女孩，叮嘱道，你在这里看着他们。陈明眼睛瞪得超大，眨都不敢眨一下，生怕看漏了点什么，怎么死的都不知道。音乐声太大，2人都没听见包里的手机响。朱悠悠本来是不想跟他们玩的，但黎希暖不依不饶，他只能放下手机。他放进包里，云子金的电话就不断打进来，2人的电话都没有人接，云子金越来越烦躁。他打通白灵鹤的电话，你他妈人呢？让他帮忙喊人接电话。他倒好，失踪了，还想不想当他外甥女婿了？白灵鹤失笑，签合同呢，我助理盯着，能出什么事？齐谦来喊云子金开会，
看见他的脸色，心里拉起了最高警报。云总，要不我让他们明天早点来开会。他不觉得这个脸色是可以开会的脸色。云子京冷声开口，让他们下班去申请私人航线回帝都。白灵鹤连忙往楼下走去，他知道云子京这次去港城是为了云林国际的境外市场，这时候回来不是白白把项目拱手让人了。大可不必好吧，我这就下去，等着。白灵鹤挂了电话，走近后的脸色跟远在港城的云子京有的一比，甚至脸比他还要黑。祝悠悠起码只是坐在旁边看戏，而黎熙暖已经上手了。那你们给我讲个笑话呗，我要是开心了，请你们喝最贵的酒。黎熙暖的话刚讲完，一道低沉阴冷的声音响起，不如我给你讲，酒也请你喝，怎么样？祝悠悠和黎熙暖的笑容僵在脸上，而坐在他们身边的男模却有点不高兴。来了跟他们抢人的男人，长得那么老，搭讪的方式还那么老套。刚刚那个被黎熙暖摸过腹肌的男模嗤笑一声，喂，我说这位叔叔，这两位姐姐是我们的客人，你要搭讪后面排队去。白灵鹤走到祝悠悠身边，三嫂，能让个位置吗？祝悠悠麻利的挪了挪屁股，手心里都紧张出汗了。白灵鹤越过祝悠悠，我在黎熙暖的身边，眼神瞥到她白皙的锁骨往下，身上的气息又冷了几分。三嫂，你再不接三哥的电话，他要开飞机回来了。祝悠悠脑子懵了一下，连忙从身后的包里拿出手机。完了完了，暖暖，我出去打个电话。他几乎是跑着出酒吧的，一边小跑一边打电话。白灵鹤解开西装扣子，松了松领带。你们不走，要在这听我讲笑话？我们凭什么走啊？这地方我们先来的。白灵鹤勾唇，露了个冷笑给缩着脖子的黎熙暖。暖暖，告诉他们凭什么走？被点名的黎熙暖抬头正好对上白灵鹤的笑容。那个，下次我再来点你们。白灵鹤被气笑了，下次？居然还有下次？六人中坐在黎熙暖身边的男模有些不甘心。这个女孩一看就是有钱人家的大小姐，她手上的手链，她在酒吧干1年都不一定买得起。只是她身边这个老男人实在是有点吓人。他站起身来对黎熙暖说：“那姐姐，你一定要来哦。”白灵鹤打了个响指，不远处的男服务员上前拿瓶酒来。祝悠悠打过去的电话被秒挂，他悬着的心死了一半。第二个电话还没拨出去，云子京的视频通话打了进来。祝悠悠跑到酒吧门口，找了个安静的角落站着。老公2个字瞬间浇灭了云子京心头的怒火。他坐在办公椅上，暴力的扯掉领带扔在桌子上，面无表情的应了声现在知道叫老公了。平时连哄带骗就是不喊，狡猾的小狐狸。转一下摄像头，给我看一下你点的男模长什么样子。祝悠悠心虚的笑了笑，哪有什么男模？老公，你忙完了吗？吃晚饭了吗？累不累啊？开会还顺利吗？云子京直接被气笑，讨好我。祝悠悠笑容带了点狡黠，说话的嗓音多软了好几分。对啊，你感受不到吗？云修哥哥。他撅着小嘴巴开始解释，我们结婚之前我都是跟暖暖住在一起的，结婚后都剩下他一个人了。他自己住不高兴，都没睡好，我就陪他出来玩。男模都是他点的，我没碰也没看，少了个给字，意思应该一样吧。还被人堵在酒吧沙发里的黎熙暖忍不住打了个喷嚏。白灵鹤脱下西装披在他的肩膀上，金属打火机的声音响起，云子京歪头点了根烟，青烟色的迷雾在两人的视线前散开。喝了几杯鸡尾酒的祝悠悠小脸红扑扑，盯着男人抽烟的动作，心脏狂跳。好帅啊，这是她老公。云子京轻笑一声，被我迷住了。祝悠悠点点头，想亲你。男人隔着屏幕都被撩到，一股燥热直线往下冲。他对她从来都没有任何的自控力可言。一想起他前脚离开，小姑娘后脚就去酒吧电脑男模，脸上的笑意多了几分诡异。他把手机屏幕拿到自己的唇角边，薄唇微动，不给。祝悠悠以为他性感的唇瓣靠得那么近是要给他一个爱的亲亲，没想到不给就不给，小妾。云子京眉眼间都是宠溺，嗓音软了下来，刚刚的狡辩很有说服力，但是我是不会信的。要不要我提醒一下云太太是怎么在酒吧把自己嫁出去的？祝悠悠低着头，用鞋尖踢着地上的小石头。我那是对你负责。云子京笑了，行，云太太说的都对。他没什么底气的问，那你是不是不生气了？我不会玩太晚，一会就带着暖暖回家，而且白灵鹤也在，你好好工作，早点休息。办公室的门被敲响，齐谦推门而入。云总，私人航线已经申请好了，我们是现在去机场吗？祝悠悠低声问，你真的要回来吗？云子京站起身，拿上被他扔在办公桌上的西装，
老婆都去酒吧点男模了，我不回去等着头发被染成绿的吗？恭喜出评分喽，上涨中，追更的小宝贝点亮星星哦，超爱你们，比心一。第65章，他姓黎。祝悠悠美眸娇嗔瞪他，你别胡说八道，那些人长得都不如我老公，我一个也看不上。云子京往外走，捂着手机听筒对齐谦说，让机场的人回去吧。他伸手跟齐谦拿车钥匙往电梯走去，听云太太这个意思，就是看了，只是看不上。那要是看得上，我这个老公是不是得退位了？祝悠悠反驳，才没有，你别回来了，那么折腾，我这2天把事情忙完去找你好不好？云子京进了电梯，按了地下停车场的按钮后往角落靠，姿态慵懒，跟刚刚在会议室里判若两人。来找我？祝悠悠被他脱口而出的荤话气到，我去看你有没有找野女人。他弯唇轻笑，眉间多了几分不羁，痞气尽显。我只爱小狐狸精。祝悠悠奶凶奶凶的瞪他，你才是狐狸精，男狐狸精。就笑一笑，把他的心都勾走了。云子京上了车，手靠在方向盘上，指腹在手机屏幕上描绘着女孩的轮廓。那说好了，过2天我让人送你过来，如果敢骗我，那我亲自开飞机回去，新账旧账双倍算。在门口站了一会，有些累，头也有点晕。祝悠悠知道他要开车了，匆匆结束了视频通话。云子京的信息发了过来，我让人来接你们回家，后面还有一串电话号码跟木山的名字。男模离开后的黎希暖偷偷摸摸的往旁边挪，还没挪2厘米，腰间多了一只手。不听我讲故事了，还是看不起我请你喝的酒？腰间传来异样的温热，黎希暖整个人僵住不敢动。我才没有，白说，我请你喝酒。白灵鹤的俊脸靠近，暖暖，我很老。没，那你为什么不叫我哥哥，也不叫我阿赫了？黎希暖，他没回答，他接着说，暖暖，你还想知道我喜欢的女孩叫什么名字吗？黎希暖眼神里掠过一丝紧张，被满眼都是他的白灵鹤尽数捕捉。我不想。他试图去掰开搂着他腰的手，可是却连自己的手一起赔了进去。白说，你放开我。白灵鹤低笑，暖暖，你的眼睛告诉我，你想。黎希暖轻身躲开他的目光，他越是躲，白灵鹤就越靠近。祝悠悠走到卡座的时候，就看见2人的姿势暧昧到不行。他倒回去走到吧台上要了杯酒，眼神一直看着卡座上的2个人。作为合格的嫡亲闺蜜，吃瓜肯定是要在第一线的。他拿起手机打开拍照模式，放大画面把2个人拍了下来。黎希暖身子歪过了头，一个重心不稳，差点整个人摔下去。白灵鹤勾住他的腰肢，把人按在沙发上。他的薄唇靠近他，哑声开口，我喜欢的那个女孩子，她姓黎，名字很好听，叫黎希暖。不知道这个回答能不能让你开心呢，暖暖。黎希暖在差点摔倒被他捞回来后的手就紧紧地抓着他的衬衫。白灵鹤离得他很近，他都可以听见他的心跳声了。等等，我重启一下脑子线。不是，怎么现在老公民政局都不发了，改酒吧发了吗？他嫡掌柜在酒吧把他小舅舅收了，他又在同一个酒吧捡了小舅舅的兄弟。这家酒吧是被月老系了红绳吗？你确定你喜欢我？白灵鹤用他的行动回答他的问题。吃瓜第一线的祝悠悠已经傻眼了，他现在彻底理解黎希暖之前为什么那么激动了。原来看别人亲亲是这么的刺激。他摄像头放到最大，还专业的点了聚焦后才录像，直接就是对脸拍。黎希暖早在那个带着淡淡酒味的吻落下时 CPU 就已经着火了。没有任何接吻经验的他小脸涨红，呼吸孱弱。白灵鹤在松开他的唇之前还给他做了人工呼吸。小笨蛋，想把自己憋死。黎希暖一手捂住自己的嘴巴，另外一只手推开他。你干什么？这是我的初吻。下颚被人抬起，带着婴儿肥的脸颊被人掐住，红唇微嘟。白灵鹤轻啄了2下，低笑，好巧，我也是初吻，你不亏。黎希暖的嘴巴被捏住，说话像小朋友一样。你松开我，我要告诉我小舅舅。白灵鹤收起脸上的笑意，放开他，拿起掉在沙发上的西装外搭把他裹住。暖暖，我说喜欢你是真的。你还记得你那天在车上跟我说你没空谈恋爱吗？那个时候我就已经暗示过，我喜欢的女孩说她没有谈恋爱。黎希暖瞪大了眼睛，刚重新开机的脑子进度条又卡住了。那你相亲？相亲是真的，我妈不知道我喜欢你。还有一句话白灵鹤没有告诉黎希暖，如果白妈妈知道她喜欢黎希暖，二话不说就带着吉卡车的彩礼去黎家提亲了。黎希暖愣了好久，一直都没有说话。白灵鹤也不着急要个答案，都已经等他长大了，
他有的是耐心等他考虑清楚。好了，很晚了，我送你和三嫂回家。祝悠悠见他们聊得差不多了，才走过来，拿起自己孤零零在沙发角落里的包。暖暖，回家吧，你小舅舅让人来接我们了。离西暖几乎是被祝悠悠的扶着走路的。三嫂，我送你们回家去吧。白灵鹤拿起手机准备给助理打电话，就看见一辆熟悉的黑色在几人面前停车。木山从副驾驶上下来，太太、小姐、先生让我来送你们回家。见是木山，白灵鹤也没再坚持送。等红色的大 G 开走后，他才重新回到包厢里面。回到庄园后，祝悠悠趁离西暖去洗澡的时间，给一直发信息的男人打视频电话。他都不知道云子京居然是那么粘人的一个人。到家了，云子京的下颚带着水珠，头发还湿哒哒的，一看就是刚洗好澡。祝悠悠趴在床上晃着小脚丫，暖暖在洗澡。云子京，我给你发的照片你看到了吗？男人话语宠溺，不叫老公了？不怕我找你算账？从祝悠悠的嘴里叫出云子京3个字，直撞在他的心尖上。第66章，要不我给你叫个？才不是，我刚刚在吃瓜第一线呢。原来看别人接吻这么刺激。云子京无奈又宠溺，老婆，看别人接吻有什么刺激的？我们自己接，想多刺激都可以。祝悠悠在床上翻了个身平躺，举高手机，我觉得看别人才刺激，别的不知道。云子京只知道现在自己就有刺激到，他的喉结忍不住上下滑动。老婆，衣服，嗓音不太对。祝悠悠低头一看，扯过被子盖住自己，流氓。男人坐在沙发上，白色的浴袍松松垮垮，手机屏幕突然移动，祝悠悠狐狸眼微动。云子京，你不讲武德。屏幕定格在最诱惑人的位置，云子京的笑声又野又欲。老婆，我这是在给你放福利。俊脸又突然放大，云子京眼尾泛红，哑声开口，老婆，我想你了。他也想你了。祝悠悠紧张的嗓音娇娇软软，让云子京全身血气翻涌。那怎么办？要不我给你叫个？祝悠悠。祝悠悠勾唇一笑，别生气嘛，我就是想说给你叫个外卖，送杯凉茶降火。云子京顶了顶腮帮子，气得闭上眼睛，我让木山送你过来帮我降火。小狐狸精，后天我让私人飞机去接你，你如果不来，后果自负。卧室的门从外面被推开，离西暖擦着头发，悠悠宝贝，你的暖暖宝贝来了。云子京漆黑的眸子一直盯着屏幕里女孩白皙的锁骨和雪山。乖，衣服穿好。祝悠悠从床上爬起来，老实的把睡裙外套拉好。离西暖漂亮的小脸入镜，晚上好啊，小舅舅，今晚我陪小舅妈睡觉觉哦。云子京脸色一脸，你敢？我让你妈明天给你安排10场相亲。离西暖，你的手放在哪里？手不想要了是吗？给我滚出去！自从她的嫡亲闺蜜成了她的小舅妈以后，她就不再怕她的小舅舅，人在面前她都不怕，别说现在人不在家。离西暖嚣张的抱着祝悠悠的脖子，在她脸颊亲了一下，小舅舅，你好好赚钱养我小舅妈跟我，小舅妈有我照顾就够了，拜拜。电话被挂断后，云子京气得脸都黑了，他给庄园管家打了个电话，带乌云去主卧，把离西暖赶出去。被电话吵醒的云博觉得莫名其妙，但还是去把乌云带过来。同样睡梦中被吵醒的乌云烦躁和不悦，呜呜声叫了一路。云博摸了摸他的头，辛苦你了，先生发话咱们得听，一会上楼安分一点，要是吓到太太先生饶不了你。离西暖刚吹完，头发卧室的门就被敲响，他刚把门拉开，就被门口的庞然大物吓得尖叫。乌云看见坐在床边的祝悠悠，一个劲的往里冲，还把离西暖撞倒了。云博拉都拉不住，哎呦，狼崽子，都说了让你安分点，别吓着太太。乌云冲过去趴在床边，可怜兮兮地看着祝悠悠。祝悠悠下床坐在地毯上，乌云连忙趴在他的腿上，怎么这么晚还来？是不是你家主人召唤你过来的？乌云呜呜喊了2声，云博无奈，太太，先生发了好大火，让乌云把小姐赶出去。小姐，您看。离西暖从地上爬起来，走到祝悠悠身边坐下，对着狼崽子的头就是一巴掌。臭乌云，大半夜的吓死我了！臭小舅舅不让我在这里睡，我偏要，我还要抱着乌云上床一起睡。云博一脸无奈，一边是先生，一边是小姐，太太，这……祝悠悠揉着乌云的脑袋，云博，您去休息吧，乌云留在这。可是先生不让他在卧室睡觉，要不我还是把他带走吧。祝悠悠摆摆手，没事，他不在，我们不说他不知道，去休息吧，他问你就说是我的意思。云博离开后，离西暖玩着乌云的爪子，小坏蛋，吓到姐姐了。玩着玩着，离西暖突然就不高兴了，拍了拍转圈圈的狼崽子，别转了，
一边待着去。祝悠悠哭笑不得，乌雨云，趴着睡觉吧。暖暖，怎么突然不高兴了？李喜暖叹了口气，悠悠，你说白灵鹤到底喜欢我哪里啊？祝悠悠还跟以前一样，让他躺在自己的腿上。暖暖，那他亲你的时候，你反感吗？不会，就是有点被吓到了。可是悠悠，我没有谈过恋爱，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也喜欢他。他现在的心很乱啊，从知道白灵鹤喜欢的是自己以后，他只要静下心来就会想起他，甚至昨天早上睡回笼觉的时候还梦见他了。祝悠悠轻笑道，看你的表情，我觉得你喜欢。暖暖，白灵鹤跟你小舅舅的关系堪比亲兄弟，如果你的结婚对象是他，不管是黎家还是云家都会特别满意，知根知底。白家又是豪门，跟黎家是强强联合，人品完全没问题的，有钱有颜，还喜欢你。反正你也没有喜欢的人，如果不反感就试试呗，试试又不花钱。黎希暖也觉得祝悠悠说的有道理，干脆就不想了。行吧，我要去睡觉了，晚安小舅妈。祝悠悠低笑出声，不是要睡你小舅舅的床？和他老婆吗？黎希暖拉开房门露出个脑袋，今晚发生太多事情了，我要回去独自回味一下刚刚那个吻。祝悠悠一脸笑意，从柜子里拿出小毯子盖在乌云身上后，爬上床也睡了。昨晚被拉着做了好几个钟的伸展运动，腰到现在还是疼得。酒吧包厢里，骆岭气冲冲地推门而入。白灵鹤调侃道，骆少这是怎么了？一脸悲绿的模样。骆岭解开西装外套，狠狠地扔在沙发上，老子他妈连女朋友都没有，绿个屁！跟别人约会吃饭就算了，还他妈要跟别人回家，真当他没脾气是吧？他拿起桌子上的威士忌对着嘴就要灌，被白灵鹤抢过去，这是我的酒，要喝自己开去。靠，你差这瓶酒钱。白灵鹤拿了个干净的杯子给他倒了一杯酒，刚准备丢2颗冰块进去，就看他一口闷，他把冰块丢进自己的杯子里。你不是让人家走了以后就别叫你哥了吗？现在又是哪里不痛快？第67章，你回来是为了他吗？骆岭拿过酒瓶又给自己倒了一大杯，老子长得很差吗？没钱吗？活不好吗？他看不上老子，偏偏看上个卖屁股的戏子。白灵鹤一口酒差点喷出来，这话你在我这里说说就好，别到洛雅面前说，否则你跟他这辈子就算是完了。对上洛雅的事，骆岭是完全没有任何智商的，他敢做还不敢让人知道，也就程洛雅那个头脑简单的没看出来。白灵鹤笑，你怎么知道人家没有看出来？洛雅要比你想象中聪明。骆岭眉心一拧，他聪明个屁，别人3言2语他就退缩，义无反顾的离开洛家，离开我。半瓶威士忌都进了骆岭的肚子，白灵鹤一脸嫌弃，就他这个喝法，不醉死也得吐死。他拿起手机给程洛雅发了个定位，告诉他骆岭喝醉了，他不来他就不走。阿岭，你有没有想过，洛雅离开未必不是一件坏事？骆岭一脸委屈，我都说过了，让他信我。白灵鹤嗤笑一声，信你？他拿什么信？6年前的你只是一个会吃喝玩乐的大少爷。阿岭，帝都的豪门就跟古代的宫斗戏一样，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洛雅需要面对很多的流言蜚语，又有多少人想算计他洛家养女的身份？洛雅是顾一亲手调教出来的豪门大小姐，你觉得他会不懂这些？骆岭一杯又一杯酒的喝，他知道白灵鹤说的对。白灵鹤拍了拍他的肩膀，他既然回来了，就说明他做好了跟你面对一起的准备。不可能，他跟萧家那个戏子。阿岭，白灵鹤打断他的话，如果洛雅真的喜欢别人5、6年了，你以为娱乐圈那个大染缸真的能守得住秘密吗？话点到为止，白灵鹤没有再多说。陪他喝了2杯酒以后，他拿起西装，我让洛雅来接你了，好好说话，别作死。先走了，明天要出差。白灵鹤走到酒吧门口的时候，刚好碰见程洛雅从出租车上下来。灵鹤哥，我哥他。他像是着急跑出来的，身上穿了简单的宽松 T 恤和短裤，脚上穿了拖鞋。还好，记得戴了个口罩，要不然被狗仔或者粉丝拍到，明天又要上热搜了。喝的差不多了，你去接他吧。程洛雅点点头，好，谢谢灵鹤哥。他往前走了2步的时候，被白灵鹤叫住，小雅。程洛雅回头看他，你这次回来是因为阿里吗？他们都是一起长大的，对程洛雅来讲，不管是白灵鹤还是云子京，是骆岭的兄弟，也是他的家人。对家人永远不用装模作样。对，因为他。白灵鹤轻笑道，那就行。他说你要跟别人交往了，都气哭了，你赶紧上去看看吧。程洛雅气哭，气得骂他才是骆岭吧。程洛雅低着头往酒吧里面走，只是他第一次来这里，人很多，一时间找不到2楼包间的楼梯。
问了服务生，兜兜转转找到位置。他小跑上了2楼，正准备往最角落里的那个包厢走去的时，路过的包厢门打开，一个醉醺醺的男人拉住他的手臂。哪来的小美人？是来找哥哥的吗？巧了，哥哥也是找你的，快跟哥哥进来吧。程洛雅被他身上的酒味还有烟味都快熏吐了，脸色骤变。你放开我，我不是找你的。他虽然身在娱乐圈，但背后有程家人为他保驾护航，潜规则这种事情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就是有也是经纪人和助理处理。喝醉酒的男人力气大得很，程洛雅根本就挣脱不开。他抬腿去攻击男人最脆弱的地方，果然那个男人吃痛放开了手。他转身就往后面跑去，到嘴的肉跑了。男人骂骂咧咧上前去抓程洛雅，臭婊子，敢踢老子的，老子弄死你！程洛雅的头发被人抓住，痛得他惊叫出声。刹那叫他撞进了一个熟悉的怀抱，抓着他头发的男人被一脚踹飞出去。洛岭一脸阴鸷怒意，把程洛雅的脸按在自己的怀里，手掌心在他的头发上轻揉。真没用，来找我还能被人半路截胡。程洛雅后怕地抓住他的衣服。刚刚白灵鹤走的时候说程洛雅来接他，喝了几杯酒，等了10分钟他就坐不住了。他想着他从来都没有来过这种地方，要是那个他妈不长眼碰了他，操，还他妈真有不长眼的玩意。地上的男人爬起来，他妈谁啊，敢坏你爸爸的好事。旁边包厢里的人听到动静都跑了出来，看见是洛岭，连忙上前捂住那个人的嘴。洛总，抱歉，他喝多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洛岭脱下西装罩在程洛雅的头顶上，站在这看那些男模扭屁股，不许回头，要不然一会我就打哭你。程洛雅乖巧的点点头，他不想看男模，但是他知道他要干嘛，所以乖乖听话。洛岭顺手从西装口袋里拿出领带，缠绕在自己的右手上，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大人，不，我是小人。洛岭1.87米，在场所有男人他最高，居高临下的看着捂着肚子的男人，一拳砸在他那张嘴巴上。想当我爸，大逆不道！你知道老子是谁？动我的女人，你以为你他妈是猫，有9条命够死吗？洛岭一拳一拳的打在男人身上，直到男人出气多进气少的趴在地上求饶。他站起身，解开带血的领带扔在他的脸上，皮鞋踩在他刚刚抓成洛雅头发的手背上。老子护了20几年的人，也他妈是你配动了。记得了，我叫洛岭，想找事我奉陪到底。楼下的音乐声刚好结束，洛岭踩碎了那人的手指骨头，痛苦的尖叫声回荡在酒吧里，不到2秒又被 DJ 声覆盖。没有人注意到楼上的小插曲。洛岭搂住站在围栏边的女人，打横抱起她往下走去。程洛雅想把西装外套从自己的头上拿开，被他按住手。有狗仔想上热搜，他急了，尾骨 CP 包甜包好嗑。第68章拿来用啊！程洛雅瞬间安分，如果是平时上热搜就上热搜，他可现在的穿着不像是可以上热搜的样子。你打了人会不会？头顶上传来男人的轻笑声。程大明星这是关心我？程洛雅自动闭麦，他就不应该关心他。不关心，要不是怕明天洛家大少爷的绯闻满天飞，我应该不会来。洛岭抱着他快步往酒吧外的露天停车场走去，视线被西装外套遮住，程洛雅看不见洛岭的表情的，但能感受到他的心跳很快。哥，你……程洛雅，我说过不要叫我哥。车门打开，洛岭把怀中的人放在副驾驶上，扯下西装外套扔到车后座。程洛雅刚想说他喝了酒不能开车，炙热的吻已经狠狠压了下来。哥。程洛雅微动的红唇给了洛岭放肆的机会，他不由分说的撬开他的背齿，一如既往的霸道，肆无忌惮。程洛雅呼吸困难，开始挣扎，他越是挣扎，碾压唇瓣的力气就越重。洛岭松开他的唇，低沉嘶哑的嗓音对他说：我说过，你再喊我哥，我不会放过你。吻再次落下，只是比刚刚温柔了几分。程洛雅伸手搂住他的脖子，微微仰头回应他。既然反抗不了，那就加入，又不是没亲过。一吻结束，车内都是旖旎气息。洛岭一直都是弯腰站在副驾驶的车门旁，车门也是打开的，只要有人路过就会看见俩人激情热吻。程洛雅的脸颊粉嘟嘟，唇瓣红润微肿，眼尾绯红的厉害，一副被欺负惨的样子。洛岭顶了顶后槽牙，把他抱过去驾驶位。你开车，我抽根烟。副驾驶的门被关上，洛岭靠在车门歪头点烟，试图用尼古丁压下身体里那股躁动。程洛雅都捏了捏自己有些僵的小腿，他不太觉得自己的脚现在有力气踩油门。洛岭抽完一根烟，低头看着自己的皮带，再往下低声骂了句操。他刚再次点燃烟，就听见高跟鞋脚步声靠近。帅哥，有需要吗？
我可以。洛领心头一阵厌恶，拉开车门坐上去，扯过程洛雅的脖子带到自己的面前，按下车窗的时候擒住了他的唇。车外的人站着没有，程洛雅捶他，有人。洛领把他的脸按在自己的怀里，滚。车窗玻璃上升，洛领继续刚刚那个吻。别亲了，先开车。红色的阿斯顿马丁龟速行驶，副驾驶眯着眼的男人痞笑，我这是跑车，人行道阿姨的电动自行车都比你快。程洛雅瞪他，你闭嘴。他以为他不想开快点吗？他微微加速，男人调侃玩味的声音，怎么腿软踩不动油门？程洛雅一脚刹车停在路边，解开安全带，我给你交个代驾。他耳根子金贵，听不得他一句调侃。洛领一秒老实，我不说，去我那里。我哪知道你住那里？洛领低笑，就我们俩第一次这样那样的地方。他从上大学的时候就搬出来自己住，这么多年也没有换地方，毕竟那套房子有他最重要的回忆。半个小时后，车子停在洛领住的公寓名城国际。程洛雅没有下车，你上去吧，车我开回家，明天还给你。洛领推开门，绕过车头，敲了敲驾驶位的窗户。车窗降下时，他弯腰，手肘靠在车窗。你的东西不要了。程洛雅一时没反应过来，我的什么东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是不是那件？洛领笑疯了，想起来了，质量不错。程洛雅咬牙切齿，流氓，你拿那个干什么？洛领一脸玩味，当然是拿来用啊。2天后，一架私人飞机落地港城机场，祝悠悠一身黑色赫本风的高腰连衣裙，巴掌大的小脸被墨镜遮住一半，身后高大威猛的男人拖着一个粉色的行李箱，还有10个戴着黑墨镜的保镖。祝悠悠停下脚步，木山，箱子我自己拖吧。猛男拖粉色行李箱，这个回头率100%万。木山一脸恭敬，夫人，要是连箱子都拖不动，三爷该把属下送回美国了。祝悠悠无话可说，点点头继续往前走。被拦在 VIP 通道的萧娇死死瞪着那张戴墨镜的脸，那个人是什么来头？竟然连我都要给他让位。站在他身后的保镖没人敢说话。萧寒挂掉电话，冷声开口，走吧。萧娇跺了跺脚，二叔，港城是我们萧家的地盘，居然有人在我们的地盘那么嚣张，你就不？萧寒的表情一冷，管好你的嘴，港城想萧家死的大有人在。萧娇被吓到了，未说出口的话吞回肚子里。知道了，二叔。机场外，黑裤白衣的男人倚靠在车旁，指尖夹着一根香烟。一道身影闯入视线的时候，云子金丢掉指尖的烟，大步上前。祝悠悠摘下墨镜，小跑扑进他的怀里。都说了不用来接我，你安排了那么多保镖还不放心？我迫不及待想见你。云子金捏着他的下颚深吻，一吻结束，云子金抚摸他的发丝，累不累？不饿，我们先去吃饭。云子金抱起他上了劳斯莱斯的后座，木山自觉地把粉色行李箱放进后备箱上了驾驶座。车子开动的时候，前后座的隔挡板缓缓升起，下一秒祝悠悠已经被人抱在怀里，继续亲吻，缠绵热吻的啧声回荡在车内。木山面无表情地打开车载音乐，祝悠悠推开他，车上还有人。云子金哑声开口，不用把他当人。木山，他不是人，他不应该在这里，他应该在车顶。不亲了，头晕。祝悠悠趴在窗边，看着港城的夜景和路过的港湾，怪不得大家都想来港城，这个地方从视觉上就很诱惑人。云子金从身后抱住他，喜欢这里。我在浅水湾有一栋别墅，我让人过户给你，想来住随时都可以。祝悠悠摇摇头，可是我更喜欢帝都。打脸小剧场，给个5星留个评论哦，评分蹭上涨中。洛领，不要叫我哥。洛雅，洛狗，乖，叫哥哥。第69章，你的眼睛要是瞎了。半个小时后，云子金牵着祝悠悠上了一个电梯，他一进门就按了顶楼的按钮。我们住酒店吗？我临时来出差的，别墅没有住过，收拾起来太麻烦。不过这里不是酒店，带你去楼上吃饭。祝悠悠真的不想承认自己土，但是在空中吃饭，他还真的是第一次。他感觉自己抬手都可以摘星了。阿修，你说这里离天空那么近，我要是伸手，能不能摘一颗星星啊？云子金笑意宠溺，你闭上眼睛，手掌张开，说不定星星就会掉到你的手心里。祝悠悠真的照做了，在他缓缓闭上眼睛的时候，不是他幼稚，而是他信云子金，他说会有就会有。男人起身走到他的椅子后，从口袋里拿出一条项链，宝宝，你喜欢什么颜色的星星？祝悠悠没有1秒的犹豫，浅蓝色。男人低笑，祝悠悠的手心随即有了东西。有了，云子金，
有星星掉下来了。他开心的像个有糖果吃的小孩子。云子金扶他站起身，从背后抱住他。那宝宝慢慢睁开眼睛，看看是不是你喜欢的那颗星星。祝悠悠睁开眼睛，看见自己手心里那颗超大的海蓝宝石星星项链。这是云子金摘下他脖子上的克什米尔小雏菊项链，拿起他掌心的星星项链给他戴上。这就是掉落在你手心的星星项链。祝悠悠回头搂住他的脖子，你提前准备的吗？你怎么知道我会说蓝色？云子金亲吻他的唇角，接你之前去了拍卖会，特地帮云太太把蓝色星星摘下来。祝悠悠扯了他的衣领，把人往下拉，红唇轻启。云子金，我又没有对你说过，我好喜欢你，我好爱你。云子金掐住他的腰，带着想念，带着爱意气息的吻落了下来。祝悠悠圈住他的脖子回应他。不知道吻了多久，祝悠悠的大脑有些缺氧，被他抱坐在椅子上喂东西吃。他懒懒地靠在他的怀里，你不吃吗？云子金声音宠溺，想让你先吃饱。祝悠悠大脑还有些不在线，以为他是想等他吃饱以后他再吃。确实，云子金是这样想的，但吃的肯定不是桌子上的东西。祝悠悠吃的差不多了，云子金才把他放在沙发上。他让侍从撤掉桌子上的饭菜，换甜品。你不吃吗？云子金轻笑，我晚上吃过饭，一会回家再吃别的。吃完甜品，云子金去接电话。祝悠悠站在空中餐厅的护栏边拍照发给黎希暖。下次我们一起来港城玩，我带你来这里吃饭，刷你小舅舅的卡。黎希暖秒回，谢谢小舅妈。云子金讲完电话后，从他身后抱他，老婆，我们回去吧。他有点饿了。祝悠悠点点头，你帮我拍张照，我要发给暖暖，要把项链拍进去。收到照片的黎希暖打了个视频通话过来，小舅妈，你可以帮我摘个月亮吗？云子金隔空瞪了视频里的人一眼，让你男朋友给你摘。黎希暖撇了撇嘴，我单身。小舅妈。祝悠悠看着云子金，拍卖会有月亮卖吗？云子金一手搂着小妻子，另一只手拿着手机，一脸傲娇，这3天都不要找我老婆，她回家的时候我让她带个月亮给你。黎希暖立马表态，再见小舅妈，祝你跟我舅舅有3个美好的夜晚，过一个。隔空亲吻，云子金黑脸挂了电话，捏着祝悠悠的脸颊，小嘴巴嘟起，说他是不是经常亲你？祝悠悠拍开他的手，云三爷，你几岁啊？我跟暖暖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闺蜜，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亲姐妹，她亲了我20多年了。云子金咬牙切齿，我让阿赫明天就去离家提亲。祝悠悠低笑出声，幼稚鬼，吃醋精。我去个洗手间，我们就离开。祝悠悠从洗手间出来，就看见了个不速之客。萧娇指着他，眼底有掩饰不住的嫉妒。你为什么能来这里？祝悠悠脸上的笑意收敛，这是你家吗？我为什么不能来？萧娇看清楚她身上的那条裙子，这不是刚刚机场那个被保镖包围的女人吗？她嫉妒但面容扭曲，这是港城，萧家的地盘，我是萧家大小姐，我说你不能来就不能来。祝悠悠，别以为你勾搭上云子金就怎么样，这是港城，我想弄死你就是动动手指的事情。萧娇的眼神变得尖锐，带着嫉妒和恨意。仔细看，祝悠悠的眼睛跟那个人真的很像。你这双眼睛还真是漂亮，就是不知道如果瞎了啊！清脆的巴掌声音响起，萧娇尖叫，她抬手就要去打祝悠悠，被他抓住手臂，狠狠又是一巴掌。祝悠悠，我杀了你！第70章99.99%。萧娇扔掉手里的包包，要去掐住悠悠的脖子，还没碰到他就被人踹了出去。祝悠悠被人搂进怀里，他有没有碰到你？没有，是我打了他2巴掌。祝悠悠眼眶渐渐泛红，泪珠在眼圈打转。他说他要弄瞎我的眼睛。云子金的眸底冷得骇人，浑身散发着戾气，如同刀刃，下一秒就要捅穿萧娇的心脏。萧家是想与我云子金为敌。云子金那一脚并没有收力，萧娇趴在地上蜷缩成一团。他拿起手机打了个电话，对方嗓音有些惊讶，云三爷。云子金冷声，是我，萧家主。云某想问问，萧大小姐想杀我的妻子，这件事萧家知道吗？冒昧问一下，三爷的妻子是？萧寒清脆的嗓音压抑着怒气。云子金搂紧怀里的女孩，我的妻子，祝家大小姐祝悠悠。萧家主应该认识吧？萧寒不由得焦急。优质云三夫人可有受伤？无碍，但是萧大小姐挨了我一脚，怕是伤得不轻。萧寒挂断电话，极少动怒的他此时怒火燃烧到了极点，吩咐保镖去把那个不知死活的东西带回来。云子金抱着祝悠悠离开的空中餐厅。车里，云子金抱着他不曾松手，轻拍的后背安抚，乖，不怕，我在。祝悠悠手指
紧捏他的衣服。云子京，我跟萧家有关系，对吗？云子京微微惊讶，柔声问：宝宝怎么会知道？猜的。祝悠悠抬眸看他，心里有了答案。你早就知道了，对吗？他低头在他的唇瓣上蹭了蹭，没有很早，第一次在拍卖会上看见他跟妈站在一起的时候就怀疑了。后来让木山取了萧寒的头发，跟你做了 DNA。祝悠悠睫毛颤了一下，我跟他是。云子京堵住他的唇，亲，了一声，99.99%。悠悠，萧家盘根错节，萧寒看似萧家掌权人，但背后又有多少旁支联合起来想置他于死地？20多年前他跟妈为什么分开，只有他们知道，或许我姐也知道。木山查过几次，几乎被抹得干干净净，越是干净，背后就越波涛汹涌。他不能让祝悠悠深陷危险之中。如果他是萧寒，当年应该也会选择放弃祝景吧。祝悠悠大概懂了，所以萧家大房跟云家联姻，就是为了扳倒他，取代他。云子京点头，萧寒的出生对港城顶级豪门的萧家来讲，就是古代嫡子的存在。他的母亲是萧家老家主的初恋，也是他的第一任妻子。祝悠悠黑眸震动，第一任，就是他还有别的妻子？云子京把他抱紧，轻笑，萧家重子嗣，一个女人生孩子跟一群女人生孩子，宝宝觉得那个快？他拧他的腰间的软肉，你还贫嘴？萧老家主是重感情的一个人，曾为了初恋跟整个家族对抗，在他的威胁下，萧家同意他们结婚。可在结婚的1个月后，有个女人挺着大肚子上门说她怀了萧家老家主的孩子。祝悠悠问：那个孩子就是萧娇的父亲对吗？对。那他是出轨还是？云子京摇摇头，不是，那个孩子是萧家宗祠长老从精子库取的。萧婷的母亲是在萧寒的母亲过世后才被宗祠长老扶正的，只不过那个女人坐上家主夫人之位后全然不收敛，得罪了港城不少豪门的夫人小姐，最后是死于非命。萧家所有的男性成年后就会被取存放，为了出现变数的时候可以补救，这才让人钻了空子。祝悠悠觉得后背一凉，那萧寒？云子京低笑，这件事就得问他本人了。不过我觉得萧寒应该做了什么，否则不会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的私生子女上门。车子停在酒店的门口，云子京牵着祝悠悠下车，他从木山手上接过粉色的行李箱，你去休息吧。是，三爷。这是祝悠悠第一次来港城，以前他跟黎希暖也计划过来港城玩，可是妈妈就是不允许。他还记得他18岁的时候偷偷办了通行证，祝锦还发了好大一顿脾气。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之前我说要来港城玩，妈妈不同意。云子京搂着他的腰，老婆，等这次我出差回去后就去祝家提亲，到时候你的身份一曝光，想动你的人也得掂量掂量。酒店顶层的总统套房门口，齐谦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等在门口。云总，夫人。云子京接过他手里的东西，辛苦了，去休息吧。房门关上之前，云子京对齐谦说，把明天的会议都挪到下午，给你发了奖金，想买什么自己买。齐谦拿起手机，看见云子京的私人微信发来一笔10万块的转账。老泪纵横，我爱上班。祝悠悠脱下鞋子，光脚踩在地板上，他快步走到落地窗前，好漂亮啊，不愧是云三爷，出差都不亏待自己。云子京从背后搂住他，夫人冤枉，你来之前我跟齐谦都是住在离公司最近的酒店，托夫人的福，云某才有荣幸住上港城最豪华的总统套房。祝悠悠用肩膀撞了一下他的胸膛，贫嘴。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次又一次，云子京脸色微变，亲了亲他的发丝。你先欣赏一下夜景，我去给你放洗澡水。第71章，小狐狸精，你死定了。祝悠悠转身，踮起脚尖一吻落在他的喉结上，辛苦云三爷了。他滚动的喉结溢出一声轻笑，不辛苦，宝宝才辛苦。祝悠悠一头雾水，他就坐了几个小时的飞机，还是私人飞机，看了一路的电影，还在飞机上睡了一觉，一点也不辛苦。他没有多想，思绪早就被窗外的夜景吸引住了。云子京进了浴室，顺手拉上了门。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次性的泡澡袋，套在浴缸里，打开了水调好温度，放了祝悠悠喜欢的泡澡球。做完一系列的事情后，他才掏出手机回拨刚刚一直打进来的号码。萧家主。萧寒站在落地窗前，跟祝悠悠看的可以说是同一片夜景。云三爷，萧娇已经被我的人带回去了，这件事是萧家管教不严，不知道方不方便请三爷跟夫人吃个便饭，就当萧寒给2位赔礼道歉。云子京直接挑明说，萧家主是想请我们夫妻2人吃饭，还是想见我太太？萧寒手里捏着帝都那边传真过来的鉴定报告，激动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三爷，我想您应该知道，
我跟你太太之间的关系。云子京冷笑，知道又如何，不知道又如何？萧家主消失了20多年，现在出现就想告诉我太太，你是丢下他跟他母亲20多年的那个男人。萧寒哑口无言。萧家主，吃饭的事，我问过我太太再答复你。至于别的，我希望萧家主3思而后行。挂断电话后，云子京给帝都的祝锦打了电话。子京，怎么这么晚打电话来？妈，我在港城出差。还在办公室处理文件的祝锦放下手里的笔。你是为了？云子京点了个香薰。云林国际开拓境外项目的签约仪式在港城。不等祝锦问，云子京主动开口：妈，悠悠也来了港城。祝锦愣了一下，那萧家？萧寒今天晚上也落地港城，而且他似乎知道了悠悠的身世。妈，这件事悠悠也知道。祝锦靠在椅子上捏了捏眉心，我早就知道了，这一天终究会来，就是没想到那么快。悠悠从小到大都没去过港城，只要萧家的人没看见他，应该也怀疑不到什么。毕竟现在的祝悠悠那双眼睛跟萧寒简直是一模一样，熟悉萧寒的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两人有关系。妈，我让人把我跟悠悠在关系和我们在港城的消息发出去，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萧家大房的人见过悠悠，怕是起疑心了。电话挂断后，云子京便让云林国际的公关发布自己的在港城的消息，并且把他跟祝悠悠刚刚吃饭还有一起走进酒店的照片发了出去。云子京拉开门，老婆，来洗澡。祝悠悠放下手机后飞奔过去，跳到云子京身上。三爷要伺候人家洗澡吗？他一副小白花的模样，勾人的狐狸眼睛一眨一眨，活脱脱的小妖精。云子京抱着紧他轻笑，小狐狸精，你死定了。他的热吻落下，落地玻璃门一关，所有的暧昧与外界隔绝。不到10分钟，微博上多了3条带爆字的热搜：云三爷与未婚妻共同游玩港城，云祝两家好事将近。前面2条倒是没什么，就是第3条是云子京给祝悠悠戴项链的时候，餐厅工作人员拍的，把祝悠悠的脸和他嘴角洋溢出来幸福的笑容都拍得一清二楚。云三爷的未婚妻祝家大小姐祝悠悠。祝景点进祝悠悠朋友圈，看见女儿洋溢着幸福和爱意的笑脸，还有抱着女儿的女婿，满眼都是他的女儿。祝景红了眼圈，他的悠悠比他幸运，能和爱自己也爱的人厮守一生。如果不是当年那件事，或许他和萧寒也是这样的吧。他拿起手机，犹豫了许久才打通了那个电话。姐儿。祝景没有说话，萧寒没有再出声，就这样安静地听着彼此的呼吸声。时间流逝许久，祝景嗓音轻颤，萧寒，我在。悠悠是。姐儿，我知道，我都知道。萧寒嘶哑的嗓音又压制不住的哽咽，姐儿，你信我一次，这次我一定会保护好你，还有悠悠。姐儿，这些年是不是很委屈？祝景回想着当年自己刚怀孕的时候，碰见了到处找工作的孙正东，而他也第一眼看见了祝景。那时候，一个可怕的想法在祝景的心头萌生。可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祝景没有选择。认识孙正东的第1个月后，他自导自演了一出戏，算计了孙正东，也算计了自己，还有自己的父亲。孙正东以为自己跟祝景发生了关系，所以在祝老爷子提出入赘的时候，孙正东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可是婚后，祝景的事业心很重，怀孕了都经常在公司待到半夜，这让一跃豪门的孙正东有了出轨的念头，把自己的初恋谢小思养在外面。只要祝景在公司加班或者回祝家老宅住的时候，他就会跟自己的初恋谢小思双宿双栖。祝景怀孕5个月的时候，谢小思就查出了怀孕。第72章官宣。他仗着自己是孙正东的初恋，又是孙正东爱的人，上门挑衅祝景。谁知道祝景根本就不在意，甚至还默认了孙正东把他养在外面。这件事把祝君律和乔苏气得不轻。一直到祝悠悠出生的时候，孙正东说祝景是早产，可祝君律却从医生口中得知祝景是足月正常生产的。他还有什么不明白？自己怕是被亲闺女算计进去。祝景生完孩子，看见父亲的脸色就明白了。爸妈，对不起。乔苏坐在床边，心疼女儿。姐儿，你糊涂啊？你是觉得我们祝家护不住一个孩子吗？祝景哽咽的开口，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打消那些人的怀疑。爸妈，我要照顾公司，孩子以后就养在祝家吧。祝景从回忆中走出来，压下心里的情绪后开口，我没有。他突如其来的话让萧寒错愕了几秒。姐儿，你说什么没有？萧寒，见面第1天，你问我的那个问题，我现在回答你，我没有。除了你，我没有过别的男人。
萧寒在祝景看不见的地方，眼底涌出了一滴泪。傻姐儿，我不在意。祝景才不会信他，不在意。那天晚上想把他弄死。萧寒，我希望你不要去打扰悠悠。他长大了，他有选择是不是要父亲的权利。萧寒反问：那你呢？你还要我吗？这个问题他在帝都的时候就逮着他问，可每次都被他的吻堵了回去。萧寒，我已经不是20几岁的祝景了。祝景挂断电话后，给女儿祝悠悠的朋友圈点了赞，并留下评论：我女儿真美。他保存下祝悠悠朋友圈里那张云子金给她戴项链的照片，用他自己的微博号发了帖子，很般配，恭喜我的宝贝女儿找到幸福。不到1分钟，祝氏集团转发并且买了热搜，还艾特了云林国际的官网。请转告云三爷，用生命爱护我们家大小姐，祝氏集团为大小姐保驾护航。来自亲妈的官宣，最霸气又明目张胆的警告，坐实了云子金和祝悠悠的关系。帝都所有跟云祝两家有合作的，几乎都在第一时间转发的官宣的帖子，有人祝福，也有人崩溃。例如在酒吧醉生梦死的云轩泽，不可能，这怎么可能？井号34小叔的联姻对象不是祝景，是祝悠悠。井号34，云轩泽的朋友一脸被雷劈：云少，你是从哪得知云三爷的联姻对象是祝总的？他们中间差了个喜马拉雅山好吧？比云轩泽更加接受不了这个事实的是孙静飞，他一手捂着微微隆起的小腹，另一只手几乎把房间里能砸的东西都砸了。贱人，祝悠悠这个该死的贱人，他怎么敢勾引云三爷？谢小思听见动静连忙上楼：井号34菲菲，妈妈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你要沉住气。井号34，现在的孙家已经不是以前的孙家了，你爸经常都没有回来，孙氏集团的收益也越来越少，你这个砸东西的毛病什么时候可以改改？孙静飞跌坐在床边：那你要我怎么办？妈，云三爷不点头同意我跟轩泽的婚事，我们就1天领不到证。要是等我快生了还没有领证，那我的孩子不是变成了私生子？谢小思也为此担忧。改天你约一下云夫人出来，妈妈探探她的口风。你跟轩泽孩子都有了，娶你是早晚的事。你看妈妈不就是这样，等了10几年，不还是一样成为豪门太太？孙静飞头脑简单，被谢小思3两句就安抚好。他现在也没什么心思安抚女儿。孙正东现在回家越来越晚，他总是说公司忙，他怀着孕又不好去公司。虽然他安插进孙氏集团的堂妹谢小静再三保证孙正东身边没有别的女人，但他还是有些不太安心。港城落地窗外璀璨夺目的夜景，落地窗边爱意纠缠的2个人。宝贝，看窗外多漂亮。祝悠悠迷离的眼眸望过去的时候，除了窗外的夜景，还有2人缱绻相拥的影子。开口的声音都走掉了：混蛋，你让我看什么？云子金宠溺的笑声带着浓浓的寓意：看我在爱你。祝悠悠羞得闭上眼睛不看他，斯文败类。男人轻笑：宝宝，换一句骂，这句你都骂了好几个小时了。祝悠悠颤抖的睫毛上还有未干的泪：你还知道好几个小时了？云三爷，你30了，能不能克制一下？云子金被气笑，顶了顶后槽牙：云太太是嫌我年纪大，看来我有必要向云太太证明，别说30了，60也照样能满足你。突然失重，祝悠悠惊叫出声：云子金，云子金，你这个啊！他失笑：老婆，我哪个？混蛋，衣冠楚楚的，呸，禽兽，没穿衣服的那种。祝悠悠几乎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老公，明天再来好不好？祝悠悠趴在他的怀里动弹不得，他真的要疯了，现在连夜买机票回帝都来不来得及。云子金抱着他进了浴室，拿起几个小时前被他丢在浴室台上的手机，点开录音。老婆，再说一遍。祝悠悠气得美眸颤抖：你怎么？为什么没有人告诉他还要录音？云子金丢下手机，把他放在浴室台上，不说。那继续，我明天下午才开会，明天早上我们有一早上的休息时间。祝悠悠是真的怕了。老公，明天再来。得到承诺的云子金满意的按了保存。好嘞，老婆。他抱着她往淋浴区走去。没多久，浴室里回荡着祝悠悠气急败坏的声音：云金，你堂堂帝都，云三爷，你说话不算数。破碎的语句从祝悠悠的唇瓣里溢出，她气得眼泪都出来了。云子金低声哄着：老婆，没骗你，可是我还没想，要是憋回去就炸了。第73章大灰狼。祝悠悠惨兮兮躺在被窝里的时候，云子金一靠近他就躲。你走开，我再不会相信你了。我要回帝都，我要回娘家。混蛋，都录音了，
还要欺负他半个小时。你明天不许碰我！云子金怕他气坏了，举手发誓：好，明天不碰你。见他一脸认真，祝悠悠才勉强钻进他的怀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云子金轻拍他的后背：老婆，萧家那位明天想约我们吃个饭，他说给萧娇赔礼道歉。祝悠悠不悦地哼道：萧娇是他的女儿吗？凭什么他道歉？重生后除了家人以外，他最在意的就是他的眼睛。他居然还想动他的眼睛，当真以为他祝悠悠好欺负吗？不见，我才不接受道歉！祝悠悠小脾气上来，被子吓得脚乱踢。云子金搂紧他柔声哄：好，我们不接受，我云子金的老婆连我都不能轻易欺负，更何况别人。他一欺负就不轻易了，明天我就让木山亲手取了他的眼睛。祝悠悠伸手去拧紧他腰间的软肉：不行，不可以，脏手！我祝悠悠又不是逆来顺受的，她不是想嫁进云家吗？那就让她嫁。云子金咬紧后槽牙，按住他的手：老婆，男人的腰不能随便掐。祝悠悠打了个哈欠：老公，作为小叔，侄子的婚事你是不是得表示一下？云子金失笑，一脸宠溺：好，家主夫人都发话了，那这个姻就非连不可了。次日，祝悠悠醒来的时候，大床上空无一人。他起床拉开窗帘，看着远处的高楼大厦和江上还在行驶的轮渡。云子金推门而入的是，看见穿着他衬衫的小姑娘正站在床边发呆。他上前把她拥入怀里：老婆，想在这里？祝悠悠的脚踩在他的拖鞋上。现在是白天，云三爷还是收敛一点，白日跟你高冷总裁的身份不符合。他哑声失笑：在你面前，我只是一只随时随地想把你吃掉的大灰狼。祝悠悠，你倒是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晰。好饿啊，我们在酒店吃饭还是出去吃？云子金抱着他进了浴室，楼下有一家很出名的港茶，要去试试吗？半个小时后，祝悠悠一身碎花高腰连衣裙，挽着黑裤白衬衫的男人出现在楼下的餐厅。男人衣领微微敞开，喉结上那个牙印增添多了几分不正经。祝悠悠再一次想要给他扣扣子：你能不能把你的扣子扣好？云子金拒绝：老婆，天气热。祝悠悠，天气热，他怎么不裸着出来？他不得不承认，不就是不想让人看见他这副嘚瑟又炫耀的模样？刺眼，他也不看看多少双眼睛看他，又有多少把眼刀子要射杀他。祝悠悠冷哼：不手难得。云子金抱起他坐在腿上，狠狠地亲了一口他的唇瓣，像是在对周围看着他的女人和看着他的男人宣示主权。他握着他的手，把菜单上他爱吃的东西都勾了一遍。够了，点那么多吃不完。云子金抬手让服务员下单：吃不完就吃不完，你老公又不缺这几个钢镚，试一试那个好吃。第一次吃港茶的祝悠悠胃口大好，几乎每一样都吃了个遍。云子金一脸宠溺地看着他，只要他说好吃，他都会让他喂他吃一口。你不可以再吃了。虽然云子金的胃口看起来不错，但是祝悠悠一直都记得家庭医生说的，云子金吃饭只能少量多餐。他的厌食症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治好的。自从两人结婚后，祝悠悠对他的饮食格外注意，也很少看到他吃完就吐。但是他没看见，不代表没有。云子金也知道自己吃的差不多了，点点头，拿起筷子喂他吃东西。就在祝悠悠吃饱喝足的时候，一个跟祝景差不多年纪的女人走到他们的桌子旁边。你们好，我是一名摄影师，观察二位很久了，你们般配也很恩爱，我可以帮你们拍张照片吗？云子金的眸色逐渐冰冷。不能。祝悠悠被他突然的冷意吓一跳，扯了扯他的袖子：抱歉，我先生不是很喜欢拍照。女人放下一张名片：没关系，我理解，我叫钟宇，这是我的名片，如果二位在港城想拍照了，随时都可以找我，我很乐意为二位服务。祝悠悠点点头：好，谢谢。钟宇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说：这位太太，你的眼睛很漂亮，跟我一位好友很像。祝悠悠不蠢，能听得出钟宇话里有话。等他离开后，他问云子金：你认识他，对吗？云子金把那张名片扔在旁边的垃圾桶里：调查萧寒的时候知道的，钟宇是萧家给萧寒定下的联姻对象，只不过萧寒没娶她，20年前她嫁给了港城另外一位大亨，3年前离了婚。祝悠悠不明白，那他现在是什么意思？钟宇跟萧寒是初高中的同学，两家又有生意往来，他对20年前的萧寒格外熟悉，应该是你这双眼睛像极了年轻时候的萧寒。祝悠悠撇了撇嘴：早知道我出门就戴个黑墨镜了。吃完午饭，云子金被助理催着他去开会。祝悠悠捧着平板电脑，坐着落地窗边用电子笔画画。你去呗，
我就待在酒店画画，等你回来你再带我出去玩吧，我想去坐那个游轮。虽然之前去欧洲玩的时候也坐过游轮，但是港城的他期待很久了。云子晶蹲在地上，在他的额头上落下一吻。好，那你乖乖等我回来。我给你点了杨枝甘露，一会酒店的人会送上来。祝悠悠仰起头，点了点唇角，亲亲。他失笑，扣住他的后颈深吻。老婆，你跟我去公司好不好？那边也有一面很大的落地窗。祝悠悠摇头，不要了，我喜欢坐在这里。云子晶离开后的几分钟，门铃响起。祝悠悠以为是酒店的人来送甜品，放下平板，小跑去拉开门。看见来人，祝悠悠整个人僵住。第74章，你有孩子吗？你，悠悠，我来。两人同时开口，又同时沉默。电梯门打开，酒店工作人员推着餐车走来。下午好，云太太，这是云先生给您点的甜品。祝悠悠侧身让服务员推着餐车进了房间。等服务员离开后，萧寒还站在门口。祝悠悠抿了抿唇，你要进来喝杯水吗？萧寒对祝悠悠的态度有些意外，但脚步还是不受控制地跨进房间。他在港城算得上是名人，在门外站久了，要是有人路过，难免会引起没有必要的麻烦。祝悠悠往开放式厨房走去，喝水还是饮料？不用，水就好了。萧寒本来想说不用的，但是对上祝悠悠眼睛，但唇边的话拐了个弯。祝悠悠从冰箱里给他拿了瓶矿泉水，拧开递给他。萧叔叔是来找我还是找我老公的？萧寒刚喝了一口冰水，被他一句萧叔叔，整个人从喉咙凉到脚底。他苦笑道，我可以叫你悠悠吗？萧寒的眼角绯红，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宝贝女儿，我是爸爸。祝悠悠点点头，可以，您随意。他打开面前的玻璃盅，拿起勺子吃了一口杨枝甘露，好吃到他唇角微微勾起，忍不住多吃2口。萧寒默默在心里记下，悠悠，昨天的事，爸，叔叔跟你道歉。我知道我没有立场说这句话，但是萧娇毕竟是萧家的人，我也有管教不严的责任在。祝悠悠嗯了一声，也没有说原不原谅。萧寒仔细地看了看面前的女孩，冰封了22年的心，在重新遇见深爱的女人时才逐渐有了温度。此时的一颗心更是雀跃的厉害。从侧脸看，祝悠悠可以说跟萧寒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只是因为祝悠悠以前从未出现在跟萧家人有关的视线里，现在不一样了。悠悠，你在港城待几天？祝悠悠嗓音淡淡，2、3天吧。那我能不能请你吃顿饭？怕他不同意，萧寒连忙解释，萧家一直都想搭上云三爷这条线，我请你们吃饭也算是尽地主之谊，就算不是我，也会有旁支其他人找上门。如果你们不想在外面吃，那就去我那里，我一个人住，家里吃也不怕被狗仔偷拍。祝悠悠没有立刻答应，也没有拒绝。我问一问云子晶吧，她愿意的话，那我们就去你那里打扰一下。他也有私心，他想替妈妈了解一下萧寒这20几年是怎么过的。两人毕竟还没有什么正面的关系，萧寒也不好待得太久。那我先走了，这是我的私人号码，考虑好了给我打电话，随时。祝悠悠点点头，在他离开的时候，祝悠悠还是忍不住问出了那句听话。你？萧寒笑道，悠悠，我们只是之间不需要那么陌生的，有话你就直接说。我想问，你还爱我妈妈吗？萧寒笑意很浓了，悠悠，你应该问我爱不爱，而不是还爱。你妈妈是我的初恋，也是我唯一爱又一直深爱的人。虽然分开20几年，但我只有爱她，这一点毋庸置疑。祝悠悠点点头，欲言又止。萧寒从他的眼中看到了纠结，有什么话你直接说，只要我知道的，一定告诉你。你跟我妈妈分开20多年了，你有孩子吗？萧寒似乎没有想到祝悠悠会问这个，我刚知道我有一个孩子。他离开后，祝悠悠也没了画画的心思，一个人坐在餐桌，小口小口的把那碗杨枝甘露吃完。云子晶是在下午5点左右的时候接到祝悠悠的电话，老婆，我马上就结束，回去陪你吃饭。祝悠悠轻笑，萧家约我去深水湾吃饭，你说我们要去吗？云子晶抬手示意台上正在汇报的人暂停，起身走出会议室。萧寒去酒店找你了？跟他聊了一会。你方便去吗？如果不方便，我就拒绝他。云子晶反问他，宝贝，你想不想去？你想去我们就去，有我在，不用怕。祝悠悠对云子晶是100%信任和依赖的。我想替妈妈看看她过得好不好。萧寒走后，他总算想起了自己为什么会觉得萧寒很熟悉，那是因为住进书房保险柜里有一本关于他的照片。想去我们就去，那你还要换衣服，我半个小时后回去接你。云子晶挂断电话后坐回位置，
挑重点说，10分钟结束会议。祝悠悠从行李箱里翻出化妆品，洗了个澡后给自己化了个淡妆。男人回来的时候，正好看见女孩在浴室换衣服，他上前搂住她的细腰，老婆，我不想出门了。祝悠悠连忙捂住胸口，你干嘛突然进来，吓死我了。云子金伸手帮她扣上背后的小金属扣，拿起放在一旁的红色系带连衣裙给她穿上，可是绑了好几次都没绑好肩膀上的蝴蝶结。老婆，你等我一下，我去网上学习一下再帮你绑。祝悠悠放慢动作教她怎么蝴蝶结，不愧的帝都云三爷，看了一次就会了。他俯身在她耳边，老婆，我学会了，有没有奖励？祝悠悠抬手去摸她的脸颊，奖励你今晚早点睡觉。云子金眸色一亮，是我想的那种睡觉吗？这种奖励能不能多要几个？祝悠悠嘴角扯出一个假笑，不是，是那种好朋友盖被子纯聊天的那种睡觉。快走吧，迟到了给人的印象不好。云子金帮她梳了头发，拿起前2天给她买的粉钻耳坠戴上。这是我云子金的老婆。自从结婚后，祝悠悠就没有自己选过东西，因为这个男人的眼光真的是太好了。不过他最好的眼光就是选了他这个老婆。白色的布加迪开进港城深水湾别墅区，祝悠悠的手指攥紧裙子，心里有一股莫名的紧张感。老婆，要不还是不去了？祝悠悠摇摇头，我没事，都到人家门口了。车子停在目的地时，云子金下车绕过车头，打开车门，牵着他的手下车。老婆，你是我云子金的太太，就算是眼睛长在头顶上看人都可以。看这里不爽，砸了就是了，你老公能赔得起。第75章，我事事都听老婆的。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他的狂妄安慰到了，祝悠悠竟也没有那么紧张了。好，那三爷准备好要赔给别人的钱。比他还要紧张的是萧寒，从1个半小时前接到祝悠悠电话的时候，他就开始忙碌个不停。先是给在帝都的祝景打电话，了解祝悠悠的喜好，这样无疑是隔空得了祝景一顿破口大骂，可他乐在其中。随后又是在厨房叮嘱厨师按照祝悠悠的口味做菜，叮嘱佣人们规矩各种各样的琐碎事，最后还回复换了几10套衣服。站在他身边的心腹萧恒忍不住出声劝，先生，您长得真的很帅，不用试了。再说了，您要是盖过云三爷的风头，以云三爷的性子该不高兴了。云三爷不高兴，大小姐也会不高兴。萧寒觉得他说的有道理，随便拿了套衣服换上。哈哈，你吩咐下去，来的人是云三爷的太太，记住了，让他们不该看的不该说了，一个字都不能泄露出去，否则我的手段他们是知道的。萧恒俯身离开，是，先生。云子金的车子刚停下的时候，萧寒就急忙忙从屋内跑出来。萧恒是别墅里唯一见过祝悠悠的人，因为他们2人的亲子鉴定报告是他亲自在帝都盯着人做了，又急匆匆飞回港城，本来是想留在祝悠悠身边保护的，却发现云三爷早就把自己的保镖安排在大小姐的身边。萧寒上前迎接，三爷久仰大名。萧总客气了，云林国际开展境外的投资项目，还得请萧总多多照顾。萧寒看着祝悠悠的眸色里多了几分惊喜的爱意，那是自然，三爷跟夫人能赏脸吃饭是萧某的荣幸，2位贵客请。他对站在一旁的萧恒使了个眼神，后者点头离开。在3个进了别墅后，萧恒几乎是同时往不远处的大树方向跑去。他伸手擒住那人的脖子，按在树上，相机落入他的手中。谁派你来的？那人闭口不语，萧恒掐着他脖子的手微微收紧。我说别杀我，是钟宇小姐。萧恒把相机里的内存卡拔下来，照片发出去了没有？还没来得及。萧恒检查了一遍他的手机，还看了他跟钟宇的聊天记录。对你的雇主照实交代，再帮我家先生带句话给钟小姐，若是惊扰了我家先生的贵客，先生拿钟家开刀。萧恒把手机和相机还给狗仔后进了楼。他弯腰在萧寒的耳边，先生。萧寒点头，知道了，阿恒，你坐下一起吃。萧恒僵住后背，不先生，这不合规矩。坐，没那么多规矩。萧恒对他来说不仅仅是上下属，更是他的家人。这20几年，如果不是萧恒，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一顿饭吃下来，祝悠悠能够感受得到萧寒的紧张和用心。饭桌上几人的谈话也没有任何不对的问题。云子金柔声问身边的女孩，还吃吗？祝悠悠摇摇头，饱了。他接过佣人递过来的湿纸巾，给他擦干净嘴角。萧家主，今晚除了来吃顿便饭外，就是想跟你商量一下2家联姻的事情。一旁的萧恒目瞪口呆，他家大小姐刚找回来就要嫁人了吗？倒是萧寒轻笑一声问，
三爷说的是萧娇吗？正是，萧家到帝都想联姻的事，人尽皆知。作为云家家主，我想我该表个态。三爷有话尽管直说。云子京压根没打算跟他客气，我侄子云轩泽跟萧小姐年纪相仿，都是旁支，身份也匹配。祝悠悠没忍住笑出声，他这话有一股宫斗剧里面的嫡庶味道。萧寒多少也了解到了云轩泽跟祝悠悠之间的关系，想都没想就应下来了。既然三爷开口，萧某自然没有不答应的道理。晚些时候，我亲自给大哥大嫂打电话，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几人移步到客厅去，祝悠悠乖巧的坐在云子京的身边。老婆，你要不到别墅后面的花园转一转？祝悠悠啊了一声，看着萧寒，可以吗？会不会不太方便？萧寒笑道，没什么不方便的，你想去哪里都可以了。阿恒，你陪祝小姐到外面逛一逛。云子京喝了口茶，不是祝小姐，是云太太。萧总，你的称呼错了。祝悠悠离开后，萧寒才开口，三爷，你跟悠悠只是有婚约，还没有结婚，就这样称呼，怕是不太妥吧？云子京解开西装衣扣，从内口袋里掏出一本红本本递给萧寒。萧总怕是不知道，我跟我太太是领了结婚证的合法夫妻。萧寒脸色骤变，抖着手接过结婚证打开，他一脸不可置信，他昨天刚知道自己跟姐儿有了个女儿，今天就有男人跟他说他娶了自己的女儿，成了他的女婿。他咬牙切齿，说话的嗓音没有刚刚那友好的态度。帝都云三爷结婚这么大的事，居然风平浪静。云子京把结婚证收回口袋里，让萧总见笑了，我太太年纪小，爱玩，不想让人家知道她已婚的消息。我疼老婆，自然事事得听我老婆的话。这副得瑟的模样让萧寒强忍着不一拳挥到他的脸上。刚知道有宝贝女儿，下一秒被狗偷走了，谁懂那种心思？不行，他得找一下安慰去。云三爷自辩，我刚想起有个重要的电话需要打一下。云子京站起身，好，那我去找我老婆。萧寒肺都要气炸了，但就是无能为力。他几乎是跑着上楼给祝锦打电话，姐儿。什么事？萧寒的嗓音有些委屈。姐儿，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悠悠结婚的事情？祝锦低笑，你也没问啊。再说了，我女儿结婚，我干嘛要告诉别人？萧寒本就裂开的心直接碎成渣。我不是别人，我是你的。我的谁？祝锦打断他。萧寒，我们之间并没有关系，不是吗？要是有，也是前任男女朋友的关系。电话被挂断，萧寒站在窗边点燃雪茄，看着后花园坐在秋千上的女孩。宝子们，催更来了哦，你们喜欢的 CP 都会写，催更时还请大家点个好评哦，可以评论留言，我都看的哦。第76章，有些事就是用来仗的。祝悠悠打量着萧恒，目光太炙热，萧恒想忽视都忽视不了。大，祝小姐想问属下什么？你什么时候跟在萧叔叔身边的？萧恒看起来跟萧寒年纪也差不多大。我16岁被先生带回家，之后就一直跟着他了。先生跟祝锦小姐拍拖那几年，我也在。祝小姐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问属下。云子京找出来的时候，祝悠悠小脸有些煞白，他抬头看萧恒的眼神很厉又冰冷。祝悠悠站起身离开秋千，不关他的事，是我自己想事情。我们可以回家了吗？萧叔叔呢？云子京搂腰大横抱起他，他上楼打电话告状去了。当天夜里，云子京得知萧寒连夜上了私人飞机去帝都了，他唇角勾起得意的笑容。知道了，丁景萧婷一家3口。祝悠悠洗完澡，湿着头发从浴室出来。你什么时候能回帝都？最快4天，想回家了。祝悠悠点点头，还有2天就是孙氏的股东大会了，是时候把那1巴掌讨回来了。云子京没有强留他，好，那你先回家，我尽快忙完回去替你撑腰。祝悠悠抱住他的腰，靠在他的怀里，不用，有妈妈和祝氏集团在，我的腰已经可以挺得很直了。悠悠，你记住了，你是我云子京的老婆，有些事就是拿来仗的。股东大会那天如果有什么变数，你就把结婚证甩他们脸上，我看帝都有谁敢跟云家作对。祝悠悠踮脚去亲他的下颚，我知道了，云三爷。云子京扣着他的腰，抱起他走向大床。老婆，明天就在酒店休息，我让木山安排明天下午的飞机。祝悠悠在他的吻落下来时，小手捂住他的唇瓣，说好今天不准碰我。云子京失笑，不碰我就亲亲，不做别的。祝悠悠真的信了他的鬼话。上床之前11点半，这个亲亲硬生生亲了半个小时。当床头柜上的手机震动一声时，云子京没带1秒犹豫的栖身而上。云修，你说话不算话。白色的吊带睡裙被撕开扔出被窝，
老婆，过点了。次日下午，云子京亲自把人送到机场，祝悠悠头也不回就走了。云子京拉住他的手腕往自己的怀里扯，还生气呢？我不该生气吗？堂堂帝都云三爷一点信用都没有，他现在的腰还疼呢。还有，这说话的嗓子是个人都能听出不对劲的地方。老婆，你不在我身边，我吃不好睡不好，我还。祝悠悠的平底鞋踩在他的高定皮鞋上，在你身边我睡不好。行了，你不是开会吗？赶紧去吧，一办公室的人都在等你，我回家了。云子京亲了亲他的眉心，好，落地就给我打电话。祝悠悠傲娇哼了一声，我飞机落地你会不知道？知道，可我想听你亲口跟我说。飞机一起飞，男人脸上的笑意收敛得一干二净。这一次跟祝悠悠回家的是云子京另一个保镖，叫涂青。他从上飞机后就一直坐在机舱门的旁边，一句话都没有说。还是木山好，起码跟他聊聊天。祝悠悠也不自讨没趣，从随身的包里拿出平板画图。飞机落地帝都的时候，一辆红色的大 G 停在机场 VIP 门外。李希暖倚靠在车门旁低头玩手机。祝悠悠看见他的身影时，就冲涂青伸出手，行李箱给我吧。他不知道云子京的保镖住在哪里，但这不是他该关心的。云子京是不会亏待自己手下的人。夫人，三爷让我送您回家。涂青公事公办，没有任何温度的话语，让祝悠悠心里有些不太舒服。这一路他都能看出来，涂青不想陪他回来，所以脸上不情愿的表情也没有掩饰。不用了，你们家三爷的外甥女来接我了，这里是帝都，云家的地盘，安全的很。涂青没有松开行李箱，祝悠悠只好自己夺过。脚步迈出的时候，他冷声说了一句，如果你不愿意跟在我的身边，我可以跟云子京讲。暖暖，小舅妈，你终于回来了。黎希暖接过他的行李箱，发现跟在他们身后的面瘫脸。悠悠宝贝，那个也是我小舅舅的保镖。他怎么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祝悠悠嗯哼一声，你也看出来了，也不知道是对我有什么意见。上飞机到现在就说了刚刚一句话。两人上了车，涂青也开车跟在他们的身后。一上车，涂青就给云子京打了电话，三爷，夫人上了李小姐的车。电话那头的云子京冷声开口，涂青，我知道你对我让你去帝都的安排不满，但你现在已经不合适回美国了。悠悠是我的命，如果他有任何不测，我不独活。涂青脸上的表情突然委屈，三爷，明明我才是最熟悉曾海的人。云子京站在窗前点了根烟，就因为你熟悉我，才让你到悠悠身边去。涂青，保护好悠悠就是在保护我。涂青跟木山一样，都是他的心腹，是他从美国救下来的人。他从不怀疑他们的忠心，但涂青跟木山不同。木山有那么点情商在，涂青的脑子就是木头做的，往哪里转都是死路。涂青，10年前没有悠悠我就死了。李希暖边开车边问祝悠悠港城好不好玩。祝悠悠实话实说，我可以说我没玩吗？去了2天，1天半都在床上度过。在床上玩这件事要告诉他吗？没去玩，那你去干嘛了？李希暖有点摸不着头脑。第一天看见祝悠悠发的朋友圈，还以为工作狂的小舅舅放下工作陪老婆呢。祝悠悠低头给云子京回信息，不敢去看李希暖的眼睛，就看了夜景。看了2晚的夜景，连说好的坐游轮夜游港湾都没有去。李希暖等红绿灯的时候，余光看见祝悠悠脖子上的痕迹，你该不会跟我舅舅那个了2天2夜吧？纯手指头敲出来的字，难免会有错别字，宝子们别介意哦，看见有错漏的辛苦指出来哦，收到信息就会修改的。第77章，男朋友，你看我行不行？祝悠悠闭着眼睛，没好气地说了句：“小月亮不要了。”没有2天，但是有2夜。黎希暖收到贿赂，主动闭麦。车子停在幽云庄园，佣人连忙出来拿行李箱。黎希暖没有下车。你不下车？黎希暖摆摆手，不了，我回我的狗窝住。祝悠悠的手靠在车窗上，老实交代，要去哪里？黎希暖犹豫了一下，就是白叔出差回来了，给我带了礼物。祝悠悠挑眉，所以呢？他说他刚下飞机，到枫林公寓找我。黎希暖说话的时候都不敢看祝悠悠的眼睛，祝悠悠气笑了。就这点出息。他从包里掏出一个金色的盒子，给你要的小月亮。黎希暖接过打开，悠悠宝贝，以后我结婚了，最爱的还是你。祝悠悠低笑，可别，我怕你小舅舅打死你。红色的大 G 驶离庄园后，祝悠悠才转身想走进庄园。枫林公寓楼下，白灵鹤靠在车门旁抽烟，看见小丫头那辆前几天跟他炫耀的车，唇角微微勾起。他迈开步子，把
把手指间燃烧一半的烟捻灭在垃圾桶旁的灭烟区。黎希暖拿着包跳下车。你等我很久了吗？白灵鹤抬起这有碰过烟的手，把他脸颊旁的碎头发勾到耳后。不久，我可以等你的，以后不许开那么快的车。被训的黎希暖有点被抓包的小尴尬。20分钟前，他跟白灵鹤说自己刚从幽云庄园离开，半个小时的车程，他只开了20分钟。白灵鹤揉了揉他的脑袋，晚上视线差，车开太快很危险。他也不舍得训他，未来的女朋友年纪小，得宠着，万一他太凶把人吓跑了，那他找谁去？他从车里拿出黑色的小礼袋，看看是不是这一款。黎希暖打开，眸子一亮，就是这瓶香水，我网上订了好久都没有排上队，谢谢白叔。白叔，你吃晚饭了吗？我请你吃饭拜。白灵鹤眸中无奈，暖暖，我更喜欢你叫我的名字。黎希暖愣住，漆黑水灵的眸子掠过一抹紧张。我，好了，慢慢来，暖暖，你考虑好了，随时找我。想吃东西，我带你去吃。白灵鹤拉开自己的车门，黎希暖拽住他的手，那个，我叫了外卖，应该送到了。啤酒烧烤椰，好不容易大姨妈走了，他都嘴馋好久了。白灵鹤低笑，好，我把车子停好。黑色的宾利停在黎希暖的大 G 旁边，他下车后牵着他的手往楼道走去。电梯门打开，黎希暖闻到烧烤的味道，脚步都加快了几步。白灵鹤唇角无奈的笑容多了几分宠溺，他就知道小姑娘的宵夜不会是什么好东西。白叔，你快点来，烧烤冷了就没那么好吃了。白灵鹤进的时候，看见小姑娘刚刚穿在脚下的高跟鞋拖在门口东倒西歪，他蹲下身把鞋子放进去柜子里，又从鞋柜里拿出一次性的拖鞋穿上。黎希暖的公寓他不是第一次来，但却是对他表白后第一次来。虽然祝悠悠已经很少会来这里住了，但房子里依旧还是两人生活的气息。黎希暖点外卖的时候也是习惯点一半自己的喜欢，一半祝悠悠喜欢的。他打开外卖的袋子，小声嘀咕，习惯真可怕，都忘记悠悠不跟我一起住了。白灵鹤脱下西装外套放在沙发上，挽起衬衫袖子。那以后暖暖想吃宵夜没人陪了，你就给我打电话。黎希暖拿出玻璃杯倒了杯啤酒推到白灵鹤面前，还是不了，你那么忙。不忙，陪你吃饭也是重要的事情。黎希暖是馋嘴丫头，看她吃东西的人会被她带起食欲，饶是白灵鹤平时不吃这些东西，也会忍不住尝一尝。黎希暖的眸子都亮了，白叔是不是很好吃？白灵鹤轻笑，没你看起来好吃。有人陪，黎希暖化身小话痨，一手撸串，一手端起啤酒杯控诉。酒精作祟，漂亮的大眼睛浮起水雾，可怜兮兮。白叔，你说我小舅舅多讨厌，把我的悠悠宝贝带走了，害得我做噩梦了，都找不到人抱。白灵鹤抽出纸巾擦拭他嘴角边的油渍，那下次你做噩梦就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就出现好不好？黎希暖摇摇头，那不行，你来我这里要1个小时，等你来我都吓死了。我还是找个男朋友一起住好了，像悠悠一样有小舅舅保护。白灵鹤捏着他的脸颊，男朋友？暖暖看一下我行不行？男的，有钱，可以买包，买首饰，买什么都可以。会打架，可以保护你。第78章，亲过了得负责。黎希暖酒意微醺，脸颊蹭着他的手心。你比我小舅舅帅吗？白灵鹤的心软得一塌糊涂，我跟他一样帅，8块腹肌，人鱼线都有。你说的男友力爆棚我也有，要不要试试？黎希暖摇摇头，还是别了，小舅舅不让我点男模。白灵鹤被气笑了，男模？合着他在小姑娘眼里是只鸭，正经男朋友他管不着，他敢管，你就让你小舅妈不给他上床睡觉。黎希暖笑声清脆，对哦，我小舅妈是我的嫡亲闺蜜，她管我，我就带我小舅妈去点男模。白灵鹤笑了，这话要是被云子京听到，这姑娘怕是少不了一顿打。他捧着小姑娘的脸，她红唇微嘟，对他来讲是致命的诱惑。想亲？白灵鹤薄唇靠近，还没碰到小姑娘甜软的唇时，被猛地推开。黎希暖突然捶了一下脑子，不行，头疼，我要上楼睡觉了。他站起身，椅子动的声音哐哐当当，脚刚迈出去就被桌角绊一下。白灵鹤条件反射地搂住他的腰身，把他打横抱起。我抱你回房，可以吗？黎希暖搂住他的脖子，你好帅啊，比我之前点的男模帅多了。你是哪家的？我给你点个5星好评。白灵鹤眉心抽了抽，你还点过好多家。黎希暖摇摇头，小手在他脸上摸来摸去，不是啊，第一次点到你这么帅的，怎么长得跟我白叔那么像？白叔的唇好软，想再亲一下。
白灵鹤低笑，诱骗，亲一下。李希暖的薄唇刚贴上去时，男人瞬间反客为主。谁知道自从酒吧那个吻后，他忍得有多辛苦。出差这几天，每天夜里都会梦见那个吻，甚至因为那个吻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他抱着她，一边亲吻一边往楼上房间走去。白灵鹤小心翼翼地把小姑娘放在欧式公主风的大床上，她的吻虽然不算克制，但手却规规矩矩的。一直到李希暖娇嗔的哼唧出声，白灵鹤才稍微找回了一点理智。小家伙，早晚有一天会被你聊死。他把人塞进被窝里，调了卧室内空调，拉过被子给他盖上。白灵鹤把餐桌上的东西收拾干净后，站在窗边点了支烟。港城，云子金刚回到酒店，手机响起，什么事？子金，暖暖楼下那套公寓卖给我。云子金扯掉领带，随手丢在沙发上，挑眉，大别墅不住了。那小破公寓离白市开车至少40分钟。白灵鹤低笑，大不了我搬公司。暖暖一个人住我不放心，跟他一起住又不合规矩。云子金笑了，原来你还知道不合规矩啊？我比你云三爷清醒多了，至少不是恋爱还没谈就骗人家小姑娘领了证。兄弟同时开枪，总有一个是炮灰。云子金，我比不得某人，车都上了，现在还没把票补上。先上车的某人。阿赫，你想好了吗？在云子金看不到的地方，白灵鹤抬手抹擦过自己的唇瓣。亲过了，得负责。云子金被他的坦白气笑了，你还真是不怕我姐夫的高尔夫球杆打死你。行吧，是你我勉强同意，叫声小舅舅听一下，说不定我一高兴，房子就送你了。白灵鹤挑眉，小舅舅。云子金笑得一脸得意，哎，给你打个99折。白灵鹤，我他妈谢谢你，1000万，明天过户。2000万。白灵鹤嘴角抽了抽，三嫂知道你那么贱吗？云子金哑声失笑，以后见面喊我老婆小舅妈。电话被对方挂断，白灵鹤气笑了，真他妈是真狗。次日一早，李希暖睡梦中被惊醒，他猛地睁开眼睛，摸了摸自己身上的衣服，叹了口气，我的妈呀，怎么做那种梦？不对啊，昨晚不是跟白叔一起撸串喝酒来着，怎么回到床上了？刚睡醒，脑容量有点不够用，特别是刚刚那个梦，要死了。真的要找个男朋友谈一下恋爱才行。洗漱的时候，黎希暖给自己点了个冰咖啡，他换好衣服，化了个淡妆才下楼。可他看见什么？白灵鹤把手里的盘子放在桌子上，醒了，下来吃早餐。黎希暖眼里都是惊讶，白叔，快下来吧。黎希暖几乎是小跑下楼的。你昨晚在这里睡的？我的妈呀，那个梦是不是真的？他摸了腹肌了。白灵鹤牵着他的手到餐厅，把牛奶和三明治推到他面前。沙发上。你昨晚喝了酒，怕你夜里难受就没走，头疼吗？黎希暖端起牛奶喝了一口，不疼。他刚拿起三明治，就听见白灵鹤问：暖暖，还记得昨晚发生什么事吗？什么事啊？卧槽，不会真的干什么了吧？黎希暖连忙放下手里的东西，一脸乖巧。白叔，我昨晚喝多了，要是有什么冒犯你的地方，你能不能别生气？白灵鹤失笑，你就这么确定是你冒犯我，不是我欺负你？他歪头贴到他的耳边，就像那晚在酒吧里一样欺负你。黎希暖都呆住了，真的假的？应该是真的吧，怪不得他觉得唇有点麻，还以为是昨晚吃辣吃的。昨晚暖暖亲了我。黎希暖觉得自己的 CPU 烧掉了，他主动的，他该不会也跟他嫡长龟一样，答应跟他领证结婚吧？他尴尬的轻咳嗽2声，那个我有没有说什么话，或者是答应你什么？白灵鹤点头，有。什么？你说要做我女朋友，可以天天亲我。黎希暖整个人怔住，耳朵通红，心脏砰砰砰的跳个不停。白叔，我年纪小，你可别诓我。白灵鹤低笑揉了揉他的发丝，骗你让我这辈子就兜不起来。黎希暖如同雷劈，心里土拨鼠尖叫，要不要发这么毒的誓啊？所以暖暖是不是要赖账？看书的小可爱们，人手打字会有一丢丢错别字没有发现，可以帮我标记出来哦，能改的会更改，没改的证明真的改不了。最后追更记得点个5星好评哦。第79章，来给我老婆撑腰。黎希暖头摇得跟拨浪鼓一样，生怕晚1秒他真的起不来了。可是白灵鹤站起身，拉开椅子，在他的面前蹲下。暖暖，我昨晚说想找个男朋友陪你，我就自荐了一下自己，男的，身体各方面都特别健康，有花不完的钱，洁身自好，没有前女友，第一次也还在啊。对另一半绝对的忠诚，我们可以试着谈恋爱，等你什么时候想结婚了，
我就跟你求婚。李喜暖现在的脑子都还在嗡嗡响。你在跟我告白吗？白灵鹤浅笑出声，很明显不是吗？暖暖，那你喜欢我吗？李喜暖沉默，他不知道怎么回答，也不知道算不算喜欢。他对感情是迟钝的。好，那我换句话问，你讨厌我，反倒我亲你吗？李喜暖回想了一下那天酒吧里的吻，摇了摇头。下一秒，后脑袋多了一只手，双唇相贴。那我现在可以是你男朋友了吗？李喜暖的脑袋都是懵的，白灵鹤说什么他都点点头。等他回过神来，已经来不及了。白灵鹤站起身，走到沙发，拿起西装外套，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首饰盒。谈恋爱的礼物，打开看看喜不喜欢。李喜暖傻眼，白叔，你确定你没诓骗我？你礼物都准备好了？白灵鹤打开盒子，把里面的手链拿出来给他戴上。出差的时候买的，本来还不知道用什么借口送你，现在也算是找到送出去的理由了。粉色碎钻的手链戴在李喜暖白皙的手腕上，不灵不灵的闪。白灵鹤从钱包里拿出一张黑卡，放在他的手心里。以后我养你，想买什么都可以。李喜暖脱口而出，买男模也行。白灵鹤愣了一下，气笑，我的身材可比男模好多了，你可以买我，一个吻就够了，女朋友。李喜暖差点被聊晕了，直到门铃声响起，他才起身去打开门。刚拿到手的冰咖啡被人夺走，我上班去了，今晚一起吃饭，女朋友。门关上，李喜暖脑子归位，喂，那是我的咖啡。2天后，孙氏集团的股东大会，祝悠悠一身黑色的西装裙，踩着一双黑色的高跟鞋，长发散在脑后，又美又飒。她的身后跟着祝景的总助。我没有来晚吧？祝悠悠的出现让孙正东的心咯噔一下。你来这里干什么？这是股东大会，不是你胡闹的地方。会议室只剩下一个位置，祝悠悠坐下，把持有股份证明的文件丢在桌子上。30%的股份够不够坐在这间会议室里？一听祝悠悠有30%的股份，谢小思连忙去拿文件。不可能，这不可能，不是说他要结婚后才能继承祝景20%的股份吗？为什么是30%？他跟了孙正东30几年才7%，凭什么祝悠悠有30%？为什么不可能？这份文件是公证过的，各位叔伯不信可以去查。一份文件传下去，孙正东的脸色已经不能看。他合上文件丢在桌子上，你还没结婚，不算股份持有者，滚出去！祝悠悠从包里拿出结婚证，谁跟你说我没结婚的？民政局的钢印，你可以去查。会议室的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孙正东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他们不是没有看见祝氏集团和云氏集团的热搜，不可能，云三爷怎么可能娶你？连菲菲都进不了云家的门，很何况是你？没有什么不可能。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云子京出现在众人的视线里。坐在祝悠悠身边的人连忙起身让位置，可云子京没有坐，他抱起祝悠悠坐在他坐过的椅子上。我娶谁，需要经过你的同意？孙正东肥胖的身子震了一下，不需要。云子京把玩着祝悠悠的手指，看见他今天上去戴了戒指，唇角勾起，既然不需要，那就开始吧，进来。众人朝门口看去，见2个警察走了进来。孙正东接到白氏集团的报案，孙氏使用超标成分的布料，导致白氏投入生产后损失金额巨大，对孙氏集团进行起诉，需要你跟我们回去调查。孙氏集团也必须经过相关部门的调查。孙正东的脸色直接白了，不只是他，还有在座的其他股东。不可能，我们给白氏的货不会有问题。警察拿着银手镯上前，有没有问题要等相关部门调查后才能确定。走吧，孙总。孙正东慌了，祝悠悠，是你做的对不对？老婆，帮我找律师，找最好的律师。祝悠悠小声对男人说，你不是很忙吗？怎么回来了？云子京亲了亲他的脸颊，再忙也得回来给我老婆撑腰。还没给书评的小可爱们留个书评哦，每个5星好评都对涨分超级重要哦。第80章，看你不爽，憋着。云子京漫不经心的开口，现在在各位面前有2条路，第一条，我以比市场低1半的价格收了你们的股份。他的话都没说完，已经有人坐不住了。云三爷，这不合适吧？就是啊，就算你是祝大小姐的丈夫，也不能随便插手别人家股东大会的决定吧？云子京嗤笑，亲了亲祝悠悠的耳朵，老婆，他们说我没有资格。祝悠悠当着所有人的面，从祝景的助理手里拿过一份空白的股份转让授权书，签下自己的名字。老公，这里签名。云子京挑眉，眸子亮起，老婆给的东西得要。他一手搂着祝悠悠的腰，握着她拿笔的手，带着她霸气地写下云子京3个字。
祝悠悠把合同往刚刚说话的人面前扔着过去，15%的股份够不够在这里说话？刘叔，现在不够格的是您吧？毕竟您跟着孙正东20几年了，替他当牛做马，最后也才得了8%的股份。而你身边这位孙夫人，她什么都没做，就有7%。刘董事脸色骤变，齐谦把手中的一沓合同放在桌子上。云子金站起身，拍了拍自己的西装，我还是那句话，你们手里的股票，我低于市场价1半的价格回收，愿意卖的签字拿钱走人，不愿意卖的。他拿起桌子上那2份写着祝悠悠名字文件，搂着祝悠悠的腰，不卖，那就烂在手里吧。云子金搂着人离开了孙氏，刚下楼到了门口，就看见一堆记者往前冲，却在对上云子金的眼神时被迫停下脚步。云子金把祝悠悠搂进自己的怀里，抬起她的下颚轻啄一口，给各位介绍一下，这是祝家的大小姐祝悠悠，也是我云子金的太太。云太太，通宵一晚又飞回来替你撑腰，累了，我们回家吧。黑色的古斯特驶离不到10分钟的时间，齐谦拿着一沓的文件上了自己的白色宝马车。走之前，他降下车窗，各位媒体朋友，三爷说的话大家都听清楚了吧？举着摄像机的人疯狂点头。齐谦推了推眼镜，那就帮我家三爷挂个热搜吧，感谢各位朋友的帮忙。车上，云子金躺在祝悠悠的腿上闭目养神。他离开港城后，他已经连续2天都没有合过眼了，这会闻着他身上的味道，整个人都慵懒了下来。老婆，我好想你。木山非常有眼力见地升起中间的格挡板。祝悠悠抬手揉了揉他的短发，指腹摩挲过他的眼底。你是不是都没有好好睡觉？云子金轻哼一声，是啊，你不在我都睡不着。祝悠悠眸底泛起心疼。木山，回家。好的，夫人。突如其来的官宣，云子金是要带祝悠悠回云公馆的。云家的家主夫人，所有的旁支都需要来送礼敬茶，这是云家100年的规矩。云子金握住他的手，老婆，得让那些人见见我的家主夫人了。我给你装礼物的车都准备好了。祝悠悠低笑出声，学着他的语气，我缺他们那3瓜2枣。他的脸贴着他的腹部，圈抱住他的腰身。老婆，你难道就不想看见大房的侄子跪在你面前喊你一句小婶婶？祝悠悠按了按他的太阳穴，不重要，早一天晚一天他都得喊，不着急。有了云子金以后，他突然就觉得那些都不重要的。在他心里，云子金这个人占据了半颗心脏。重要，我等不及要告诉整个云家，你是我们云家的女主人，谁见了你，腰都得给我弯90度。看你不爽，憋着。祝悠悠笑道，真霸道。他俯身在他耳边亲了一下，不过我就是喜欢你这么霸道。云子金抬起头看他，老婆，这里不能亲。祝悠悠，耳朵而已。云子金坐起身，抱起他坐在自己的腿上，哑声开口，耳朵，我也了。木山，开慢点，去云公馆。祝悠悠身子都僵住了，害怕他会在这里。可是云子金好像除了那个不老实，人倒是老实本分。我就抱着你休息一会，你乖，我抱着你才能睡得着。祝悠悠被他抱着，下颚靠在他的肩膀上，单手拿起手机给祝锦发信息，告诉他一切顺利。祝锦收到祝悠悠的信息时，他的办公桌前正坐着个男人，手里拿着他的杯子喝水。你到底干嘛来了？你那破公司不管了？濠江的厂子不管了？一天天盐吃多了往我这里来，你就不怕别人知道我们之间的关系？萧寒把杯子推到他面前，水凉了，喝吧。第81章，感觉怎么样？霸不霸气？祝锦气得差点闭过气去，堂堂港城萧家的家主来给我吹热水，讲出去也不怕人家笑话。我最不怕的就是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我还就怕别人不知道了。锦儿，我22年的养精蓄锐足够了。祝锦眼神一凝，萧寒，我不可能拿悠悠的命开玩笑。如果让那些人知道你有个女儿，你觉得有多少人会对悠悠蠢蠢欲动？萧寒走到他身边，把人搂紧怀里。锦儿，若我是当年的萧寒，确实会懦弱到无法保护你和女儿，但现在不一样了，萧家80%的命脉都握住我的手里，他们不敢动。而且不是还有云子金吗？他抱起人，自己坐下。锦儿，女儿结婚这件事，你就不打算给我一个交代？祝锦瞪他，我给你什么交代？你是什么很重要的人吗？你目前不是我老公，也不是我女儿的后殿，我交代你什么？萧寒张开嘴，试图为了狡辩出一个身份来，喉咙却像被人紧紧掐住，发不出一点声音。见他懊恼的模样，祝锦的心也软了下来。阿寒，悠悠长大了，他有权利选择自己要过怎么样的人生。因为他从小就没有得到正常人拥有过的父爱和母爱，
现在有人比我更疼他爱他，我只会尊重他所有的选择。悠悠结婚，我也是过后才知道的。我知道你心里很愧疚，我跟你一样觉得亏欠，所以我现在只求不要让萧家那些妖魔鬼怪出现在他的面前，否则我祝家，我祝景都不是好惹的。萧寒低头埋在他的颈部，滚烫的泪水从眼角滑落。锦儿，那你的人生呢？我们已经错过20多年了，我从未想过可以跟你重逢，可是锦儿，既然重逢，你该知道我死也不会再放开你的手了。祝景仰头，试图让准备涌出眼眶的泪倒流回去。阿寒，我们的事等解决了萧家的后患，我们再谈。古斯特停在云公馆时，云公馆的外已经停了各种各样的车子。云子金还睡得熟，看着他眼底的青涩。祝悠悠拿起手机给木山发信息，告诉屋里的人三爷在休息，让他们等着。收到信息的木山轻手轻脚地推开车门下车。公馆里的主楼外老老少少围了一堆的人，几乎都是云家的旁支。云轩泽一家当然也在其中。云红警告云轩泽，老实点，别给我惹事。以前她是你未婚妻，现在她是云家的主母，你就算不情愿也得喊她一声小婶婶。云轩泽眼底都是嫉妒，可是祝悠悠明明是我的未婚妻，小叔怎么可以？他为什么不可以？一个穿着旗袍的女人走了过来，停在云轩泽面前，一脸嘲讽。她是云童，云红的亲妹妹。男未婚女未嫁，为什么不可以？这个婚难道不是你自己不要的吗？明知道自己有婚约，还出轨，搞带了肚子，找什么女人不好，偏偏找未婚妻的继妹。云轩泽冷脸，小姑，我们才是一家人。云童冷笑，一家人？我跟你们从来都不是一家人，我只不过跟你们一样是云家人罢了。一家人把他当佣人使唤的时候，不说是一家人；把他卖给老男人的时候，不说是一家人。现在来说一家人了，晚了。他云童不稀罕。过了几分钟，云子金缓缓睁眼，他亲了亲祝悠悠脖子，说话的嗓音还有刚睡醒的慵懒。到很久了，怎么不叫醒我？刚到几分钟而已。祝悠悠刚想活动一下自己僵住的后腰，一只大手已经贴上轻柔。辛苦云太太了，今晚犒劳你。祝悠悠职业假笑，谢谢，大可不必这么客气。云子金推开车门的时候，所有人的视线都往他们这里看过来。众人见他打开门下车，微微轻身。家主。云子金一个眼神都没有给他们，转身冲车内伸出手，一只纤细白皙的小手放在他的手心里。云子金牵着他往里主楼走去，一直没有露脸的云卓夫妻出现在主楼门口。男人在他上阶梯的时候停下脚步，冷声开口，怎么都哑巴了？家主夫人。祝悠悠勾唇点头，被他牵着往里走。两人坐在沙发时，云子金问他感觉怎么样，霸不霸气？祝悠悠撇撇嘴，装得好累。云子金，装？换别人高低要傲娇一下，他居然说很累。既然累，那就让他们一起跪，跪完我们就回去睡觉，睡觉比较重要。祝悠悠。华玲在他身边坐下，听说今天去人家公司耍威风去了。什么叫耍威风？我是去给我老婆撑腰的，我老婆给我了我股份，我也是股东好不好？云子金的手搭在坐得优雅端正的祝悠悠背后，乖，靠着我，累。祝悠悠，你安分点，那么多人看着呢。云子金的头歪在他的肩膀上，安分不了一点，一直在蠢蠢欲动。都杵在门外干什么？等我夫人去给你们敬茶吗？祝悠悠看着乌泱乌泱几十个人，脑壳有点疼。他们要跪我吗？能不能不跪？我怕折寿。云子金笑声在他的耳边说，那就让小辈跪，或者让一些人单独跪。祝悠悠点点头。就在众人捧着礼物准备跪下按云家规矩行礼时，云子金摆手，我们家主母宽容待人，免了你们这些老东西的跪，东西放下，人可以走了。老东西们。木山和云管家正在登记收到的礼。云子金冷声开口，老东西不懂事，小东西也不懂事吗？云家的旁支晚辈有20余人，最小的才6、7岁。云轩则是人群里唯一一个跟主家血脉关系最亲的，所以他站在是最前面。当走到祝悠悠面前的时候，其他人已经规规矩矩的跪下喊了句家主夫人，而云轩泽的膝盖怎么弯都弯不下去。云子金面色一沉，怎么，等我让人请你跪吗？第82章联姻。华玲笑着让身边的女管家云晶去把她准备好的红包拿过来。按照规矩，小辈敬茶长辈是要给见面礼的。两人回来的匆忙，华玲早就准备好了。云轩则一脸不情愿的跪下，小婶婶。后面的小辈也应声开口，小舅妈，小婶婶。祝悠悠给他们派完红包后，云轩泽怎么站起来的时候，云子金一脸玩味，轩泽，
你的婚事也该定下来了。云轩则看了一眼两人紧握的手，微微皱眉：小叔，我跟飞港城萧家有意跟云家联姻，云林国际正在开拓境外项目，需要跟萧家打好关系。既然萧家主动提出联姻，我没有理由不答应。萧家只有大房有一个小姐，在港城身份地位都不低，轩泽，你可得好好把握这次联姻。云轩泽愣住了，可是云红冷声喝住：阿泽，你小叔说什么就是什么，萧家的小姐不比什么私生女好，他本来就看不上孙家一个入赘的女婿跟小三生的孩子。再说了，云轩泽本来就不是他亲生的，能用他得到萧家大房的助力有什么不好？云轩泽低着头回想着这段时间跟祝悠悠退婚后的事，好像没有一件事情是好的，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他总觉得自己深爱着的菲儿好像变了。虽然自己现在还是子公司的总经理，但是没有实权，之前10%的股份也被云子金收回去了。可是小叔，以我的身份配不上萧家，他空有一个云家小少爷的称号，要钱没钱，要权没权。云子金嗤笑一声：萧家都不介意，你介意什么？看在你是我侄子的份上，我给你提个醒，外面那些莺莺燕燕的，能处理就处理了。萧家的小姐万千宠爱集一身，眼底容不得半点沙子。作为长辈，子公司20%的股份我让齐谦过户给你，明天起你就接任子公司副总的位置。另外，我再给你添1个亿的礼金。轩泽，该怎么选，你自己掂量掂量。说完，云子金站起身来，向祝悠悠伸出手：行了，没什么事，都散了吧。老婆，我们回家吧。华林没有留两人，别人看不出来，他当妈的还能看不出臭小子的心思。只是小声警告，明天是祝家的宴会，你给我老实本分一点。知道了。两人离开时，云管家招呼着佣人把礼物都搬上车。云童快步上前：三爷。祝悠悠看了一眼云子金，这位是？云子金冷冰冰的嗯了一声：到庄园来。他是谁？祝悠悠把脑海里的人都过了一遍，没有这个人。他叫云童，云红的亲妹妹，现在是我在美国金融公司的执行总裁。云子金把云童以前的事情告诉祝悠悠。云童对云家没什么感情，没什么重要的事情不会回来。这次是因为我结婚，加上国内有点事需要他处理。他这个人商业头脑不错，是云家众多旁支里为数不多可以为我所用的人。车子停在幽云庄园的时候，黎希暖的车开着门，他坐在驾驶位上打游戏。小舅妈，看到渣男给你磕头没有？都怪我小舅舅，这样的好事不让我去看看。云子金瞪了他一眼：你去干什么？到时候别人都跪你站着，你好意思啊？你跪了，我老婆又不好意思了。我比较贪心，书评断评结章评论都想要，更想要5星好评哦。90度鞠躬感谢追更给评分的所有小宝贝。第83章，我跟你学的。云子金拉开书房的门，看见祝悠悠手里拿着一套围棋。你们聊完了吗？午饭好了。云童拿起放在沙发上的包，那我先下楼去了，好久没回来，都想念家里的饭菜了。云子金把他手里的围棋随手放在茶几上，然后把它举起来放在办公桌上，给老爷挑选的。是啊，我跟暖暖都快要把副楼几个屋子都翻遍了，没看到什么合适老爷的，还是在角落里找到这个沐浴棋子。祝悠悠圈着他的脖子：云三爷借花献佛了哦。云子金亲了亲他的鼻尖：我整个人都是你的，你就算是把整个副楼搬空了，我也能给你填满。老婆，我不想吃饭了。蠢蠢欲动。祝悠悠娇嗔地捶了一下他的胸膛：你别胡闹了，暖暖或堂姐还在楼下呢。云子金压根没打算要脸的开口：他们吃他们的，我吃我的。祝悠悠反手指着自己：那我吃什么的？他捏住他的下颚，下巴扬起：当然是吃我啊。热吻落下，祝悠悠被压在办公桌上。20几分钟后，祝悠悠换了身衣服，扶着楼梯下楼，他感觉自己的手都在发抖。该死的狗男人，一点脸都没有打算要。他是暗爽了，他呢？小舅妈，我还以为你们不下来了呢，我小舅舅呢？云子金从楼梯口拐下来，牵着祝悠悠的手：催什么催？还不给我们有什么夫妻的小秘密吗？黎希暖翻了个白眼，他小舅舅真的闷骚的没边了。吃完饭后，云子金话里话外都是嫌弃：你不是谈恋爱了吗？不去找你男朋友，一天天往我这里跑干什么？黎希暖手上的筷子都掉地上了。祝悠悠有些意外：什么谈恋爱？暖男你？云子金的尾指勾着祝悠悠的发丝：就是你想的那样。老婆，你的闺蜜没有跟你说吗？祝悠悠推开云子金站起来，拎着黎希暖的领子往外拖：哎，悠悠宝贝，你听我狡辩。不，你听我跟你解释。祝悠悠，狡辩吧。看着俩人打闹的背影，云子金宠溺轻笑。云童不等他敢，识趣开口：我走了，
有什么消息再给你打电话。花园里，祝悠悠坐在亭子里的月亮躺椅上。什么时候开始的？居然瞒着我！黎希暖，你出息了。黎希暖在他身边坐下，老实交代确认关系那天的事情。他说是我让他做我男朋友的。祝悠悠扶额，你觉得可以跟你小舅舅做兄弟的男人是什么老实本分的人吗？他蓄谋已久。那现在吗？你俩做了什么？黎希暖摇摇头，没做什么，就是亲了抱了，还摸了人家的腹肌。悠悠宝贝，你不知道，白叔的腹肌比我们点的那些男模简直好太多了。祝悠悠轻笑，把你嘴角的口水擦一擦，色女。黎希暖去扯住悠悠的衣服领口，人家叫颜控，你说说你这，卧槽，我小舅舅是狗吧？他知道这衣服下肯定有小秘密，就是没想到居然。祝悠悠拍开他的手，你这随时随地扯我衣服的破习惯什么时候能改？黎希暖懒懒地靠在椅子上，我跟你学的啊，随时随地扯我小舅舅的皮带。刚走近的云子金没忍住笑出声，一瞬间而已，装得一脸严肃，一会我让杨妈拿根针给你缝一下嘴。黎希暖捂住自己的嘴，那个小舅妈，我新男朋友找我了，我先走了。他前脚刚上车，后脚云子金的电话就打了出去，你的小女朋友说她去找新男朋友了，你不管。祝悠悠无语到笑出声，你几岁了你？幼稚，还告状？云子金圈着他的腰，把人抱起，我幼稚，还有更幼稚的，试试。你别闹了，你刚刚不是都……一想起刚刚书房的场景，对，书房还没收拾。喂，书房还没收拾。云子金抱着他往里走，收拾什么？一会再一块收拾。我们现在回书房继续饭前没做完的事。什么叫没做完？不是已经完了吗？爹媳老公婚后超粘人，重生小娇妻招架不住，加书加看哦，5星好评点一点，涨分钟哦，许愿印，早点涨到9分。第84章小娇宝，你不是2天没睡觉了吗？你快去休息吧。书房的门砰一声被关上，楼下监督佣人们收拾厨房的杨妈笑着让佣人们都手脚麻利点，然后离开主楼。照这个速度，很快家里就能添个小姐少爷了。祝悠悠的拖鞋在她被抱上楼的路上就已经不知道掉在哪个角落里，她还是坐在刚刚的那张办公桌上，男人心长的身影压下。刚刚就是个热身，老婆，现在到我吃饭了。云子金，祝悠悠的手揪住他的领口，还没有在书房过，他有点紧张，毕竟头顶上还有个那么明显的摄像头。回房好不好？云子金低头去亲他的唇，不要，老婆，做事不能半途而废，刚刚只是让你吃饭而已。祝悠悠妥协，指了指头顶上的那个摄像头，那你把它关了，把它关掉。那个红色的灯一闪一闪，他想假装看不见都做不到。云修，云子金慢条斯理地解开身上衬衫扣子，不怕，这个摄像头只有我自己看得到。祝悠悠死死抓住自己的领口，关了或者不做。他拿起手机，扯过他的手，让他自己关掉监控。手机被他丢在桌子上，祝悠悠被一只强有力的手掌按住。老婆，不要乱动哦，小心摔下去。黎希暖开车回到公寓的时，发现自己的家门口站着一个人。你怎么来了？今天不用上班？不应该的，今天不是星期一吗？白灵鹤上前拿过他手里的包，老板也得午休吃饭吧。黎希暖按亮了自己的手机屏幕，下午2点半。他午休吃饭？那你吃饭了吗？吃过了。黎希暖点点头，用指纹开了锁。他应该也不会来他家吃饭，他跟悠悠都不会做饭，家里的锅碗瓢盆80%都是新的。暖暖，我算是你的新男朋友还是旧男朋友？黎希暖刚脱掉自己脚下的高跟鞋，准备塞进鞋柜了，手一个没拿稳，高跟鞋掉在了白灵鹤皮鞋旁边。黎希暖低声骂了句，该死的小舅舅，比真的狗还狗。白灵鹤把高跟鞋放进鞋柜里，顺手拿出家居拖鞋放在他的脚边。女朋友？你别听他胡说八道，我都没谈过恋爱，哪来的旧男朋友？男人轻哼了一声，那就是有新男朋友咯。黎希暖傻眼了，他怎么就听不明白了呢？是不是他们当总裁的都爱耍嘴皮子？白叔，你不愧跟我小舅舅是兄弟，你跟他一样，说话都是一套一套的。黎希暖瘫坐在沙发上，拿起手机刷视频，看见长得好看的小奶狗就给人家点个赞，再刷个礼物。白灵鹤无奈脱下西装，把赖在沙发里的女孩抱起来，我不好看，这一看就跟知若骥一样，跟我打都撑不过10秒钟。黎希暖这2天被他抱的次数比较多，也习惯了赖在他的怀里，只是坐的位置有些硌，他难受的挪了一下，继续看手机，压根没有注意到身后男人的脸色。暖暖，作为男朋友，有件事
我得跟你说一下。白灵鹤的嗓音都哑了，黎希暖愣是没听出来异样。什么事啊？手机被夺走，按灭屏幕，黎希暖的脑袋被他扭过去，四目相对，对上他的眼睛，黎希暖心脏瞬间猛跳。白叔，你干嘛这样看着我？暖暖，叫阿赫好不好？他轻啄他的唇瓣，黎希暖脸上爬起了一圈红晕。阿赫，乖。男人的脸靠近，黎希暖的呼吸瞬间被堵住，掠夺。白灵鹤吻他总是温柔不过3秒，然后霸道又带着强烈的占有欲，撬开他的红唇。黎希暖完全招架不住，在他怀里挣扎的厉害。唇瓣被松开，男人急促的呼吸包围着俩人。小娇宝坐在男人怀里不能乱动，他乱动了一下，黎希暖脑花都散了。那个东西是第85章，他娶了我的未婚妻。他磕磕巴巴开口，我又没坐过男人怀里，我哪里知道啊？那我下来。白灵鹤圈紧他的腰，可是我下不来。黎希暖老实本分，手指间戳了戳他的心口。你干嘛叫我小娇宝？我才不娇。她是御姐，也可以是甜妹，娇什么呀？白灵鹤亲他泛红的眼尾，不娇吗？亲一下眼睛都红了。黎希暖无语，他那是亲吗？他是要把他吃了。小娇宝，再亲一回。他承认他疯魔了，他每时每刻都想亲他，还想被他睡。云家大房的别墅里，云轩则坐在沙发上，看着那份股份授权书和1个亿的支票。孙静飞从楼上下来，阿泽，你回来了。这是什么？孙静飞拿起那张发票，数了数上面的零，1、2、3、4、8， 1个亿。阿泽，怎么会有1个亿？一旁的齐谦开口，这是我家云总送给云少的新婚贺礼。新婚？我们要结婚了对吗？孙静飞开门，坐在云轩泽身边抱住他，我们终于要结婚了，阿泽我好开心啊。齐谦轻笑一声，跟云少结婚的是港城萧家的大小姐萧娇。云少，请把合同签了，我好带回公司去。你领证结婚那天，任命就会发布到子公司每个人的手里。孙静飞愣在原地，什么意思啊？你说他要娶别人？这不可能。阿泽，你告诉我，这么可能？我怀孕了，我有你的孩子，你怎么可以娶别人？云轩则怕孙静飞在齐谦的面前闹起来，被他小叔知道，赶紧签了字，把合同递给齐谦。不好意思，齐特助，让你久等了。齐谦接过合同，点点头。云少，提醒您一句，萧家在港城是只手遮天的存在，萧大小姐更是身份尊贵，该处理掉的东西，您还是尽快处理，难得得罪了萧家，云总也就不了你。孙静飞听懂了，彻底忍不住，他什么意思？他让你处理我吗？我才是你的未婚妻。云轩则被他吵到有点烦躁，够了，你烦不烦？你能不能懂事一点？你以为我想娶萧家的小姐吗？菲儿，祝悠悠现在是我的小婶婶，云家的主母，她让我娶谁，我都得娶。整个云家没人敢忤逆我小叔。现在好了，他娶了我的未婚妻。一听这话，孙静飞彻底装不下去了。云轩泽，你什么意思？什么叫云三爷娶了你的未婚妻？孙静飞气得跌坐在沙发上大哭。她身上的裙子穿得宽松，看不出怀孕的样子，但捂着肚子哭的模样还是刺痛了云轩泽的眼睛。菲儿，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知道我在云家是个不起眼的存在，我娶萧娇也是迫不得已的，云林国际集团我是不可能进得去的，我爸妈也就那么一点股份，我好不容易有子公司20%的股份，在云家能抬得起头，你才能安心做豪门太太是不是？再说了，我爱的人只有你，我就算娶了萧娇也不会跟他发生关系的。云轩则揉了揉他的肚子，你乖一点，我的妻子只能是你，我也只认你生的孩子。小叔一直不同意我们的婚事，我没有钱，没有在公司说话的权利，我们也只能一直拖着。但以后就不一样了，现在是子公司的副总裁，等我的地位稳定下来了，我就跟萧娇离婚，给你和孩子一个名分。孙静飞靠在云轩泽的怀里，吸了吸鼻子，你说的是真的？那你别骗我，我怎么可能骗你呢？菲儿，我对你的心你还不知道吗？被连夜送回帝都的萧娇也在同一时间得知自己马上就要嫁给云轩泽了。她躺在床上捏紧被单，祝悠悠，我不会放过你的。云子金是我看中的男人，我萧娇要的就没有得不到，我们走着瞧。萧娇找人调查了云轩泽，主动打电话约了他。接到他电话的云轩泽是意外的，虽然有疑问，但还是去见面了。在看见萧娇的那一刻，云轩泽已经忘记了自己承诺过孙静飞的事情。你好，萧小姐，我是云轩泽，你的未婚夫。萧娇没有跟他握手，云少倒是挺会适应新的身份。你是我的未婚夫，那你大着肚子的未婚妻怎么办？我的各位宝贝，大家端午安康。第86章，萧总没老婆，不懂。云轩泽解开西装楼梯，在他对面的椅子坐下。
萧小姐，我们联姻是为了两家的利益，我相信你们也想让云家成为你们的助理。菲儿肚子里的孩子毕竟是云家的血脉，也是我的亲生孩子。你若愿意，以后就让他喊你一声妈，不愿意我就给钱打发了就是了。萧娇笑了，还真是无情。这样也好，反正我们也没什么感情，我就挑开说了。结婚后帮我勾引云子金，只要是他祝悠悠的东西，我都要。云轩泽脸色有点黑，萧娇，拜托你搞清楚，你是我的老婆，你让我帮你勾引我小叔，我看起来像是有病吗？萧娇喝了口咖啡，真是眼皮子浅。只要我跟云子金睡了，你就有了他的把柄，你想要什么，他还能不给你？云轩泽心里冷笑了一下，不自量力。他小叔能看上这种妖艳的贱货？萧小姐的眼光可真是跟别人不一样。既然如此，我们什么时候结婚？萧娇冷哼一声，这个婚是我二叔跟云子金定下来的，我是萧家唯一的小姐，彩礼肯定不能少。领证，就等你们提亲了后再说吧。萧娇回到住的地方，萧婷正在客厅等她。我给你约了医生，把你那东西做一下。萧娇愣住了，爸爸，你说什么东西？萧婷站起身，抬手一巴掌就想扇到萧娇的脸上去，却又想到跟云家的联姻。别以为老子不知道你做了什么事，贱货，跟港城那些公子哥在游轮上的事，你以为你能瞒得住？萧娇的脸都白了。妈妈，我那是……娇娇，听你爸爸的，如果云家可以成为我们的助理，那你爸爸做上萧家家主只是时间问题。虽然你二叔看中你，但你该知道自己是谁的女儿，只有你爸是萧家的家主，你才能是正儿八经的萧家大小姐。萧娇没得选择，跟着父母去了医院。在她进入医院的时候，萧寒跟云子金同时收到了消息，并且补模的手术单也放在了萧寒的面前。萧寒点了根雪茄，把那张手术单放进抽屉了。萧娇在港城玩得很开，这件事他怎么可能不知道？正愁没有什么证据，这不送上门了。他打通了云子金的电话，打了第3次，想到快自动挂断了，才被接听。云三爷，既然联姻的事情已经定下来了，那是不是两家人得尽快安排见一面？云子金哑着嗓子开口，这件事萧总应该找云红夫妻，毕竟云轩泽又不是我的儿子。宝贝，别紧张。那溺死人的声音让萧寒一股火冲到天灵盖，雪茄差点咬断。都是成年男人，怎么会听不出云子金的异样？云子金，你在干什么？你在对我女儿做什么？云子金轻哼了一声，语气有些玩味。萧总慎言，您都没娶妻，哪来的女儿？我正准备哄我妻子睡午觉呢。萧总，结了婚的男人没接电话就是在忙，您怎么那么不懂事呢？哦对，差点忘了，萧总没结婚，不懂。萧总，联姻的事大房自会联系您，我就先挂了，忙着呢。嘟嘟嘟嘟，电话被挂断，萧寒气得把桌子上的烟灰缸都砸了。祝悠悠挂在云子金的身上，娇羞的脸颊上带着怒意。你怎么能这样？他在胡说八道什么？萧寒毕竟是他的。我怎么样？老婆，是他缺德打扰别人办事好吧？我都不接电话了，他还不停的打。而且电话是你喊我接的，我很听话不是吗？老婆。祝悠悠无语，他刚刚都觉得萧寒要从手机里穿过来把云子金往死里揍了。你能别那么狗吗？松开我。云子金把他往怀里提，松不开。老婆，我们睡午觉去。他拿着沙发上的西装外套把他跟个人裹住，抱着他往主卧走去。祝悠悠是在车上睡醒的，她的头枕在男人的腿上。我们去哪里？望向窗外，天已经黑了。云子金放下手里的笔记本电脑，把人搂进怀里。去祝家陪妈和姥爷吃晚饭。那你怎么不叫我呢？他低头看了眼自己身上的衣服，还好，算得上得体。准备到家才叫你呢，还得一会，要不要再睡一会？下午累坏了。祝悠悠一口咬在他的喉结上，你真不要脸。他为什么累坏？他心里没点数吗？天天这样装着累不累？帝都云三爷关上门，向视之泰迪。老婆，今晚你在祝家住好吗？云子金的拨弄着他的头发，青丝在他的指尖缠绕。第87章，您刚刚不是还要打断他的腿？就我自己吗？祝悠悠挺意外的，出差都想带着自己去的男人，居然让他一个人留在老爷家。那你呢？美国有个项目，得倒时差开会到天亮。明天是老爷的寿宴，你是祝家的大小姐，得露面。住在庄园一大早就得起来化妆捣鼓，还得坐车，我舍不得你累。祝悠悠扯着他的领口，舍不得我累？刚刚我说累是那只狗不松口的。云子金靠近他的唇边，老婆，是你没松口。他轻笑，祝悠悠的脸色骤变。你真是臭流氓。云子金笑疯了，老婆，我怎么了就流氓？我什么都没说。开车的途清神色慢慢皲裂，
这真的是他认识的云三爷吗？他见过他最脆弱的一幕，也见过他痛苦的一面，就是记忆里没有见他这么开心过。云子金，你再胡说八道，我就住家里不回去了。下车的时候，祝悠悠气得小脸嘟嘟的，压根就不等云子金。进了门，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祝军律从楼上下来，哟，这是谁惹我们家大小姐生气了，还气成这样？丫头，告诉老爷，是不是紫金那个混小子？老爷打断他的腿。云子金提着东西进来，老爷，是我的错，这是上次去港城偶然得的一块端砚。祝军律听见端砚，已经顾不上外孙女生气了，这东西好啊，一看就上了年份。这一下祝悠悠更气了，老爷，你刚刚不是还要打断他的腿吗？老头子大笑，对手里的东西爱不释手，明天再打，老爷明天替你出气。祝景回到家的时候，一老一小正在客厅里写书法，云三爷在旁边研墨，他没有打扰，上楼换了衣服下来。悠悠，写书法退步了。来自亲妈的点评，祝悠悠露出了小女孩的娇羞。你问他，我为什么退步？话说完，他才后知后觉，发现自己说了什么东西，连忙改口，我肯定比不得老爷啊，我是半吊子。祝悠悠甩毛笔的时候，故意把墨水溅到云子金的白色衬衫上，好好的一件限量版衬衫就这样毁了。祝景忍不住出声，可惜了，全球定制款，你这孩子有钱也不是这样造的。祝悠悠拿了支新的毛笔，把云子金的衬衫从腰间拉出来。有什么可惜的，妈妈，你是忘了我做什么的吗？祝悠悠在白衬衫上落笔，墨水从衬衫前晕染开，像是一片拨开迷雾的云海。在麻团散开的乌云旁边，还有一个用刑书写的幽字。祝军律放下手里的毛笔，毫不吝啬的拍掌。不愧是非遗大师黎梦的亲传弟子啊，小丫头，你刚刚是陪我老头子打太极呢。衬衫上的画和字可不像是退步的样子。祝悠悠放下毛笔，低头在衬衫衣角吹了几下，把幽字下面的心未干的墨晕染开，像是一团小云朵。老爷，我写字肯定比不上你，但是国画嘛，就不一定了。而且在衣服上画画本来就是我的强项啊，我靠这个吃饭的呢。云子金低头看着女孩的眸子里都是宠溺和爱意，这件对他来说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白衬衫，现在成为了他众多衬衫里的唯一特别。老婆，你可以给我把所有衬衫都画满吗？祝悠悠放下毛笔，你想累死我？这个是墨水，泡了水以后，你这件就变成黑衬衫了。衬衫从西裤里拿出来后，有那么点休闲随意的感觉。祝悠悠挽着他的手臂，在他踮起脚尖的时候，云子金的腰下意识地弯了下来。斯文败类。他松开他的手臂，小跑到餐厅里。哇，陈妈，今晚是什么日子？这么多菜。陈妈笑着说，这不是姑爷打电话说要带你回来吃晚饭吗？老爷子让厨房都做你爱吃的。云子金自觉地拉开他旁边的椅子坐下。老爷妈，我今晚有个会要开通宵，悠悠今晚在家住，明天是老爷的寿宴，他不用早起，睡醒到就去宴会厅，化妆师会提前在那边等着。祝军律跟祝景父女俩人对视一眼，祝景笑道，这是悠悠的家，想回来就回来，其他的你安排好就行。2个小时前，祝景已经收到了华玲给他打来的电话，说他家云家主明天要借老爷子的场地向祝家下聘。晚饭后，涂青送来了不掉色的颜料和2件洗过的白色衬衫。云子金搂着人站在阳台，老婆，明天是老爷的寿宴，是我们第一次同时在帝都公开露面，你帮我再画一件衬衫好不好？祝悠悠靠在他的怀里，云三爷，我的设计费和手工费都不便宜哦，私人定制更贵了。他轻笑，我没钱，长行不行？祝制作师。祝悠悠的唇凑到他的唇边，亲气，滚。口袋里的手机响起，云子金扣着他的脑袋深问，乖，我得走了，睡不着就给我打电话，我哄你睡。祝悠悠点点头，那你记得休息，明天不着急赶过来接我，公事处理完记得先休息好了再过来。云子金捧着他的脸重重啄了一下，祝悠悠，你让我怎么能不爱你，老子爱死你了。乖，等我来下聘，等我名正言顺昭告天下，娶你成为我云子金此生唯一的妻子。祝悠悠站在阳台上看着黑色的车里驶离，直到车尾灯都看不见他，才拿起颜料和衬衫去了书房。祝景还在工作，见女儿进来和他招招手，子金走了。祝悠悠走到祝景的身后，像小时候一样搂着他的脖子，下巴靠在他的肩膀上。妈妈，你在忙什么？祝景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文件递给祝悠悠，看看，这些都是老爷跟妈妈给你准备的嫁妆。祝悠悠翻开看了几眼后合上，妈妈，咱家80%的家产都在上面了吧？祝景拉着他的手，
悠悠，云家跟我们家虽然关系深厚，但作为云家的女主人，你的后台也得足够强大。只要妈妈坐稳朱氏集团的一天，就会为你撑腰一天。至于港城，有机会妈妈都告诉你。儿童节快乐哦，我的大宝贝们，开心加倍，快乐加倍，好评也要加倍哦。第88章嫁衣。祝悠悠把衬衫撑开放在书法台上，手上动作熟练的调颜料。妈妈，那是你的私事，不用告诉我。我还是那句话，你选择谁，谁就是我爸爸。祝悠悠落笔迅速，线条分明，没有一丝的停顿。见女儿认真的模样，祝景轻手轻脚离开了书房，把空间留给女儿。云子京到云公馆的时候，300多平的客厅遍地都是盒子。华玲跟云子宁正在检查每个盒子里面的东西。姐夫，你们什么时候回来的？黎照出声替没空的老婆回答：1个小时前刚下飞机。你结婚这么大的事，我跟你姐怎么能不在？转眼我们紫金都要结婚了，你姐也不用张罗着给你介绍媳妇了。云子京脱下西装，故意露出衬衫，可惜没人注意，脸色一沉。你们还是给自己张罗一下女婿吧。不对，不用张罗，有人上赶着做女婿了。只不过他是不会在现在说的，说了没人帮他整理东西了。云子京特地走到华玲和云子宁面前，华玲一把推开，起开，别挡路。宁宁啊，你看这个珍珠是不是不够大？太小了，不行，让人再拿一套大点的来。云子宁笑着，妈，太大就老气了，小女孩不喜欢那么老气的东西。想想也对，华玲放下珍珠套装，又去看别的。云子宁看着这个自己从小带大的弟弟，衬衫是悠悠画的吧？真不错。云子京得意挑眉，说了句有眼光。暖暖跟悠悠是一起读书一起拜师一起长大的，也算是我半个女儿，配你也是你占便宜了。阿修，悠悠还小，你自己追一点。云子京懂云子宁的意思，姐你放心吧。她小声的贴在他耳边说。云子宁悄悄看了一眼丈夫，这事你姐夫知道吗？云子京失笑，他要是知道，这会人已经杀过去了。改天你探探姐夫的意思。阿贺着急，都是自己兄弟，他迫不及待的想喝外甥女婿茶。云子宁哪能不知道他的心思，失笑，你就是想占林鹤的便宜，别以为我不知道。改天我问问暖暖，要是那人是林鹤，我跟你姐夫没有反对的理由，总比帝都那些只会吃喝玩乐的二世祖好。云子京也没闲着，核对礼单上面的东西，999套首饰，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宝石、翡翠、深海珍珠、黄金、琉璃等等，其中龙凤镯就有10对，吉祥锁10个，10套项链，齐齐他加起来一共101套黄金首饰。里面云子京最喜欢的是那条131.4克的鸳鸯项链，还有那只99克古法打造的9尾凤钗。祝悠悠是非遗文化的制作师，对中式有独特的偏爱，所以云子京准备的东西很多都是按照他的心头好来准备。对了妈，那套红色的婚服送过来了吗？华玲指了指楼上，在你房间里，你小心点别弄坏了。云子京大步上楼，推开自己房间的门，就看见卧室内架着一件红色的嫁衣，上面是用真金丝线绣的凤凰，旁边的紫檀木箱子里还放着一顶凤冠，纯金打造，珠翠点缀。他忍不住拍下来发给祝悠悠看。收到照片的祝悠悠刚好画完2件衬衫，栩栩如生的龙和9尾凤凰缠绕在一起。另外一件是狼，它的臂弯里还有一只9尾狐狸。打开手机的那一刻，祝悠悠一脸震惊，好美的凤冠霞帔。他的视频瞬间打了过去。云子京坐在书房的办公椅上，眼神一直盯着嫁衣。老婆，怎么还不睡？这不是刚完成云三爷下的订单吗？长就算了，报酬就要你刚刚发给我的凤冠霞帔吧。贵不贵？我想买下来。作为一名非遗制作的手工服装师，他一眼就能够看出这件中式婚服制作时候是有多用心。一个不小心，金丝线断裂，所有已经缝上去的线得拆掉重来，而且上面是真金做的丝线，更软。祝悠悠的眼神里都是期待，水灵灵的狐狸眼睛想亲。特别是他这个角度看去，老婆，你在卧室还是在哪里？如果在卧室，那没关系，这种画面他一个人看就可以了。如果在楼下客厅，那不行。祝悠悠靠在沙发上，我在书房，云子京，你帮我买下来吧，好不好？云子京喉咙间一阵干痒，好，给你买。老婆，我想你了。他很想做甩手掌柜，但是不行，这时候天大的欲望都得憋着。明天开始，他们就名正言顺了。祝悠悠等桌子上的衣服风干后，拿起回了房间挂起来。那你忙完了吗？我让人给你留门，你过来。云子京摇摇头，
不了，明天我们宴会场地见好不好？老婆，你喜欢中式婚礼吗？祝悠悠脱掉身上的睡衣开衫，剩下一件吊带睡裙，雪白的天鹅颈诱惑到极致。喜欢啊，这是我们华国对爱情最美的传承。三书六聘，凤冠霞帔，明媒正娶。云子金低笑，老婆，你是不是说差了一样啊？祝悠悠半躺在床上，手机直对着半张脸和锁骨。我知道啊，十里红妆吗？我家没矿，陪嫁不了十里红妆。再说了，现在都是不动产，哪来那么多的十里实物啊？古代陪嫁里面有桌子椅子什么屏风丫鬟，现在都是一沓一沓的房产证。哦对了，祝女士还给了他一沓保险单。云子金微微泛红的眼眸中都是宠溺。十里红妆，我给你添。乖，早点睡，礼服明天会有人送过去。祝悠悠摇摇头，我已经准备好了，明天是老爷的寿宴，我早就给自己做好了旗袍。刚刚花了2个小时画画，祝悠悠已经有些昏昏欲睡。云子金一直看着他，等到他睡着后，才隔着屏幕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一口。晚安，宝贝。次日一早，祝悠悠起床的时候，发现他昨晚睡觉之前挂在衣架上的衬衫不见了，连忙掀开被子跑下楼。陈妈，我房间里的白衬衫谁拿走了？祝景从外面进来，看着睡衣下还有明显暧昧痕迹的女儿。紫金的助理过来取，我拿走了。第89章求婚。祝悠悠能够感受到祝景眼神里的戏谑，转身往楼上跑去。看着女儿的背影，祝景低笑出声。陈妈跟在她的身后，大小姐，悠悠小姐现在也长成大姑娘了，要嫁人，您什么时候考虑你自己啊？祝景亲昵地挽着陈妈的手。陈妈，你最近做梦是不是梦见我妈了？她交代你念叨我。陈妈笑道，夫人在时最担心的就是你的终身大事，好不容易离开了那个男人，您该为自己考虑考虑了。祝景一脸无奈，好，我考虑。陈妈有没有可以介绍的？大小姐，老爷子不知道，我老婆子还看不出来吗？您上次脖子上的痕迹都没遮住，老爷子年纪大了眼花，陈妈我眼神可好着呢。祝景愣了一下，用微笑掩盖内心的尴尬。陈妈，我去楼上看我爸换好衣服没有。祝悠悠洗漱时想给云子金打电话，看了眼时间还是放下了手机，也不知道他昨晚几点睡的。卧室门敲响，祝景推门而入，一身淡紫色旗袍，上面绣着粉色的木槿花，高贵优雅，清冷间带点温柔。祝悠悠眼睛都亮了，哇，妈妈你好美啊，我得给你拍张照片，发个朋友圈告诉所有人，这是我妈妈。祝悠悠未施粉黛，身上是一件白色的珍珠立领旗袍，上面绣着一朵朵绽放开的红色玫瑰，素雅与娇媚结合，张扬却不失落落大方，一脸偏古系美人漂亮的小脸，倾国倾城。祝悠悠的朋友圈刚发出去几秒钟，手机就一直响个不停。她的嫡长闺兼小外甥女黎熙暖，一身粉色的新中式旗袍裙，裙摆的内衬是云纱做的。云子金从楼上下来，身上穿着的是祝悠悠昨晚画的那件狼和狐狸的衬衫，袖口和领口都是红色玫瑰花。他看了眼黎熙暖，你这身衣服真不合适你，书香世家的千金小姐才这样穿，你这我有点不太习惯，你还是穿你去酒吧蹦迪那种黑色遮不住什么的裙子吧。黎熙暖直接气炸，妈妈外婆，你看我小舅舅，他这张嘴那么毒，也不知道我的悠悠宝贝是怎么看上他的。黎熙暖仔细看他衬衫上的画，伸手，小舅舅，你是不是喊我的悠悠宝贝给你画衣服了？给钱200万。云子金瞪了他一眼，今天我开心，不跟你计较。云公馆门口101辆车，云子金坐上了第一辆黑色的布加迪黑夜之声。他启动车子的时候，后面的跑车紧跟其后。宴会休息室里，祝悠悠正在化妆。小姐姐，这个妆会不会太夸张了？你帮我打个底妆，涂个口红就行了吧？化妆师轻笑，夫人，三爷交代过，不行哦。祝悠悠也不为难人，闭上眼睛，任由他们折腾。长发被盘成侧边丸子头，简单的一个珍珠发饰点缀，耳朵上也只一对白月光流苏珍珠，简单大气。祝家老爷子的寿宴，帝都有点身份的人都会到场，不仅仅是因为祝家在帝都立足的身份地位，更是因为如今的祝家跟帝都云家是姻亲的关系。祝悠悠拿起手机给云子金打电话，老婆。男人的嗓音微扬，不难听得出有喜悦的成分在。你来了吗？老爷的寿宴马上开始了。马上就到，等我。也不知道云子金是不是故意的，在宴会开始时，所有的来宾几乎到齐，就连不请自来的也有很多。可云家人一个都没到。也不是，到了一个云轩泽。不过这个人大可以忽略不计。祝悠悠小声地对祝景说，妈妈，他不是不守时间的人，
会不会有什么事情耽误了？怕老爷和母亲心里不好受，祝悠悠极力的想要解释，但母亲和老爷好像一点也不在意。没关系，宁宁给我打电话了，说他们在来的路上。祝锦反握女儿的手，悠悠，紧张吗？祝悠悠轻笑，今天是老爷的寿宴，又不是我的婚宴，我紧张什么？妈妈，我们该出去了。母女俩人一左一右的搀扶着今天的寿星。祝军律牵着外孙女的手站在台上，感谢各位百忙之中来参加我老头子的寿宴，招待不周，各位随意就可以了。今天除了给我老头子贺寿以外，也请各位来见证一下我外孙女的幸福。祝悠悠不解，小声问：老爷，怎么回事？场内的灯光熄灭，原本紧闭的宴会厅大门被打开，一束光照在男人修长的身影上。他一身白色的西装，祝悠悠的眼神闪过一抹惊讶，这是他活了2世第一次看见他穿白色西装，里面那件衬衫正是他昨天画的那件，因为那只狐狸在他的心口位置。祝锦扶着祝军律往后退了几步，把这个舞台交给云子金，他手里捧着一个木盒，一步一步地朝祝悠悠走去。黎希暖跟在云子金的身后，手里也捧着一个盒子，嘴上的笑意压都压不住。舞台离大门只有50米不到的距离，云子金却觉得走了很久。他踏上台，弯腰俯身，等着急了。祝悠悠摇头，他整个人已经呆滞了，脑子放空，根本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求婚吗？怎么没有人提前通知一下？祝小姐，云家家主云子金携婚书和聘礼前来求婚。他把木盒打开，从里面取出金色的婚书。在场的人倒吸了一口气，纯金的。台上的大屏幕滚动起来，里面是云家的聘礼单。祝悠悠好奇地回头一看，好家伙，怪不得他说10里红妆，上千亿的东西，20里都有了吧。台下的云轩则手握成拳，极度都扭曲。他认识祝悠悠那么多年了，从来没见他笑得那么娇羞。云子金单膝下跪，手上1314克的婚书递到祝悠悠的面前，请千位来宾一同见证，我云子金愿与祝悠悠长相厮守，不离不弃，共度此生。我求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祝悠悠的眼泪落下，他真的给足了所有他偏爱。中式的求婚是华国传统，他一一都做到了。第90章，落领被打。他伸手拿麦克风，云子金，我是不是没有跟你表白过啊？他没有把单膝下跪的他扶起来，而是慢慢蹲下身子。那我用我们华国最传统的话跟你表白好不好？云子金的眸子里满是宠溺和期待。深夜的爱说过很多次，在这么多人面前还真的没有过。他沉默了许久，红唇轻启，浮世万千，无爱有三，日月与卿。日为朝，月为暮，卿为朝朝暮暮。海底月是心上月，眼前人是心上人。他的话音落，云子金已经扣住他的脑袋吻了上去。黎希暖拿起放在地上的那块黄金婚书，悄悄下台，把空间留给亲吻的2人。云子金没有像以往那样过分，只是在听见他说自己是他的心上人时，有那么一瞬间是控制不住的。上千人看他们接吻，祝悠悠还是有些害羞，小声说：你怎么都不提前告诉我啊？提前说了，我怕你睡不着。云太太，以后整个帝都都知道你是我云子金的老婆了。在场的人纷纷联系助理去准备一份厚礼送过来，能够见证帝都云三爷的求婚，三生有幸啊。从这一刻开始，宴会的主角被大家默认换了人。祝军律脸上的一直挂着笑意，只要有人来祝贺，就让他们找云子金去。第一次觉得云子金也没有那么可怕，所有来给他送祝福的，他都来之不拒。唯有一个人上前时还瞪了他一眼。祝叔，好久不见。祝军律站起身，拍了拍萧寒的肩膀，点点头。是好久不见了，一切都好吧？他20几年前的时候就看好萧寒，只可惜造化弄人啊。萧寒跟祝军律聊了几句之后，从云子金身边冷哼一声后，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他怕自己再待下去，会忍不住拿起桌子上的酒瓶子往他这张得意的脸上砸。祝军律问：锦儿，你是怎么想的？爸，我的事你就别操心了，有这个精力操心我，不如崔悠悠跟子金早点生孩子，您老还能带着打发时间。一旁的云卓打断：那可不行，我还想打发时间呢。华林打圆场，那就生2个，我们换着带。一旁被安排的明明白白的2个人，一个红了脸，一个黑了脸，什么就替他们决定好生2个孩子了。云子金歪着脑袋轻笑：我觉得你们催我姐他们生2胎比较实际。云子宁毫不客气地踹了他一脚：都结婚了还这么不着调。宴会人多，黎希暖早在收到信息的时候
就偷偷溜掉了。父母忙着帮小舅舅应付来宾，没有注意到他。他刚走到休息室的时候，隔壁的门打开，把他拽了进去。白灵鹤一身黑色西装，巧的是领带跟黎希暖身上的裙子是同色系。你吓死我了！他捶了捶他的心口，下巴被抬起，呼吸被夺。白，黎希暖面色微红，死死抓着他的西装领口，指尖收紧。突然，隔壁的化妆间砰的一声，黎希暖被吓到，两人的口中瞬间弥漫着血腥味。白灵鹤吃痛放开他，白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你没事吧？白灵鹤无奈地轻啄了一下他的唇，有点疼，怎么办，小娇宝？黎希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高跟鞋和他的皮鞋鞋尖相对，那怎么办？我给你买药擦一下，不过好像也不太好上药。白灵鹤低笑，要一个 French kiss 就好了。休息室并不算是很隔音，稍微动静大一点都能听见，所以隔壁休息室洛领的逼问被黎希暖或白灵鹤听得一清二楚。程洛雅的口罩扯了下来，下颚被人捏住，毫无章法的吻铺天盖地，又凶又霸道。哥，洛琳舔了舔被咬伤的唇瓣，冷笑，为了那个狗男人你咬我，你跟他什么关系？程洛雅捂着嘴巴，他就是我学校的师哥而已，能有什么关系？洛琳被气笑了，师哥？那你跟他的接吻照你怎么解释？谁知道他们一周没见面，刚刚突然看见自己的女人跟别人的亲吻照片上了热搜，他差点把宴会桌都掀了。程洛雅扯他的衣角，那只是剧照，借位2个字还没有说出来，他就被捏疼了脸颊。洛琳嫉妒，嫉妒到要疯了，嫉妒为什么别人可以光明正大的站在他的身边。所以程洛雅，你现在是跟谁都可以亲吗？睡过没？我跟他谁让你更？啪！清脆的巴掌声惊呆了隔壁房间的黎希暖，一墙之隔，白灵鹤却清楚，这一巴掌打碎了好友的心。天啊，洛雅姐姐居然打洛叔！我的妈呀，我吃到活瓜了！白灵鹤看着小姑娘吃瓜的样子，失笑，小娇宝，你以后会不会也这样甩我耳光？黎希暖抬手去摸她的脸，看你表现，你要是敢不守难得，腿打断。哪一条？黎希暖无语，被甩了一巴掌的洛领舌尖顶住腮帮子，嘴角勾起一抹嘲笑。程洛雅的手心都在抖。哥，洛琳躲开他的手，程洛雅，老子他妈再找你就是狗。他摔门而出，程洛雅脱力的跌坐在地上。他跟萧敏明明就是清白的，他拍戏这几年也是从来没有接过任何有亲密接触的戏，就连有亲脸颊的戏份都是借位。门被打开，程洛雅抬头喊了一句，哥。暖暖，怎么是你？黎希暖把他从地上扶起来，洛雅姐姐，你没事吧？我刚刚在隔壁休息室，对不起，不是故意偷听的。程洛雅摇摇头，没关系。你来的时候见到他了吗？他刚刚生气上头，那一巴掌几乎用尽全力，他的手心都是麻的。洛叔脸色好差，眼睛都是红的。白叔去追他了，你别担心，我先陪你回宴会厅吧。程洛雅问，白叔，林鹤哥吗？你们？黎希暖微肿的红唇让他很难不胡思乱想。我们在谈恋爱。黎希暖的大方承认让他更加看不起自己的懦弱。第91章，又不是没被甩过。程洛雅回到宴会厅，拿起包匆匆离开。今天来参加宴会完全是因为养父母来，他陪着一起来而已。遇到萧敏真的是巧合，他上个礼拜跟萧敏有剧宣就离开了，放了洛领的鸽子。他已经给他买好了道歉礼物，只是他不明白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萧敏看着神色异常的程洛雅，低声对身边的男人说，二叔，我出去打个电话。萧寒轻点头，并没有在意。萧敏也是萧婷的儿子，只不过他是整个萧家最不起眼的，因为大学选了表演专业，被萧婷直接放弃。他读书的学费、生活费，连签约的经纪公司都是萧寒出资的，但他们私下的关系，萧婷并不知道。可能是惺惺相惜，萧寒对萧敏这个侄子有愿意提携的心思。雅雅，程洛雅戴上口罩，擦干眼泪，萧师兄，你怎么也在这里？陪我二叔来的，怎么哭了？发生什么事？我能帮上忙吗？萧敏跟程洛雅可以说是演艺圈的知音，他们都是那种好学的人，会互相请教，但关系也清白到没话说，哪怕记者想要捕风捉影，也掀不起什么风浪。可是这次好巧不巧就被人捕抓到了萧敏给程洛雅擦眼泪的一幕，但实际上只是递了张纸巾。我没事，萧师兄，网上 CP 那事我希望可以澄清一下，不知道你方不方便？
程洛雅知道肖敏一直都有女朋友的，而且他的女朋友就是他的经纪人，只是碍于工作，他们一直没有官宣。而且他不一样，他跟洛凛关系应该怎么对大众交代？退圈吗？他有点不舍得。肖敏点点头，好，我跟他商量一下，是不是你喜欢的那个人误会了？程洛雅摇头，不是，师兄我还有事先走了，半个月后我自己去剧组就可以了。本来想着两人都在帝都，到时候有伴，没想到夜晚的时候，云子京跟祝悠悠刚结束了第一场，床头柜上的手机响了一次又一次。祝悠悠见他还意犹未尽，要不你接一下电话，让我休息一下，行吗？云子京失笑，我都安安分分给你洗了个澡了，还做了个按摩，不算休息。他把他搂进怀里，低头亲吻他的发丝，给白灵鹤回电话。什么事？嘶哑的嗓音是个男人都能听出来异常，白灵鹤的顾不上那么多了。洛凛从下午就在这里喝了6、7个小时，再这样下去不把自己作死才怪。他想给洛雅打电话，偏偏这人死不同意，还说他敢打就绝交，真他妈造孽！他都没空去哄骗他的小娇宝了。云子京面色一沉，实在不行就给洛叔洛姨打电话，寻死觅活又没人看。白灵鹤何尝不知道，但是今天中午在休息室的动静那么大，他走到角落里，把今天中午自己听到的墙角告诉云子京。他扯了扯嘴角，你俩可真行。知道了。挂断电话后，云子京轻啄怀中小妻子的红唇，阿岭又被甩了，我去看看，你先睡。祝悠悠低笑出声，我跟你一起去吧。他也想知道洛岭为什么被甩。云子京看了一眼时间，11点多，还行，挺早。今天的日子意义非凡，所以他很早就拐了人上床。要不是这通电话，他们现在还在水深火热之中。车上的时候，祝悠悠给黎希暖打电话问他要不要来，想起今天中午偷偷做的坏事，还被亲妈逮了个正着，现在还被迫回家住，他就想嘎。我在家里呢，我妈好像发现我谈恋爱的事情了，抓我回家住。祝悠悠歪头看了一眼正在开车的男人，告状精。黎希暖胆小，谈个恋爱遮遮掩掩，也就他们几个人知道。黎家爸妈也从来都不管女儿的私生活，现在知道只有一个答案，那就是黎希暖被他的亲舅舅卖了。挂断电话后，祝悠悠忍不住问，你把暖暖谈恋爱的消息卖了多少钱？云子京一脸受伤的表情，老婆，你怎么那么笃定我姐知道她谈恋爱的事情是我说的？我是那么无聊的人吗？祝悠悠丝毫没带犹豫，你是，除了你不会有人说。云子京勾唇，就不能是林鹤说的？他很迫不及待的想要叫我小舅舅。祝悠悠，这男人是有什么大病吗？那么热衷人家喊他小舅舅？刚刚他好像也喊了。包厢门被推开的时候，云子京眉心紧皱，他让祝悠悠先站在门口，打开包厢内的空气循环系统。又不是没被甩过，至于吗？把烟灭了，别熏到我老婆。听见老婆2个字，洛岭直接炸了，就他妈你有老婆，老子都这样了你还来炫耀。云子京面色一沉，起身准备离开，被白灵鹤拦下。三哥，他喝多了。洛岭的声音很大，祝悠悠想听不见都难。虽然我不知道你跟洛雅姐姐之间是什么关系，但以我对她性格的了解，如果她真的心里没有你，她就不会回来了。她是旁观者，心思会比黎希暖要细一些，加上她重来一世，看待事情的方向也会有所不同。洛岭生日那天，他看洛雅的眼神就知道她是有爱的。祝悠悠在云子京的身边坐下，语气淡淡。洛岭嘲讽一下，有我，他有我不声不响离开这么多年，他有我，他跟别的男人亲密上热搜。祝悠悠拿起手机，点开那张剧照，放在他面前。你说这张照片吗？洛岭，你看东西能不能把眼睛睁开再看？这是借位图，就算拍得再亲昵也可以看得出的。而且图片里那个男的手也很绅士的。极度占据了洛岭的理智，他早就什么也听不见了。6年了，他忍了6年，等了他6年，就因为这该死的养兄妹关系。云子京拍了拍他的肩膀，这个男的叫肖敏，据我调查，他应该是有女朋友的，而且不是洛雅，姓肖。祝悠悠多看了照片里的男人2眼，这个小动作被某个男人捕捉，腰间的手紧了几分。老婆，眼睛看哪里？第92章，他自愿入局。祝悠悠无语，你别太离谱了。云子京小声贴在他的耳边说，他萧娇的亲哥哥，不过跟萧寒私下的关系不错。洛林冷声，就算这张照片是借位，那今天下午的热搜呢？宴会厅停车场拍的，总不是借位吧？祝悠悠翻了个白眼，那张照片怎么了？不就是递了张纸巾吗？洛雅姐姐不是戴着口罩吗？能干嘛？
捕风捉影蹭热度的是，既然喜欢一个人，就应该全心全意的去相信他。如果你连信任他都做不到，那我不觉得你喜欢洛雅姐姐。占有欲和爱是不一样，虽然人在爱到极致也会有占有欲，但不能跟强制占有混为一谈。云子金在收到祝悠悠眼神的时候，拿过干净的杯子倒了酒。祝悠悠拿起包，我去个洗手间。她想把空间让给他们男人，毕竟她在，有些话他们说不开。而她也想知道洛雅的态度，毕竟都是她老公的兄弟，她想身边的人都幸福。云子金碰了一下洛岭的杯子，阿岭，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回国吗？洛岭一直低着头，没有喝酒，没有说话。云子金继续说，在听到悠悠跟云轩泽订婚的消息，我承认我慌了。你们都知道我喜欢悠悠，但却不知道我爱了她10年。洛岭和白灵鹤是震惊的，他们知道云子金喜欢祝悠悠，还以为是回国以后发生的事，没想到10年前我被关在地下室的时候，她就是那道光闯进了我的生命了。在那之前，我其实只是把她当成是跟暖暖一样，疼她，宠她，女孩子天生就应该被爱。可那天以后，我开始看清了自己的心，不一样，暖暖是暖暖，她是她。我开始有了活下去的理由和希望。我在美国那几年一直都有收到她的消息，我以为小时候云家跟祝家定下的婚约会是我跟她，所以我从来没有着急过，没有紧张过。可到我听见订婚对象不是我的时候，我不甘心，我不愿意把她让给别人，所以我计划回国。讲到这里，云子金突然低笑一声，仰头喝光杯子里的酒。你们难道就没有想过，我那天为什么会去酒吧，又为什么悠悠玩游戏输了选择大冒险的人是我？你们不觉得很巧合吗？洛岭都忘记难过了，指着他问，你做的局？云子金轻笑，我蓄谋已久，但他自愿入局。祝悠悠打完电话回来的时候就听到这一句，他捂着心口靠在门上面缓了许久。蓄谋已久，自愿入局，所以不是他设计的他，而是互相设计。洛岭的眼神稍暗，那不一样，你们本来就没什么关系。云子金点点头，是没有，只不过他跟我侄子有4年的婚约关系。小叔抢侄子的未婚妻，好像也不是什么能见得光的标题。阿岭，洛雅是女孩子，不该由她来承受社会的舆论压力。既然爱，就昭告天下，谁不爽？云子金轻笑一声，洛少不是金圈出了名的混不吝吗？打一顿不行就打2顿，实在不是，一封律师函搞到他倾家荡产。杀鸡儆猴。祝悠悠平复完心情后推门而入，云子金也站起了身，我明天飞美国，先走了。云子金喝了酒，所以只能让祝悠悠开车。怎么突然要去美国了？云子金歪头看着认真开车的女孩，没有突然，本来港城的事情结束就得去美国的，只是有比工作更重要的事情，所以就推迟了。祝悠悠问，去多久？他知道云子金在美国有自己的产业，一段时间就得回去一趟，10天半个月，我会尽快回来。老婆，我们的婚礼场地我已经在让人准备了，等冬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办婚礼了。祝悠悠眸子失色，那么久？那你忙起来得记得吃饭睡觉。好不容易胃口好了一点，要是忙起来又不吃饭，不是白费了他这段时间胖的3斤肉。云子金失笑，好，我每天都跟你报备好不好？可能是因为今天的求婚，也可能是因为云子金说了要出差。回到家后的祝悠悠格外热情，热情到云子金有些招架不住。他哑声开口，老婆，你是想要我死？祝悠悠一脸无辜，你不喜欢吗？那不要了，我不想你死。云子金轻啃他的耳垂，喜欢，要命的喜欢。我明天上午的飞机，老婆，你明天在家好好休息。许久，祝悠悠脸颊泛红，被汗水浸透的发丝凌乱，红唇落在他的喉结上。云修，你马上就30岁了。云子金的攻击突然停止，嗓音低哑，30岁也很厉害，宝贝儿你放心。谁问你这个了？不要脸。云子金笑问，那老婆你问的是什么哪个？祝悠悠娇嗔瞪他，我不告诉你了。好，那不说，用作。窗外泛起第一道暖阳的时候，云子金穿戴整齐，亲了亲床上熟睡的女孩，乖乖等我回家。卧室门关上，男人脸上的笑意敛得一干二净。他下楼时，杨妈站在楼梯口，少爷，您要出差吗？杨妈，别让人吵醒悠悠，我得去10天半个月，有什么事就找老宅。杨妈焦急问，少爷，您这是去哪里啊？云子金轻笑，回美国处理点事，放心，您帮我照顾好悠悠，盯着她不能熬夜。门外，云彤倚靠在车门，看着站得笔直的木山，点了支烟。涂青小声问，彤姐，我真得不能跟你们一起回美国吗？云彤嗤笑一声，你回去干嘛？
回去让曾海玩你。涂青脸色骤变，才不会，他敢动我，我就杀了他。小屁孩，别意气用事，保护好三爷的软肋比什么都重要。云子金把手里的行李箱递给木山，涂青，保护好夫人。涂青站在原地，眼睁睁地看着车子开走。第93章，要不买大点。云子金离开的1周后，祝悠悠在制作室接到了华玲的电话。宝贝悠悠啊，大房那边跟萧家已经领了证了，臭小子不在，你方便回来吗？祝悠悠手里的剪刀顿住，领证了？怎么悄无声息的？方便的妈妈，我这就回去。华玲笑道，不着急，晚饭前回来就好了。对了，你要是怕不习惯，就喊暖暖一起回来。祝悠悠放下剪刀，穿上鞋子离开制作室。办公室里，黎希暖一脸无精打采地趴在桌子上，干什么？一副被人吸了精气的模样。祝悠悠揉了揉他的脸颊，黎希暖叹了口气，还不都是我妈妈？悠悠宝贝，救救我吧！我已经1个礼拜没和白叔亲亲了。祝悠悠探了一下他的额头，没发烧啊？怎么说羞羞的话呢？暖暖，你跟白灵鹤是什么情况？黎希暖嘟起嘴巴，还能是什么情况？刚谈恋爱就被迫分开。悠悠，原来谈恋爱是这样的啊！我都习惯跟他一起吃饭，赖在他怀里了。祝悠悠扶额，暖暖，你完了。他多怕他下一句说他习惯了跟他一起睡，那云子金应该会连夜从美国飞回来，一脚踹飞白灵鹤。黎希暖清澈的眼睛里多了几分羞怯。悠悠，你跟我小舅舅第一次的时候是不是真的很疼啊？突然他的脑海里出现上次2人接吻的时候白灵鹤的反应。好像身体还挺好的。祝悠悠笑着调侃，暖暖，你这个想法有点危险，白灵鹤知道吗？不知道啊。悠悠，你说我是勾引他呢，还是直接扑倒他睡他？祝悠悠，她闺蜜怎么了？被他闪婚刺激到了？先别管了，你是怎么样她都会配合的。暖暖，妈妈喊我回云公馆吃饭，你跟我一起去呗。云轩泽结婚了。祝悠悠翻箱倒柜的找到了一个红色的空礼盒，顺便去超市买点东西，我老公的小侄子结婚，作为婶婶我应该准备点见面礼。黎希暖挽着祝悠悠进了超市。小舅妈，买礼物不是应该去商场吗？祝悠悠冷笑，她也陪我去商场买东西，我买的这个肯定实用，绝对能用到。祝悠悠拉着她往生活用品区去，停在了一排排花花绿绿的计生用品前。黎希暖小脸绯红，唇角勾起了一抹恶趣味。宝贝，你变坏了，居然送这种东西。祝悠悠很认真的在挑选，我这是在为她考虑，都有一个私生子了。祝悠悠挑了2盒，歪头问黎希暖，暖暖，你要吗？我送你。黎希暖，这我要买吗？我能要呢？好像有点小兴奋。他看着祝悠悠手里的东西，想跟他拿一模一样的。祝悠悠按住他的手，暖暖，这个不合适。他给3分钟的小侄子挑的是 S 号，还附加了加时，看他多贴心。为什么不合适？祝悠悠小声的贴在黎希暖的耳边。黎希暖红着脸对他说，好像还挺那个的。祝悠悠笑到眼泪都出来了，要不买大点的？一个敢说一个敢听，黎希暖买了一盒整个架子上最大码数的，还附带了一盒别的。祝悠悠劝道，暖暖，这个就不用了吧，我怕你作死。黎希暖没有听，谁知道呢，拿着先呗，说不定用得上呢。他也不劝了，别的男人的事他怎么会懂呢？那行，祝你好运。2人到云公馆的时候，屋内已经坐满了人，萧娇的父母、萧寒，还有那个根成落雅有绯闻的萧敏，云家大房的人都在。华玲上前一手牵一个人，回来了，开饭吧。众人落座，祝悠悠坐在云子金的位子上。云子金不在，她是云家的家主夫人，理应坐在主位上，黎希暖挨着华玲坐。大房的老太太看着主位上的人，一脸的尖酸刻薄，一点规矩都不懂，长辈都没坐主位，你一个小丫头。华玲手里的筷子啪一声的拍在桌子上，你又是什么规矩，在主家的桌上对主母指手画脚？云卓冷眼，今天是小辈的好日子，紫金不在，悠悠能来已经给足了脸面，这顿饭能吃就吃，不能吃就送客。祝悠悠倒是吃得香，反正跟他没有关系。萧家人的脸色都不好看，特别是萧寒，觉得他的宝贝女儿在云家不受重视。一顿饭吃下来，大房的人都不敢再去惹祝悠悠。饭后，祝悠悠从包里掏出提前准备好的红色礼物盒，三爷不在，这是我们夫妻的一点心意，祝你们新婚快乐。见盒子上的牌子，萧娇接过，漫不经心地说了句谢谢祝小姐。华玲从楼上下来，手里捧着个首饰盒，听到这句话，
吩咐身边的云晶上楼去换一样。萧娇，你跟轩泽是夫妻，按辈分，你得喊悠悠一声小婶婶，就是叫不习惯，也得称呼一声家主夫人。萧娇轻笑，二叔婆，小叔叔不是还没结婚吗？祝悠悠拦下华玲，没关系，妈妈，一个称呼而已，萧小姐想怎么叫都可以。爸妈，如果没什么事，那我跟暖暖先走了。萧娇盯着祝悠悠的眸子里带着嫉妒和恨意，被旁边的华玲尽收眼底。云晶取了盒子递给他，华玲突然就连这不值钱的玩意都不想给他了。见女儿离开，萧寒也跟着告辞。他看着萧敏，后者点点头。停车场内，祝悠悠刚准备上车，悠悠，我的司机临时有事，你方便送我吗？听见萧寒的声音，黎希暖也降下车窗。悠悠，这是？祝悠悠拧唇，暖暖，你先回去吧。上车吧。车子离开云公馆很远后，确定没有车跟着，萧寒才开口，悠悠，你在云家好不好？如果不好，爸爸倾家荡产也会让你跟他离婚。祝悠悠认真开车，很好，云家的人都对我很好，你刚刚不是看到了吗？我婆婆很维护我。萧叔叔，这是我的自己选择的生活，云子晶很好，她值得。第94章，我以为你需要加时。萧娇坐在云轩泽的车上，打开华玲送的礼物，一脸嫌弃，你们云家还真是小气，就这一条100万的项链就打发了我。云轩泽看了一眼，没看懂。二叔公已经提前送了栋别墅，可能是佣人拿错了，你要是不满意，我再送你别的。为了子公司副总裁的位置，他现在不能让人挑出他什么错。萧娇嫌弃的扔在后座，你还真是没用，怎么说你也是云家的小少爷。不过这祝悠悠送的东西倒是我喜欢的大牌子，就是不知道他的眼光，这是什么？云轩泽急刹车停在路边，夺过萧娇手里的盒子，看见里面那瓶加时喷雾和小号的套，脸都绿了。祝悠悠，萧娇别有深意的看着云轩泽，不是吧？看着还行，怎么？你那里不行？云轩泽夺过他手里的东西，往车窗外扔。我行不行？等下你就知道了，老婆。俩人回到云卓送的小别墅，男人的西裤领带和女人的裙子先后掉在楼梯上。大床上的俩人刚进入状态，云轩泽的手机就响了。萧娇冷哼，你养的小三给你电话，不接一下？菲儿不是小三。云轩泽在犹豫接不接，不接，菲儿会胡思乱想，接了的话，操，萧娇，你真骚。床头柜的电话一直响一直响，俩人都没有搭理，甚至萧娇有好几次都想接通，被云轩泽阻止，别闹，菲儿怀孕了，孩子不能有什么三长两短。许久，电话声终于停了下来，大床上的人也停了下来。萧娇一脸娇羞地靠在云轩泽的怀里，没想到你看起来那么弱，做起来还真不错。云轩泽手指间夹支烟，看着床单上那一抹红，捏着萧娇的下颚，补的。萧娇有那么一瞬间慌张，你胡说八道什么？我刚刚很疼的。云轩泽轻笑，是吗？但你的表情和反应告诉我，你经验丰富啊。不过这也不重要，毕竟我没什么私烟情节，扯平了。萧娇搂着他的脖子，那你不爽？爽。萧娇跟菲儿是不一样的两种人，菲儿娇娇弱弱的，一看就是那种需要人保护的女孩，而萧娇张狂又开放，给了她一种从来都没有的体验。云轩泽翻身下床，我去打个电话，一会再来弄死你。他拿着手机刚离开，萧娇就对着自己脖子上的痕迹和床单上的痕迹拍了张照片发给了孙静飞。微信是他主动加自己的，他打个招呼，不过分吧？虽然他看不上云轩泽这种一无是处的人，但是不否认云轩泽功夫还不错。云轩泽听着那头的人一直哭，心里无比烦躁，三两句把人打发了就挂了电话。孙静飞看见萧娇发来的照片，气到面容扭曲，祝悠悠，都是你这个贱人，我要让你死。此时被人莫名其妙惦记上的祝悠悠正躺在床上敷面膜，跟远在华盛顿的云子晶视频通话。听见他送了人家那种东西，云子晶又气又无奈，老婆，这种东西只能买给我用，他都没给他买过，就给别人买，你用你就不用了吧，他都可以一夜了，还用，他还活不活了？云子晶一看他的表情就知道他又想歪了。老婆，我说的是套，你想哪里去了？我以为你需要加时。云子晶直接被气笑，看来是我走的时候不够努力，让老婆对我的时间有所怀疑。美国那边是中午，祝悠悠问，你今天有没有乖乖吃饭？有，木山订的餐，不信你问他。正在收拾没吃2口的午饭，木山手一顿，三爷，您还要不要吃点？云子晶瞪他，无声说了一句，滚出去。祝悠悠耳尖听见，是不是没胃口？有点，老婆，
我想你想的都睡不着觉，吃不下饭了。祝悠悠笑得面膜都要掉下来了。我睡得挺好的，吃的也香。你什么时候回来啊？云子金挑眉，想我？有点，不过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太早回来了。你一回来，我都没觉睡。云子金眉宇间都是宠溺。好，那你多睡，等我回去2天2夜不用睡。祝悠悠脸上的面膜掉了下来。你要不还是别回来了，我一个人在家挺好。门敲响，木山脸色难看，匆匆进来。三爷，老婆，有急事要处理，你乖，不能熬夜，早点睡。睡不着就让西暖到庄园陪你一块住。云子金匆匆挂了电话。木山等他挂了电话才敢开口。三爷，云小姐出事了。一连1个礼拜，云彤都在跟曾海的人周旋。10年前那件事后，曾海害怕云家秋后算账，连夜转移资产，可以说是断尾离开。云子金从抽屉里拿出一把短枪，带上人，分2队，我去跟他谈判，你带人去救云彤。不行，三爷，曾海的目标肯定是你。云子金冷笑，你觉得我还是10年前那个任由他宰割的少年？车子离目的地只有几公里的时候，云子金拿起手机给祝悠悠发了个信息。老婆，我这段时间比较忙，没有回信息，没有接电话，你都不要生气。等我回去，我跪榴莲好不好？老婆，我很爱你。手机关机，云子金捏紧手里的枪。曾海，10年了，终于再见。华盛顿的一栋小别墅里，云彤脸上带着伤，衣裙破碎，但他的眼神里没有任何的害怕和惊恐，只是死死地看着面前这个一脸猥琐的男人。长得不错，有几分姿色，就是比起云子金还差了那么一点。我说的对不对啊，云彤小姐？曾海靠近，云彤，呸了一声，你就这种癞蛤蟆，也配觊觎我堂弟？镜子没有总有尿吧，照一照你那张令人作呕的脸。曾海狠狠一脚踹到云彤的肚子里。10年偷偷摸摸的生活，东躲西藏，曾海也不是以前那个只能顾保镖的了，打人他也会。听说云子金娶了个小娇妻，不知道他玩起来怎么样。第95章受伤。云彤冷笑，曾海，被追杀了10年的滋味怎么样？子金有意放过你，你却不知死活。曾海蹲下，捏着云彤的脸，追杀我10年，我都没死得掉，云子金还是跟10年前一样，被我玩得团团转。云彤大笑，我真替那些因你死去的手下感到可悲，那么多的替身都死了，连自己的枕边人都坑害，我堂弟确实手段不如你，起码他多的是人愿意护他周全。一想起陪了他8年的人就那样死了，曾海气得面容扭曲。云子金的车一靠近别墅区，曾海的手下就打来电话，海哥，人出现了。曾海甩开云彤，把人拖去顶楼。云子金要是敢有任何反抗，就把他从顶楼扔下去。云子金独自一人下车，曾海的人带着枪冲了出来。10年未见，曾海已经40多岁了，再次对上云子金那张脸，他依旧那么激动。云三少爷，10年不见了吧？啊不，现在应该叫你云三爷或者云家主。云子金点了根烟，冷漠的眸底杀意翻涌，想动他的宝贝，不自量力。刚刚他跟云彤的话他都听见了，云彤的耳后有一块与皮肤完全贴合的窃听器。曾海还是心大，只让人搜身，没用机器检测。你最好别叫，我想吐。别浪费我的时间了，说你的条件吧。曾海上前2步，我的条件10年前就告诉你了，你比10年前长得还带劲。云家主在我身下，承欢，想想就兴奋。云子金脸色没有任何的变化，只是抽完烟把烟头弹飞出去。下一秒，顶楼发生了爆炸，曾海压着云彤的那些保镖被炸飞。曾海脸色骤变，什么情况？快让人去看看。云子金，这是我的地盘，你今天是不可能完好无损的走出这里。云子金嗤笑一声，一步一步的走到他面前，跟他对视，那就试试。曾海从背后掏出枪对准他，还没来得及扣扳机，身边的下属1个2个接连倒地，而云子金一直都双手插兜的站在他面前。曾海，是你自己要出现在我面前的。曾海大笑，哈哈哈哈，你以为就你会做2手准备？子弹破空而来，云子金迅速躲开。别墅内外同时冲出2批人，刀枪声响起。曾海的枪对着上空，大吼，抓住做云子金的，老子给他5000万美刀。刹那间，几乎所有人朝云子金一拥而上。10几辆黑车飞来，车内的人提着家伙挡在云子金面前。曾海人虽多，但云子金的人一看就是练家子。木山去而复返，跟云子金肩并肩，爷，云小姐安全了。通知兄弟们撤，把这栋别墅给我炸了。木山亲自去引爆，一个红点出现在他黑色衣服上，格外明显。
木山点燃导火线起身的时候，子弹破空而来，云子金猛地扑过来扯开他，子弹没入云子金的后背。木山几乎是同一时间掏枪击毙了远处的狙击手。三爷，走，先回去。云子金的额头上都是汗，伤口的位置血液不断翻涌。木山连忙联系医生，云子金的情况不太好，子弹不会致命，但失血过多会。而且云子金有凝血功能障碍。等在另外一辆车上的云童看见云子金的飞快驶过，吩咐司机开车。而远在华国的祝悠悠从睡梦中惊醒，他捂着心口，后背一阵冷汗，拉亮床头柜的灯。祝悠悠摸过手机打开时，看见1个小时前云子金发来的短信，他的心跳得厉害，很是不安。打回电话的时候是木山接的，喂，夫人。现在华国已经是深夜，夫人突然打电话来，他整个人都要崩溃了。偏偏三爷进手术室之前交代，一定要接夫人的电话，还不能告诉夫人他受伤的事。木山，三爷呢？木山看着亮红灯手术室，夫人，爷在开会，对方比较谨慎，爷没办法带手机进去。祝悠悠悬着的心松了下来，不知道是不是突然被惊醒的原因，心一直很慌。他索性起身下楼，想去倒杯热水。楼下守夜的人连忙开灯，太太，您怎么醒了？我下来倒杯水。佣人给祝悠悠倒了杯水，问他要不要吃点东西。祝悠悠摆手，你去休息吧，不用管我，也不用守着了。他走到院子里坐下，帝都入秋了，夜里还是比较凉。涂青走到祝悠悠不远处站着，祝悠悠抬头看着天开口，涂青，你知道三爷这次去美国办什么事吗？听到名字被喊，涂青愣了2秒上前，夫人，属下不知道。知道了也不能说。祝悠悠觉得自己跟涂青是真的聊不来，干脆起身回屋。同样睡不着了，还有别人。枫林公寓，白灵鹤看着怀里熟睡的人，气笑，聊了会，然后自己舒舒服服睡觉的小坏蛋。可是他能怎么办？宠着呗。几个小时前他还在公司加班，收到黎希暖信息说他今晚回枫林公寓住，他都顾不得手上别的，拿起手机和车钥匙离开公司。回到公寓也没有先回自己住的地方，而是直奔楼上。门铃响的时候，黎希暖刚洗完澡，一身蓝色的冰丝睡袍，发尾滴着水浸湿了胸前的布料。白灵鹤觉得自己应该挪开眼睛的，可是那该死的眼睛就像是被粘住一样，动都动不了。黎希暖先开口打破僵局，你刚下班回来吗？那你要进来还是要回家？白灵鹤的喉结上下滚动，小丫头知不知道他在说什么？她知不知道自己现在有多诱人犯罪？白灵鹤纠结许久，决定遵从内心。入秋了，怎么洗完头发不擦干？他拉着她进屋，轻车熟路地找到毛巾和吹风机。本以为自己还能忍得住，可当黎希暖躺在自己的腿上时，乱了，全乱了。他的领口开了，他的呼吸，他的脑子，他的自控力。白灵鹤完全没想到黎希暖会是故意的，只当是小姑娘心大。可是偏偏心大还不老实。第96章，解释一下，老婆。脑袋枕着的位置实在硌得头疼，黎希暖几分钟就要挪一下位置。白灵鹤拿着吹风机给他吹头发的手一直都在抖。黎希暖其实也很紧张，虽然不是第一次感受到他的变化，但这一次他是有目的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准备功课他也做了。成年人不能太老实。白叔，我今天陪我小舅妈去超市给云轩泽买新婚礼物，你知道他买了什么吗？白灵鹤的脑子已经运转不动了，愣了好几秒才出声回应。什么？就那个套啊，他选了小号的，说云轩泽看起来那么弱，用不上大号了。白灵鹤愣了一下，轻笑出声，被你小舅舅知道，你们都完了。黎希暖仰起头看他，风光侧漏的厉害。白叔，你用哪个号？白灵鹤的手一抖，手里的吹风机差点砸在他的脑袋上。他连忙把吹风机放在一旁，抱起他坐在自己的怀里，拉好他的衣服。小娇宝，这种话是可以轻易问出口的吗？黎希暖拽着他的领带，扯开。我没有很轻易问啊，我想了好久才问。白叔，男女朋友又不是只能亲亲。白灵鹤笑了，被气笑。他从来没有想过，连他明着告白都听不懂的小姑娘，居然想到这些东西上面去。白灵鹤越是不说话，黎希暖撩得越厉害。白叔，你的心跳好快啊。他哑声开口，叫阿鹤。黎希暖搂住他的脖子，阿鹤，要亲亲。红唇印了上去，几天未见的思念化作热吻。他吮吸辗转，在他仰头的时候，他吻得更凶了，抱起他往楼上的房间走去。白灵鹤不是第一次进他的房间，也不是第一次在他的房间亲他，但第一次在他的公主床上亲他。
他的纠缠已经刺激到白灵鹤毫无理智。蓝色的真丝睡裙几乎被扯开，娇软被掌控。离心暖的娇嗔从唇角溢出。等等，被中途打断，白灵鹤的眼角泛红。别怕，我不会做别的，就这样，我不会伤害你。离心暖撇开头，伸手要去拉床头柜，白灵鹤长臂一伸，拉开柜子，眸子骤缩。暖暖，你这是？离心暖爬过去，把东西拿到他面前，脸颊羞红。我觉得我们会用到，就买了。白灵鹤又气又想笑。你倒是对我的挺了解啊，号没买错。离心暖沾沾自喜，被夸奖了。他手里把玩着黑金色的小盒子，俯身贴在他的耳边。这个要不要解释一下？老婆，老婆，他喊什么东西？你别乱叫，我不是你老婆。我老婆。他擒住他的红唇，用鼻尖贴在他鼻尖。现在可以解释一下，这个是什么？离心暖翻到背面说明那里，就是加时间的，我看悠悠给云轩泽买的，我觉得你可以用得上。笑了，彻底被气笑。白灵鹤觉得他有必要证明一下，这种东西也只有云轩泽那种扶不上墙的烂泥才需要用。他三分投篮，把盒子丢进垃圾桶里，另外一盒放回抽屉里，合上。离心暖眸子睁亮，你干嘛扔了？你不用。不行，悠悠说要用，不然会有孩子，我还不想当妈。白灵鹤抱着他翻了个身，伸手去按床头柜那个灯光控制器。卧室内一片漆黑，金属扣解开的声音无限放大。离心暖紧张到抠自己的手心，啊哼，被他吻得晕头转向，有点缺氧。他拉着他的手，小笨蛋，我们暂时还用不上这个东西，留着下次用。现在先告诉你，我不需要。加是减。他咬牙切齿的样子，离心暖有点瑟瑟发抖。被他抱着去浴室，又被他抱出来放在沙发上，看着他围着浴巾换床单的时候，低着头一直盯着自己的手心。这……白灵鹤换完床单的时候，发现沙发上的人已经睡着了。他把人放进被窝里，去衣帽间找了一件正常到不能再正常的睡裙给他换上，然后抱着他盖上粉色的被子。这是他们确定恋爱关系以来他第一次留在这里，自从他搬到他楼下住，从来都没有留宿过。他怕自己控制不住，可终究还是越界了。他低头吻了吻他的眉心，心里盘算着要怎么样才能尽快结婚。华盛顿，云子金做完手术，后人还在昏睡，木山一直守着不敢离开。曾海跑了，虽然没出华盛顿，但不能保证他会不会趁机潜入医院。他不能大意。一直到晚上8点，云子金才醒了过来。他哑声问：夫人有给我打过电话吗？自从他不在家，祝悠悠起得很好，每天到饭点都会叮嘱他吃饭。现在早就过饭点了。木山把手机递给他，夫人3点钟的时候打过一次电话，属下告诉他您在开会，不方便接电话。云子金看看头，打开庄园的监控，看见佣人正在准备早餐。曾海呢？木山低头，还在找。让家里的人守住了，不许让任何有异常的人接近夫人。祝悠悠刚换好衣服，化了个淡妆，云子金的电话打了进来。老婆，起床了吗？他的嗓音有些哑，不过祝悠悠没有多想，以为是他开了长时间的会导致的。在化妆。刚开完会吗？云子金看了一眼木山，挥手让他出去。刚忙完，对不起老婆。祝悠悠手里的唇又一顿，快速涂完，抿了一下唇。干嘛突然道歉？开会没有接到电话，很正常。木山说过他是3点打电话来了，那个是你的华国，是深夜。他道歉是因为木山骗了他，只是受伤的事，回国再说。怎么半夜起来，做噩梦了吗？祝悠悠起身下楼，不是，就是突然觉得胸口有点不舒服，所以就醒了。不舒服？我让医生过去。云子金眉心紧拧，喊来木山叫医生到家里去。不用，我已经没事了。可能是昨晚去老宅看见不想看见的人，有点后劲。云子金还是不放心，以后老宅喊就不要去了，我会跟爸妈说。祝悠悠今天要去孙氏集团，身上穿的是西装裙，踩着家居鞋下楼坐在餐桌上。不用，我能应付，你安心处理国外的事情。对了，孙氏集团的股份多数都收回来了，我打算分一半给暖暖。云子金轻笑，好，你决定就行，这些事让齐谦去做，打人的事就吩咐涂青。站在门口的涂青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安排成打手了。我知道了，你什么时候回来？云子金反手去摸自己后背的伤口，大概还要1周。老婆，我好想你。昏迷之前是真的想，他不怕死，但怕自己死了他会哭。
第97章，他都不是我爸，你算什么东西？祝悠悠就当他是真的想自己了。我也想你，那你快点回来吧。他慢慢悠悠的吃早餐，又跟云子京聊了10几分钟后才离开庄园。孙氏集团的大会议室里，只有谢小思和孙静飞和几个老股东在。这几个云子京之所以没要他们的股份，是因为他们是跟着祝景成立公司的，他给几分面子。会议室的玻璃门被涂青推开，祝悠悠身后跟着云子京的特助。抱歉各位伯伯，我来晚了。他随意的拉开椅子坐下，至于为什么不坐主位，因为那是孙正东坐过的位置，他嫌脏。齐特助，麻烦你把合同给我几位伯伯。几人接过合同，不明白的看着祝悠悠。悠悠啊，这是什么意思？祝悠悠轻笑，各位伯伯，大家都知道我自己有一个工作室，做的是非遗服饰的制作，而制作的布料多数都是孙氏有的。我跟我妈妈商量过了，公司会在下个月开始跟我的工作室合并，作为我工作室的布料供应链，当然工厂的布料对外出售依旧保持。谢小思一听，冷声说道，你凭什么一个人做主了？公司我们也有份。只是在场的人没有一个愿意理他。其实一个董事开口问，悠悠，我只想问，公司以后是在谁的名下？祝悠悠说，我的，不过对外宣称为云林国际的子公司。诸位伯伯知道的，我不会管公司，三爷的人会替我管。几人毫不犹豫签下合同，既然是祝总的意思，又有三爷坐镇，我们信你。很快屋内只剩下谢小思母女和祝悠悠三人。谢小思问，祝悠悠，我再怎么说也是你继母，这个公司我也有份。孙静飞连忙附和，就是我姓孙，公司也姓孙。祝悠悠慵懒靠在椅子上，继母？孙正东都不是我爸，你又算是什么东西？还有，你姓孙，公司不姓孙，他从头到尾都姓祝。母女俩听完祝悠悠的话，明显愣住，她不是孙正东女儿。孙静飞第一个反应过来，挺着微微隆起的小腹站起身，既然你不是爸爸的女儿，那你就没有资格要他的公司和房子，把别墅和股份交出来，我不曝光你的身份。祝悠悠笑得直不起腰，孙静飞，怪不得会被人抢了老公，就你这个脑子，你妈生你的时候肯定跟胎盘替换了。他站起身跟他对视，要我说几次，公司是我妈妈出资的，在他们离婚之前，所有的合同上签的都是我妈妈祝景的名字。过往的事情不说，现在公司70%的股份都在我手里，不是我的，难道是你的？谢小思摇摇头，不可能，你爸也有25%。祝悠悠嗤笑一声，他难道没有告诉你，他手里的股份已经卖了吗？哦对了，我忘了，他告诉不了你，他还在牢里踩缝纫机呢。祝悠悠坐会椅子上，谢小思，给你5分钟考虑，7%的股份，市场价我回收了，或者烂在手里。最后4个字颇有云子京的语气。齐谦没忍住笑出声，连忙把合同放在谢小思的面前。他犹豫不决时，又听祝悠悠说，你儿子出生大把花钱的地方，我给你个建议，跟孙正东离婚，带着你肚子里的孩子离开帝都，卖股份的几百万足够你吃喝养孩子。不离？哼，那你儿子以后就有一个有案底的父亲。祝悠悠觉得时间差不多了，站起身。哦对了，温馨提示一下，孙氏得还白氏集团5000万的违约金，这笔钱孙正东来出。一听5000万，谢小思连忙签字。孙静飞瞪大眼睛，妈，你怎么可以卖了？不卖还有每个月的分红，卖了什么都没了。谢小思瞪他，你别管，不卖，不卖，你要替你爸还5000万的债吗？你跟宣泽到底什么时候结婚？拿着合同准备往外走的祝悠悠听到这话，回头，孙静飞，你没有告诉你妈，云宣泽已经结婚了吗？他娶了港城萧家的大小姐，听说港城那边已经在准备婚礼了。他没有诓他们，是萧寒告诉他的，萧家的规矩，不管是嫁出去还是娶进门的，都必须在港城摆酒。而云宣泽两人的婚礼已经定下了11月1日。孙静飞气得眼睛红，捂住自己的肚子，跌坐在椅子上。谢小思一脸震惊，他说的是真的？菲儿，你告诉妈，云宣泽是不是结婚了？孙静飞流着泪点点头。他怎么这样？你还怀着他的孩子？孙静飞边哭边说，妈，他说他不爱那个女人，他只爱我的。他一边哭一边骗自己，可是那个女人发来他们做那事的照片，还有录音。祝悠悠拿到合同，就让人召集所有人到公司的前台处。孙氏集团说大不大，说小不小，3层楼，100来个人。从今天明天，公司休假1周。所有人互相对视，眼底全是复杂的情绪，没有说倒闭，也没说要辞退他们。有人举手提问，休假是带薪的，还是回来以后公司就倒闭，没钱发工资，所以说休假？一瞬间，人群里沸腾起来。
祝悠悠抬手示意：“我是祝悠悠，公司以后会并入我的工作室。琉璃阁这个非遗服装定制，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公司的所有运营部门照旧，只不过会增加一个设计部。1周后会有一次大的岗位调动，接受的可以留，不接受的按 N+1赔付。麻烦大家重新准备好简历，1周后交上来。”祝悠悠说完，大部分人都沉默，只有一个人一脸不爽：“凭什么你说调整就调整？你一个大小姐会管理公司？你想让所有人都跟着你喝西北风？”谢小晶，他倒是把这个人忘了，关系户啊，他最讨厌。祝悠悠本来就比他高10公分，又穿着高跟鞋，看着他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你一会去人事部领工资，不用来了。我的地盘不需要靠身体工作的员工。第98章，我保证你只被打得半死。众人议论纷纷，谢小晶瞪大眼睛吼他：“凭什么？我堂姐是这家公司的股东，你没资格辞退我。”谢小思正好跟孙静飞从电梯出来，祝悠悠指着他：“你说他吗？真不好意思啊，他的股份在这里。”谢小静跑到他面前，抓着他的手：“堂姐，他说的是真的吗？你怎么可以股份卖了？”谢小思甩开他的手，一巴掌甩在他的脸上：“我为什么不能卖？谢小静，你喊我堂姐，你当我是你堂姐吗？”谢小思看着面前这个从小疼到大的堂妹，一脸失望：“我让你帮我看着我老公，你居然爬上我老公的床，以后别叫我堂姐。”谢小静跌坐在地上，瞪着谢小思尖叫：“你打我！谢小思，你这个贱人，你忘了你爸妈死了以后是谁给你一口饭吃吗？你居然敢打我！”谢小思没有理他，扯着孙静飞往外走。这一巴掌和一个男人换叔叔婶婶一家对他以前的照顾。祝悠悠吩咐人事部的人给他办离之后，把人赶走。处理完事情后，他又去了琉璃阁，把琉璃阁的所有设计师都要搬到公司那边去的消息告诉他们。工作室会改成门店，预定、试款、看布料都还是在这里。黎希暖姗姗来迟，见祝悠悠一身西装裙，大方利落，指挥起来有女总裁的味道。祝总，以后可不可以包养我？祝悠悠点了点他的脖子。那你是不是先跟外面的野男人断绝关系，以后才让我包养你？他小声开口。怎么样，昨晚用了吗？黎希暖靠在他的肩膀上，别提了，他扔垃圾桶里了，今天别叫我画画，手没力气。祝悠悠笑出了声，不是吧，我闺蜜有钱有后，白灵鹤那么不识趣，开车居然开手动挡的。黎希暖捂住他的嘴，你跟我小舅舅结婚后就变坏了。祝悠悠拉下他的手，抽出湿纸巾给他擦掌心里的口红印。这不是你跟我一起看的那本书吗？还是你推荐给我看的？别跟我说你不懂。他是不是把那个黑金色的扔掉了？黎希暖瘫坐在沙发上，捏了捏手腕。对啊，他还说他要证明一下自己不需要。不过另外一盒他没扔，他说以后再用。黎希暖坐直身体，小脸羞红，对祝悠悠勾了勾手。他说买对号了，可是我觉得买小了，而且你说我们要是那啥，我会不会裂开？黎希暖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祝悠悠彻底憋不住了，趴在他肩膀上笑到岔气。不知道白灵鹤知道他把这种事告诉他，会不会气晕过去？祝悠悠也忽略了，如果让云子晶知道他们俩在一起议论对方的，晕过去的肯定是祝悠悠。黎希暖神秘兮兮的贴在祝悠悠耳边问，下一秒祝悠悠破防，小脸通红。暖暖，这句话你最好别问你男朋友，要不然你死定了。我的妈呀，她闺蜜魔怔了吧，居然问她小舅舅和白灵鹤，这是能比的吗？还有，这是能问的吗？她又没看过白灵鹤，她怎么知道？被议论的两个男主角正在通电话，白灵鹤问云子晶怎么样提亲不会被打死。云子晶趴在病床上，伤口在肩胛骨上，为了能早点愈合，他老是不动。你让希暖去提，我保证你只会被打半死。白灵鹤一脸愁容，你别开玩笑了，我说真的，小姑娘要是天天这样勾引她肯定忍不住。电话那头的云子晶安静了几秒，你让你妈去跟我姐说，看我姐什么意思。我姐知道你们俩谈恋爱的事。白灵鹤明白了，为什么小姑娘前几天被管得严严实实的，还回家去住了。行，那我让我妈去探探路。你什么时候回来？还顺利吗？云子晶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挨枪子了，过一段时间才回。受伤了？严重吗？白灵鹤当即就要叫助理去订机票，被云子晶劝住，不用来，不严重，在肩膀上。你有空多盯着两个小丫头，曾海跑了，我怕他会趁机回帝都。白灵鹤说知道了，又跟他聊了几句孙氏集团合作的事情后就挂了电话。他给白夫人打了个电话，电话那头的人很久才接通。稀奇啊，白总居然给我打电话。
白灵鹤捏了捏眉心，妈，我有事找你。白妈妈嗤笑，有事就喊我妈，没事就喊我白夫人，真出息。张婉在打麻将，脸上是白灵鹤习以为常的嫌弃。张女士当年怀孕的时候都说酸儿辣女，她以为自己那么爱吃辣，应该是个女儿，没想到生出来是个儿子。加上她生产的时候遭了老大罪，白灵鹤的爸爸白旭凯当时就做了结扎，导致她的女儿梦破碎。妈，我晚上回家吃饭。张婉把手里的牌丢了出去，尤少爷，您还记得自己有个家呢？白灵鹤对张婉的阴阳怪气早就习惯了，他家里就是典型的爸妈是真爱，儿子是意外。妈，我想让你跟爸帮我去我女朋友的家里提亲。张婉那头愣了一下，让打牌的小姐妹停下来。少爷，你嘴瓢了还是我耳朵失灵了？你刚刚说什么？再说一次。白灵鹤耐着性子再说一次，我谈恋爱了，想让你跟爸一起去帮我提亲。张婉这下听清楚了，谁家的姑娘我认识。认识，所以才让你们去。我要去开会了，今晚回家告诉你。他匆匆挂了电话，再不挂他妈就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了。张婉打发了打麻将的小姐妹离开，然后给在派出所的白副局长打电话。隔天还在睡梦中的黎希暖被一通电话吵醒，来自亲妈的河东狮吼：黎希暖，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怀孕了？黎希暖一脸懵逼，瞌睡都被他妈吓跑了。妈妈，你在说什么东西啊？我跟谁怀孕啊？她怎么怀孕啊？隔空吗？还是亲亲就能怀？你没怀孕？那白家为什么上门来商量你跟林鹤的婚事？黎希暖从床上跳起来，我的婚事？云子宁没好气地说道，不是你的，难道还是我的？赶紧滚回来，你爸爸生气了。第99章，你老公让我喊的。黎希暖连忙掀开被子下床洗漱，刚拉开门就看见祝悠悠站在门口准备敲门。昨天白灵鹤说他要回白家一趟，正好他也不想一个人待在公寓里，就跟祝悠悠回了庄园。黎希暖搂住他的手臂哭唧唧，小舅妈，你救救我，我爸爸要打死我了。祝悠悠低笑出声，拨弄了一下他乱糟糟的头发。哪有那么严重，你爸爸就是把白灵鹤打死也不舍得打你一下。祝悠悠拉着他下楼吃早餐。你怎么知道跟他有关？黎希暖咬了一大口三明治，一副吃饱了才能抗揍的模样。祝悠悠真是被他惹笑，你男朋友昨天晚上就给我打过电话，让我今天去救场了，怕你知道了失眠，所以没有告诉你。黎希暖，那你们还真是为我着想。两人开一辆车往黎家的别墅去，祝悠悠挡在缩着脖子的黎希暖面前，唇角带笑，甜甜喊人：姐姐、姐夫、白伯伯、白伯母。黎希暖抬头起，想喊人的称呼僵在嘴边，他应该喊什么？白爷爷、白奶奶？完了，乱套了。张婉看出他的窘迫，出声解围：暖暖，到伯母这里来。祝悠悠冲他使了个眼色，自己在云子宁身边坐下。黎希暖在张婉身边坐下，看着脸色不太好的父亲，小声喊了句：爸爸妈妈。他偷偷歪头看了一眼侧边沙发的男人，瞪了他一眼，谁知道他就那样笑出了声。张婉踢他：笑什么？要说什么赶紧说，我一会还要带暖暖去商场呢。随后他又对祝悠悠说：悠悠，你忙不忙？不忙咱们一起去。祝悠悠低笑：不忙，伯母要去买什么？我打电话让人先清场。帝都许多商场都是云林国际旗下的，祝悠悠是云家的家主夫人，清个场而已，哪怕是暂停营业也没有人敢说什么。不用不用，咱一会去转转，喜欢什么买什么。白灵鹤站起身，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要娶黎希暖的话重新说了一遍。黎叔，我想娶暖暖不是一时兴起的，我从暖暖成年之前就喜欢她了，我一直洁身自好，身边也没有过任何女人。黎照抬手示意他停下，起身对低着头的女儿说：暖暖，来书房。爸爸好严肃。黎希暖有些害怕，但还是硬着头皮跟在黎照的身后。白灵鹤下意识要跟上，被云子宁喊住：灵鹤，你坐下吧，别担心。阿照不舍得对他说重话的，让他们父女聊一聊。云子宁笑着说：以前你都是跟子金一起喊我姐的，想起来以后要喊我妈，我现在有点体会到景儿当时的心情了。祝悠悠莫名被戳中笑点，随后听见张婉问：悠悠，你妈妈当时听见你跟子金结婚的时候是什么反应？祝悠悠喝了口水：我妈妈说让她缓缓。白灵鹤低笑，安静地坐在旁边听他们谈自己跟黎希暖的事。祝悠悠作为长辈，话语权还不低。云子宁提到云子金，白灵鹤插了句：他才不会因为我喊他小舅舅就怎么样，上个月才坑了我2000万，小舅妈你管管。祝悠悠脑子懵了一下，闺蜜喊她小舅妈她还觉得好玩，这
见祝悠悠愣神，白灵鹤笑道：“这是你老公让我喊的，小舅妈，为了我能娶老婆，你多担待。”祝悠悠假笑了一下，喝了口水掩饰自己的尴尬。没事，他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但问题就是，全场的人也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劲。云子宁拍了拍他的手：“悠悠，你是要习惯？你看我跟你妈，我喊她亲家奶奶，她都给我转红包。”谈笑间，黎熙暖挽着黎照的手从楼上下来，黎照嫌弃地推开他：“赶紧走，再不走，我怕自己会忍不住打你。”祝悠悠见状站起身，把黎熙暖拉到自己的身边。张婉跟云子宁也默契地拿包，带着2个小姑娘出门。他们是几十年的好友了，有些话只需要一个眼神。白灵鹤有些拘谨，倒是黎照跟白旭凯一边喝茶一边聊。突然被点名的白灵鹤下意识站起身：“坐下，我是会吃人还是怎么样？以前你跟紫金来蹭饭的时候没见你怕。”白灵鹤低笑，接过黎照递过来的茶杯：“以前我喊你姐夫，以后我要喊你爸。”黎照的表情突然严肃，也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在商场逛街的云子宁告诉女儿：“你爸爸说你跟林鹤的婚事定下来了，过完年先订婚，至于什么时候结婚，你自己看着办。不过别在结婚之前给我跟你爸整出个外孙来就行。”几人正在商场的珠宝店里挑首饰。张婉说是见面礼，一定要买的。白旭凯是帝都公安局的副局长，没什么钱，但张婉不一样，大家都知道帝都有很多高档美容院都是张婉的，那是他结婚之前就已经经营的产业。加上白灵鹤是白氏集团的总裁，他今天所有的消费刷的都是儿子给的卡。阿宁，我都没有想到我家少爷居然喜欢暖暖那么多年。你知道他昨晚回家跟我说让我跟他爸上离家提亲的时候，我差点打电话喊120送他去查一下脑子。云子宁还好，有弟弟提前打的预防针，没有那么惊讶。是灵鹤，我也放心。暖暖被我跟他爸纵坏了，脾气差。阿婉，往后他嫁进你家，你多担待，管不来就喊我，我打他。张婉笑着说：“哪有那么严重，我疼他都来不及。阿赫身边从来没有女人，连恋爱都没有谈过，我跟他爸都以为我们家可能会多一个儿子，没想到臭小子藏着掖着这么多年，真是辛苦。”张婉给黎熙暖买了11套高定首饰，就连祝悠悠也有2套。祝悠悠想拒绝都没有用，反正黎熙暖结婚他也要送东西的，回家再看看有什么贵的都给他，大不了多给几套别墅，以后吵架了有地方可以一起住。1周后的夜里，祝悠悠的房门被缓缓推开。许是习惯有云子金在身边，他不在的这段时间里，祝悠悠每天晚上都睡得不安稳。门刚被推开，他就醒了，攥紧被子，不动声色地去按床头柜上的警报铃。第100章，云子金，你过分了。云子金还没摸黑走到床边，庄园里的警报声就响起了。祝悠悠怕惊到来人，只是暗亮的床头灯。云子金愣了一下，轻笑出声。他都没有想到自己半个月多不在家，小狐狸的反应居然这么快。不错，警惕性高是好事，只是小姑娘想多了，这里是她的地盘，甚至每个角落的暗处都安排了保镖守着她。祝悠悠也是呆滞几秒，没有想到居然是他。他掀开被子下床，跳进他的怀里。你怎么回来了也不提前说一声？云子金抱紧他的腿，祝悠悠圈住他的脖子，男人顺势而为吻上他的唇。忙完就回来了，只是没想到还是吵醒你了，早知道我就到隔壁房间睡地板。祝悠悠蹭着他的脖子，没有吵醒我，本来也没有睡得很熟。楼下传来声音，祝悠悠才想起自己按了警报。你快放我下来，一会有人上来了。云子金把他放回床上，不会有人上来，木山在楼下。他轻啄他的红唇，我去洗个澡先。祝悠悠搂紧他的脖子，不愿意松手。乖，一会来陪你。你都不带我一起去洗吗？不对劲，很不对劲。平时他洗澡，他都巴不得挤进来一起洗的。云子金轻笑，不是夏天了，我很快洗完就出来。祝悠悠拉下他的脖子，拽到自己的耳边，红唇轻启，云子金的呼吸都乱了。他抱起他往浴室走去，满足你。进了浴室，祝悠悠伸手想要去开灯，还没碰到按键手就被人擒住居高。老婆，我不在这段时间，你是不是偷偷去看男模了？居然都不害羞了。结婚也有一段时间了，祝悠悠在这方面上还跟小姑娘一样害羞，不管在哪里都不愿意让云子金开灯。好在他眼神好，云子金抱着他一起泡进水里。漆黑的浴室雾气腾腾，他哑声贴在他的耳边，转过去。许久，云子金扯下架子上黑色的男士浴袍，将脱力的人裹住，再扯过浴巾系在腰间。祝悠悠被放在床上时，
夹着头发的钻石发夹被男人拿下。云子金，你过分了。男人一秒认错，我的错，但下次还敢。云子金进了衣帽间换了身睡衣，出来的时候手里拿了件睡裙给他套上。如果平时祝悠悠肯定会问他为什么穿睡衣，但他现在特别困，没有力气问，而且膝盖也很疼，不想理他。云子金哄着他睡着以后，才从抽屉里拿出药膏给他涂抹膝盖。如果不是怕被他碰见自己肩膀上刚愈合不久的伤口，他一定不会让他跪那么久。半个多月都没有抱着老婆睡觉，云子金关掉2个人的手机，搂着他入睡。祝悠悠睡到自然醒，睁眼的时候发现男人还在熟睡。差不多有20天没有见面，他都瘦了。他抬手抹擦他的下颚，描绘他的五官，云子金居然都没有醒。祝悠悠伸手去拿自己的手机，看见上面的时间，连忙掀开被子下床。11点了，他怎么都没有听见闹钟响，脚还没有沾地，腰间被男人有力的手臂勾住拉了回去。怎么不再睡会？祝悠悠轻捶他的胸口，你怎么关我闹钟啊？我今天得去公司。孙氏集团现在已经变成琉璃阁非遗设计制作公司。云子金起身，在他的颈部嗅着他身上的沐浴露香味。我吩咐人去了，不着急，吃过午饭再去都来得及。祝悠悠被他抱起来去浴室洗漱，看见遍地的狼藉，他差点撅了过去。帮他挤牙膏的男人被踢了一脚，快点去收拾。好在他们的卧室没有吩咐都不会有人敢进来，要不然被人看见这个场景，他的脸皮还要不要了。云子金轻笑出声，打开电动牙刷递给他。他蹲下去捡东西的时候，扯到了肩胛骨的位置，倒吸口冷气。祝悠悠从镜子里看到蹲在地上的男人，心里有了想法。昨天晚上他就一直不让自己的手去摸他的后背。云子金收拾完东西，从背后抱住他，打开水龙头洗手。老婆，东西用完了。不收拾他还真不知道，昨晚竟然把柜子里剩下的3个都用完了，怪不得祝悠悠的膝盖都淤青了。祝悠悠回过神，把嘴里的牙膏漱干净。三爷想说什么呢？云子金小心翼翼地帮他洗脸，把他抱坐在洗漱台上，让他看着自己洗漱。抱着他去衣帽间的时候，他亲吻着他的脖子。老婆，你去买好不好？刷我的卡。祝悠悠美眸瞪他，说话带着调侃。云三爷不是得买定制款吗？7、8寸的东西，他去哪里买？云子金愣住，没事，我扯一扯还能凑合用。祝悠悠，他挑选了一套长袖的立领连衣裙，正好遮住自己的手上和锁骨的痕迹。换好衣服，好突然回头瞪他。云子金后脑勺一僵，老婆怎么这样看着我？要不你回美国去吧，你一回来，我很多衣服都穿不了了。见云子金还不换衣服，祝悠悠更确信自己心里的想法。云子金被点名的男人要去抱他，被他推开。怎么了，老婆？脱衣服。云子金一脸玩味，老婆，现在是白天，晚上再来。祝悠悠的小脸瞬间一耷拉，冷眸看了他几秒后转身往外走。云子金连忙把人扣住拉进怀里，叹了口气，脱，先说好，看了别哭。反正他都猜到了，云子金也没有再遮掩的必要。墨蓝色的真丝睡衣脱下，刚愈合的伤口还有些狰狞。祝悠悠想过他是因为受伤了，只是没想到居然是枪伤，怎么伤得那么严重？云子金回头把他搂进怀里，不严重，不在什么重要的位置。我老婆真聪明，这都猜出来。祝悠悠冷声吼他，你闭嘴，都这样了，昨晚还。他突然想起1周前深夜被惊醒时，是不是我打电话你没接那天受的伤？你打电话的时候正在取子弹。云子金随意拿了套西装，当着他的面换上。穿衣服的时候，嘶了一声，委屈巴巴地看着祝悠悠，老婆，打卡20万字，感谢追更的宝子们，5星好评留一个好吗？第101章罚站。祝悠悠大发慈悲地帮他穿，昨晚回来的时候你怎么不喊疼？他轻笑，偷亲他的脸颊，别的地方比伤口疼。对不起，让我的悠悠担心了。祝悠悠从柜子里取出一条黑色印花领带，云子金准备弯腰，肩膀被人按住，祝悠悠踮起脚尖，疼死你活该，让木山骗我，你完了。给他换完衣服后，祝悠悠拿着手机和包下楼，因为骗了他，木山连门都不敢进，跟涂青一起站在外面。一大早其助理都要把他的电话打爆炸了，他都不敢去喊人。见祝悠悠下楼，杨妈连忙让厨房把做好的午饭端上桌。太太，饿坏了吧？快坐下吃午饭吧。祝悠悠对杨妈点点头，让她也去吃饭，不用在这里。他拉开椅子坐下，对门口的人说，都进来。木山跟涂青对视了一眼，犹豫了几秒，刚准备挪动就脚步，
就听见从楼梯下来的男人冷声：“夫人的话是没听见吗？”涂青还好，他不觉得自己做错了什么，只不过就是祝悠悠问他知不知道云子京干嘛去了，他说不知道。他确实不知道三爷会受伤。木山则是低着头，不敢看祝悠悠。他跟祝悠悠的关系还算是不错的，毕竟祝悠悠没有架子，也关心他们下属，连在暗处保护他的兄弟，祝悠悠都会吩咐自己的助理给他们买吃的喝的。这是第一次，他不敢直视祝悠悠的眼睛。两人小声喊了一句：“夫人。”云子京走近，刚想拉开椅子坐下，就听见女主人发话：“我让你坐了吗？去那边一起站着。”云子京坐下的动作僵了一下，老老实实的站在木山旁边。得，被老婆罚站了。老婆，我没让他骗你。木山一脸不可思议的看着云子京，这口锅有点大，他接不住啊。夫人，我六只眼睛盯着他，丝毫没有影响他吃饭。祝悠悠吃得津津有味，他不说话，他们也不敢吭声。云子京第一次觉得他的小狐狸闹起脾气来还挺可爱的。涂青，你确定自己不知道三爷去美国干什么？突然被点名的涂青脑子发麻。夫人，三爷没有告诉我他去美国会受伤。下一秒，收到眼神的木山一脚踹了过去。涂青没躲开，痛又不敢出声，咬紧牙告状：“夫人，木山踹我，我确实不知道。”木山一副见了鬼的模样。夫人，涂青对美国的事情最熟悉了。云子京一张脸黑的不能再看，再吵都给老子滚出去！祝悠悠放下手里的筷子：“怎么，你还不让他们说了？”三爷秒怂：“老婆，这次真的是意外，云童被绑架，我没有理由见死不救。”咚一声，木山跪在祝悠悠面前：“夫人，是我的错，爷是为了救我才受的伤。”祝悠悠的眼神看过他们几人，起来，都出去。木山和涂青觉得他们逃命的时候都没有跑过那么快，倒是云子京走进祝悠悠的时候：“我让你走过来了吗？受了伤还骗他，受了伤还乱来，真当他祝悠悠是个好人？他不是。”杨妈从外面进来，捂着嘴笑：“太太，这是快递送过来的颜料，不要扔了。”云子京上前一步把东西拿过来：“杨妈，您先去忙吧。”祝悠悠也不搭理他，吃完饭后抢过他手上的快递盒子上了楼。刚踏上楼梯就被人拦腰抱起：“老婆，我错了。”“你没错，云三爷有什么错？”祝悠悠红了眼睛，一脸倔强的不让眼泪流出来。云子京慌了，把他抱进房间，放在床边，半跪在他的长裙边：“怎么哭了？真的不疼？”眼泪滚落下来，砸在了云子京的手背上。“云子京，你不疼我疼啊！”他有凝血功能障碍，受了伤没有及时处理，失血过多也会要了命。是我考虑不周到，可是悠悠，木山跟了我这么多年，我不可能看着他在我面前丧命。情况紧急，对方用的是消音狙击枪，如果木山躲得慢，子弹就会穿过他的脑袋。祝悠悠沉默，抬手去摸他消瘦的下颚：“再骗我，我就不要你了。”云子京知道他不气了，得寸进尺的去亲他的唇：“我胆小，不敢。”祝悠悠开车离开别墅的时候，云子京一身西装站在楼上的阳台，他无奈的轻笑出声，给他打领带，然后不准他出门，让他在家里休息。杨妈上楼来敲门：“少爷，太太吩咐了厨房给你做了饭菜，让我盯着你吃。”云子京失笑，跟着杨妈的步伐下楼。“杨妈，我不在这段时间，太太有好好吃饭吗？”杨妈站在一旁：“太太经常都跟西暖小姐在外面吃完才回来，西暖小姐来住过几天。”云子京打了个电话给木山：“去老宅，把我卧室里2个木箱子拿回来。”祝悠悠和黎西暖坐在公司的总裁办公室里，面前是上百份简历，已经分类好的简历。黎西暖一边看一边吐槽：“这些都是些什么玩意？就这样的履历也配做经理？实习生都比他们好吧？”祝悠悠凑过去一看，这些多数都跟孙正东和谢小思有点关系。祝悠悠抽出高管的简历递给唐唐：“小唐，把这几个人叫过来。”祝悠悠用了1个下午的时间，重新安排了公司里的每一个岗位，也把所有的关系户全部踢出去。现在的公司比起以前的孙氏简直不要太好了，从环境到设备再到薪资待遇，都是不是以前的孙氏可以比较的。祝悠悠还特地把楼上也租了下来，给员工开了个餐厅。黎希暖把冰咖啡递给他：“悠悠宝贝，这公司早该给你了，何必等到现在？”祝悠悠接过喝了一口，总算缓解了快要冒烟的喉咙。这是妈妈的决定，如果不是因为孙正东打我，这间公司妈妈也没有打算要回来。暖暖，你知道孙正东不是我爸吗？黎希暖点点头，听说过。悠悠，所以你爸是谁？
第102章，我祝悠悠有仇必报。祝悠悠犹豫了几秒，贴在他的耳边小声说：“卧槽，怪不得我就说之前见到他的时候，总觉得他的眼睛很熟悉，但是我没注意看。”黎希暖好奇地问：“那现在，你认他吗？”祝悠悠摇摇头，不知道，这不是我该关心的事。走吧，我请你吃饭。吃完饭的时候，祝悠悠和黎希暖顺路去 C 家的线下门店给工作室的员工选周年店庆的礼物。工作室的人都是从2人开始创业的时候就跟着他们的，祝悠悠对他们也从不吝啬。买包的时候遇到了个不速之客，萧娇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吩咐店员给他拿东西。黎希暖贴在祝悠悠的耳边：“他算不算你堂姐？”“不算，我跟他不熟。”黎希暖比了个 OK 的手势：“小姐姐，把这个还有这3个都帮我包起来。”他从祝悠悠的包里找出卡包，抽出一张黑卡：“刷我小舅舅的卡。”萧娇脸色难看：“黎小姐是什么意思？这些都是我看中的。”店员有些纠结，都是云家的人，哪边都不好得罪。黎希暖走到他身边，晃了晃手里的卡：“你看中的，你给钱了吗？”“谁给钱就是谁的。”萧娇在港城是被捧着的大小姐，从来没有人敢这样跟她说话。她面容阴狠，看着不远处沙发上的祝悠悠，眼神像是淬了毒。祝悠悠对上他的视线，翻了个白眼：“有毛病，瞪他干什么？”萧娇咬牙切齿：“黎希暖，按辈分你应该叫我一句表嫂的，黎家就这么没有教养吗？”祝悠悠的眸子冷了下去，合上手里的杂志，走到萧娇面前，扬起手，一巴掌落在她的脸上：“萧家又是哪里来的教养？我是云轩泽的小婶婶，也没见你90度弯腰对我打招呼。云轩泽不过就是一个旁支的少爷，暖暖的妈妈是云家的大小姐，她是云家的表小姐，你算什么东西？云轩泽算什么东西？你还真是会给自己抬高身价。”黎希暖低笑出声：“好帅啊，悠悠宝贝，要不你甩了小舅舅，我们一起过吧，性别不要卡得那么死。”萧娇捂着脸：“祝悠悠，你这个贱人，港城打我的那笔账我还没有跟你算，你现在又敢打我，我他妈不弄死你，我就不姓萧。没有人敢这样对我，从来都没有。”祝悠悠拉着黎希暖往后一步：“暖暖，我们走吧，别跟这种人浪费时间。”店员从里面端了2杯热咖啡出来，萧娇冲过去拿起一杯往祝悠悠泼去。黎希暖反应过来，拽了他一下，还在冒烟的咖啡洒在了黎希暖的手臂。“暖暖，黎小姐！”店员手忙脚乱的去打电话拿冰袋，店里瞬间乱成一团。祝悠悠连忙把他的袖子拉起来，白皙的皮肤已经红了一大片。现在是秋天，不算太冷，所以他们出来的时候也没有穿外套。祝悠悠接过店员拿来的冷毛巾，给他擦拭干净后敷上冰袋：“给你小舅舅和男朋友打电话告状。”祝悠悠手里的包被他随意扔在柜台上，走到萧娇旁边，拿起另外一杯咖啡，勾唇冷笑。下一秒，我的手！祝悠悠是拉起他的衣袖，一整杯咖啡一滴不剩的落在了萧娇的手上。比起刚刚，黎希暖起码还有一层衣服。祝悠悠把杯子放回托盘：“萧娇，我祝悠悠有仇必报，管你是谁。这里是帝都，不是港城，别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了。你记住了，这才是开始。从上次他大言不惭想要他的眼睛时，这个仇就算是结下了。”祝悠悠拿起2个人的包，刷了卡：“麻烦把这些包都送到琉璃阁工作室去。”接到电话的白灵鹤跟云子经比祝悠悠的车早一步到医院。白灵鹤拉开副驾驶的门，弯腰抱起黎希暖往急诊室走。他的眼睛很红，脸上的表情也没有了每次见面时候的宠溺。黎希暖用另一只手去抚他的脸：“你今天看见我怎么不笑了？笑不出来。”急诊的护士看见黎希暖手臂上的水泡，连忙带着他们进了清创术。被烫伤的手臂上已经起泡了，如果不挑掉的话，很容易化脓感染。冰袋被拿掉以后，整个手臂都是火辣辣的。黎希暖的眼泪一瞬间像断了线的珍珠一样，白灵鹤的心也是在眼泪涌出的那一刹被灼痛。他把他的脸按进自己的怀里，哑声对护士说：“能打麻药吗？”护士清洁完工具：“不建议，水泡挑完以后再上药会好得快，打麻药的话还要等麻药时间，他的皮肤嫩，很容易化脓。”白灵鹤怎么会不知道的他的皮肤嫩？怎么会不知道他娇气？被他亲狠了都要哭的娇气包，烫成这样居然一路都没有哭。那麻烦您轻一点。白灵鹤搂紧躲在他怀里哭到颤抖的女孩，亲吻她的发丝：“乖，等伤口处理好了，我带你泼回去。”黎希暖抬起头，通红的眼睛看着他：“悠悠已经泼回去了。”“那是悠悠泼的，不是你。被人欺负的自己还回去，任何人知道吗？”祝悠悠提了个袋子进来，看见黎希暖手上的水泡，
把袋子扔在他身后的云子金怀里往外走。云子金连忙把他拽在怀里。老婆，去哪里？我去把他的手掰断。他一边吼，眼泪就那样夺眶而出。看见他哭，云子金觉得比他背后的伤还要疼上100倍。他把人拽进怀里，这种事让人去做就好了。我让屠青去。老婆，别哭，你这样会让我想要打这个臭丫头一顿。在白灵鹤怀里哭唧唧的黎希暖抬起头，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云子金。小舅舅，你还是不是人了？我都这样了，你还要打我？明明受伤的人是我啊！黎希暖嚎得更大声。护士想说这是医院，但是看着这一屋子人的身份，没有一个是他能得罪得起的。祝悠悠推开他，你干嘛吓唬暖暖？你不哭，我就不吓唬他。黎希暖拽着白灵鹤的衣服，你看看，这就是我小舅舅，我的命怎么那么苦啊？小时候我小舅舅打我，长大了还打我。白灵鹤哭笑不得，本来心里那些担忧都被他们就生俩搅散了。没事，以后我护着你，他不敢打你。云子金挑眉，你们俩我一起打，外甥女婿。护士挑水泡的手顿住了。我去，吃到前排的瓜了。云三爷的外甥女跟云三爷的好兄弟。妈呀，磕到了，好配啊，太宠了。第103章，在长辈面前接吻。云子金搂着祝悠悠坐在一旁，别装可怜了，我从小到大给你收拾的烂摊子，跟打你的次数根本就比不了。星河别墅装修好了，明天我让齐迁过户到你名下。黎希暖吸了吸鼻子，不行，现在就去过户，我怕你反悔。云子金嘴角抽了抽，看了一眼他的手，真是上辈子欠你了。等云子金打完电话，黎希暖抬头看着白灵鹤，白叔，那个女人骂我没有教养。祝悠悠轻笑，一脸宠溺。论告状，他远不如黎希暖，他是知道怎么样可以拱火的。果不其然，白灵鹤跟云子金的脸色冷了下去。白灵鹤掏出手机给助理打电话，前段时间找我们合作的那个肖家，你去查一下，我要他所有的项目。子金，我未婚妻的账我亲自算。至于家教，三爷，云家的家教也不怎么样。云子金轻笑，那是他们家，天底下姓云的多了去了，别一竿子搅翻一艘船。他给老宅打电话，远叔让云轩泽去云家的宗祠跪着。接到萧娇电话的云轩泽正往医院方向去，在几人隔壁的清窗室里，萧娇一边挑破水泡一边骂：啊，你到底会不会啊？弄痛本小姐，你几条命都不够赔。他拿起手边的手机，你到底来了没啊？真是个废物，老婆都被人欺负了，来个医院都磨磨唧唧的。他刚刚给他二叔打电话，他居然说让他找自己的爸去。萧寒还说，你庆幸是他泼的你，要是你泼的他，萧娇，你就等着被萧家除名。萧娇气得面容扭曲。祝悠悠，都是祝悠悠这个贱人。他现在已经不只是怀疑了，他确定祝悠悠跟萧寒肯定有不清不楚的关系。萧娇没有等来云轩泽的人，等到他的电话。娇娇，云公馆打电话喊我去祠堂，我得回去一趟，晚一点再去医院接你。他虽然不喜欢萧娇，但是没有办法拒绝这么馊的女人，很对他的胃口。而且菲儿的身子不方便，萧娇也凑合。萧娇气得把手机都直接砸在面前的医疗推车上，打破了面前的消毒酒精，溅到了正在帮他调水泡的护士眼睛。啊，你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护士丢下手里的清创工具，摘掉手套给自己的清理眼睛。听到动静的急诊护士长过来，看见坐在清创床上的女人和双眼通红的护士，还有乱成一团的医疗车。护士长，这位病人。护士长抬手打断他的话，这里我来处理，你先去洗一下眼睛。护士连忙离开，真的是出门没看黄历遇见这种人。隔壁的人也听见声音，祝悠悠起身想去看，被人扣住腰身，干嘛去？看热闹。云子金不给他走，看什么热闹，听声音就好了，别脏了眼睛。下一秒，萧娇痛苦的尖叫声响起。这位女士，如果把你里面的水泡挤干净，您的手化脓就会溃烂，没有及时处理，还有可能会肌肉坏死，导致截肢。清创室的门是开着的，路过的人也没有觉得哪里不对劲。烫伤都是这样处理的，只不过护士长受人之托，好好处理。祝悠悠贴在云子金的耳边问，护士长是你的人？云子金轻咳一声，不是，他是华女士的同学，刚刚看见他打了个招呼罢了。云子金在黎希暖换衣服的时候出去过，黎希暖的手急救护理做得及时，也没有特别的严重，但是灼烧感肯定是要持续的。云轩则去跪祠堂，云卓的电话打了过来。云子金冷声开口，他老婆拿热咖啡泼我老婆。老头子，你看看家规里怎么写。什么？悠悠没事吧？云子金看着被人抱在怀里亲的外甥女，啧了一声。没事。云卓刚松了口气，那就好。热咖啡泼在你的外孙女手上，
现在在急诊。云子金把手机拿离耳朵1米远，电话那头响起怒声：“云远，给大房那个不会教孩子的混账打电话，拿家法来。”云子金勾起唇角，挂掉电话。你俩膈应不膈应？这什么地方就开始亲？臭丫头，要不要跟我回老宅看戏？黎熙暖脸埋在白灵鹤的怀里，去，当然去。云子金搂着祝悠悠的腰往外走，他低声在他的耳边说：“老婆，我也想亲。”祝悠悠推开他：“这种时候了，你还不正经？不正经的是里面那2个，当着长辈的面接吻，脸呢？”祝悠悠捏他的脸：“你还说别人，你最不要脸。”俩人特地往隔壁病房走去，看见潇娇趴在清窗床上，面容扭曲，比黎熙暖还红肿1倍的手，祝悠悠堵在心口的气才稍微缓和了一点。云子金上了祝悠悠的车，让司机人把他的车开走。老婆，你开车的技术越来越好了。祝悠悠侧边看他，把你脑子里那些废料摇出去。云子金哭笑不得。老婆，我是说什么了吗？祝悠悠才不理他，车技，别以为他不懂，她已经不是单纯的小女孩了。祝悠悠直接把车开到云公馆后山的祠堂门口，刚解开安全带就被人抱过去放在腿上。老婆，今晚你来开车好不好？方向盘给你。祝悠悠瞪他，大白天的别疯。老婆的意思是晚上就能疯？不能。云子金推开门放他下车，抚了一下他额前的头发。老婆，准备好教训人了吗？祝悠悠挽着他的手跟他一起走进祠堂。云轩则跪在低声，老管家云远手上拿着个托盘，放着一本家规1条鞭子。老公，你说我要是犯了这本家规里面的事，也会打我？云子金轻笑，不会，谁都不能打你，包括我。祝悠悠翻了个白眼，你打我的还少吗？他怕不是忘了，他的膝盖现在还是淤青的。男人贴在他的耳边，趁机舔，试了一下。老婆，那叫夫妻情趣，怎么能叫打呢？祝悠悠瞪他，行，夫妻情趣，那你等着。第104章，老婆年纪小，爱玩。华林跟云卓都坐在祠堂的椅子上，云子金牵着祝悠悠在主位坐下。悠悠啊，听说这个混账东西的媳妇居然敢泼你咖啡，来让妈妈看看有没有伤到哪里。没有，暖暖替我挡了一下。祝悠悠看着地上跪着的人，不过我泼回去了。端着托盘的管家云远手里的东西差点摔了。三少夫人啊，这事咱们心里知道就好了。云子金把玩着祝悠悠的手指，冷笑一声，倒是让他逃了，当众谋害主母，50鞭就能把他活活打死。才泼一杯咖啡，真是便宜他了。云轩则跪在地上，不敢抬头，也不敢说话，心里暗骂萧娇这个惹祸精。黎熙暖跟白灵鹤到云公馆的时候，云轩则已经跪了快1个钟。云红夫妻俩站在一旁也不敢出声，生怕多说2句话，云轩则直接被打死。云远见人已经到齐了，翻开家法放在云轩则面前。轩则少爷，谋害主母按家规应该打50鞭跪祠堂3天，既然夫人已经教训过了，那就……祝悠悠站起身，那就20鞭。没有给跪在地上的人反应的时间，祝悠悠已经拿起托盘上的鞭子甩在云轩泽的后背上。黎熙暖看着嫡掌柜给他出气的模样，感动的眼睛冒星星。为什么我不是男人？这样我就可以把悠悠娶回家了。白灵鹤掰过他的脸，你要是男人，那我怎么办？黎熙暖小声说，你可以出柜。云子金慵懒地坐在一旁看戏，眼神一直盯着祝悠悠拿鞭子的手。20鞭打完，云轩泽已经趴在地上，他心里有苦，但是说不出来。云子金拿走他手心的鞭子丢给管家，摊开他的手心，果然红了一片。老婆，下次打人这些粗活让别人去干。他小声地贴在祝悠悠的耳边，你的手是用来实现我的梦想的。祝悠悠。萧娇回到家的时候，云轩则不在，给他打电话也不听，反倒是萧婷的电话打了进来，贱货，给老子滚回来。在帝都好不容易稳定起来的公司，因为萧娇这个蠢货，2个小时的时间凭空消失了1个亿。萧娇的手没有办法开车，打了个车回了家。刚进家门，一个茶杯迎面砸了过来。贱人，你他妈都干了什么蠢事？萧娇不敢往前走，只是把袖子拉起来，爸爸为什么不问清楚就打我？我才是受伤的那一个。祝悠悠一整杯热咖啡泼在我的手上，下一秒萧婷一巴掌扇了过去，萧娇整个人跌坐在地上。你还敢骗老子？你不先动手，人家会泼你。萧娇大叫，明明就是他先打我的。萧婷踹了他一脚，打你就打你，他是长辈，打你一下你就受着。萧娇，我告诉你，老子的公司要是倒了，你他妈就去给老子换投资。萧敏一脸事不关己从房间走出来，手里拖着个黑色行李箱。哥，
爸爸要打我。萧敏眼底毫无波澜，你不作死，他就不会打你。他对这个妹妹并没有什么好感，哦不，对全家都没有好感。萧婷坐在沙发上，看着这个一身反骨的儿子。你又干什么去？云子京29岁，在帝都只手遮天，你呢？当的戏子就那么好？萧敏停下脚步，不是你要求的吗？让我听二叔的安排，进二叔的公司，我什么都按照你吩咐的做了，你还想怎么样？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对坐在地上的萧娇说，看在你跟我一个姓的份上，劝你一句，别惹住悠悠，云家护短，你不过就是不起眼的少夫人，别太把自己当回事。萧娇刚回到家的时候，就看见孙静飞从2楼的卧室出来。你怎么会在这里？他脸上的巴掌印还特别明显，手上缠着白色的绷带，要多狼狈有多狼狈。反观孙静飞，小腹隆起，一脸娇羞。他推开他进了卧室，看见云轩泽赤裸的躺在床上，房间里的味道还没有散去。云轩泽，你居然敢背着我偷吃！孙静飞扶着腰进来，萧小姐，阿泽受伤了，我就是帮他处理了一下伤口。萧娇踢翻垃圾桶，处理伤口要用避孕套。孙静飞走到他面前，萧小姐，阿泽为什么被打你难道不知道吗？要不是因为你得罪了人，又不在家，没人给他处理伤口，我也不会在这里。对了，严格意义上来说，他这个打还是替你挨的。云轩泽看着萧娇的脸和手，眼底毫无波澜。菲儿，别跟他说那么多的废话，你去洗澡吧，洗完澡我们睡觉了。萧娇面容扭曲大吼，你们睡觉，那我呢？云轩泽，我们才是夫妻，刚结婚你就带着你的小三住了进来。云轩泽坐起身，小三，你嫁给我的时候不就已经知道我爱的是菲儿，她肚子里还有我的孩子，怎么你想一起睡也不是不可以。萧娇，我劝过你很多次，别惹住悠悠，如果你还想做云家的少夫人，明天就乖乖登门去给我道歉。道歉想都别想。萧娇把门甩得震天响，然后提着包出去了。酒吧里，祝悠悠跟黎希暖凑在一起议论台上扭来扭去的男模那个好看。坐在一旁的2个男人一脸不悦，但又不敢有任何的意见。云子金的斜肩踢了一下旁边的人一脚，管好他，一天天的带坏我老婆。白灵鹤喝了一口酒，唇角笑意玩味，小舅舅，我老婆年纪小，爱玩，你不能那么小心眼。云子金被气笑，我小心眼？行，我小心眼。云子金打了个响指，叫2个干净的过来。黎希暖和祝悠悠同时愣住了。最兴奋的黎希暖举了手，小舅舅，我可以要上面那个穿白衬衫的吗？祝悠悠也跟着举起，那个黑色衬衫和隔壁第2个可以都要吗？云子金挪过去他的身边，钳住他的腰肢，你要2个？我比不上他们。白灵鹤笑得一脸幸灾乐祸，不就是2个男模吗？别那么小气。云子金下一句话让白灵鹤笑不出来，我2个都是给黎希暖点的。第105章，活该被甩。祝悠悠指了指不远处戴着口罩的人，我没有想要啊，我给洛雅姐姐点的。其他3人的视线望了过去，程洛雅一头黑发散开，牛仔高腰裤和简单的白色上衣，普通但不能再普通，在酒吧里几乎不会有存在感的穿着，但是她的身材太好，越是简单的穿搭就越能诱惑人。林鹤哥、紫金哥、悠悠、暖暖。祝悠悠把云子金赶走，让洛雅坐下跟他们一起看。洛雅姐姐，你看上面那2个我给你点的男模怎么样？我眼光不错吧？程洛雅摘下口罩，这个地方还没有人敢拍云子金和白灵鹤，而且灯光又暗，没人在意他。不错，悠悠的眼光一向都很好。黎希暖也凑过来，告诉洛雅这些男模怎么样。白灵鹤脸色越来越难看，暖暖，你好像对他们很熟悉，他们第一次接吻的时候好像就是这些男模陪着他的吧？黎希暖完全不带怕的，还好吧，都点过。云子金低笑出声，挑眉看了眼白灵鹤，你心眼大。程洛雅从包里拿出一盒药膏递给黎希暖，暖暖，这是我们演员都在用的祛疤膏，等掉痂以后一天涂2次。白灵鹤替他收下，谢谢你小雅。不用客气。祝悠悠冲云子金勾勾手，三爷叫吧，3个男模。云子金嘴角抽了抽，咬牙切齿，我凑数行不行？不行。黎希暖一脸嫌弃，小舅舅你也太小气了吧，就看看不摸还不行吗？白灵鹤唇角的笑意要多无奈有多无奈，自己家的小姑娘喜欢各种各样的男模怎么办？洛岭是最后一个到酒吧的，看着2个兄弟坐在一旁，3个女人身边一人做一个男模，他下巴都差点惊掉，这什么情况？你俩脑子有病？云子金没好气，你才有病，真没用，一个女人都搞不定。
洛岭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我没用。云三爷这是吃醋了吧？行，等着。洛岭起身往吧台走去，没多久，身后跟着6个女人。都坐下，今天晚上谁能让白总和云三爷高兴？小爷，我奖励他10万块。云子金和白灵鹤同款黑脸，刚有人靠近，玻璃杯在他的脚边碎开。云子金冷声：有命拿，也要有命花，是自己滚，还是我让人把你们扔出去？酒吧的负责人连忙上前把人赶走。抱歉三爷，是他们不懂事，我代他们跟几位道歉，今天的消费。洛岭一脸玩味，三爷缺你这3瓜2枣。他的眼神一直盯着一脸笑意的女人。什么破眼光，长得那么丑还笑。白灵鹤无情嘲笑，阿里，做男人不能小气。洛岭倒了满满一杯酒，你大气，你老婆已经上手能谋男人了。祝悠悠倒是没有上手，但是他很好奇，眼光发亮。这下换洛岭得意了。不到3秒，洛岭冷声怒吼：都他们给老子滚！妈的，程洛雅当他是死的吗？那个男人的手要往哪里放？他的刀呢？他他妈刀呢？祝悠悠见几人的脸色都不好，轻笑道：几位小哥哥，我们改天再约。云子金站起身，脱下西装外套，扯掉脖子上的领带，扔在桌子上。他走到祝悠悠的面前坐下，改天约。祝悠悠被他抱坐在怀里，见他把衬衫的衣角从西装裤拽出来，脑子懵了一下。你要干嘛？云子金嗓音戏谑：我干嘛？帮助小姐回忆一下，几个月前你在这里是怎么样轻浮我的？黎希暖幸灾乐祸：小舅舅，你什么时候那么文绉绉了？MO 就说 MO。斯文，他的后脑勺被扣住，白灵鹤带着酒味的薄唇贴了上来。洛岭看着坐离他一条街的程洛雅，一脚踹在桌子上：我他妈真服了，你们收敛点行不行？云子金抱着祝悠悠站起身，酒也喝了，男模也看了，老婆，我们开车回家了。开车2个字，云子金说的不是一般的重。白灵鹤松开黎希暖的唇，问他要继续看还是回家看我。他脸上的神情告诉他，如果他敢说继续看，他就敢继续亲。黎希暖的眼神看一下洛岭，又看一下程洛雅，还是回家看你吧。洛叔好可怕。白灵鹤嗤笑一声，别理他，活该他没老婆。洛岭手里的杯子重重地放在玻璃桌上，赶紧滚，别逼老子给小戏暖点10个男模。白灵鹤牵着人路过洛岭的时候还说了一句，女孩都喜欢脾气好的男人，是不是暖暖？黎希暖非常认真的点头，洛叔，你这样会把洛雅姐姐吓跑的。他嗤笑，暖暖啊，你还年轻，这种男人看起来就是斯文败类，你要是不信的话，待会回去让他戴眼镜给你看，包相原装。白灵鹤一脚踩在他的皮鞋上，活该被甩。2人走后，程洛雅也没打算离开，他今晚化了妆，比日常要浓一点，如果不是熟悉的人也不会认出他。他很久都没有来这种地方了，虽然很吵，但也很真实。他自己喝酒，压根没打算叫旁边的人一起喝。从上次甩了他一巴掌后，2人几乎都没有怎么见过面说过话。在洛家吃过2次饭，他也是匆匆离开。他安静的喝酒，一直到舞台上的舞蹈结束，台下有很多人上台去跳舞。程洛雅放下杯子站起身，你去哪里？洛岭眸色一片冰冷，他想上去，那些是什么玩意他就上赶着，也不嫌脏。程洛雅看了他一眼，上厕所。他才不想理他，他道歉了，是他不听，而且又不是他的错。洛岭起身跟在他的身后，程洛雅从路过的玻璃墙壁上看到跟在他身后的影子，爱跟着就跟着。他还记得第1次他带他来酒吧玩的时候也是这样，寸步不离地跟着他。要不是女厕所不方便进去，他相信他肯定会跟着进去守着。程洛雅上完厕所洗了手，补了个深红色的口红后才离开洗手间。洛岭身上的衬衫扣子敞开2颗，单手插在西裤口袋，靠在墙边吸烟。程洛雅面无表情地路过他，手腕被抓住，他抬眸看他，本来想问他干什么，想起刚刚祝悠悠跟他说的，男人不能惯着。他冷声开口，松开。洛岭冷眸看他，丢掉指尖未燃尽的半根烟。他不顾旁边的人来人往，按住他的肩膀，把人抵在墙壁上。路过的人吹起口哨。洛岭冷声，滚。程洛雅去掰他按在自己肩膀上的手，你抓疼我了，放开。这就疼了？你那天打我的时候我更疼。程洛雅冷声，你欠打，你欠。醋意和占有欲在碰到他的红唇时宣泄而出。第106章，不叫我哥了。洛岭强势地撬开他的唇齿，按着他的后脑勺不让他乱动。程洛雅被他圈在怀里，
没有任何后退躲开的余地，而且他能感受到他身上危险的气息正在变化。洛琳，你别疯！他狠狠地咬他的唇瓣，血腥味蔓延开来。洛琳的吻并没有因此而停下，只是越来越凶。程洛雅歇了心思，他了解洛琳，激怒他没有什么好下场。许久，洛琳才松开按住他脑袋的手，一脸痞笑地擦拭自己唇角的血迹，指腹又去擦他唇瓣上的血，还有他晕开的口红。程洛雅，6年前的那天晚上我就疯了，你没有发现吗？不疯，怎么会上？我的妹妹。程洛雅手又扬起来，准备对着这张痞气的脸。手腕被抓住，想好了，打一巴掌，等下我就多做1个小时。他拿着他的手心贴在自己的脸颊上。雅雅，离开6年，脾气变差了。程洛雅挣脱开手，我脾气本来就不好。他推开他，重新往卡座走去。突然在路过舞台的时候，他脚步拐了个弯，跟在他身后的洛琳低声咒骂了一句。程洛雅脸上的妆加上她小性感的身材，小白鞋刚踏上舞台，就有不少男人自觉贴了上来。她的唇角微勾，欲擒故纵。洛琳大步上了台，在拥挤的人群里准确无误地搂住她的腰肢，带向自己的怀里。想玩，老子陪你。舞蹈是程洛雅作为演员的基础功，洛琳一只手臂就能圈住她整个腰肢。她身上的气息太冷，而且那张脸再帝都也算是有辨识度。洛少，这是你的新女朋友啊？洛琳没有理他，把程洛雅的脸按在自己的胸膛，低声在他的耳边说：是不是啊，女朋友？舞台上的人都是疯狂的，加上洛琳把他搂得很紧，肢体舞动起来的时候不可能没有碰到。洛琳开口，自己点燃的火也会自己灭。程洛雅僵住几秒，伸手圈住他的脖子。洛少这么玩不起吗？是不是每个跟你跳舞的人都要让人灭火啊？你的自控力真差，我拍戏的时候男演员从来不会这样要求的。无疑，程洛雅的话彻底激怒了洛琳，他拉下他圈住自己脖子的手拽下了舞台。你干什么？洛琳不说话，见他不走，直接打横抱起。洛琳，不叫我哥了。程洛雅小声嘟囔，不是你不让叫的吗？男人嗤笑一声，一会让你叫个够。你放我下来。洛雅，老子通知你，今晚你跑不掉了，就算你给爸妈打电话也没用。程洛雅指着洗手间的方向，去洗手间。洛琳脸上玩味十足，没想到你这么着急。乖，洗手间脏，等不到去酒店，好歹也去车上。程洛雅一口咬在他的脖子上，我上厕所。你放我下来，我自己走。洛琳换了个方向去往洗手间去。他把他放下来后问，要不要我进去帮你？程洛雅瞪他，流氓。刚推开洗手间的门，程洛雅愣在原地。洛琳刚倒出一支烟准备点燃，看见他站着没动，上前问他怎么不进去。门微微敞开，洛琳也看见了洗手台上的人，而且声音环。他连忙捂住他的眼睛，把人转个身按进自己的怀里，小声说，长针眼。程洛雅小声嘀咕，那你还看？声音越来越大，洛琳掏出手机打开摄像头，耳朵捂上。程洛雅很听话的捂住耳朵，用手指戳了戳他的心口，你干嘛不走？拍下来发给紫金，这个女人可是他侄媳妇，玩得真花。洛琳拍了一小段后发给云子金，然后把视频删掉。这种画面留在他手机里，他怕手机中毒。洛琳牵着他的手去了2楼的洗手间。停车场里，洛琳靠在车旁等代驾，把人按进怀里。刚刚看见了没有？程洛雅要推开他，听见他说，你想让人看见我肢体，你就把我推开。你流氓。他轻笑，我流氓？你刚刚不断的撩拨我，我他妈要是没反应就废了。我才没。程洛雅收麦，好像等了几分钟代价还没有到，他好像越来越。你能不能控制一下？控制不了，太久了。洛少不是有很多女朋友吗？程洛雅轻哼不悦的声音落在洛琳耳朵里，像是撒娇。洛琳低头吻他，吃醋？没有，我管不着你。他轻啄他的耳朵，程洛雅，我只有你，以前是，现在是，以后也只能是。程洛雅任由他抱着，一直到代驾来了，洛琳把他塞进后座。车门刚关上，洛琳报了自己的公寓地址后，按下了前后的格挡板。热吻落下，程洛雅整个人都懵了。洛琳，你松开我，还有别人在。你乖一点，小声一点。程洛雅，司机，这年头钱真不好赚。车子停在明城国际的私人停车位，司机敲了敲格挡板。先生，车已经停好了。洛琳哑声开口，谢谢。副驾驶抽屉里现金，小费自己拿。司机打开，从里面拿了200块，谢谢谢谢。司机打开后尾箱，拿出自己电动车，拧到最底。程洛雅被他禁锢在怀里，
小脸通红。洛岭爱惨他这副样子了，低笑出声：“你该庆幸自己穿的是裤子，不然刚刚车子在半路就震了。现在没有人了，上楼还是在这里？”程洛雅没有任何杀伤力的瞪他：“我可以回家吗？你说呢？”洛岭推开车门，拿起他的包抱他上楼。程洛雅不是第一次来他这里，上次也来过，只不过他恰好来大姨妈了，差点把洛岭弄疯。他把他放在沙发上：“你大姨妈今天不来了吧？”客厅只有落地窗外霓虹灯照射进来的光线。洛雅搂住他的脖子，仰头主动亲他：“我跟肖敏什么事都没有，他有女朋友，我也没有谈过恋爱。”洛岭看着他的目光慢慢炽热起来：“雅雅，你爱我吗？”他不等他回答，他怕听见不是自己想听的答案。“雅雅，我爱你，一直都爱你。”衣服接二连三的落地，黑色的西裤上那件白色 bra 特别耀眼。第107章，我建议你换个老婆。收到视频的云子晶正在车里教训刚刚点男模不点她的女人。“喂喂喂，你手机响了。”祝悠悠一脸生无可恋，这个人疯了，从回来后就没有给他喘气的机会。不管他，改天还约。祝悠悠苦笑：“我就是客套一下而已，男人不能太小气。”云子晶气笑了：“我小气？我小气。我刚刚应该在你的眼睛看着那只鸭的时候就把他打死。”祝悠悠从他的西裤口袋里拿出手机解锁。“哇，这么 CI 机。”云子晶掰过他的脸：“还有更刺激的。”祝悠悠把手机对到他面前：“我说的是这个，你想到哪里去了？”云子晶带着玉色的眼眸扫过手机里播放的内容，祝悠悠甚至还开了声音。他关掉手机后扔到副驾驶的椅子上：“老婆，别乱看，脏眼睛会疼。”整个帝都谁不知道云家跟萧家联姻，请帖都发出去了。现在萧家大小姐刚领证没多久就出轨。祝悠悠的神色认真，云子晶亲她的时候被他拍开，啪的一声响。祝悠悠本人一脸错愕：“对不起对不起，有没有把你打疼？老婆，是不是我今天太温柔了，让你有力气走神，还有力气打我？既然这样，那你来。”祝悠悠。车库里的灯应声亮起，照在祝悠悠娇羞绯红的脸颊上。云子晶靠在座椅，唇角噙着宠溺的笑意：“我老婆真棒。”祝悠悠的下颚靠在他的肩膀上：“我建议你换个老婆。”他的腰，他的腿。完了，云子晶，你快带我回卧室洗澡。车内旖旎的气息还未散去，男人的嗓音嘶哑到了极致：“老婆，不急。”他还沉浸在美好里，不想离开他。“很急，快点，你刚刚没有用那个。”云子晶把这件事忘了。他原来也没有真的想要在车里怎么样，只是想要稍微的惩罚一下小娇娇，谁知道真是小狐狸，一颦一笑对他都是致命的诱惑。云子晶扯过西装，把软成一团的人裹住抱起他进了电梯，回到卧室。祝悠悠坐在浴缸里，红着脸骂人。他唇角勾起一抹笑意，亲了亲她的红唇后忽然入水，搭在浴缸边缘，纤细白皙的手握紧。等回到卧室的时候，祝悠悠的 CPU 已经不能用了。云子晶轻笑：“怎么了？还没缓过神来？”祝悠悠软软的嗓音有些发颤：“云子晶，你是不是有病？他那样不是吧？都吃了。”“有病。”哄完祝悠悠入睡，云子晶才重新点开洛岭发来的视频。他转发给助理：“找个狗仔发出去，记得让整个帝都的人都知道萧家的大小姐是怎么样一个人。”在阳台上站了一会，云子晶给洛岭打了个电话，响了很久才接通。“喂。”这个沙哑的声音，这个呼吸声，别说人了，狗都知道他在干嘛。“在忙。”洛岭不甘示弱：“你忙完了？是不是身体不太好？我给你介绍个专科医生。”云子晶眉心一抽：“你自己留着用吧，毕竟那玩意6年没用，别太放肆，免得熄火。”“滚，老子好得很。”“你要干嘛？赶紧说，耽误老子办正事。”云子晶轻笑：“没怎么办，就是打个电话谢谢你。”“我他妈谢谢你全家。”天一亮，整个网络都瘫痪了，云林国际的股票也跟着下跌，萧婷的公司就更别说了，直接跌停。一大早接到助理的电话，萧婷把睡在身边的女人拖起来，狠狠地甩了几巴掌。“老公，你为什么打我？为什么？你交的好女儿，跟你一样缺男人，还在酒吧，还被人拍到。云家都是把她退回来，她就等着被老子打死。”睡梦中的萧娇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帝都人尽皆知了。床头柜的手机响了无数遍，他伸手去拿，来电显示都没有看就贴在了耳边。“喂。”耳边传来云轩泽的怒吼声：“萧娇，你这个贱人，你居然敢给我戴绿帽子！离婚，马上离婚！”
萧娇笑声嘲讽：“是谁给谁戴绿帽子啊？你养的贱货肚子里还有你的孩子，这件事你是忘了吗？我就说你贱，酒吧、厕所那种地方都能背。云家不会要一个当众出轨的儿媳妇，我们离婚，把1个亿的彩礼退回来。”听到1个亿，萧娇彻底从睡梦中醒过来，电话已经被挂断，她才后知后觉刚刚打电话的人说了什么。她连忙坐起身，才发现自己的腰间搭着一只手，俩人身上皆是裸着的。姐姐，你醒了。萧娇看着叫她姐姐的男人，才想起俩人昨晚在酒吧的厕所，然后又到酒店。昨晚我很高兴，不过我现在得回家了，改天再来找你。萧娇拿起手机给男人转账，才看见不断弹出来的热搜。怎么会这样？还在亲她的男人被吓了一跳。姐姐，发生什么事了？萧娇推开他，捡起地上的衣服，匆匆离开了酒店。她不敢接电话，特别是萧婷的电话，她知道她肯定会被打死的。别慌，别慌，云轩泽不是也出轨了吗？扯平了。我是萧家的大小姐，他不敢对我怎么样。回到家里，云轩泽跟孙静飞依偎在沙发的客厅上。阿泽，你老婆回来了。云轩泽看都没看一眼，他不是，一会我们就去离婚，云家才不会要一个在外面乱搞的儿媳妇。萧娇气不打一处来，我乱搞？云轩泽，你以为你又是什么好鸟？这个贱人的肚子里还是你的种。你跟我结婚那天晚上不是说我比他厉害吗？你没乱搞，你跟我不算吗？都是同一种人，何必互相为难？你在那个破公司还需要萧家才可以站稳脚跟，跟我离婚你什么都没有。云轩泽松开孙静飞，站起身，扯开萧娇的衣服，贱货，内衣都没穿，你看看你自己这一身肮脏的痕迹。我跟你可不一样，菲儿是我的初恋，他只有我一个男人，不像你，是个男人就睡。萧娇一巴掌扇在云轩泽脸上，下一秒，萧娇被云轩泽一巴掌甩得站都站不稳。被打的云轩泽也没有因为萧娇是自己的老婆就手下留情，一个贱人还敢打自己。看着萧娇一身欢爱后的印记，他当即就要扒开萧娇的衣服。萧娇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跟云轩泽扭打在一起。孙静飞跟个没事人一样坐着看他们打架，他知道只有他们离婚了，他才有机会当云家的少夫人。第108章大优秀。菲儿，快来帮我把这个女人的衣服扒了，我倒要看看她是有多贱。听到云轩泽的话，孙静飞才上前帮忙，但她是个孕妇，竟哪里有萧娇大？萧娇本来就看孙静飞和她肚子里的贱种不顺眼，二话不说抓她的头发就开始踹。孙静飞被萧娇一脚踹倒在地，云轩泽满身怒气：“你这个贱人，居然敢打菲儿！她跟孩子有什么好歹？我弄死你！”云红两口子和萧婷两口子到别墅的时候，整个别墅已经砸得不像样了。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云公馆祠堂的鞭子已经准备好了。云远等他们打完架才进屋，家主让几位回公馆。少夫人的事情已经严重对云家造成影响，几位请吧。祝悠悠和云子京是最后一个到的，今天的云家祠堂人都要站不下了，连萧寒都在。云子京牵着自己的老婆大摇大摆的进屋。哟，这是夫妻打架啊？轩泽你也是，云家可没有教你打女人，尤其是打老婆。云轩泽忍着后背的痛，很有自知之明的主动跪下：“小叔，萧娇当众出轨，已经不合适做我们云家人了，我要跟他离婚。昨天他才被打过，伤还没好，又要来祠堂。更气的是，他昨天挨打也是因为这个女人。”云子京嘴角的笑意嘲讽：“离婚？我没记错的话，你们的结婚请柬已经发出去了吧？轩泽，看来你都没有把云家的规矩放在心里。云家只有丧偶。”听到这句话的孙静飞身子晃荡了2下，脸色煞白。丧偶？就是萧娇不死，他永远都是云轩泽情人。那他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云轩泽的脸色的也不好看。小叔，这个贱人出轨已经是帝都人尽皆知的事情了。云子京冷笑：“那跟你不是正合适？你出轨悔婚，未婚先孕也已经是帝都人尽皆知的事情。反正云家已经丢过一次脸了，不介意再丢一次。”萧娇笑起来，脸上的巴掌印特别瘆人。萧婷气不打一处来，却又不敢怎么样。不过云林国际今天的股票暴跌，一早上就损失了3个亿。什么？萧婷和云红一家子张大了嘴巴。3个亿？萧寒的脸色也不太好看，厌恶地看着一脸狼狈的萧娇。大哥，既然事情是萧娇做下的，那云家的损失你们来赔。萧娇一脸震惊：“小叔，你在说什么？”云子京满意的点点头：“也不是不行，那就转账吧。”祝悠悠全程都在看戏，在听见接下去的话，没忍住低笑出声：“忘了跟你们说了，3个亿，
美金，恐怕把你们都卖了也赔不起吧。萧婷轻哼了一声，萧娇既然已经嫁给了云家，那她就是云家的人，要杀要剐，云家做主就是了。至于3个亿的美金，云三爷应该知道，我们萧家的当家人是老二，你想要钱就找他吧。萧寒冷声，萧娇不是我的女儿，于情于理这笔钱都不应该由我来出。如果是我的女儿，一定做不出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情。祝悠悠看了他一眼，很快便挪开了视线。云子金把祝悠悠搂进自己的怀里，贴在他的耳边小声调侃：我老婆肯定不会，毕竟没有人可以比我更优秀，更让你满意。祝悠悠总手肘撞了一下他的心口，你确实优秀，优秀到他这么久了还不适应他的狼性，100年难得一遇的大优秀。老婆，按理说这种事情应该你来处理的，毕竟我是男人，不合适。来人，把鞭子给夫人。萧娇被人按跪在地，她挣扎着怒吼：祝悠悠，你这个贱人，你要是敢动我！啪一声，祝悠悠拿鞭子的手都顿了一下。这一巴掌是萧寒身后的萧恒打的。萧娇小姐，请慎言，三爷的夫人不是你可以冒犯的。你凭什么打我？你不过是二叔身边一条狗。啪！这一巴掌是萧婷打的。整个萧家都知道，萧恒对萧寒来说比他们这些有血缘的兄弟还亲。混账东西！老二，人交给你处置，我还有事先走了。祝悠悠看了看在场的所有人，门外还有一堆看戏的旁支。真要我打？云子金牵着他的手走到萧娇的背后，保镖上前按住萧娇。男人的大掌握住祝悠悠拿鞭子的手。老婆，你是云家的主母，别说是小辈犯错，就算是我，你说打我也得跪。话音落，云子金带着祝悠悠的手已经甩了出去。啊！他冷声开口：聒噪。云管家醒目的让人堵住萧娇的嘴。云子金打人的力度可跟昨天祝悠悠打云轩泽差远了，每一下都足以让人皮开肉绽。10下不到，萧娇就已经晕了过去。弄醒！冰冷的水泼在萧娇脸上，她想尖叫，嘴巴却被堵住。跪离她最近的云轩泽也被赏了一身冷水。他心里庆幸着，昨天打他的还好不是小叔，要不然他不死也要脱层皮。云子金是存了私心的，不管是昨天他泼住悠悠的那杯咖啡，还是刚刚骂他的新尖椒，他都不可能放过他。孙静飞站在角落里，双手攥得紧紧的，一直到萧娇彻底昏死过去，云子金才丢开手里的鞭子，揉着祝悠悠的手心，叫一声：别让人说我们云家见死不救。轩泽，老婆既然是你要娶的，就要好好管教，这一次就算了，下次云家你也别待了。萧娇是被抬出云公馆的。祝悠悠看着散去人群，我觉得你刚刚想把他打死。云子金低头去亲他的唇，不是觉得，真的想。但是他死也不能死在云家。萧娇在医院醒来的时候，眼底的恨意毫不遮掩。祝悠悠，我萧娇一定要亲手弄死你。这顿打伤的不轻，萧娇也算是消停了，连带着云轩泽也不敢在祝悠悠面前蹦跶。1个月后，离萧娇和云轩泽的婚礼只差1个礼拜。因为两人婚礼是要在港城办的，所以萧娇和云轩泽夫妻俩在婚礼前1个礼拜飞往港城。祝悠悠坐在男人的办公桌上，侥幸被男人握在手里把玩。你侄子的婚礼，作为云家家主，你不用到场吗？云子金轻捏白皙的小脚丫，他也配？婚礼能不能办得成还是一个回事。第109章信任跟狗没有。什么意思啊？祝悠悠不解，他确实不太了解这些东西。云子金低头轻啄他的脚背。哎呀，你干什么？哪里都亲，你是不是有什么癖好？他下意识的要缩回脚。你哪里我没亲过？萧家在濠江有10几个赌场，你觉得以云轩泽那种人会不去？云子金坐在椅子上，大手勾着他的腰肢，把人扯进自己的怀中。他不去，我也会让他去。拿了我1个亿，还欺负我老婆，不放点血怎么行？祝悠悠轻扯他的衣角，我还没去过濠江呢，你带我去。云子金唇角勾起一抹笑意，野性十足，可以讨好我。祝悠悠扯过他挑自己下巴的手，一口咬下，我自己去。办公桌往后挪，云子金按下办公桌下的按钮，玻璃门自动落锁。老婆，你想你妈和我妈对我混合双打你就说，你一个娇滴滴的小姑娘自己从这里去濠江，你当那是我的后花园啊？祝悠悠反驳，我才不是娇滴滴的，我又美又飒，而且不是还有暖暖一起吗？他在才危险。男人不要脸的诱哄，乖，在这里一次，后天我就带你飞濠江。祝悠悠看他的眼神中充满了警惕性。1次？多久？云子金被他明晃晃的怀疑给气笑了。老婆，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呢？我跟人之间有信任，跟狗没有。祝悠悠用力去掰开他贴在自己腰间的手。我是狗，没信任。行，2次。后脑勺被扣住，红唇瞬间被覆盖，呼吸被掠夺得一干二净。如果不是他亲自己的时候有意无意的让他呼吸，他可能已经憋死了。云子京，这是在你办公室。祝悠悠要被他搞疯了。办公室怎么了？我的办公室人进不来，只有狗和狗主人能进。按密码的，滴滴声响起，然后祝悠悠就看见他从抽屉里拿出小方袋。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能推门进来，看到的不过也是祝悠悠坐在男人的怀里，玩连连看。老婆，这个跟这个，按错了，怎么抖得连鼠标都拿不稳了？祝悠悠吼他闭嘴。电脑桌面上弹出游戏结束，祝悠悠脸色骤变，手里的鼠标快要被他捏碎。老婆，信我还是信狗？祝悠悠的哭得鼻尖通红，咬唇，你和狗我都不信。他轻笑一声，抱起他走到休息室的隐形门前，一脚把门踹开，门弹进去又自动关上，跟墙壁无缝衔接。祝悠悠完美的错过了午饭，而某只伺候他洗澡的狗。吃饱了，我让人给你买吃的。云子京柔声讨好，跟刚刚想让他死的那个人完全不一样。祝悠悠撇开脸不看他，斯文败类。特别是刚刚镜子里他高定的白色衬衫没有一点褶皱，而他不提也罢。你去买，别人买的我不吃。小脾气一上来，云子京都招架不住，眉眼间都是宠溺。我买，我亲自买，要不我亲自做给你吃。才不吃你做的，看见你就烦。他不气，只是觉得他闹情绪的样子很可爱。好，我烦。扯过架子上的浴巾，把他裹住，抱出浴室，拿出衣柜里的白色衬衫给他套上，再盖上被子。祝悠悠点了3菜1汤，每道菜都出自不同的店，还额外加了份点心。一家店至少距离15公里以上。云子京眉心跳了跳，不是觉得他无理取闹，而是怕自己买回来小东西会不会被饿死。见他还不动，祝悠悠嫌弃地瞥了他一眼，快滚。云子京被气笑，拉着他盖着脑袋的被子，强势亲了亲他的唇。饿了就打电话吩咐齐谦让员工餐厅先给你弄点吃的。能怎么办？宠着呗。云子京让齐谦先给每一家打电话做好菜，这样能节省等的时间。齐谦愣了一下，云总，我去取吧。云子京淡声开口，你想害我？你想我老婆不要我？卧槽，天降大祸，6月飞雪啊，他怎么就要害他了？云子京1个半小时才回到办公室，卧室里的祝悠悠睡得正香。他进去看了一眼人后，又悄无声息退了出来，看样子真的是累了。祝悠悠是被饿醒的，起来时发现办公室里没有人，茶几上放着几个保温饭盒。他回休息室去洗漱换衣服后，坐在云子京的办公桌前，一边吃饭一边追剧。保温盒里的饭菜都是他爱吃的，而且还是热的。喝了一口汤后，他才感觉身上的饥饿感慢慢消失。云子京是掐着时间点回来的，看见自己的办公桌成了饭桌，合同全部被扫在一旁。好吃吗？还不错，你要吃吗？这一看就是2个人的量。云子京拿起他喝剩下的汤喝了一口，睡够了。祝悠悠看了眼时间，发现自己竟然睡了2个多小时，怪不得精神好了。还可以，你赶紧吃，吃完去开会。祝悠悠用筷子戳他的手臂，说好带我去濠江玩的，要是骗我，我就带着暖暖离家出走。白色衬衫被戳出褐色的酱油印记，云子京一脸无奈。后天去。他按了内线，让人来把桌子上的饭盒收走，然后才进了衣帽间去换衣服。再次出来的时候，祝悠悠死死地盯着他身上的白色衬衫。这件是我刚刚穿过的。云子京俯身凑近，怎么，你穿过的我不能穿？祝悠悠翻了个白眼，都皱了。皱了就皱了，上面有我老婆的味道，我喜欢。祝悠悠也不管他，拿着包离开云林国际去了工作室。因为黎希暖喜欢每天都待在工作室，公司有职业经理人管理，他跟黎希暖也只有每个月月头才会出现在大会上。祝悠悠一进工作室就听见争吵的声音，发生什么事了？前台看见祝悠悠，像是看见了救星，悠悠姐您可算来了，有个孕妇和西暖姐吵起来了，说要退钱，西暖姐不给退，让我关门，也不让我进去。孕妇，查一下有哪位客户的订单还没有交付成品的。第110章，爱过吧。前台查看了一下电脑系统，悠悠姐，几个月前一位云夫人来订的一套凤冠霞帔。祝悠悠明了，怎么把这件事情忘了？好，我知道了，你给大家点个下午茶，多少钱一会发我微信。对了，不用买我的份。
他推开会议室的门，果然孙静飞一副阔太太的模样坐在沙发上。黎希暖一脸不屑，要退钱让给钱的人来退。再说了，那个衣服合同上写明交付时间是明年的3月份，时间都没到，你急什么？孙静飞气急，当初明明说好半个月了的。祝悠悠看了眼无辜被丢在地上合同，她弯腰捡起来放在桌子上。孙小姐，当初签合同的时候我们说好的，非遗文化的服饰麻烦，预至少需要提前半年预定，预定后概不退换和修改。您现在这个肚子，恕我说话直接，我就是做好了你也穿不进去。几个月前预定的时候她还没有显怀，现在肚子跟球一样，腰身不得了挤爆了。黎希暖低笑出声，小舅妈，你不是去找我小舅舅吃午饭了吗？怎么回来了？祝悠悠坐在他身边，捋了一下他的头发，悄无声息地盖住他脖子上的吻痕。我吃完饭不能回来，得在那里住下吗？孙静飞站起身，我不管，你们今天要是不给我退钱，我就打电话举报你们。祝悠悠也不带怕他，别只说不做。孙静飞想拿这笔钱去捞你爸，我跟你说，想都别想。上个礼拜，孙正东挪用巨额公款、偷税漏税、生产不合格商品等等各种罪名，加上白氏在后面推波助澜，判了有期徒刑15年。谢小四去看过他一次，毕竟是初恋，想把他捞出来。孙静飞脸色难看，你管我这笔钱用来干嘛？总之，你今天不退钱，我就不走了。祝悠悠似懂非懂的点了一下头，不走啊？行吧，暖暖，打电话叫保安把人请出去吧。看在她是个孕妇的份上，她不扔。祝悠悠站起身，盯着孙静飞的眼睛，这双眼睛真丑。你，祝悠悠，我们好歹姐妹一场。祝悠悠呵呵呵了几声，谁跟你这个小三的女儿是姐妹？我妈妈不是小三，你妈妈才是，我爸爸妈妈是初恋。孙静飞最讨厌别人说她是小三，明明她就是孙家的大小姐。你才是野种，你妈怀着你跟我爸结的婚，连亲生父亲都不知道是谁的野种。你跟你妈一样贱，明明就是宣泽的未婚妻，还勾搭上他小叔。你，啪！孙静飞跌坐在沙发上，祝悠悠居高临下看着他。你妈跟孙正东婚内搞在一起，不是小三是什么？孙正东入赘祝家，我妈帮他创业，让他从一无所有的穷小子到企业家，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你以为孙正东不知道我不是他的女儿吗？他知道，只是为了钱，为了地位，他只能接受我是他的女儿。如果可以，你以为我稀罕？祝悠悠弯腰盯着他的肚子，孙静飞，管好你的嘴，否则别怪我帮你捐舌头。他喊来工作室的人，给他退款。孙静飞看到结算单的时候，差点撅了过去，200万，不是560多万吗？祝悠悠坐下，设计费、人工费、材料费、制作费都是钱，孙小姐该不会是想白嫖吧？非遗文化的服饰，从设计到选材每一步都需要很高的费用。如果不信，那你可以去同行打听打听。200万，退，我让人打钱，不退，明年3月过来取衣服。祝悠悠让别人留下处理，自己带着黎希暖回到制作室。暖暖，你想去濠江吗？黎希暖喝了口冰咖啡，眸子都亮了。濠江？去赌场玩吗？那我要带多少钱去？祝悠悠戳了戳他脖子上的吻痕，不用你花钱，不过你得告诉我，你跟白灵鹤到哪一步了？粉都遮不住你脖子上的痕迹。黎希暖先是红了脸，又耷拉着脑袋趴在沙发上。悠悠宝贝，你说我是不是身材很差，还是长得很丑，还是真的没有什么女人味？祝悠悠在他身边，让他把头枕在自己的腿上。为什么这样说？你这个身材，这个脸蛋要是差的话，就没有好看的了。至于女人味嘛，好说，小舅妈给你安排。黎希暖抱着祝悠悠的小腹，我们什么都做了，就是没有到最后一步，就是去酒吧那天，回家以后我能够感受到他都那样了，明明我都说可以了。因为这件事，黎希暖好几天都不理白灵鹤，昨天晚上还是那样，他郁闷了。他觉得明明他们就要订婚了，早晚的事。祝悠悠顺着他的长发，暖暖，那你现在喜欢白灵鹤吗？喜欢啊，不喜欢我干嘛答应跟他订婚？只是喜欢。黎希暖就是那种开窍晚的人，看事物堪比直男。暖暖，你们之间的婚事是白灵鹤去黎家求的，那他有问过你的意思吗？黎希暖点点头，问过，他问我愿不愿意跟他订婚，我愿意啊。那他还问过什么？黎希暖沉默了几秒，他问我爱不爱他。悠悠，你说他们年纪大的怎么就那么奇怪？我都答应订婚了，这不是爱吗？祝悠悠真的好想劈开他的脑子，看一下里面是什么东西。暖暖，不爱也可以订婚啊，你看我跟云轩泽不也订过婚？黎希暖抬头看他，那你那时候喜欢云轩泽吗？祝悠悠低笑，你怎么不问我有没有爱过他？那你爱过吗？
祝悠悠呼吸突然一滞，爱过吧？如果没有爱过，上一世也不会相信他，更不会被他夺走了眼睛。但那是上辈子的事情了，我现在只爱你小舅舅，他小气，见不得我爱太多人，我心也很小，容不下那么多人。暖暖，不如你想一想，你爱不爱他？李希暖根本就没有在意他说上辈子，以为说的是过去式的意思。因为祝悠悠的话，李希暖当天晚上没有回公寓，而是回了离家。云子宁看见女儿失魂落魄的样子，怎么了？被甩了？李希暖跺了跺脚，妈妈，我是你亲生的吗？云子宁没好气的对他，不是，那么蠢，恋爱都不会谈，一看就是你爸亲生的。第111章，他的克制是对你的尊重。李希暖一副摆烂的模样，躺在沙发上。那你还记得是从什么地方把我抱回来的？要不你把我还回去吧。云子宁看他这副样子，说不心疼是假的。他就这么一个女儿，从小又被保护得太好，不仅有云家这棵靠背大树，更有云子京撑腰，他的世界如同白纸。暖暖，跟妈说说，是不是跟林鹤吵架了？才没有，他才不敢跟我吵架。云子宁嘴角抽了抽，你好像很得意。李希暖抱着云子宁的腰，妈妈，你能跟我说说，爱一个人是怎么样的吗？他只知道自己不抗拒他的亲近，他的亲吻，甚至更亲密的事情。云子宁轻笑，爱啊，是忠诚，是包容，是偏爱，是无条件的信任，是陪伴。李希暖看似懵懂，那他给我做饭，给我洗衣服，给我钱花，是爱我吗？云子宁，感情他给自己找了个冤大头。妈妈，网上不是都说有性才有爱吗？云子宁差点没被气死。你这脑子是怎么长这么大的？我生你的时候丢的明明就是胎盘。爱一个人是他会打破自己的生活原则去为你改变，会紧张你，会在意你，你开心他就开心，明知道你闹脾气他还是会哄你开心。暖暖，真正的爱是不会束缚你的，你想做任何事就做任何事，喜欢就大胆去做，不喜欢就大胆拒绝。至于你说的性，那不叫爱，那叫生活的调和剂。云子宁戳了戳女儿的额头，你跟林鹤是不是还没有过？白灵鹤是他看着长大的，他了解他的为人，也清楚他着急订婚就是为了让一切看起来名正言顺。他这个傻女儿啊，捡到宝了。妈妈，你干嘛那么直接问？李希暖小声嘀咕着，眼神都不敢看云子宁。不然呢？你是我生的，我能看不出来？暖暖，他的克制是对你的尊重，但是爱一个人是克制不住想要去占有的，他能做到这样已经很不错了。云子宁打了个哈欠，我不跟你说了，饿了让佣人给你弄吃了，我回房睡美容觉了。李希暖在客厅一个人待了一会，就回了房间。他在洗澡的时候，床上的手机响了一遍又一遍。白灵鹤回到李希暖的公寓，发现人不在，打电话又不接。他扯开领带扔在一旁，捏了捏胀痛的眉心。今晚有应酬，他给小姑娘提前打过报告了。他说好，怎么又不回家呢？白灵鹤掏出手机，停在了祝悠悠的电话号码上，犹豫了一下，还是打了另外一个号码。有事？找你老婆。云子京靠在书房的办公椅上，微微眯眼。你想死？我老婆是你可以想找就找的。白灵鹤拿了根烟放在唇边，金属火机的蓝色火苗刚亮起，盖子又被他盖了回去。我找暖暖。那你给他打电话，给我打电话干什么？说是这样说，但是他还是起身往卧室走去。祝悠悠正趴在床上边敷面膜边追剧，白皙的脚丫子在床边乱晃，看得云子京火气蹭蹭蹭就上来了。他哑声开口，老婆，外甥女婿找你。外甥女婿？喂，找暖暖吗？他回家了。白灵鹤说了句谢谢后就挂断了电话。他大概知道为什么黎希暖会回家了，小丫头真是记仇。昨天晚上他其实就快要克制不住了，如果他再进2寸，但他没有，所以小姑娘是生气他做好人了。白灵鹤没有着急去找他，而是下楼回自己住的地方，洗了澡，换了身衣服。今晚的应酬对方带了女伴，身上除了酒味，多少沾染了一点香水味。黎希暖洗完澡后，看见手机一堆男人的未接来电，最后一个停留在20分钟前。他一脸不高兴地戳着手机屏幕，人家没接就不打了，哼，臭男人。黎希暖给自己涂了个面膜，坐在阳台上打游戏。车灯晃过，他压根就没有注意。白灵鹤的车停在离家别墅的门口，3楼阳台上那个身影他一眼就看到了。车子熄火后，他没有下车，也没有给他打电话。他打开手机游戏，找到好友列表，一直到上面显示他不在游戏中了，他才打电话。喂，白叔。听到小姑娘软软的嗓音，白灵鹤提着的心终于放回原位。
打完游戏了？你怎么知道？你要玩吗？我带你一起玩。白灵鹤轻笑出声，温柔的话语里都是宠溺。我在你家门口。哦，那你开门进去啊，我又没改密码。我在你家别墅的门口。李希暖从懒人躺椅上弹跳起来，趴在阳台上看着别墅外，揉了揉眼睛。白灵鹤柔声开口：别趴在栏杆上，小心摔了。啊！他尖叫一声后挂断电话，穿上拖鞋往楼下跑去，脸上的面膜都没有洗掉。别墅的小铁门被打开，白灵鹤看见偷感十足的小姑娘，被气笑出声。他推门下车，娇软的身子撞进她的怀中。我就那么见不得人，你偷偷摸摸的样子很像要去偷人。黎希暖仰头看他，偷狗。他吸了吸小鼻子，眉心拧在一起。你喝酒了？还开车？你酒驾！白灵鹤突然被他吼得两眼一猛，随后轻笑，应酬完就回家了，看见你不再给你小舅舅打电话，说你回家我就过来了。他并不是酒驾，而是代驾把车开到前面一栋别墅前停下，他自己就开了100米，都不知道有没有。不开车怎么哄着人送他回家呢？温热的唇瓣亲吻着他的额头，小娇气宝，你不在家我睡不着。黎希暖美眸瞪他，那你现在是打算来我家睡吗？白灵鹤一脸期待，可以吗？不可以。腰间的手松开，白灵鹤才看见黎希暖身上穿的衣服，下意识的要脱下西装，却发现自己洗完澡出门只穿了衬衫。他把人搂进怀里，喉结滚动了一下，再让我抱抱，抱一会我就回家。衬衫跟睡衣紧贴，黎希暖的脑子懵了一下。第112章，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黎希暖的小脸颊瞬间涨红，我要回家了，要死了。白灵鹤哑声开口，羞什么？我亲过的。黎希暖感觉自己的 CPU 彻底瘫痪，他在说什么？你不要脸！白灵鹤低头轻啄他的红唇，不要了，老婆，一起回家，还是我跟你回家？黎希暖娇嗔开口，嗓音软软，你就是赖定我了，不要脸的男人。赖定了。黎希暖想了一下，算了，还是回去吧，他妈妈在家，要是动静太大，他还见不见人了。那你在这里等我，我上去换衣服。白灵鹤紧紧地搂住他的细腰，车上只有我看你。不行，我的手机和包包都没有拿，特别是包里的东西。白灵鹤只好放开手，让他上楼。黎希暖拉开包包，里面有一个粉色的小袋子，这是下午祝悠悠给他安排的东西。他偷偷摸摸看了一眼，然后就不敢再看了。这东西真的能穿吗？袋子那么细，不会一扯就断了吧？不管了，反正他每次都临阵脱逃。黎希暖换好衣服，偷偷摸摸的下楼。到2楼的时候，差点没被吓死，要离家出走。哎呦，妈妈，干什么啊？吓死我对你有什么好处？云子宁，吓死你这个世界上少一个这么蠢的人，在自己家偷偷摸摸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贼。林鹤来接你了。刚刚黎希暖下楼的时候动静那么大，他想听不见都很难。然后他站在窗户，看着门口路灯下的2个人，又是抱又是亲的。他说我不在家他睡不着。云子宁，大半夜他不饿不吃狗粮。行了，赶紧滚。黎希暖开心地抱着云子宁，妈妈，我过2天跟悠悠和小舅舅去濠江玩，回来我给你带礼物哦。云子宁翻了个白眼，你不把自己输在濠江就不错了。白灵鹤在外面等了许久，才看见黎希暖小跑出来，被妈妈抓包了，我们快点回家吧。黎希暖车开得很快，白灵鹤都想帮他踩刹车了。宝贝，别开那么快，不着急回家。谁说不着急的？我着急，我要回去睡美容觉。白灵鹤低笑，每天晚上打游戏到凌晨1点的人跟他说要睡美容觉。倒车入库一气呵成，黎希暖推开门，提着包下车。我先回家喽，白叔你走慢点。白灵鹤勾唇，眼眸里都是宠溺和无奈。黎希暖回家后一头栽进卧室，3下5除2把自己脱得一干二净，然后拿出包里的小裙子比划了2下，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黎希暖，把它吃掉。他换完衣服后还给自己喷了点香水，完美。卧室门被敲响，黎希暖连忙把灯都关掉。暖暖，怎么不开灯？下一秒，后背贴上娇软的身体，腰间被一双小手缠住。卧室里还有没散去的香水味。他握住着她小手转身，眸色舒紧，喉结明显滑动。本来平滑的西装裤翘了。他在心里低骂一句，二话不说扛起她往床上去。小丫头真不怕死。黎希暖唇角勾起一抹坏笑，对他眨了眨眼睛。白灵鹤倒吸了一口冷气，后尾椎骨完全僵硬。暖暖，松手！他的头皮都是麻的，刚刚缓解下去的燥热在此时加倍翻涌而起。
金属扣解开的啪嗒声格外悦耳。他单手撑起身子，捏住李喜暖要躲开的脸，看着我。男人的嗓音早就嘶哑到了极致，对上他的眼神，李喜暖想要松手了，可是自己找的活，哭着也得干完。继续，哥哥，我错了。白灵鹤俯身去亲他，你没错，暖暖做得对。暖暖，你真的准备好了吗？突然间手颤抖的厉害，李喜暖一脸不可置信。白灵鹤失笑，这就怕吗？他翻身下床，西裤落地，暴力地扯开自己身上的衬衫。在李喜暖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唇已经被封住，窗帘没有拉上，月光照进屋内，白墙上映出2道纠缠的人影。男人温柔的轻哄声一直到后半夜才结束。落地窗电动窗帘自动合上，白灵鹤轻柔地在给怀里早就熟睡的女孩吹头发。一场淋漓缠绵后，她的长发被汗水浸湿。小姑娘哭着让自己给她洗头发，她不敢不照做。在浴室折腾了1个小时才给她洗完头发，她半条命又差点折在她的手里。吹风机被她随手丢开，轻啄她泛红的眼皮。小笨蛋，你不用做这些的，想要什么我都给你。李喜暖睡到自然醒的时候，发现自己还被人抱在怀里。他跟平时一样想去亲她的喉结，谁知道一动直接哭出声。再低头看见自己全身像是被家暴了一样，哭得更大声了。白灵鹤吓了一跳，把人捞进怀里哄，怎么哭了？还很疼吗？他塑了快30年了，初尝没好，失了分寸。他的皮肤本来就白嫩，昨晚洗澡的时候一开灯，他自己都吓了一大跳。疼死了！不行，你明天开始回你自己的房子睡。天杀的，怎么会这样？白灵鹤揉了揉他的后腰，那不行，以后你在哪里睡我就在哪里。你会离家，那我只能厚着脸皮一起去了。李喜暖完全不敢动，一动就感觉自己的骨头碎成渣。他乖乖地趴在他的怀里，惩罚似的啃他。刚开荤的男人根本经不起他这样的招惹，心里暗暗骂了句不争气的东西。李喜暖一脸惊恐地看着他，你还来？我都这样了你还来？白灵鹤，没想到你跟我小舅舅一样，都是禽兽不如的狗。他现在算是懂了，为什么祝悠悠经常说穿不动高跟鞋。制作室里还多了一张高脚凳。不行，光打雷不下雨的模样都笑了白灵鹤，不动你，你要乖，别乱动。半个钟过去了，白灵鹤认命的掀开被子，拿起地上的浴巾进了卧室。李喜暖忍着腰痛去拿床头柜上的手机给祝悠悠发信息，姐妹，革命成功。我也是有经验的人了。第113章，讲点道理好不好？祝悠悠还赖在床上，明明昨晚就没有纵欲，今天却腰酸背痛，眼睛都睁不开。自从工作室和公司合并以后，制作师和设计师的人也多了，他跟李喜暖也体验了做老板的乐趣。以前还会接一些老客户或者团订的服饰单，现在他们俩只接非遗制作，其他单都分配给不同的设计师和制作师。但这样的单并不多，1年多最也就1、2张。祝悠悠眯着眼睛看着李喜暖发来的信息，眸子一亮，暖暖，过几天你就不会这样说了，就会像他一样经常趴在床上起都起不来。李喜暖几乎是秒回信息，悠悠，我觉得你之前是骗我的，哪里只有痛，明明还有什么？男人低哑的嗓子在他的背后响起，李喜暖尖叫出声，手指触碰到了发送键，回头捶他，你要吓死我吗？吓死我你就没有老婆了。白灵鹤刚洗完澡，身上的沐浴露香味跟他身上是一样的，发尾的水珠顺着胸膛消失人于线下的浴巾。李喜暖亮了亮眸子，下一秒红唇被擒住。宝贝，告诉我，除了疼还有什么？我感觉到你。白灵鹤贴在他的耳边一字一字的吐出来，李喜暖羞红的耳尖。你还说我，你还秒无。祝悠悠看着没有打完就发过来的话，突然就懂了，掀开被子下床去洗漱。电动牙刷刚放进嘴里的时候，祝悠悠的眉心轻微皱起，明明已经换了茉莉花味道的牙膏。祝悠悠抬头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一个危险的想法在自己的脑海里萌生，她连忙下单了个药店送货上门。20几分钟后，卧室门敲响，太太，这是您喊的药吗？您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我给司徒医生打电话。祝悠悠接过袋子，不用了杨妈，我没事。在关上门的时候，她探出头来，杨妈，我买药的事情可不可以不要告诉云子京？好杨妈，我真的没有不舒服，我发誓。杨妈一脸笑意，根本就招架不住他们家太太撒娇。好，那您要是不舒服一定得说。祝悠悠进了浴室，把马桶盖子放下来后，坐在上面研究手里的东西。1条就是没怀，2条就是怀了。
他刚准备拆包装，小腹一阵疼痛，这个感觉也很熟悉。他放下手里的验孕棒，5分钟后把验孕棒扔进放卫生棉的抽屉里。都来大姨妈了，那肯定用不到了。因为明天要去濠江，他干脆也没有出门，查了一下那边的天气预报后收拾衣服。一直到下午，李喜暖拖着行李箱来庄园，脱了力倒在沙发上。混蛋，禽兽，流氓！杨妈倒了杯水放在他的面前，小姐，这是怎么了？李喜暖抱着杨妈告状，杨妈，白灵鹤欺负我，我要换个未婚夫。提着包进来的白灵鹤嘴角抽了抽，他欺负了吗？欺负了，还欺负得挺狠。质疑他，说他秒。他一个没有经历任何情爱的人，首次开荤10几分钟，他说他秒，看来是昨天不够卖力。男人的尊严受到了严重质疑。白少，白灵鹤把包放在他随手丢开的行李箱上，在他身边坐下，把人抱进怀里，大掌有意无意地替他轻揉后腰。招惹我的人是你，质疑我的人只是你，口嗨的也是你。暖暖，讲点道理好不好？李喜暖一口咬在他的脖子上，撕。白灵鹤脸色骤变，还胡来，想在这里？你太讨厌了，赶紧走。杨妈，我小舅妈呢？杨妈看着打闹的2个人，太太在睡午觉。李喜暖挑眉，睡那么晚，该不会跟我小舅舅一起睡吧？杨妈嘴角抽了抽，扯了个笑容，先生不在家，太太那个不太舒服。秒懂。李喜暖赶人走，你快走，别逼我打你。白灵鹤压低声音，暖暖刚刚打的还少吗？他轻揉他的脑袋，去濠江乖一点，我忙完这2天就过去找你，带你玩。如果不是他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签约仪式，他肯定二话不说打包东西一起去，1秒钟都不想离开他。不想离开。李喜暖打发了人以后上楼，敲了敲门。等了一会，没有人应，他才开门进去。祝悠悠的习惯他是知道的，只有他一个人睡觉的时候，他不会锁门。听见动静的祝悠悠睁开眼坐起身，暖暖，你被放出来了。李喜暖气笑，什么叫我被放出来了？悠悠宝贝，你跟我小舅舅学坏了。祝悠悠让他过来床边坐下，李喜暖识趣的坐在地毯上。我小舅舅要是知道我坐了他的床，他能把我扔到火星去。他耷拉着脑袋趴在床沿，你都不知道，我刚刚就是说了一句他昨天的时候，他居然那样对我。小舅妈，我小舅舅之前是不是也这样？祝悠悠摸了摸他的脑袋，暖暖，面对老男人不要口嗨。刚推门而入的老男人，他唇角勾起一抹邪笑，看来是越夸下留情了。李喜暖看见门口的人，条件反射的从地上爬起来，动作太大，拉扯身上不适的地方，痛得他后背发麻。云子金瞥了他一眼，我要换衣服，你还不走，想偷窥我？李喜暖瞪大眼睛，云子金你有病啊，什么谣都敢造，不用钱是吧？男人黑着脸提着他的领口拖到门外，砰一声门关上。没大没小。祝悠悠唇角勾起浅笑，眼底带着无奈，你幼不幼稚？云子金脱下西装扯开领带，老婆是臭丫头，没大没小，他都敢直呼我这个亲舅舅的名字了，都是惯的。祝悠悠同意的点点头，我惯的。云子金，他走到床边低头亲她，杨妈说你不舒服，生理期。应该是吧，算着时间还晚了3、4天。云子金轻捏他的鼻尖，怪不得最近体力那么差，一次就喊累。祝悠悠踹他，滚！你一次多长时间心里是没有点数吗？他小声嘀咕，你一次是别人1周的时间。原来在我老婆心里，我这么厉害。哇哇哇，评分更新了，期待冲上9分的那天，宝子们点5星，留下评论，我都会看哟。第114章，没有1米89的男小三。云子金洗了个澡，换了身家居服下楼的时候，看见2个小姑娘靠在沙发上玩游戏，怎么不吃饭？他的眼神扫过隔壁的李喜暖，你没加回吗？李喜暖的手一抖，死了。我悠悠，你管管他。祝悠悠一脸无奈，有我的地方就是你的家，这个房子是我的，你想住就住，你小舅舅不敢有意见。云子金，原来他才是那个小丑。吃完晚饭，李喜暖又拉着祝悠悠打游戏。云子金看着又空了的手心，你几岁了还无所事事，每天知道打游戏。明天开始给我去公司上班，我给你安排个秘书的岗位。李喜暖摇摇头，不听王八念经。李喜暖，你给老子滚出去！有祝悠悠给他壮胆，李喜暖有恃无恐。我不滚，要滚你滚，这是我闺蜜的家。云子金气得脸色铁青，浑身的气息变得冰冷。祝悠悠牌灭火器上线，暖暖，你舅舅
是长辈，你怎么可以这样呢？快点道歉。黎熙暖秒乖，哦，对不起小舅舅。暖暖错了。云子晶直接被气笑，小时候做错事她也是这样，轻飘飘的一句小舅舅，暖暖错了，你别生气了。然后背锅的那个人就是他。看着男人气呼呼上楼的背影，祝悠悠笑倒在沙发上。暖暖，要不你搬过来住吧，我觉得你和小舅舅的相处真的太有氛围了。黎熙暖傲娇冷哼，想看我挨打你就说。祝悠悠陪黎熙暖打了几局游戏以后就上楼去了。虽然自己有护身符在，但是这个保护得了，下面保护不了上面。长了嘴就是用来哄他的，至于哪种哄，他选第一种。扣扣扣！书房的门被推开，云子晶下意识地灭掉手指间还在燃烧的半支烟。他傲娇的哼一声，继续看着电脑，手又不受控制地按了屋内的新风循环。祝悠悠，不愧是有血缘关系的旧生，一个傲娇，一个极品傲娇，不理我，那我走了。云子晶抬头，眸色里带着委屈，不许走。那委屈巴巴的样子装得很像，偏偏祝悠悠就是甘愿入套。你又不理我，还恨我。云子晶站起身走到他面前，单手把他抱起来，把书房的门关紧落锁。祝悠悠眉心一紧，我生理期来，我又没想干什么坏事，老婆，你想？祝悠悠，他就不该来，他不需要他哄。想你个大头鬼，你是个总裁，是帝都的云三爷，你应该是高冷禁欲的。云子晶把他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在外面是，在任何人眼里我都可以是柳下惠，但在悠悠面前，我毫无招架之力。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他的指尖擦过他的唇瓣，我不干嘛，但是宝贝，你要补偿我，我才是你老公。臭丫头一来，我就得自动退到小三的位置。祝悠悠轻笑出声，你还挺有自知之明啊。骨节分明的手把祝悠悠的红唇捏成一个 O 型，我是小三。云子晶委屈的眼眸中带着隐忍的欲色，偏偏他做不了什么。祝悠悠故意逗他，你不小。云子晶勾唇，我当然。嘴边没说完的话被祝悠悠打断，没有1.89米高个子的小三，一般像你长得这么好看的都是正宫。云子晶俯身把人压在办公桌上，我是小三，小。祝悠悠，三爷，你的关注点错了。祝悠悠淡紫色的指甲隔着衬衫在他的心口打圈，云三爷对自己，嗨嗨，没有自知之明吗？女人娇媚的声音让云子晶仅存的自持力一秒崩塌。勾我？没有。祝悠悠死不承认，他没有勾他，他在哄他。祝悠悠还想再狡辩一下，手还没有碰到他的喉结就被他钳制住，反手背到身后，热吻落下，又霸道又急促，宣泄着他的不高兴。送上门的小狐狸，不吃白不吃。云子晶，别，我生理期。祝悠悠被他抱起来换了个地方，小身躯窝进了他的办公椅上。我知道，但是老婆，这里也是可以的。他轻啄他的唇后，按下窗帘，关闭书房所有的灯光。许久，书房的门被敲响。小舅舅，我小舅妈不见了，她在书房吗？我找她有事。敲门声把交织到最高端的两人吓了一跳。云子晶咬牙闷哼，痛得立马投了降。而祝悠悠本来泛红的笑脸瞬间煞白。云子晶连忙退开，顾不上自己身上的疼痛，抬起他的下颚。他没有想到会这样的，虽然两人不是头一次这样，但这种意外真的是第一次。祝悠悠的美眸里蓄满了委屈的眼泪。对不起，是我的错。他等下就去打死外面那个罪魁祸首。云子晶抱着祝悠悠进了书房的浴室，给她洗漱完后放她在书房的沙发上，然后才敢开灯。本来已经消停的敲门声又响起，云子晶火气直冲天灵盖。等着，我这就把他扔出去。祝悠悠眼泪落在了他兜手背，云子晶哪里还管得了门口的人。黎熙暖，你给老子滚回房去。外面敲门的黎熙暖吓了一大跳，哦了一声，乖乖上了楼。不对啊，他不就敲了门吗？悠悠明明上楼了，又不在卧室，又不在楼上的健身房，在书房吗？那他们在干嘛？小舅舅好像很生气，该不会……黎熙暖感觉自己好像发现了什么不该发现的事情，偷偷摸摸回了房，关门反锁，保狗命。云子晶把人抱在怀里，又亲又哄，担心是不是伤到他了。祝悠悠开口说话的嗓音轻颤，嗓子疼。云子晶扣好衬衫，整理好身上满是褶皱的裤子，我让司徒过来给你看看。祝悠悠瞪他，忍着嗓子的不适，你想让全世界都知道我是因为你才嗓子疼的吗？有过几次，他其实也慢慢适应他了的。他虽然在这方面的占有欲很强，但对他还是温柔到了极致。他总是弄得他差点当场去世，
他却还是哄着他。司徒不会说的。祝悠悠推开他，躺在沙发上，背对他，只留了个后脑勺。我不听，你去给我烤个2个小吊梨汤。云子金贴在他耳边说，为什么是2个？老婆你心疼我？不是，给暖暖喝。云子金差点咬断自己的舌头，嘴贱，他就不该问那句话。第115章80斤反骨。祝悠悠被他抱回卧室泡澡，在下楼的时候，他看见男人脸色冷冰冰，仔细看还有点委屈。他无奈又觉得好笑，挽着他的手臂，踮脚亲他的脸，怎么一副被人甩了的表情。云子金叹了口气，把他搂进怀里。你要是敢甩了我，我肯定不是这个表情，应该是很凶狠的，要杀人的表情。祝悠悠抬起头亲吻他的下巴和喉结，别老是吃暖暖的醋，我们俩是从肚子里就开始做闺蜜的，你不一样，你是天降，都赢了还要怎么样？李希暖下楼的时候就看见2人在厨房腻歪亲吻，他忍不住打了个嗝。他走，刚转头要上楼的时就被喊住，滚过来。不会滚。云子金的太阳穴直突突，老婆，你看看，你看看，这该死的孩子。祝悠悠无语，他就像是个祸国妖妃。暖暖，你小舅舅给我们做烤梨了。李希暖坐在后偷偷摸摸地问，你刚刚在书房？祝悠悠，那我不是打扰你跟我小舅舅酱酱酿酿了？不对啊，你不是大姨妈吗？我小舅舅又不做人了。端着东西从厨房出来的云子金突然就想要把手里属于他的那一份冲到下水槽去。井号34长辈的事，小孩子少管。井号34，偏偏黎希暖95斤，有80斤反骨。我跟悠悠一个年龄，如果不是你禽兽，他现在也还你小舅舅。云子金把东西放在桌子上，嗓音冷冷地放下一句，以后狗能进庄园，黎希暖不行。黎希暖看着他上楼的背影，控诉，小舅妈，你管管。祝悠悠小口小口地喝着面前的烤梨汤，火辣辣的喉咙口总算舒服一点了。他知道云子金是心疼他，毕竟他是真的疼。管过了，要不然刚刚你敲门的时候就被你小舅舅扔出门了。黎希暖一脸八卦，小舅妈，你教教我，来大姨妈的时候你们怎么做的？我学习一下。可嗨嗨。祝悠悠一口汤差点喷出来，这个虎妞，让你未婚夫教你，他懂。黎希暖坐立不安，该不会是疑？祝悠悠真是服了他的脑回路，把你那些黄色废掉都给我倒掉。你觉得像你脑子里想的，我能坐在这里？一碗梨汤喝完了，黎希暖都没有得到准确答案，只能回房的时候认真的查了一下资料。他好像知道为什么今晚会有小舅舅亲手做的烤梨汤了。次日，一架私人飞机从帝都的机场飞往濠江。飞机上除了云子金夫妻和黎希暖外，还多了一个人。黎希暖为了不被扔下飞机，挪去跟程洛雅坐在一起。洛雅姐姐，你也去濠江参加婚礼吗？程洛雅是今天一大早洛岭亲自送上飞机的。昨天晚上听见他要跟萧敏一起去濠江，他当场就退了他的机票，又起了个大早把人送到机场。不是，我有个事情在濠江。萧敏是邀请过他一起去参加萧家的婚礼，但是婚礼在港城，他不是很想去。濠江他一直都想玩一玩，趁着这次机会到处走走逛逛。而且要是让某个醋精知道他跟别人去参加婚礼，他会死。程洛雅不动声色地按了一下后腰。靠！神经病！云子金挑眉问，这是打算公开了？找个合适的时机。云子金点点头，洛琳喜欢自己的养妹，他跟白灵鹤都知道。但身在豪门，这种关系多少会被人拿出来做文章，会被人诟病，甚至被人当作把柄。所以在程洛雅大学毕业之前，洛琳一直都是藏在心里的。如果不是那天的意外，或许他们会一步步的慢慢让外界接受他们之间的关系。可是意外就是那样猝不及防，打得你措手不及。洛雅，阿岭这几年也做了不少努力，他表面的不正经，实则都是伪装，你应该懂他的。我懂，谢谢紫金哥。飞机到达濠江机场的时候，萧寒和萧恒已经等在出口。濠江毕竟是境外，云子金也只带了木山和涂青，但这毕竟是萧寒的地盘，不至于出事。上车后，萧寒亲自开车，让祝悠悠有些意外。濠江虽然是我的地盘，但是赌鬼从来都是不要命的。我把阿恒留在你身边，他在濠江，别人都要敬畏3分。祝悠悠想开口拒绝，云子金却比他快做出反应。那就谢谢萧总了。有不用花钱的保镖，为什么不用？祝悠悠的安全一定要排在第一。当天他们入住萧家旗下最大的酒店。祝悠悠看着窗外的灯红酒绿，怪不得人人都想来濠江，到处都是金钱的味道。云子金刮了刮他的鼻子，你缺钱？谁还嫌钱多啊？小舅舅，你会赌吗？
云子金轻啄他的唇，喊错了，叫老公。别闹，快回答我。床上叫他老公就算了，床下他还是喜欢喊他的名字，或者小舅舅。会一点，走，带你去玩。云子金把木山给了黎希暖，他早就按耐不住想要下去玩了，换了100万的筹码，才发现在这里100万跟1万一样不起眼。木山，你说我会不会把我自己输在这里？木山扯出一抹笑容回答，不会，这里是萧家的地盘，而且三爷的钱可以在这里赌到小姐死都赌不完。黎希暖，我谢谢你咒我。木山知道自己说错话，挠了挠头发，小姐，您放心玩，不会输。他低声对黎希暖说了一句，玩头子，属下能听得出个大概。黎希暖眸子一亮，真的？骗你没钱花。黎希暖大笑，行，赢钱了我分你。祝悠悠夫妻俩进赌场的时候，黎希暖正玩得起劲。云子金掏出手机拍了个视频发给还在加班的白灵鹤，你再不来，未婚夫的身份就没了。黎希暖扯着木山的手又跳又笑，木山全程一脸无奈。而收到视频的白灵鹤脸就是牌桌上的灯一样绿。他一个电话打了过来，木山的手我要了。第116章，我是他养的小白脸。云子金翻了个白眼，关他什么事？你没有看见他生无可恋的模样吗？白灵鹤没看出来。祝悠悠看了一会，也很好奇，为什么木山把都压中？是运气吗？不是，木山和涂青在美国待过地下赌场，这里的每一样游戏，只要不出千，他们都可以百赌百中。算牌、听骰子都是他们的强项。祝悠悠扯了扯黎希暖的袖子，暖暖，你收敛一点，你是有未婚夫的人。黎希暖才反应过来，自己一直抓着木山的手。啊，对不起对不起，木山，我们去玩别的吧。玩骰子已经赢了几百万，腻了，玩别的。云子金带着祝悠悠去楼上，楼下人太多，老婆，我们到上面玩。涂青提着个皮箱跟在两人的身后。到2楼入口处的时候，涂青打开箱子，里面是200万的美金。守门的人90度弯腰，让人打开门，几位贵客里面请。祝悠悠扯了扯云子金的袖子，这里还要有钱才能进。云子金紧紧搂着他的腰，小娇妻太美好了，楼下那些狗眼一双双都虎视眈眈。这里有入门槛，没有100万美金的本钱进不来。果然，楼上要比楼下的人少了很多，也安静了很多。祝悠悠第一次来这种地方，像个好奇宝宝一样。云子金带着到一张金色的牌桌前，涂青打开皮箱，侍从连忙拉开2张椅子。云子金坐下后，把祝悠悠抱在怀里。这里的椅子那么脏，他的宝贝只能坐在他的腿上。坐在他们对面的是一个光头的男人，眉心的刀疤有些瘆人，身后还带着2个保镖，腰间都有枪。祝悠悠脸色煞白，这里的人合法持枪？云子金亲他的脸颊，安抚道：这一层合法，这里随便输赢都是100万美金起步，未必避免有人出千或者赖账，工作人员也合法持枪。云子金解开西装扣子，拉着他的手圈住自己的腰身。祝悠悠摸到了一个冰冷的东西，老婆，知道是什么了吗？祝悠悠点点头，有涂青在，放心，没有人敢在这里对我动手。掌握帝都商圈经济命脉的云三爷，是人是鬼都要敬重3分。对面的人摸了摸自己的光头，你们俩谁跟我赌？金色牌桌是1对1的，红色牌桌是庄对闲。而且在这里能坐上金色牌桌的还有一个规矩，除了赌钱还能赌别的。云子金的唇角勾起一抹痞笑，当然是我的小宝贝了，我只是他养的小白脸，钱都是他的。涂青收到云子金的眼神，把皮箱打开放在祝悠悠的手边。夫人。云子金歪头舔舐他的耳朵，祝悠悠回头瞪他，你别闹。对面的光头看着祝悠悠的脸，早就按耐不住躁动的心了，这个女人他势在必得，好久没有看见这么漂亮的妞了。没闹，放心，玩有我在。云子金眸色里的杀意祝悠悠没看见，但涂青看得一清二楚。祝悠悠开口，怎么玩？男人身后色保镖打开2个皮箱，八爷，女士优先，漂亮的小姐说玩什么就玩什么。身后的人递过一支雪茄，俯身给他点燃。祝悠悠闻到这个味道，突然胃里翻涌，有一种窒息喘不过气的感觉。云子金的眉心皱起，掰过他的脑袋按在自己的脖颈处，闻着云子金身上的檀香味，祝悠悠才压下心里那股反胃。还难受？他生理期多少有点不舒服，是他疏忽了。不难受了，你亲亲就好了。云子金低笑，捏着他的下颚亲了1分多钟才松开他。他给了对面他们喊八爷的男人一个不屑的眼神。景浩3、4我家夫人娇气，动不动就得亲一下，八爷是吧？
别见怪。井号34。八爷讥笑，刀疤看起来更加吓人，果然是缺男人的婊子。云子金的手心一直轻拍着他的后背，乖，不怕。祝悠悠不会，选了最简单的点数，2张牌，谁点数大谁就赢。这也是最简单输赢的玩法。发牌师发第1张牌的时，双方可以选择下注。八爷身边的保镖放了10万美金上桌，涂青看到祝悠悠手里的牌后，不用云子金交代，拿了20万。发第2张牌的时候，八爷的保镖加了20万，而涂青也加了20万。2次筹码已经加完了，八爷率先开牌。黑桃同花9点。祝悠悠看了一眼云子金，再看了一眼自己的牌，他输了。云子金倒是一脸宠溺，要贴在他耳边说没输。八爷看到了祝悠悠的表情，哈哈大笑。这位漂亮的小姐能赢黑桃9点，只有对攻或者对 A 了。祝悠悠错愕，翻开手里的牌，一对 A， 他赢了。八爷拍了拍手，示意保镖把钱推过去。涂青把钱放在祝悠悠的面前，夫人，您放心玩，数下来下注。赌对别人来说或许是3分技术运气，而对涂青来说是8分技术2分运气。10局下来，祝悠悠只输了3回，赢了100多万美金。他回去蹭了蹭云子金的下巴，这比我做衣服好赚多了。100多万美金折合成人民币差不多1000万，怪不得人人要来濠江赌钱。八爷又点了根雪茄，祝悠悠主动去亲云子金的唇，还好你不抽这些东西，我就喜欢你身上檀香味，让人清醒。云子金失笑，我还以为你会说我身上的味道让你沉沦。祝悠悠嘟起嘴巴冷哼一声，我沉沦的是你这张脸。云子金被气笑，所以我只有这张脸值点钱。哼。云子金勾唇贴在他的耳边轻笑，那宝贝，脸值钱那轻点造，前几天差点把这张脸淹了。那大喘气的说话口吻让祝悠悠想打死他丫的。我想把你淹了。2人调情说爱的模样让八爷很是不爽，他已经被祝悠悠那张脸和娇柔的靠在男人怀里的小模样惹得浑身火气。换个玩法怎么样？钱这种东西老子也不缺。祝悠悠点点头，你想怎么玩？操妈的，这声音真带劲。他对保镖挥手，没多久保镖带着2个女人走近。八爷摸了摸下我跟你的小白脸赌，我输了，这2个女人给他，他输了，你陪老子睡一晚。第117章，砸场子我都要给他递锤子。云子金冷意四起，孬种才用女人做赌注。涂青更是一脸不屑，就这种肮脏玩意也配跟我家夫人相提并论。就他刚刚亵渎他家夫人那句话，他手指间的刀片就能瞬间要了他的命。祝悠悠倒是没在意，这种话他前世听多了。我又不是3赔，要我赔你不够格。我喜欢年轻长得帅活好一夜8次的那种。大叔，你长得那么吓人，而且一看就肾虚，不合适我。他回头搂着云子金的脖子亲，对不对老公？八爷的脸色黑得不像话，臭婊子也配侮辱他。他从身后的保镖腰间掏出枪扔在桌子上，是男人就跟老子赌一场，谁输了把命留下。云子金冷笑讽刺，老子又不是你男人，再说了，你是男人吗？我的宝贝也没说错，一夜不能8次的男人就是肾虚。老婆，我说的对不对？祝悠悠配合点点头。涂青的嘴角抽了抽，爷，你够了，一夜8次的，那才他妈不是正常男人。这2人一人敢说，一人敢认。天杀的，为什么不是他陪李小姐去玩？木山，快来救老子的狗命！八爷拿起枪对着云子金，你他妈找死！濠江谁不认识我八爷？你今天要是能竖着走出濠江，老子命给你拿走！祝悠悠冷眸，娇娇软的嗓音被冰冷取而代之。你算是什么东西？你的命很好吗？我们为什么要？就你也配侮辱他？他的云子金，他的云修，除了他，谁都不许说一个不字。云子金眸色里多是宠溺，被老婆护着的感觉真好。他胃不好，适合吃软饭。下一秒，祝悠悠的手里把玩着一把银色的手枪，是他从云子金的腰后拿的。他低头研究了一下，对云子金说：“这个要怎么开？”云子金宠溺一笑，握住他的手，扣下扳机。宝贝，瞄准你的敌人，按下这里，砰一声就结束了。八爷脸色一黑，枪口对着云子金。云子金神色自若，只是把祝悠悠的脸往自己怀里转。砰一声巨响，祝悠悠的身子抖了一下，紧接着门被重重推开，祝悠悠才抬起头，看见2枚子弹掉落在桌子上，而他身边的涂青枪口还在冒烟。萧恒带着人进来，看见窝在云子金怀里的祝悠悠，看对面枪口指着祝悠悠的八爷如同看死人。找死！
八爷这是想砸了萧家的场子。涂青收了枪，退到云子京身后，有萧家的人在，也没他什么事了。恒哥说的是什么话？赌桌上向来都只看输赢，我不过就是想加点赌注而已。萧恒嗤笑一声，什么赌注？说来听听，看我有没有兴趣也参一脚。八爷知道萧恒在濠江是什么存在，认识萧恒的人都知道他冷漠无情，心狠手辣，是萧家家主的一把利刃。凡是见到他的人，不管身份多尊贵，都会称一声恒哥。但八爷却觉得男人没有不好色，就是这个漂亮的小姐，我就是跟她下了个赌注，我输了送她男人2个女人，我赢了她陪我一晚上。萧恒的脸色早就黑得不能再看了，什么玩意也配他家大小姐陪他？找死鬼！恒哥要是感兴趣的话，我不介意一起啊。八爷屁股下面的椅子被萧恒踹倒。恒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萧恒走到祝悠悠面前，微微弓腰。我的意思不明显吗？你他妈动土动到萧家火祖宗头上了。祝火祖宗，悠悠别，大可不必，我没那么老。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他就算是把这个赌场都砸了，老子他妈都要给他递锤子。八爷刚想站起来，被萧恒一脚踩在心口处。就凭你一个变态也配肖想他？萧恒从腰间掏出枪，祝悠悠出声阻止。萧恒狐假虎威就算了，他没想把人怎么样，而且这里毕竟是萧寒的地盘，总不能一来就砸人家场子。萧恒收了枪，挪开腿，还不谢谢小姐饶你狗命。八爷被保镖扶起来，还没对着祝悠悠说话就被打断。可别太丑，不要谢我，我怕做噩梦。被人搀扶着走的八爷会有看了一眼云子京和祝悠悠，脑海浮现出一段记忆。云子京给了涂青一个眼神，涂青轻点头离开。祝悠悠也没了玩下去的兴致，便下楼找黎希暖。他感觉黎希暖在楼下人来人往中穿梭，好像很好玩的样子。云子京跟在他的身后，看着他疯玩，给他递筹码。一直赢钱，祝悠悠觉得无趣，就让木山不许说话，他要自己玩。等祝悠悠和黎希暖玩累后，萧恒带着他们到濠江的游轮上吃饭。黎希暖站在甲板上，哇，这里好漂亮啊，突然想在这里定居了。祝悠悠轻笑，行，我们买套江景别墅。游轮上有人弹唱，祝悠悠和黎希暖正看得起劲，云子京和涂青木山站在不远处。三爷，是他。八爷，怪不得他觉得熟悉，曾海10年前的狗腿子，让人盯紧了，只要他动夫人或者小姐，就做了他。小姑娘听得入迷，一双眼珠子都要粘在弹唱的男人身上。云子京给白灵鹤打了个视频通话，对方几乎是秒接通。云三爷有何指教？为了明天可以去濠江教训那个有恃无恐的小姑娘，他现在还忙成狗，饭都还没吃。他倒好，去游轮吃喝玩乐，还不忘了要给他打视频，真他妈是好兄弟。云子京放大画面，对着已经上台合唱的黎希暖，是兄弟我才通风报信，你看吧，欠收拾是不是？他可没有忘记昨天晚上受的罪，他到现在都还隐隐作痛。白灵鹤冲办公室外吼道，给老子订去濠江的机票，现在立刻马上，这 B 班谁爱上谁上，老子不干了，再这样下去到手的老婆飞了。云子京嗤笑一声，房间号我一会发给你，让人给你留房卡，你现在飞过来，天亮前应该可以教训到人，让他不痛快他就找谁不痛快，亲外甥女也不例外，他云子京的例外向来只有一个人。云子京挂断电话后，走到祝悠悠的身边，把人抱起来，自己坐在椅子上。老婆，你的眼珠子都粘在小白脸身上的。祝悠悠闻到了一股好酸的味道，轻啄他的唇瓣，你不就是我的小白脸吗？第118章，那就加个班。祝悠悠只是想要亲亲他，没有想到他扣住自己的后脑勺就不松手了，直到被他亲软了全身的骨头。云子京低笑出声，那夫人今晚对小白脸有什么吩咐吗？祝悠悠还真的认真的想了一下，吩咐你好好睡觉。他的腰现在还有酸，喉咙也不太舒服。云子京轻揉他的发丝，还疼？让你看医生又不愿意。不是很疼，只是他在想别的事情。我们明天就要去港城吗？婚礼是后天晚上，他来都来了，不去参加应该也不像话。后天早上再去，这里去港城坐游轮很近的。祝悠悠没有继续问，反正他都安排好了，他玩就对了。听着黎希暖跟台上的人深情对唱，祝悠悠仰头看了一眼闭目养神的男人，你该不会给白灵鹤通风报信了吧？云子京被他怀疑的眼神给气消，我在你心里就是这么贱的人。祝悠悠，你不是吗？是，他是。你说我是我就是，而且他确实通风报信了。祝悠悠看了眼已经玩脱的闺蜜，只能默默心疼她的腰。
拿起手机搜索一下附近有没有比较好的 SPA 馆，给他嫡长规定一套最贵的服务。云子金看见他的手机页面，以为他不舒服，腰疼，我让人到酒店帮你按。祝悠悠默默收藏了好几个，不是，我给暖暖订的。他彻底笑出了声，是该订，毕竟某人已经在杀过来的路上了。祝悠悠靠在他怀里，一开始只是昏昏欲睡，后面是真的睡了过去。萧恒看见祝悠悠睡了，吩咐游轮返航回了酒店。隔天祝悠悠睡醒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他起床也没有找云子金，急急忙忙冲进浴室。昨晚坐着坐着就睡着了，卫生棉也没有换，也不知道云子金有没有给自己换。结果他进了浴室一看，姨没了。他的生理期从来都没有这样过，难道真的？老婆醒了怎么也不喊我？云子金敲了敲浴室的门，祝悠悠发着呆，见他突然进来红了脸。你出去出去。云子金喉结上下滑动了一下，昨晚没吃饭，为了今晚能喝点汤，云子金老实的出去给祝悠悠拿衣服。云子金开车带他去吃濠江的特色菜。祝悠悠问暖暖呢？我们不喊他吗？不用喊，别打扰他们。来得那么快？昨晚半夜住在他们隔壁套房的黎希暖睡得正香，没有发现自己的房门被人打开。白灵鹤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抱着床上熟睡的女孩一顿猛亲。睡梦中呼吸被夺走，黎希暖小脸涨红被惊醒，害怕和恐惧布满了他的全身。怎么会有人进他的房间？他下意识抡起拳头就要朝压在他身上的人后脑勺敲下去，只是没有想到那人的后脑勺像是长了眼睛一样，准确无误地抓住他的手，想打死我。听见熟悉的声音，黎希暖突然间眼泪涌了出来，把还在锁吻的白灵鹤吓了一大跳。怎么了小娇宝，怎么哭了？他连忙伸手去打开床头的暖灯。黎希暖背过身去不看他，哭到身子一抖一抖。白灵鹤把他捞进怀里，怎么哭了？看见我来不高兴？我高兴个屁！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一边哭一边打哭嗝。这是黎希暖从小到大一哭就会有的反应，只不过很奇怪，昨晚跟他缠绵哭的时候居然不会打嗝。白灵鹤觉得又好气又心疼。那你告诉我怎么哭了？还哭得那么惨，是因为自己的出现打扰了他跟人情歌对唱？你半夜跟做贼一样的来，然后也不喊醒我就亲，我还以为有人进来要对我。白灵鹤有些错愕，没有想到是这样。他强势地把他圈进怀里，对不起，是吓到你了。黎希暖见好就收，就是你吓到我了，我看你就是想吓死我，换个未婚妻。白灵鹤吻干他脸上挂着的泪痕，我挑食，除了你谁也吃不下。乖，继续睡，我去洗个澡。在办公室待了一天，又赶飞机，身上多少还残留烟味，他那么香，不能让其他的味道沾染半分。白灵鹤快速洗了个澡，出来的时候看见床上的人睁大眼睛看着他，在等我。黎希暖很自然地赖在他的怀里，对啊，等你。他的脸蹭着他的腹肌，把今天在赌场赢了钱的事情告诉他。白灵鹤刚刚在浴室里压下去的火苗又重燃，他伸手关掉两个人的手机，轻捏他的后颈。玩了一天累不累？不累。他低头亲吻他的耳朵，宝贝，还疼吗？黎希暖困意有点上来，脑子反应不过来，什么疼？不疼啊？白灵鹤唇角勾起，也是，昨晚休息好了。那就佳慧般。他把人拽向自己，毫不犹豫地吻住刚刚被他亲肿的红唇。黎希暖伸手搂住他的脖子，试探的回应的吻，在白灵鹤的眼里就是欲擒故纵。黎希暖的睡裙早就凌乱不堪。这里没有。白灵鹤低笑，秒懂他要说什么。有。他伸手捡起地上的西装，从口袋里拿出一盒东西。黎希暖瞪亮了眼睛，你不是吧？随身携带？是，随时随地都在想你，想要你。濠江的夜景很漂亮，黎希暖的房间酒店的顶层落地窗可以看到外面的霓虹灯，彩色的霓虹灯照在他的脸上，他白皙的小脸此时涨红，破碎的娇嗔声扎进了白灵鹤的骨血里。没多久，乌云拨开，天边慢慢泛起了彩白度。黎希暖的视线被天边缓缓燃起的金色吸引，歪头看了过去。白灵鹤注意到他的视线，停下来，抱着他再次往窗边去。小娇宝，看日出。暖暖，我爱你。黎希暖看着日出睡着了，睡过去之前，他的脑海里想着的都是日出，他没看清。窗帘没有关，他一觉睡到日落，掀开被子，小心翼翼地下床。纵使已经很小心了，腿一踩地就直接软了下去。他跌坐在地上，欣赏了一下天边的晚霞。白灵鹤下意识伸手的摸身边的人扑了个空，睁开眼发现他坐在地上发呆。上9分喽，
撒花，继续追更，包好看的。第119章，我让你安排的事情怎么样了？他掀开被子下床，把她抱进怀里，怎么坐在地上？李希暖的小脸瞬间涨红，他身上好歹穿了件他的白衬衫，而他，喂，你收敛一下。白灵鹤哑声失笑，眸色缓缓燃起一丝情愫，收敛不了一点。在你面前，他永远蓄势待发。李希暖也懒得理他了，他吃饱了，但他饿得要死，跟祝悠悠约好今天去吃濠江的特色菜，结果他一觉睡到晚上。他回头对上他那双眼睛，吓了一跳。你干嘛？你说呢？他太美好了，导致他1分钟都不想做人。更何况这样零距离的接触，他再没有任何动作，就不是个正常男人。李希暖眸子瞪大，还来？他哭唧唧，颤着嗓音问：你不是说你要后天才来吗？为什么是今天？还知道我住在哪里？为了哄人，白灵鹤毫不犹豫地把兄弟卖得一干二净。兄弟不就是用来关键时候插2刀的吗？你都跟别人情歌对唱了，我再不来家，不得被偷了。李希暖咬牙切齿：我小舅舅告诉你的，这个人为老不尊，我要带我小舅妈离家出走，去找20个男模。白灵鹤满眼都是无奈，在我身上还敢想要找20个男模？暖暖，你不乖。2个小时后，李希暖乖了，乖得不能再乖。白灵鹤给他重新洗了澡，换了衣服，带着他去濠江最有人间烟火气的小夜街。他们不差钱，什么好吃的东西都吃过，但李希暖和祝悠悠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成有钱人家的千金小姐过。逛夜市、吃小吃街都是他们经常做的事情。本来出门还闷闷不乐的李希暖，看见一整条人来人往、烟雾缭绕、香味扑鼻的美食街，冷哼一声：哼，原谅你了。因为他又浪费了一整天。白灵鹤牵紧他的手，这里人多，他怕一个不小心就把人丢了。那就谢谢李小姐了。想吃什么，我给你买。李希暖轻哼：当然你给我买了，你还想我花钱啊？2人从街头吃到街尾去。好在白灵鹤知道李希暖的胃口，也知道他吃东西都是过个嘴瘾，所有每样东西都只买了小份。洛雅姐，程洛雅没有化妆，头发披散着，戴了副黑色的眼镜。大晚上的也没有几个人会特地去看她，只是他们从小认识，所以李希暖才能一眼认得出来。暖暖，灵鹤哥，你们来玩。有了别人，李希暖松开白灵鹤的手挽住程洛雅。我快饿死了，洛雅姐姐，你有没有伴？巧了我也没有，我们一起玩。白灵鹤，他不是人。暖暖，李希暖回头瞪了他一眼，叫什么叫？你今天晚上的用处就是付钱。该死的臭男人，不知节制臭男人。走了1个多小时，李希暖的小腿都在打颤。他毫无形象地拉着程洛雅坐在树下，一口一口地吃着旁边放着的小吃。洛雅姐姐，你要不过来跟我们一起住吧？程洛雅，剧组的酒店很好，而且每天大家都需要沟通交流，还是别麻烦了。吃完东西，李希暖也困了，白灵鹤带他回酒店。刚走到房间，就看见云子金靠在房间门口，手里把玩着没有点燃的烟。李希暖一看到他，气就来了，刚准备上前理论一番，被白灵鹤拉住：暖暖，你先回房去洗澡。他低声贴在李希暖耳边说了句话，李希暖哼了一声，进了隔壁的房间。出什么事了？他们20几年的兄弟，一个表情一个动作，大家都心知肚明。云子金哑声开口：曾海可能潜入濠江了，今天收到的消息，有人把悠悠在濠江的信息卖了出去。白灵鹤脸上的玩味消散，查到是谁？还没。既来之则安之，这里是萧家的地盘。云子金的眸色暗了暗，那要是那个人就是萧家的人呢？自从昨天涂青告诉他，八爷就是10年前曾海的手下，他的直觉告诉他，他跟祝悠悠怕是早就被人盯上了。他给萧寒打电话，让他安排人保护祝悠悠，不管是不是真的，祝悠悠身边有人比什么都重要。至于黎希暖，有白灵鹤在足够了。次日，萧娇和云轩泽在港城举行。化妆室里，萧娇一身白色镶钻的婚纱，头上戴了个看似价值不菲的皇冠，只有她自己知道这个东西是高仿的。化妆室的门被推开，一个金发男人从后面抱住她，这就把自己嫁了。那个男人一看就不如我厉害。萧娇靠在男人的怀里，你又娶不了我，管我嫁给谁？我让你安排的事情怎么样了？这个男人叫何章，是他在港城的男朋友。没有去帝都之前，萧娇几乎每2、3天都要跟这个人玩一次，但是没办法，人家是他好朋友的老公，他再喜欢也只能偷偷摸摸。何章弯腰拉下他的抹胸婚纱，眸色里尽是贪婪。娇娇交代的当然准备好了，你放心，那个女人今天肯定欲仙欲死。萧娇按下他的脑袋。外面宾客满堂，
化妆间里水深火热。半个小时后，萧娇一脸满足的重新给自己补了口红，遮盖胸前的痕迹。与此同时，婚宴场地门口一辆不起眼的黑色皮卡车停在路边，车上坐着2个人，其中一个就是前2天在赌场的八爷。海哥，你确定要今天动手？我查过了，那个女人跟萧家的关系匪浅。萧家的家主萧寒不是个轻易可以招惹的人，这个人跟猛兽一样。曾海戴着棒球帽，一双阴鸷眼睛满是杀意，老子就能轻易招惹？云家害老子10年，有家不能回，云子金的追了老子10年，好不容易等到有能威胁他的人出现，你还要老子等？废物！八爷也心有不甘，10年前那件事他也是参与者，只是他跑得快而已。加上他毁了容，也没多少人认识他，他才偷到濠江遗毒起家。八爷见劝不住，从车内的暗格里拿出一把枪给曾海：“海哥，一会我去抓人，你在车里等我。我要是出不来，你就赶紧跑。”第120章，我换他。曾海拍了拍八爷的肩膀：“是兄弟，放心，云子金的女人老子看不上，我要她。他的女人，赏你。”八爷一想起祝悠悠的那张脸，他就忍不住吞咽口水。行，海哥你就等我消息吧。他推门下车，扯了扯自己的花衬衫领子。他怎么也在濠江混了10年，要一张请帖有多难？只是他不知道的是，他一下车就被涂青盯上了。云子金说的对，最了解曾海的是涂青。半个小时前，云子金的车经过这辆黑色皮卡，透过车窗，涂青仅凭一个影子就确定是曾海。婚礼开始的时候，萧娇跟云轩泽挽着手一起走上舞台，俩人面带笑容，却各怀鬼胎。远处的一张桌子，孙静飞死死地盯着台上接吻的2个人，他紧握着手机，里面有他刚刚录下来的视频。没想到萧娇这么猛浪，穿着婚纱刚跟人在化妆室鬼混，现在还可以在台上跟云轩泽接吻，真是恶心。他摸了摸自己很明显的孕肚，宝宝，妈妈一定把你爸爸抢回来，他云轩泽的老婆只能是我。孙静飞死死地盯着萧娇的背影，在他去化妆室换衣服的时候，他就跟着他一起去了。祝悠悠吃了一点东西后，又觉得闷得慌，胃里一阵翻涌。我去个洗手间。云子金跟着他站起来，牵着他的手，走吧，我陪你一起去。祝悠悠没有拒绝，毕竟这里不是帝都，防人之心不可无。特别是这里很多萧家的人，哪怕别人不知道她是萧寒的女儿，他也不能掉以轻心。刚进洗手间，祝悠悠就忍不住干呕了几下，就是那种不上不下的感觉，真的很难受。他呕了一会，还是吐不出东西，只能算了。刚洗完手，就看见洗手间的窗户被人推开，下一秒就有个人从外面跳进来。祝悠悠下意识地叫外面的云子金：“别动，不然老子就割断你的脖子。”洗手间的门从外面被人踹开，云子金眸孔骤缩，垂在大腿边的手紧握成拳，冰冷的刀尖抵在祝悠悠的喉咙，云子金浑身的血液都停止了流动。放了他，我跟你走。八爷大笑：“那不行，云三爷，放了他我哪里还有筹码？让开！”死穴被捏住，云子金只能退开身。拿稳你的刀，我老婆要是流了一滴血，她身上就得落一颗枪子。八爷挟持人路过云子金的时候，听见他柔声说：“别怕。”哈哈哈哈！云三爷居然还是个情种，你老婆知不知道10年前你被我们老大弄爽的是？祝悠悠对着他轻启红唇，云子金看懂了，他告诉他，他口袋里有他今天放的刀。走吧，云三爷，一起出去如何？海哥等你好久了。角落里的孙静飞看见这一幕，死死地捂住自己的嘴巴，不敢发出声，同时也庆幸祝悠悠要是死了，那该多好。云子金的眼睛死死地盯着抵在祝悠悠脖子上的刀，他从没有一次像此刻一样紧张。八爷拽着祝悠悠的手臂从安全通道出了外面的大街，他脚下的高跟鞋绊了一下，差点摔倒。老婆，我没事。祝悠悠冲他摇摇头。一直守在门口的涂青看见祝悠悠被劫持，掏出枪瞄准八爷的后背。黑色皮卡车里的男人推门下车：“云三爷，我们又见面了。怎么样，这次是你陪我，还是你老婆陪我？”曾海伸手要去碰祝悠悠的脸颊，被他歪头躲开，手指上都是烟味。祝悠悠忍不住干呕起来。曾海面色铁青：“贱货，嫌弃老子？”他扬起手准备打祝悠悠，云子金快速地从腰后掏出枪，1秒钟都没有犹豫了，开枪打中了曾海的手。而涂青也在收到云子金的眼神以后，一颗子弹没入八爷的肩膀上，他吃痛，抵着祝悠悠脖子的刀掉落在地上，可另外一只手还是抓着祝悠悠的胳膊。屋内听到枪声四处逃窜，一股脑涌了出来。木山和萧恒带着人从左右冲出来：“放开我家大小姐！”
云子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而曾海跟八爷抓着祝悠悠往后退。曾海从地上拿起刀，云子京，你自己过来，否则我就一刀抹了你心肝宝贝的脖子。曾海不是八爷，他就是个不要命的疯子，被刀尖抵着的喉咙已经见血，云子京不敢赌，他丢开手里的枪，举高双手，我换他。云子京是曾海13年的执念，他从来没有对一个人这么上心，死都要拥有。三爷，云子京对木山说，带夫人跟萧寒走。从宴会厅跑出来的人很多，一瞬间场面一片混乱。看见被挟持的祝悠悠，李喜暖吓哭了，下意识要叫他，被白灵鹤捂住嘴巴，别喊，乖，不能让你小舅舅分心。云子京预料了今天会出事，让他看好李喜暖，不管谁出事都是他们不乐意见的。曾海抓着祝悠悠往后退，一直退到黑色皮卡车旁边，路边已经人满为患。萧寒带着特警赶来，看见祝悠悠被人抵着脖子，差点撅了过去。此时他也顾不上别的了，放了我女儿，萧家可以满足你任何条件。他的话一出，萧家其他旁支的眼神纷纷落在祝悠悠的脸上。萧家家主有个这么大的女儿，我的条件很简单，我要云子京。曾海看着云子京，丢了一副银镯子给他，自己考上，上车。祝悠悠被他拽住，拼命对云子京摇头，不要，云子京不要。云子京弯腰捡起地上的东西给自己考上，乖，别怕，乖乖等我回来，我们一起回家。人群里，萧娇在听见萧寒大庭广众承认祝悠悠是他女儿的时候，已经嫉妒到面容扭曲，但看见祝悠悠被挟持，别提多痛快，恨不得他被一刀捅死。云子京在踏上车之前冷声说了一句，放人。见云子京上了车，曾海也松开了祝悠悠脖子的匕首，但他依旧没有打算松开祝悠悠的手。八爷一句坐上驾驶位启动车辆，曾海压根就没有打算放了祝悠悠，他想着让云子京最爱的女人看见他被自己折磨的样子，再让云子京看他的女人在别人身下的模样。祝悠悠在察觉到曾海想要拽他上车的动作时，摸到口袋里的刀，转身捅进去他的胸膛处。又关我小黑屋，真的写不了一点了。第121章，我怀疑过。曾海吃痛，抓着祝悠悠的手也松了力气。祝悠悠推开他往萧恒的方向跑去，看见祝悠悠脱险，所有的枪口朝黑色皮卡车射去。祝悠悠瞳孔骤缩，不要开枪，他还在里面。木山拦下祝悠悠，夫人，这是三爷的意思，他不会有些事的。祝悠悠推开木山，你别管我，你快去找他。黑色的皮卡几乎是撞开人群冲出去的，人群中大着肚子的孙静飞被人推了出去，撞上了那辆速度极快的黑色皮卡车。就那么一瞬间，人已经撞飞出去了，而旁边蓄势待发的黑色奔驰也在同一时间冲过去，跟黑色皮卡撞在一起。车速太快，在巨大的冲撞力之下，两辆车都翻了。祝悠悠几乎是被木山抓住的，放开我，木山！夫人，三爷让你走。李喜暖上前抱他，小舅舅会没事的，悠悠，我们在这里等。萧寒的人已经把黑色皮卡围住了。忽然，砰一声巨响，街边不少人都被爆炸的火花震飞。祝悠悠呼吸一滞，整个人僵在了原地。他感觉自己浑身的血液都在倒流，脑海里都是云子京的脸，耳边都是爆炸的声音。悠悠！祝悠悠整个人往后栽了下去，离他最近的李喜暖试图去接他，有一个人比他更快。萧寒都要吓死了，悠悠，女儿！医院里，祝悠悠睁开眼睛，扑面而来的消毒水味。悠悠宝贝，你醒了！吓死我了！李喜暖眼睛都哭肿了，小脸煞白，脸上的妆都没有卸掉。祝悠悠想坐起身，小腹一阵阵坠痛。你别动，别动，不能动！医生说你现在不能动。祝悠悠晕倒后，李喜暖看见她白色的裙子上有血迹，以为是她来大姨妈，就没有放在心上。谁知道来医院的时候，医生竟然说是先兆流产。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只有他一个人和不是很熟悉的萧寒，他只能哭着给帝都的外婆打电话。小舅舅生死不明，悠悠又怀孕了，他第一次觉得自己一点用都没有。好在医生说孩子保住了，但悠悠至少需要卧床半个月。李喜暖帮他把床摇起来。悠悠，你知道自己怀孕了吗？祝悠悠愣了一下，怀孕？真的是怀孕？不是来大姨妈？可她现在也顾不得孩子好不好了。我怀疑过。暖暖，你小舅舅怎么样了？李喜暖眸色暗了暗，在重症监护室。车子爆炸之前，没有人知道车内发生了什么事。爆炸后，涂青和木山还有萧恒几人联合特警去救车里的人。车子被是侧翻的，曾海被压在下面，涂青他们只顾救云子京。
把人从车里拽出来的时候，云子京说了一句悠悠呢，就不省人事了。送到医院后，萧寒找了萧家的医疗团队给云子京做手术，除了右手臂和后背有中度烧伤以外，其他倒是小磕小碰，不算什么大事。只是清创手术后会有感染的可能出现，云子京又还在昏迷中，就暂时住了重症监护室。祝悠悠掀开被子要下床，一道冷声传来，不想要你肚子里的孩子就下床。祝景是收到消息以后连夜赶来，觉都没睡好，一进来就看到他要下床，一刻都不消停。妈妈，云子京他好得很，跟你比起来，他那点伤不算什么。他去问过医生，祝悠悠的先兆流产症状应该有3-5天了，如果祝悠悠再晚送过来保胎，孩子就保不住了。被亲妈盯着，祝悠悠还能老老实实躺在床上。祝景上前抱住黎希暖，乖暖暖，吓坏了吧？黎希暖点点头，抱着祝景嚎了好几分钟，把祝景都逗笑了。别喊了，阿赫在外面等着接你回去休息，你这一哭，他以为我欺负你呢。黎希暖一夜没睡，眼睛又红得厉害，看起来比躺在床上的祝悠悠脸色还差。那我回去睡觉了，睡醒再过来陪悠悠。白灵鹤身上的西装不见了，白色衬衫上还有干枯的点点血迹。看见黎希暖出来，搂过他亲了亲。困不困？有点。我小舅舅怎么样了？白灵鹤在他面前蹲下，黎希暖很自觉地趴在他的背上。没什么问题，只要伤口不感染发炎的话，过2天你就可以听见你小舅舅骂你的声音了。黎希暖是真的吓到了，也是真的困了。还没等白灵鹤走到医院门口，黎希暖已经睡着了。突如其来的意外的，萧家派了很多保镖守在医院。白灵鹤抱着他坐上车往萧寒的庄园去。虽然说曾海死了，八爷被抓了，但酒店还是没有萧寒的房子住着安全。重症监护室里，云子京趴在病床上，额头上泛起了冷汗，毫无血色的唇微微颤抖。悠悠，梦里天空大雪纷飞，云子京一头栽进湖里。许久后，他怀里抱着一个女人浮出水面，女人的眼睛上蒙着纱布，漂亮的脖颈上有一道深可见骨，因为泡了水的缘故，伤口已经泛白了。云子京把人放在保镖提前铺好衣服的地上，做人工呼吸，做心脏按压，可是脖子上的血就是止不住。悠悠，醒醒，求求你，醒醒！悠悠，你知道吗？我爱你10年，眼睁睁地看着你嫁给别人，我都忍了，为什么还要离开？我只要你好好的。身边的一众保镖都低下头，没有一个人敢看现在的云子京。微弱的一声轻咳，云子京连忙捂住祝悠悠脖子上的伤口。医生上前检查的伤口，用了药血，还是止不住。他的脉搏越来越弱，气息越来越淡。三爷，医生冲云子京摇摇头，起身走远了。祝悠悠用尽全力轻启红唇，小舅舅，悠悠看不见了，悠悠看不见你，看不见妈妈，看不见老爷和暖暖。小舅舅，你替我照顾好妈妈可以吗？悠悠要丢下妈妈一个人先离开了。云子京的眼泪滴在他冰冷的脸上，祝悠悠觉得很舒服。他艰难地抬起手在空中挥动着，云子京握住他满是伤痕的手贴在自己的脸上。悠悠，可不可以别丢下我？祝悠悠好痛，可是他还是想说最后一句话。小舅舅，你刚刚说的那句话，悠悠听见了。是我太蠢，小舅舅很好，悠悠也很喜欢你。第122章反复做梦。大雪落在祝悠悠的脸上，云子京把她搂进自己的怀里。祝悠悠脖子上的伤口已经被缝合包扎过了，云子京还亲自给她系了一条红色的丝巾。木山把手里的黑色大衣递给云子京，他接过盖在祝悠悠的身上，抱起人站起身，查清楚所有事情。云子京带着祝悠悠回自己的庄园，带她回了自己的卧室。他脱掉她身上破烂不堪、被血染成红色的衣服，打了热水把她放进去浴缸里，试图让她的身体暖起来。他爱干净，他拖着她的头给她洗干净头发和身子，让她靠在自己怀里吹头发。曾经幻想的点点滴滴，他正在一步一步将它完成。祝悠悠在他的怀里像是睡着了一样。上百个方的衣帽间里有一个带密码锁的衣柜，云子京用指纹打开，从里面取出一件白色的玫瑰旗袍，又从抽屉里拿出一整套白色的小衣服。换完衣服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支口红，小心翼翼地在他的唇瓣上轻描。别人或许不认识这支口红，但如果祝悠悠醒着，他一定认识。这是半年前他跟黎希暖去云公馆吃饭后丢了那只。眼睛上的白色纱布早就被取下来了。他俯身亲吻在她的唇瓣上，紧闭的双眼上。木山拿来一份资料，告诉云子京，祝悠悠的眼角膜是被云轩泽让人取下来的，身上的伤是孙静飞动的手。
在祝悠悠自杀之前，他们企图让人强了他。云子金拿起打火机，点了根烟，又把手里的文件点燃，扔在地上。悠悠的眼角膜怎么可以在那么肮脏恶心的人身上让人取下来？那么喜欢取人的眼睛，木山，你亲自动手，不许打麻药，也不能让他们晕过去。喜欢强？哼，那就一起多叫点人，然后处理掉。木山俯身，是。三爷，悠悠小姐，您节哀。病床上，云子金缓缓睁开眼睛，随着他睁开眼睛的动作，温热的眼泪滴落在白色的床单上。儿子，你醒了。云子金看清面前的人，哑声开口：爸妈。华玲看着面无血色的儿子，心如刀绞。不过总算10年前的那件事终于画上了句号，那个该死的畜生终于死了。华玲知道他在担心什么，悠悠很好，他吓到了，在楼下的病房休息。他不敢把祝悠悠怀孕而且差点流产的事情告诉他，说了以后他肯定不顾自己身上的伤口要去看他。华玲刚刚去瞧过祝悠悠了，说起来云子金的脸色倒是比祝悠悠还好看那么一点。爸。云卓点头，我知道警察那边的事情有律师处理，而且有萧寒在，你安心养伤，等伤好点就回帝都养着，这里终究不太平。云子金点点头，他知道出事的时候萧寒当众承认悠悠是他的女儿，别的旁支就不说了，就萧娇一定会对悠悠下手。云子金打掉针的药水里有镇定剂，醒来没多久他就睡了过去，只是睡着的梦里一直反复做着同一个梦。傍晚的时候，祝悠悠被饿醒，看见祝景跟华玲坐在不远处的沙发上。妈妈。华玲放下手里的东西，妈妈的小心肝啊，睡得好不好？身上还疼吗？祝悠悠这一觉睡了很久，一开始祝景还担心，后来医生说是药的问题，他多休息能更快恢复身体，而且这2天都在打营养针，不吃饭也没事。有一点点。妈妈，他怎么样了？华玲摸了摸他的脸，感觉几天没见，祝悠悠都瘦了。好得很，臭小子皮糙肉厚的，医生不让他下床，不然早就来看你了。华玲说他没事，祝悠悠总算放下了。他看向祝景，妈，我伤人，这些事不是你应该操心的，你爸萧寒会处理，你在他的地盘出了事，他要是处理不好，我把他的头拧下来垫桌角。祝悠悠，这么强悍的妈妈，该不会被嫌弃吧？门外来送餐的人听见自己的头要垫桌子，满脸都是无奈。可嗨，被抓包的祝景丝毫没有意思要尴尬的意思。可什么可？要是肺有问题就赶紧滚，要是把病传染给我怎么办？华玲见他们一家3口，自己也不好打扰，让祝悠悠乖乖的。萧寒礼貌地喊了一句灵姨。华玲连忙摆手，可别，你是悠悠的爸爸，悠悠是我的儿媳妇，怎么样也是亲家。萧寒轻笑，合适，我们各论各的，子宁跟姐儿是好朋友，这么多年您没少替我照顾妻女，我该感谢您的。祝景听不下去了，住嘴，谁是你的妻女？不会讲人话就去睡狗窝。祝悠悠抿嘴偷笑，病弱的脸色总算是有了点笑意。萧寒也不恼，先吃饭，这些都是我亲自做的。祝景是知道萧寒的手艺的，这些他做的东西一半是祝悠悠爱吃的，一半是他爱吃的，勉强接受吧。祝悠悠不能下床，母女俩坐在床边吃，萧寒在一旁站着，带着药香味的鸡汤让祝悠悠胃口大增，他还以为自己看见鸡汤会想吐呢。萧寒一直盯着祝悠悠看，好喝吗？好喝，谢谢萧叔叔。祝景默默不吭声，也不纠正祝悠悠，女儿喜欢怎么叫就怎么叫。祝景踢了踢旁边盯着女儿的男人，你还不滚？姐儿。萧寒语气里都是无奈。祝悠悠饿了，埋头吃饭，不参与他们之间的事情。叫什么叫？饭送到了就走，不然你们萧家那些眼睛长头顶上的人又要来找事了。萧寒眸色一冷，不会，他们不可能来，也不敢来。萧寒没辙了，只能结结巴巴地说，我等你们吃饱了把饭盒带回去。这个牵强的理由把祝悠悠逗笑了。祝景嘴角抽了抽，堂堂港城第一大家族的萧家，家里只有1套饭盒，买不起新的，给你200块够不够？萧寒又被气到，但是不敢怎么样，只能安分坐着，呼吸都不敢太大声，怕下一秒被祝景赶出去。吃完饭后，祝悠悠对祝景说，妈妈，您要不跟萧叔叔回去休息吧，昨天连夜赶来，肯定都没睡好。虽然祝景不说，但他能看得出来，他脸上有在极力掩饰的疲惫。祝景没好气地问，怎么着急给自己找个爹啊？祝悠悠，活爹。第123章，心再冷也该暖了。祝悠悠轻笑，
我已经有一个把我当女儿养的老公了，至于爹有没有都不重要。不重要的爹。等母女俩吃完晚饭后，李喜暖提着东西进来，干妈，悠悠宝贝，我来陪你了。看见萧寒也在，李喜暖礼貌地喊了一句：萧叔叔好。他跟白灵鹤睡醒的时候，保姆说萧寒已经出门来医院了，他们也没有着急来，去附近买了东西吃了饭才过来。萧寒点了点头，收拾完东西后才开口说话：安心住着，这个医院是我的，外面也有保镖守着，没有人可以闯得进来。祝悠悠的心是暖的，她能够感受到萧寒的小心翼翼，还有他对自己的关心和着急。好，谢谢叔叔。祝悠悠对祝锦使了个眼色，后者压根儿视而不见。祝悠悠，萧寒默默拿着东西就离开。祝悠悠突然觉得他好像有那么一点可怜。妈，你要去就跟着去，我又不会说什么。祝悠悠给黎希暖一个眼神，他秒懂。对啊，干妈，庄园的阿姨说萧叔叔忙了一个下午，做完饭以后就出门了，他应该还没有吃晚饭的。他转头看着站在门口的白灵鹤，对不对？白灵鹤愣了2秒，轻咳一声，对，你们说的都对。祝锦也困了，懒得理会小姑娘之间的小动作。行了，大人的事情小孩子瞎操心什么，我去休息了，晚点再过来陪你。祝悠悠摆手，不用了妈妈，暖暖在这里，她可以跟我一起睡。慵懒的靠在门框上的白灵鹤突然挺直腰杆，我去楼上看看紫金。他们一起睡？那他跟谁睡？他去找个人来陪他睡行了吧。祝悠悠也想去，可是小腹时不时都传来阵阵刺痛，他连上洗手间都不敢用一点力气。祝锦提着包离开，让黎希暖有事情找护士。医院门口停车场，萧寒坐在车上，手指间夹着烟，紧闭的空间里烟雾缭绕。祝锦敲了敲车窗，男人手忙脚乱地灭了烟，打开外循环系统。你想死在车里？萧寒背对的哑口无言。祝锦走到副驾驶，拉了几下车门，没拉开，踹了一脚车门，啪嗒一声，车门才解了锁。锦儿，你……祝锦把车内所有的车窗都降下，调了座椅躺下后闭上眼睛。萧寒的手伸过去，还没有触碰到他，他的眼睛就睁开了。干什么？萧寒轻咳，给你系安全带。你住哪里？祝锦薄唇轻启，萧总觉得我应该去哪里住？萧寒闭嘴，不敢说，他觉得他应该跟他回家住。车子启动，祝锦侧开脸，勾唇一笑。医院离萧寒的家开车要差不多1个小时，到了的时候祝锦还在睡。萧寒停稳车后，盯着那张他日夜思念了7000多个日夜的脸，是失而复得的感觉。他伸手去抹擦他的脸颊，解开自己的安全带靠近，近在咫尺的时候，祝锦伸手搂住他的脖子往下拉，双唇紧贴。锦儿，祝锦轻点他的心口，困了。好。他下车绕过车头，拉开门抱着他进屋。庄园里的阿姨见萧寒的车回来就走出来看，结果看见2人在亲吻，低笑出声。先生也算是熬出头了。在萧寒庄园里工作人都知道萧寒有一个很深爱的女人，但是没有人见过，今天终于看见了。先生，太太。祝锦打了个哈欠，我不是他太太。萧寒没有跟之前一样附和他，而是轻笑说了句，你是就是。陶姐，让人都下班吧，今晚放假。好的，先生。祝锦示意萧寒放他下来，打量着这个庄园，不远处的墙边栽满了一片木槿花树，远处是一大片的七彩绣球。喜欢吗？那些都是我亲手种的。祝锦移开视线，嘴硬，勉勉强强吧。我睡哪里？萧寒牵着他的手上楼，到他的房间。屋内有一整面墙都是祝锦，各种各样表情的祝锦拼成一大幅画，只是画里人的容颜要比现在娇嫩几分。这个画是……祝锦打断他，挺好，就是不知道每天晚上那么多双眼睛看着你，你会不会做噩梦？不会。他从身后把人搂进怀里，不会。锦儿，我要看着你才能睡。有病。祝锦放下包推开他，我要洗个澡。这时候才想起他的行李箱还在医院。萧寒拉着他的手去衣帽间，这里有衣服，你看看哪件合适穿，我拿去洗衣房消一下毒。祝锦并不觉得他有别的女人，如果有，他不会到现在还是单身。衣服的尺码和款式都是他的风格，随手拿了一件黑色的睡裙扔给他，然后进了浴室。萧寒从抽屉里拿了一件别的后才去洗衣房。整个浴室里的东西都是祝锦喜欢的，